我拥有全世界所有技能，小到5秒开锁，赌场老千，大到心理侧写，驾驶战斗机，完成了10万次完美犯罪模拟。当然，这些都是发生在梦里，但我却靠着这些技能，在刑警招聘考核中拿到前所未有的满分。毕竟了解最完美的罪犯，才能成为最好的刑警。就在昨晚，我完成了最后一起完美犯罪模拟。这4年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但一切都是值得的。恭喜宿主圆满完成10万起模拟犯罪，所有特殊技能学习完毕。他不知道的是，今天是我刑侦实习的第1天，与其当个逍遥法外的罪犯，我更想亲手消除所有罪恶。于哥，快别睡了，今天可不能迟到啊！陈飞宇和王凯对吧？欢迎加入淮海区刑侦大队。1年的见习期，只要不犯什么大错误，便可以直接转正，有立功情况更能够提前转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报告邻居，我希望您能将我派往一线，直接参与各种刑事案件的侦破，在实践中进行学习。行，你们2个跟我来。今天下午刚好有个抓捕任务，我让小徐带你们去。虽然不算什么大案，但也能让你们见见世面了。小徐，送2个新人给你，下午的抓捕任务也让他们参与一下。明白了，师傅，你们2个跟我来吧。虽然距离既定抓捕还有几个小时，但我们得先去蹲点才行。本次抓捕是针对4号毒品交易，买家和卖家属于第1次交易，2人并不熟悉。他们安排的交易地点在中山路步行街，游客众多，人流量大，能够极好的掩盖他们行踪。这次行动除了我们还有10多个人，届时会隐藏到各个角落和地方，你们2个就跟着我，免得搞出什么动作让他们醒了。收到。交代完这些，徐顶天刚想打开车门，却发现钥匙没在身上。他贴着车窗仔细看了看。我干，车钥匙丢车里了，这下麻烦了。看着他着急上火的样子，我直接走到不远处的铁栏杆，随手扯下一根细铁丝。天哥，你让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开。行，你试一下，我找下开锁电话。他刚说完，我已经拉开了车门。徐哥愣在原地，手机举在耳边。谁呀？说话呀！路上，徐顶天好奇开口：“谁教你的？这种开锁速度可比一般的老师傅都要快了。”看网上学的，我比较喜欢研究这些小东西。徐哥哈哈大笑：“真不愧是历史以来第1个满分。你要不是刑警的话，我刚刚非得拉你去备案下才行。”很快，徐哥把车停在中山路步行街路口。现在刚好停在路口中间，你们2个观察一下哪些是我们的人，让我看看在侦查这个科目上你们究竟合不合格。天哥，没看出问题啊？这条街道里面真有我们的人吗？当然，不过他们都隐藏得很好。毕竟，如果你们能这么快的看出来，那鱼儿也完全有可能被惊走。那不就4个？这条主街道上面一共有4个我们的人。小雨，你不会是蒙的吧？4个？你能说出是哪4个人吗？第1位就是街道中心的那个水果摊，那位在遮阳伞下的摊主，客人来了也不推销，却看着4周太明显了。第2位则是便利店里的顾客，虽然买了关东煮和啤酒来掩盖，但只吃关东煮1口啤酒不喝也很明显。第3位乃是最远处的导游，尽管举了导游旗，并且带着游客去了店铺，但本该煽动让游客掏钱的时候却出来透气，这是不正常的动作。第4位隐藏的最好，但也并不算无懈可击，就是离我们最近，专门拦截车辆不让进入步行街的保安。虽然外形和动作上没有大问题，但神情却出卖了。说着我看向徐哥，你知道真正的路口保安是什么样的吗？应该是不耐烦和暴躁，就连半句话都不想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耐心的给那些车子指明停车场。虽然可以解释为工作第1天还没经历过这种枯燥工作的毒打，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其脸上也没有任何的生涩和紧张表情。这多种细节叠加，足以证明其身份。我说的对吗，天哥？老陈，卖水果就好好卖，别顾客来了都不理。小许，把你桌面上的啤酒换成可乐，时不时的给我喝2口。还有阿奇，当导游就好好给游客讲解，别他妈明站在外面。最后，小林当保安要暴躁点，哪有保安能耐心给车主回答问题啊？你们这样伪装鱼都被吓跑了。于哥，你这咋看出来的？为什么我看过去都没啥问题啊？难道说我不适合当刑警？多观察，多分析，用不了多久，你也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别怀疑自己，不是你不适合，是飞宇太适合了。好了，下车吧。徐哥告诉我们，本次交易只知道卖家是一位中年男性，身材中等偏矮。等会注意观察，不要漏掉任何一位可疑人物。我们时不时地夹2口菜，但目光却始终落在经过的行人上。王凯看了眼手机，拿起蒜蓉生蚝，
这个生蚝咋有点腥？是不是坏了？没坏，应该是店主烤的时间短了点。两人说着废话，就在这时，一个穿工地服的瘦小男人从旁边经过。要说这个生蚝，还得是乳山的最好。听说最近乳山生蚝也成熟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工人收割。王凯心领神会，装作吃完的样子，拿着手机起身。老板，多少钱？我则是伸着懒腰，同时按下耳麦。卖家出现，穿着黄色工地服装，身高约165，身上能够清晰闻到西14号残留的烧灼酸臭味。我建议暂时先不要动，等待另一条鱼出现。徐哥也按下耳麦。老陈、小许，鱼儿往你们那边游的，跟上。没一会儿，耳麦忽然传来老陈的声音：有情况，鱼儿扔了一个烟盒，直接混入人群，准备离开了。我跟小许正远距离跟随，这鱼儿已经跑不掉了。徐哥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起身拿起桌上的车钥匙。走，我们去车上等。将车停在老陈说的巷口后，徐哥忽然开口：小雨，你刚刚怎么那么快锁定嫌疑人的？除了那股烧灼酸臭味。对啊，哥，你咋知道的？我耸耸肩，烧灼的酸臭味就不说了，这是西14号一个很显著的特点。至于判断，首先中山路步行街附近根本就不存在工地，而且现在是上班时间。然后那人眼里只有紧张和忐忑，不像有急事来这里。最关键的是，他的功夫上没有任何斑点和灰尘。既然来不及换，那身上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吗？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他根本就没去工地上班，穿着衣服只是为了掩盖。其实最佳的隐藏办法应该是穿上环卫工的衣服，并且提着废弃物回收袋，用垃圾来掩盖滋生味道。在垃圾桶里找瓶子的时候，将装有4号毒品的烟盒扔到垃圾桶旁，等买家收货即可。这样的话，即便我们派再多的人，也很难抓到他。王凯张大嘴倒吸一口凉气，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于哥？这一会儿就连最佳的犯罪手段都想到了。许哥也笑着拍了拍我肩膀，得亏你是一名刑警，不然可能连我都抓不到你。就在这时，耳麦又响起一道声音：另一只鱼出现。老徐，怎么处理？收不收啊？许哥皱着眉头，没有回答。我同样在分析，眼下这种情况不对。正常吸毒人员都会害怕交易被抓，绝对不会像他一样拿到货后还站在原地抽烟打电话。这种情况只有3种可能：要么这是个愣头青，不知道国家对于禁毒的决心，但能直接买25克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刚吸食的愣头青。第二种，这家伙毒瘾犯了，可这男人仅仅只是检查了一下纯度，说明也不是这种可能。所以这是个彻底的亡命之徒，身上背着大案重案，被抓到就得吃花生米，已经彻底麻木，自然不会惧怕警察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男子绝对有同伙，而且是那位同伙让他来购买4号，否则不会立刻打电话汇报。而他所抽的烟是在东三省颇为热门的长白山香烟。算了，不等了，现在就开始。等等，我怀疑这个男人是东三省流窜到魔都的逃犯，而且还有至少1位同伙。先不要收网，等下，先不要动手，我这里需要进一步查明其身份，等我命令。凯子，你查下东三省最近发布的逃犯名单，看看有没有跟这个男人长相差不多的。我操 ，A 级逃犯，手里有3条人命。情况有变，这人是吉省的 A 级逃犯，有同伙，暂时不要打草惊蛇。老陈、小许那边先收网，注意等他没打电话的时候再动手。没想到抓个瘾君子还钓出条大鱼。小雨可以啊，能如此敏锐地发现情况不对。如果这次能一网打尽，绝对是大功一件。不过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对啊，于哥，你快说说。其实也没啥技巧，我只是隔一段时间就会看看逃犯通缉单，刚刚也只是觉得那人看着眼熟而已。随着卖家瘦狗被捕，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逃犯罗振身上，可罗振始终没有任何行动，甚至还去店里换了条新裤子。不过他一直时不时地掏出手机查看，仿佛在等待指令。徐哥还以为跟踪的人暴露了，若是这种情况，罗振不应该是这个状态。身为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徐哥一下就联想到问题的源头。果然，瘦狗的手机有2个未接来电，罗振的同伙正在联系瘦狗，而瘦狗现在害怕的话都说不成一句，只要一接电话立马就会暴露。但再不接电话，那2逃犯估计也快醒了。陈哥，你能用最快速度把瘦狗和手机带到胜哥这里来吗？我可以模仿瘦狗的嗓音接电话。徐哥愣了一下，小雨，你确定吗？胜哥，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王虎听着我改变的嗓音，眼中充斥着惊骇和震撼。徐哥则是毫不犹豫按下耳麦。老陈，抓紧把瘦狗带过来。下来，老陈拿出塑封袋装着的手机，眉头紧锁，因为手机又显示有来电了。我皱起眉看向瘦狗，说话。瘦狗战战兢兢，嘴唇颤抖，却始终说不出口。
但眼下的情况根本不等人。说话！警官，说什么啊？你要让我说什么啊？我真不知道啊！听完这话，我从老陈手里接过塑封袋，轻轻咳嗽2声，扯了扯嗓子，拿出瘦狗的手机，又转头告诉徐长生，不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到罗振身上，最好在我接电话的时候，立刻让技术科人员追踪这个手机号的位置。接着示意大家安静后，我接起电话。喂，谁呀？一直打电话干嘛？急着找死吗？老子正爽着呢！哎呀，狗哥，那5手货我已经收到了，那可是真的纯啊！废话就别说了，好好的抽去吧，5手还抽不死你！挂了。宇哥，你这是做啥？怎么突然把电话给挂了？先前只是试探，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有点东西，这是打了个精妙的反逻辑啊！毕竟在逃犯的心中，警察为了抓他们，可不会舍得挂电话呀。他妈是不是想死？都说了正爽着呢。哎，狗哥您别急啊，这不是兄弟有大生意，有急事吗？你应该能听出来，我不是魔都本地人。先前那5手只是试试水，看下狗哥的货纯不纯。这次我想要2块，带到集省去卖，赚个差价。2块，1块250克，2块就是1斤，你该不会是条子专门来引出老子吧？哪能啊，狗哥？不过这个量确实大，我们也怕您这地头蛇，所以交易地点就选在魔都东宁区的废弃厂房，怎么样？真是小逼崽子，还怕老子黑吃黑？这么多年魔都，哪个不知道老子？不说了，在那个厂房等着吧，等老子劲过了就过去。小李，那起513魔都大学碎尸案，是不是要过追诉期了？是的，邻居，从第一次立案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只剩2个月就超过追诉期。案件细节已经5年没更新，现在几乎是我们淮海区最大的悬案之一。办一下追诉延长手续，只要我还在一天，就绝不容许凶手逍遥法外。我相信这世界上绝不存在完美的犯罪，只是我们还没抓到最重要的证据。别踏马西了，等会还挥得动刀吗？你们说那瘦狗真会来吗？看，这不是来了吗？有钱他还能不赚啊？去，把铁门开起来。这人，看下，回去，别过来了！目标控制完毕，外围清理。抓捕行动结束，辛苦大家了，收队。这次行动很不错，小雨不愧是第一个刑侦考核满分，当然小凯也很不错。邻居还说我们现在便可以签合同，从实习转为见习，原本还要1年见习期，我只要再过3个月就可以转正配枪，王凯则需要6个月。邻居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好好考虑，是侧重于一线破案，还是侧重于刑侦技术科。临走时，邻居突然给了我一个任务，小雨这几天有空的话，翻阅下20年前的513魔都大学碎尸案卷宗，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收到。宇哥，这次多亏你了，要是被班里的其他人知道，估计都是要羡慕死了。对了，宇哥，你说我是主攻一线刑侦破案好，还是倾向刑侦技术这一类？凯子，我觉得你在刑侦技术类倒是挺有天赋，最关键刑侦技术也给配枪，能满足你的心愿。唉，看天眼就看天眼吧，反正能配枪就行。安慰完凯子后，我回到工位，打开这起20年未解的悬案卷宗。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卷宗篇幅基本都不超过200页，可这起悬案竟然有数千页，足见官方对其的重视。我直接打开死者遗体记录部分，凭着10万次模拟犯罪的经验，我知道受害人尸体包含的线索最重要。下一秒，一张跟平常卤料店的牛肉没啥区别的照片出现。刚看到这堆肉片，也许会让不知情的人食指大动，可是2003年5月13号，环卫工人黄丽娟发现装着疑似牛肉的袋子，将其收起，准备带回家食用。晚上6点，黄丽娟惊慌报警，经 DNA 鉴定，确定死者身份为魔都大学的在校学生，并在其余4处地方发现剩余的组织。我毫无感觉地一一翻过照片，记住关键的信息，靠在椅子上开始认真的剖析。
根据图片上的尸斑数量，凶手致是在行凶后的12到24小时期间，才慢悠悠地处理受害人尸体。从这点就能分析出，凶手大概率不是临时起意行凶，更不是意外误杀，而是早有预谋，非常放心短时间内不会被人发现。这个凶手的心理素质极好，要么是见惯了这种血腥的画面，要么就是有着反社会人格。还有，凶手的刀工很好，至少很擅长于切割肉类，也可能有极其严重强迫症。因为有些组织能明显看到2次切割修正的痕迹，但强迫症无法100%的确定，这是属于能筛选众多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细节。往下推断，可能会掉进凶手挖的陷阱。正当我准备继续查看后续卷宗内容时，徐哥突然叫上我和王凯。原来刚才又收到一个警情，一名钓鱼佬在淮南河钓出了一具尸体，现在要看看具体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凶杀案的话，必须在24小时内破案。在我们快马加鞭赶到河边时，治安民警已经率先赶到封锁，并且让打捞队把尸体捞了上来。我们需要判断大致的死因是自杀或者意外落水，还是他杀。水中发现的尸体基本第一现场都没有参考意义，毕竟谁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飘过来的。此刻警戒线内是一具身体发胀、面目浮肿的女尸。一位打捞队成员告诉我们，尸体的腰上被人绑了一麻袋的建筑垃圾。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不是那位钓鱼佬，恐怕多久都不会有人发现。所以此刻基本已经可以排除自杀。徐哥表情立马严肃起来，我则是戴上手套开始仔细检查。死者鼻腔中没有太多泥沙、藻类和粘液，眼睑有针尖状红褐色出血，牙齿颈部呈现玫红色，脖颈有紫黑色淤痕，大致能确定死者是被人勒颈而亡后抛尸。徐哥立马安排调查附近监控以及最近几天的人口失踪。在确定脖颈处的勒痕后，我开始逐步往下继续分析和观察。尸体上身穿的是露肩装，锁骨处有半个巴掌大的彩色纹身，腹部没有大幅度鼓胀，下身穿着紧身牛仔裤，衣服和裤子都有国际大牌的标识。但从材质和细节来判断，衣裤都是特制的高仿，并非正品。将尸体略微侧翻下，牛仔裤的臀部位置有一大片均匀的黄泥痕迹，前面的右侧口袋同样沾染了些许黄泥。经询问，打捞员并没有拖行的行为。再往上，左手无名指和食指被砍断丢失，但伤口却没有干涸的血迹，其余的几根手指都做着美甲。左手腕部有明显的束带痕迹，紧接着右手食指的指缝中有一大片皮质物品。整体上死者裤子完好，未出现死者的状态，能判断生前未曾经历过侵犯。与此同时，技术科打电话说，我们排查了周边所有点位，都没有可用监控，近期也没接到年轻女性失踪警情。我脱下手套，开始说自己的推理结果。受害者为女性，身高约为165厘米，年龄应该是24至26岁，日常生活颇为精致，但是自身经济并不算好，以及受害人在死前是打扮精致的状态，贴着双眼皮贴，还戴着淡蓝色的美瞳，面部能看出化妆品的些许残留，能判断出死者全装是为了见某人或者参与某个活动，结果却意外遭遇不测，所以熟人作案的概率大大提升。站在旁边的几位治安民警皆是不约而同地倒吸一口凉气。果然，干刑警的全是怪物。徐哥开始总结，所以受害人化妆精致，本要去见某个人，结果被铁丝或细绳勒颈窒息而死，然后又被人用建筑垃圾绑在腰间扔到河中。不对，徐哥，杀害并将死者扔到淮南河的，跟在其腰部绑上建筑垃圾的，不是同一个人。什么？2次犯罪？你是说有2名罪犯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徐哥还是忍不住惊呼。见此，我没有卖关子，而是开始做心理测写。我是一名水性极好、心理承受能力强，并且经济条件不太好的附近居民。昨天闲着没事来淮南河闲逛，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具女尸。我本想报警，但看到尸体手腕上的手表和戒指，就起了捞尸捡宝的心思。可是由于尸体被水泡发胀，戒指根本没办法取下，所以我只能先回去拿刀，想把他的手指砍断，之后又担心尸体被人发现。警察通过线索找到我，所以我就干脆用麻袋装了一袋建筑垃圾，绑在尸体身上，让他彻底的扶不起来。就这样，我砍断尸体的2根手指，拿到了2枚戒指，顺手再把死者口袋的手机或者钱包带走了。本来想着等几天就把这些东西拿去卖了，没想到一个该死的钓鱼佬竟然钓到了这具尸体。警察来了，尸体也被捞了上来，邻居全部都去看戏。我现在有点担心要不要跑路，不过人又不是我杀的，昨晚我也没留下什么证据，要不先混在人群看下那些警察能找到什么线索再说。徐哥心领神会，立马开始安排，重点排查会游泳但条件差的人。陈科群，年龄60，现在做的什么工作？啥工作啊？都退休了啊，现在也干不动了啊。没事了，老张，下一个上来吧。胡子，我来问会儿，姓名、年龄多少？许一国，我叫许一国，45岁。你用什么砍断受害人手指的？好久没工作了，无业游民，只能收收废品，在工地打打杂这。警官，您刚刚问的是什么问题？你听得很清楚，什么砍断？我都是今天才看到他的啊！您是不是问错人了啊？你应该会游泳吧？而且水性还不错，至少能拖个人在水里游吧？还做过类似于屠宰、救火、医疗、打捞等和尸体有关的工作吧？
没做过，我之前就是干工地的。许一国，你在这里骗小警官吗？你好几年前不是在火葬场工作吗？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昨晚许一国半夜回家，后面不知道又出门干嘛去了，不会就是杀人吧？许一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就算你不是杀人犯，单凭隐藏尸体毁灭罪证这个事，就够你在牢里待个10年。我现在倒数3秒，如果你还不说的话，那就不用说了。3。我根本就没杀人，没杀人啊！我只是看到他飘在湖面上，觉得死都死了，那些首饰也没用了，就拿过来了。走，现在立刻带我们去你家，我需要看到你从死者那里偷的所有遗物。在许一国痛哭不停的坦白下，很快在他家搜出了2枚奢侈品戒指、1块卡地亚女士手表以及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目前最重要的便是修复这台泡水机。在等待手机维修的时候，我和徐哥在会议室商讨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徐哥，这块皮革残片，我觉得很可能代表了死者大致被勒死的地方。正常人在被勒颈的时候都会激烈反抗，虽然一般只有短短数秒时间，却足以留下一些证据。但要说有什么地方能扣到皮革，很可能是在车内、沙发或者床上，这些地方都带有一点私密性，足以说明2人的关系密切。正常来说，只需等待手机修好，或许便可得知犯罪嫌疑人。徐哥微微皱眉，所以现在大致能确定，这并非属于随机性作案。是的，但因为这个皮革的材质，我现在反而有点其他的推测。按照先前的推断，死者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却需要穿高仿衣服充面子，同时那些首饰、手表又是正品，这很可能说明了死者凭借对自身的包装，从某个有钱富豪手中得到了那些昂贵首饰和手表。而塑封袋装的这块皮革，通过简单的目测和材质分析，属于最为廉价的人造革，绝大多数富豪都不会使用。这说明了凶手和赠送死者首饰的人有很大概率不是同一个。与案件相关联男性至少2位，这很可能是一起报复性的情杀。手机修好了，已经确定死者身份了。目前最有可能犯罪的嫌疑人，一位叫贺连山，45岁，是一家跨境贸易公司的董事长，2人存在金钱交易关系。案发前的几个小时，贺连山和韩梦瑶一同在魔都金尊名品酒店就餐，餐后的具体去向未知。第2位嫌疑人何勇，今年27岁，5年前打架斗殴入狱，是韩梦瑶的前男友，曾多次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各种联系方式都被拉黑。3年前，何勇似乎偶然发现韩梦瑶被贺连山包养，于是给韩梦瑶发了条短信，约她见面。根据这条短信，何勇为情仇杀的概率很大。为了避免意外，我们已经锁定这2名嫌疑人的当前位置。贺连山在自己的公司内，何勇则在一家网咖内上网。徐哥一脸平静地听完，转头看向我。小雨，这跟你的推断几乎分毫不差。我真好奇，你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学到这么多破案技巧的？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曾经模拟10万起犯罪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有多少次因为简单的一个细节失误，例如一张纸、一个纽扣、一个烟头等遗漏，被警方成功抓捕，久病成医，大概就是这种意思了。好了，徐哥，这案子已经差不多接近真相了，现在只需要查明何勇名下有没有一辆价格不高的车，副驾驶位置上有没有一块皮革缺失，以及前天晚的具体行踪，基本就能够拿到必要的物证了。再加上审讯，应该就能确定本起案件的凶手了。在成功抓捕2人后，技术科在何勇的2手车副驾驶头枕的右上方，清晰地看到了一块指甲大小的缺损，还在副驾驶座位上发现了数根长发。通过 DNA 鉴定，确认车内提取的长发菌来源于受害人。被羁押在审讯椅上的何勇眼神呆滞无神。何勇，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们如果好好的聊，说不定还能给你个从轻发落的机会。现在告诉我，你前天几点和韩梦瑶见面的？何勇缓缓抬起头看着徐哥，露出一抹似哭非哭的表情。警官，真没有啊！我们3个月前分手了，梦瑶被人害死的消息，我都是刚刚才知道的啊。很明显，何勇并没有想过坦白，而是寄希望于蒙混过关，自认为警方没有掌握多少证据。眼看徐哥开始不耐烦，我摇了摇头，开口道：“你知道在这起案子里，你最大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吗？第一点，既然早就确定要行凶杀人，你竟然还发条短信给死者预警，这是生怕死者不知道，还是怕警方查不到吗？第二点，为了避免行车记录仪暴露，你就把它给关了，结果偏偏只关了几个小时，你就不会直接把行车记录仪拆了，或者灌点水让它短路吗？第三点，行凶手法选择勒颈窒息，你就不舍得买几根铁丝，非要用车里的安全带，结果受害人鲜血残留在上面，连座椅被抠破了也不知道。第四点，算了不说了，就你这么低劣的犯罪手段，竟然还在嘴硬。都怪他呀！谁让他背叛我？谁让他跟别人上床？谁让他离开我？有钱怎么了？我不就是没钱？我不就是没钱吗？513的卷宗，邻居让你看的吧？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有一点，但不知道有没有用。其实通过这些天观看和分析，我已经能大致判断出，这起513魔都大学碎尸案
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完美，那么难以侦破。只不过因为20年前各种刑侦手段还比较落后，再加上一开始侦查方向错了，才会导致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真的假的？小雨，这卷宗都快被我们翻烂了，你还能发现新线索啊？这名凶手，很多人都可以得出一些无法精准确定身份的线索，但我从受害人尸体的切口和肌理上看到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凶手对于人体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我们原本推测的程度，因为他是用平时不习惯的那只手对受害人尸体进行的切割。简单点说，凶手是一位左撇子。徐哥，你仔细看下脖子颈椎两侧，明显是有一边肌肉纹理更为明显，但这个脖子上的肌肉纹理反倒是左边更为明显，而右边是凶手明显降低力气的结果。切割纯肌肉不需要特别用力，但切割骨头时，凶手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懂了，在砍断硬物或提搬重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下意识用自己的惯用手，以此来提供更大的力量。所以在切肉和砍骨头这2件事上来对比，便能够无比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凶手惯用左手，所以才会左手持刀砍骨头。但刻意隐藏自己左撇子是为了什么？除非是这名凶手的职业有些特殊，加上左撇子这个特征，很容易就能将其找出来。身为刑警，最需要的一种能力，便是那种能从1推到5的逻辑思维，可以通过一个看似简单并不重要的线索，进一步的推动案件的各种细节，直指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就像现在通过苏明挖掘出的这个线索，徐长胜立刻就反应过来了。如果是正常的犯罪嫌疑人，绝对不会刻意去隐藏自己的左撇子身份，因为完全就没有必要。除非这个凶手认为，只要被警方发现他的左撇子身份，只需要其他的线索结合，再顺藤摸瓜下去，就很有可能将他揪出来。唯有如此，才会让犯罪智商这么高的凶手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去刻意隐藏自己是左撇子的特点。左撇子并不是多么有代表性的特征，但很可能和某个东西联系起来后，能够将嫌疑人的范围缩小到极低。只需略微一想，这个能缩小范围的东西便瞬间呼之欲出，那就是某个从事人员并不多的特殊职业。在脑中将种种细节理清，徐长胜终于明白苏明这次的发现究竟是多么有意义，可谓是真正的重大突破，但却也无奈长叹一声道：真是太可惜了。如果在20年前能在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个线索和细节，也许还能通过这条线，通过逐一排除的办法找出凶手。可现在20年过去了，太多东西都已经物是人非，就连很多职业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本就无从探查起了。这起碎尸案的卷宗，徐长胜也仔细看过好几遍，所以自然清楚20年前在案发之后，侦查的方向放在了筛查烤鸭店、卤肉店、屠宰场以及死者社交范围等等地方，并未考虑过那些从事人数较少，能通过左撇子来确定嫌疑人的特殊职业。这不得不说一句，凶手特地隐藏的惯用手痕迹其实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从一开始警方的侦查方向就错了，太过执着于找到所有的遗体，导致错过了黄金破案48小时，更因为没有发现类似惯用手等重要线索，导致案件毫无头绪。苏明赞同的点了点头，将电脑屏幕上拉取的2张受害者遗体照片关闭，一时颇为惋惜道：确实没办法了，除非这起碎尸案的凶手再度犯罪，给我们留下全新的机会和线索，或者能够从这些卷宗里面发现其他全新证据，否则的话恐怕很难将这起魔都大学碎尸案侦破了。也许在当时，凶手的犯罪并不是很完美，甚至还有不少的瑕疵漏洞，但过去了20年，所有的不完美都变完美了。很明显，通过这段时间的卷宗分析，苏明已经是能够大致确定，这起5.13魔都大学碎尸案并没有网上形容的那么夸张和完美。至少当时如果他能接手这起案子的话，绝对能够从种种的细节线索中抽丝剥茧，将潜藏起来的那名凶手抓捕归案，让其接受法律的惩戒。这并非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在模拟犯罪过程中自己亲手使用过众多的犯罪手法，深入了解过各类刑侦手段的经历所带来的底气。徐长胜将内心的惊叹收敛，重新将旁边的枸杞水捧起，正准备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内间的局长办公室大门突然打开，身穿白衬警服的林天缓步走出，微皱眉头，似乎考虑着什么。而徐长胜已是连忙挥手招呼道：师傅，快来看下，小明仅凭这些卷宗和受害人照片就发现了5.13碎尸案的全新线索。我刚刚略微分析了下，感觉如果不是过去了20年的时间，真的很有可能通过小明发现的这个线索将那名凶手挖出来，现在可惜了啊。不过应该是还有一定机会发现其他的线索或是。徐长胜的这番话明显让林天有些动容，惊讶的侧头看向苏明，没想到当初只是尝试性的让苏明看下这起案子的卷宗，结果还真的发现了全新线索。不过现在可不是纠结这起20年前悬案的时候，目前已经出现了更为紧急事件。随即压了压手，打断话语道：小徐，5.13碎尸案等会再说，我这里有一起紧急事件，需要你立刻带队去处理下。小明也一起跟着，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刚刚我收到我们淮南区树德中学校长打来的电话，有一名初3女生在废弃教学楼失足身亡，有很大的凶杀概率存在，必须第一时间前去排查。本次案件由于死者是未成年人，并且尸体是由某位学生发现，目前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和骚动，也许媒体也得到消息了。所以你们要记住，在没有确切结论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在校方或者家长，特别是媒体面前下什么结论，导致影响我们警方的公信力。说到这里，
林天抿嘴停顿思考2秒，随即不容置疑道：“由于案件特殊，小徐，你让沈凌法医先放下手中工作，跟你一起出任务，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确定死因。然后，如果发生什么无法解决的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现在就赶往树德中学，其他的详细情况我会在中途发送给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见到案件如此紧急，还与未成年人有关，徐长胜便立刻收敛玩笑表情，极为严肃地站定身子，敬了个警礼道：“收到，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便立刻把手中的枸杞保温杯放下，从抽屉中掏出警车钥匙，直接丢给苏明，毫不拖沓道：“走了，小明，你先去停车场等我去技术科找下沈法医，跟我们一起去现场。这起案子压力可大了啊！”鸣笛的警车在公路上疾驰，徐长胜在驾驶位开车，苏明依旧坐在副驾驶。本次王虎没有跟着一同行动，在大队的刑侦技术科内，随时利用先进设备提供技术支持，而后排则是一位身穿白大褂、戴着金丝半框眼镜、眼角还有颗淡泪痣、充满女人味的年轻美妇。在其身旁的那个尸检工具箱，则是清晰说明了她的身份：淮海刑侦大队仅有的法医沈凌。虽然今年才30岁，却有12年的工作经验，而其爷爷沈旭更是魔都最早的一代法医。自从成年之后，沈凌并没有像别的女生那样各种谈恋爱和化妆泡吧，反而是选择跟着沈旭学习各种尸检技巧。不知是耳濡目染，还是天赋出众，短短不过5年时间，沈凌便将其爷爷的所有尸检技术掌握，甚至某些地方还展现出了已经超越沈旭的模样。正因如此，老法医沈旭终于是安心退休了，由天才法医沈凌接任，任职于淮海刑侦大队技术科内。由于沈凌的身份有些特殊，不仅有天才法医的光环，还有辈分极大的老法医沈旭这层关系存在，所以在刑侦大队中除了林天，真没人敢命令他做什么事。至于感情方面的话，那就有些更让人无奈了，毕竟法医这个整天和尸体打交道的身份，足以让绝大多数的男生望而却步了。距离树德中学还有10分钟的路程时候，徐长胜侧头看了下苏明，又透过车内镜瞥了眼沈凌，手指轻敲在方向盘上，缓声道：“这起树德中学的案件，并不是我们接警员收到的报警，而是由树德中学校长徐文彪直接打电话给邻居讲述告知。目前所能得到的大致情况为，死者是一名15岁的初3女生，名字叫张婉。由于树德中学实施军事化管理，所有学生都要住宿舍，因此昨天晚上熄灯时候，其舍友都还看到她在床上，但在早上的时候就发现她不在宿舍了。几位舍友以为她已经去教室，所以也就没多想。在课间操的时候，有几位小混混模样的男生结伴偷溜去废弃教学楼下面抽烟，结果意外发现坠楼的张婉。那几位男生被吓得不轻，立刻便告知给学校领导。第一时间，校方虽然按照规程叫了辆救护车过去，但其实早就失去生命体征了，无非是拉个心电图证明死亡事实而已。目前按照邻居的要求，案发现场已经由学校保安拉起了警戒线，尸体也暂时是先放在裹尸袋，还没拉到殡仪馆，以便于我们寻找具体线索。由于发现者是学生，所以整个学校都传得沸沸扬扬，也有不少的媒体得到了消息。事关未成年人，媒体又得到消息了，如果没能及时找到真相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徐长胜最后这句话的意思，苏明和沈凌两人自是非常的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案发，但凡跟未成年人扯上关系，那么必然就被媒体放大，甚至会出现各种舆论裹挟。届时即便是找到了真相，只要和民众心中所想的不符，那都会造成骚动和公信力的丢失。所以不仅要找到真相，还要趁舆论未成事，没人开始带节奏前，将真相找出来，公之于众。沈凌摆弄着法医工具箱的锁扣，微皱着眉头询问道：“死者尸体已经被收起来了吗？那肯定会对尸检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是要想尽快找到真相，那应该在我们到之前不要去动那个尸体才对。”徐长胜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耸了耸肩，意味深长道：“没办法，能够把尸体暂时留在学校，都已经是邻居做了最大努力的结果了。虽然不动尸体最有利于我们找出线索，确定真正的死因，但是校方怎么敢啥都不做？就算一眼就能判断出坠楼者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可为了堵上家长和媒体的嘴，也要立刻叫救护车抢救。叫了救护车还不够，还必须要将尸体好好处置，尽快入关为安才行。如果真敢啥都不做，就把尸体放着等我们警方过去的话，那些媒体和家长，甚至是网友，都会好好的让校方认识到什么叫做舆论力量，什么叫做网络暴力。反正就是不管具体的过程如何，具体的情况如何，具体的缘由如何，只要学生在学校出事，那校方就难逃其咎。中学可不是幼儿园，真要老师跟在每位学生后面也不可能啊。关键还是家长要多关注下自己孩子的心理啊。按照以往的经验，校园案件有80%的概率都是和学生的家庭环境有关，多关注下自己孩子，就能少发生一点这种悲剧，那真是比啥都强。算了，扯这些也没用了，我们还是期盼这起案子不难解决吧，否则的话，那些媒体和家长可够我们大队吃上一壶了。徐长胜的话语让沈凌赞同的微微颔首点头。确实，要想减少校园犯罪和案件，单靠老师和校方根本没多大用处，关键还是在于家长。而坐在副驾驶的苏明，则是通过刚才徐长胜的话语，敏锐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细节，疑惑道：“胜哥，死者所在的宿舍其他学生是不是跟他并不在一个班级里？因为刚才按你说的，宿舍的其他人早上起来发现死者不在床上，以为他已经去教室了。可在上课的时候，这些人却没有因为死者不在班级而疑惑，选择告诉给老师。要知道，按照时间的推断，
这个时候死者应该已经坠楼失去生命体征了，不可能再去上课了。可为什么2节课上完到课间操了，才有那些不良少年发现尸体？这些推断的话，似乎只可能死者和宿舍其他人并不在同一班能够解释了吧？由于住宿不在一起，会不会因此导致死者受到了班级排挤，最后走上这条极端的不归路？当苏明说完这番推断的时候，坐在驾驶位的徐长胜已然是满脸震惊，侧头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明，完全不理解究竟要什么样的推断能力和破案天赋，才能够在都没见到案发现场的情况下，仅凭他说的一些案件情报就得出这般细致的结论啊！而且这个结论竟是完全符合推理的要素，让人根本无法找到理由反驳。并不只是徐长胜，坐在后排的沈凌亦是微微睁大美眸，看着副驾驶位置，抬了抬金丝半框眼镜，若有所思。警车一路疾驰到树德中学大门口，苏明侧头看向车窗外，发现校门口已经停了不少的车子，有几辆挂着淮海区教育局通行证的公务车，还有几辆不知哪个媒体的采访车。至于剩下的车子，基本都是得到消息，害怕自己孩子也出事而特地赶来的家长。很明显，这起事件目前正在缓慢的发酵中。警车同样在校门口停下，树德中学的张恒副校长早已在此等候，立刻便将苏明3人往校内迎去，根本不给那些虎视眈眈的媒体采访机会。一边带着3人前往位于废弃教学楼的案发现场，一边情绪复杂的叹气道：真不知道咋就发生这种事了。一直以来，我们树德中学都是周边的模范示范校，无论成绩还是校风都首屈一指。现在教育局的领导和各大媒体都在越发关注这件事，麻烦大老远来的几位能尽快将这起事件的真相找出来，把影响降到最小，最起码保住这一级达标校的牌子。徐长胜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看不出丝毫情绪的回应道：放心，张副校长，既然邻居派我们3人来到了贵校，那我们肯定是会尽全力将这次的坠楼案查清楚。不过趁现在去现场的路上，我刚好问下有关于本次死者张婉同学更为详细的资料，例如家庭情况、班级成绩、社交朋友之类的信息。这些情况，张副校长你有所了解吗？对于徐长胜的问题，张恒有些尴尬的擦了擦脑门汗珠，继续叹了口气道：我哪能了解啊？如果可以早点发现这名同学的异样，那我肯定就会尽可能的阻止这次悲剧发生，也不会闹成这样了。但警官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等会让张婉同学的班主任过来配合调查，毕竟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希望能尽快找出张婉同学选择跳楼自杀的原因。话音刚落，戴着金丝半框眼镜的沈凌便挑了挑眉，冷笑道：哦，张副校长这么自信啊？我们都还没到现场查看，你就认为是跳楼自杀了？难道就不存在凶杀的可能吗？这番话令张恒愣了下，顿时也不知该怎么接话。徐长胜则是无奈的捂嘴咳嗽2声，缓解气氛的尴尬道：张副校长别在意啊，沈法医是我们淮海刑侦大队的王牌，一直都秉持着只有尸体不会说谎的想法，所以在没看到死者尸体前，他对死因都保持怀疑状态。对了，还是把死者的班主任找来吧，等会很可能要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和细节。张恒连忙点了点头，随即指了指前面的警戒线道：明白明白，严谨点好，确实要严谨点。好了，废弃教学楼就在前面，警戒线围着的那里就是坠楼现场了，区校长就在那里处理工作。3位警官，你们直接过去就好了，我现在就去找死者班主任，希望能够尽快将真相找出来。教育局给的压力实在也大啊。紧接着，张恒便是停下脚步，走到旁边掏出手机联系起死者班主任。徐长胜也没有在意，手掌往前压了下道：准备干活了。虽然这些校领导肯定都希望最后查出的死者原因是自杀，保住他们的一级达标校，但我们绝对不能被所谓的期望影响，找出真相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话音落下，徐长胜便率先走进警戒线内，而那位被围在中间满脸愁容正在询问情况的树德中学校长屈文彪，在旁边人的提醒下转头看去，见到身穿警服的徐长胜、苏明和沈凌3人，瞬间便长舒一口气，连忙上前紧握着徐长胜的手道：徐队长是吧？邻居先前跟我提过，说您破案的经验极为丰富，这次的事情就麻烦您了，尽快找出这名同学坠楼的具体原因，目前我这边所承受的压力真是大得很啊。徐长胜不露声色地将手抽出，完全不因屈文彪提起林天而多表示什么，仅是面无表情地点头回应道：放心，屈校长，我们就是为找到真相而来的，但现在麻烦你先让无关人等离开这里，不要影响我们工作，更不要污染案发现场。等我们检查完案发现场，得出最终的结论，会第一时间给你们一个不掺杂人情和虚假的真相，当然不用掺杂人情，只要是真相就行。屈文彪连忙表示身正不怕影子斜，而后看向四周挥了挥大喊道：都散开，别站在警戒线内影响警官工作了。对于屈文彪如何安排那些保安和学校领导，带着任务前来的3人根本就没有在意，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数米前的坠楼现场。虽然过了几个小时，但那如小河般流淌的干涸鲜血足以说明先前的惨状，同时在干涸鲜血旁边还摆放着一个黑色的裹尸袋，里面便装着本次案件的死者尸体。很明显，案发的第一现场已经被破坏，但若非是林天强行争取，估计现在死者尸体都已经被送到殡仪馆去了。沈凌走到裹尸袋旁边，单膝跪地，打开法医工具箱，拿出橡胶手套戴上，做着简易尸检前的准备。正常情况下，法医进行尸检需要在警局或者殡仪馆进行，更必须有摄像机进行实时记录才可以。但由于本次案件紧急，更是与未成年人有关，所以只能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在不开刀的情况下
凭借经验找到具体的真正死因。苏明和徐长胜两人同样是站到了沈凌的旁边，打算先看一眼死者的具体情况，再进行案发现场的勘探，以求有针对性的寻找线索。数秒后，沈凌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即便将裹尸袋打开，入眼便是一张极为年轻的脸。坠楼导致的面容血污都被先前救护车的医生擦拭干净，但颅骨有明显的变形，四肢也因骨折出现病态的扭曲，甚至都有碎骨刺穿皮肤，显得极为狰狞。若非先前医生简单处理过，具体模样恐怕是更为瘆人。但在场的三人都没有任何表情波动，不仅因为早就对尸体无感，更是由于目光全部汇聚在死者的左手腕位置，因为那里有一条深可见骨的割腕伤口。这条深可见骨的狰狞伤口，比起那些所谓的裸露碎骨、变形颅骨，更加的吸引三人目光。因为身在刑侦系统内的三人非常清楚，在坠亡尸体上出现割腕伤口究竟是有多么的离奇特殊。至少，尽管沈凌在这些年里足足接触了有数百具的坠亡尸体，其中都没有任何一具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将目光中的惊愕收敛，沈凌将死者左手腕抬起，仔细看了两眼后，紧皱眉头道：“这个割腕的伤口很明显不是死者自己造成的，因为这个伤口位置在左手腕，按照正常人的发力方式，如果是右手持刀进行切割，那切割方向肯定是由外到内，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从内到外，这不符合人体常规。割腕能出现这种特殊的由内到外伤口，按照以往的经验，基本都是由另一个人站在对面，手持利器切割，恰好伤口方向能为由内到外。”沈凌的这番话不可谓不惊人，因为按照这个推测，除了死者自己外，本次案件还有他人的参与。这个因素无疑是让案件的不确定性和严重性增加了数倍不止。但凡案件中有他人出现，那就有凶杀的可能存在。徐长胜眉头微微皱起，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他自然是非常清楚，校园凶杀案和校园自杀案这两个看起来只有一个字不同的案件分类所产生的影响和舆论区别究竟有多大。随即深吸一口气，颇为冷静道：“沈法医，你认真的检查一下，这位孩子的具体死因究竟是由于割腕失血过多，还是坠楼身亡，亦或者是否存在被人胁迫割腕死亡，最后伪装成坠楼的可能。很明显，如果这起案件有可能形成凶杀，那么重视程度就将不同了。黄金48小时更是必须抓住的重要节点。”还不等沈凌回答，站在旁边的苏明仔细观察地面上的血迹两眼，而后又抬头看了看废弃教学楼的高度和距离，便缓声回答道：“胜哥，死者应该大概率是自杀，而且在我看来，这个狰狞的割腕伤口极大可能是坠楼后由其他人切割出来的。首先，为什么说是自杀？你可以来看下这个坠楼的血迹，离教学楼的距离大致是2米左右。按照我们刑侦的经验来看，如果受害人是被推下楼，或者死亡后被扔下楼，由于重量原因，大多会坠亡于离楼1米内的距离。但要是自行跳下，因为惯性和抛物线的缘故，基本的离楼距离是能在1.5米左右。可现在，死者血迹离楼距离是2米左右，并不在1.5米，更不在1米内。这说明了死者大概率是用尽全力朝后跃下，并且双手呈张开怀抱状，才有可能达到坠楼痕迹在2米远。所以能基本确定死者是自行跳下楼，并非被人推下或者丢下。说到这里，苏明暂时停下话语，在地上足足寻找数秒后，确实没有找到想要看到的散射状血滴后，摇头继续道：“至于我为什么说手腕上的这个伤口大概率是坠楼后其他人所为，这是因为死者手腕上的这个伤口极深，已经彻底将桡动脉割破，也就意味着出血量会极大，更没自行凝血的可能。以人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割破桡动脉的正常人最多2分钟便会进入浑身无力、脑袋昏沉的临近失血休克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正常人根本就无法做到爬到栏杆上，更别说还要奋力一跃坠楼了。当然，这里面也有某种可能，那就是死者刚被割破桡动脉，就立刻不需要任何心理建设，直接爬上栏杆跳楼坠亡。如此的话，确实能是在失血休克前造成跳楼的举动。但我认为，一位初3学生恐怕很难忍受这个深可见骨的伤口所带来的疼痛，以及拥有不需要任何犹豫和心理建设便直接跳楼的勇气。为了防止这名死者就是能够如此偏激，对世界早已毫无留恋，我刚刚仔细寻找了一下，发现坠楼痕迹的附近地面上，我觉得以动脉的涌血压力，半空绝对会有不少的血滴溅落，可现在却完全没有。这足以证明死者坠楼不久后，或者说几分钟内，有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旁，将其左手腕的桡动脉割开，以求达到100%死亡的目的。徐长胜下意识倒吸一口凉气，难以置信，头皮发麻地看着苏明。虽然在前面2次的案件里，苏明都展现出了极为恐怖的推理破案天赋，但徐长胜依旧还没习惯，还没有彻底麻木，或者说苏明对于刑侦知识的掌握，以及这种仅仅一个细节线索便能近乎100%推断，还原出一连串犯罪过程的能力，真就让人无法忽视，每次都会为之惊叹震撼，就仿佛这些案件苏明曾经就亲身经历过一般，根本就毫无难度可言。而戴着橡胶手套的沈凌则是眼眸颤动地看了眼苏明，强行将自己想要抬眼镜的习惯压下，根本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更为细致地检查起尸体，特别是各个致命伤。徐长胜明智地没有说话，安静等待沈凌具体的尸检结果。四周安静得有些压抑。3分钟后，沈凌大致粗略地检查完毕后，颇为复杂地看了眼苏明，点头道：“苏明警官说的没错，这个手腕上的伤口确实为死者坠楼后由他人所造成的2次伤害。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刚刚在我的粗略尸检下，
能够大致得出死者是以仰面状态坠楼，后脑颅骨呈粉碎性，四肢因撞击力导致骨折，脊椎断裂成5节，3根肋骨断裂骨折，其中1根插入肺部。从这伤势来判断的话，总体看起来很严重，可由于心脏未受伤害，所以坠楼时可能还有一口气，但必定是救不活的那种。同时，按照各个伤口的凝血程度和范围来分析，手腕桡动脉的凝血范围明显要低于其他的几处受伤部位。由于人体的血液总量有限，所以在无法止住的情况下，越早出血的部位，血小板形成的凝血范围自然也就会更大。但现在跟几处重大伤口对比，桡动脉明显凝血范围和程度都偏低，再加上死者刚坠楼时可能还未彻底死去的情况，这无疑证明了。说到这里，沈凌略微停顿2秒，直视着苏明和徐长胜两人的眼眸，颇为凝重道：“有人要确保他100%死，有人要确保他100%死。”沈凌最后的这句话，无疑是让气氛凝重起来。徐长胜更是微微眯起眼睛，究竟会是什么人，要让一名年仅15岁的初中女生100%的死去？都已经从高楼坠落了，明显没有抢救必要的情况下，甚至还要将其桡动脉割破。深吸一口气，徐长胜盯着死者的苍白面容，颇为郑重地定性道：“不管最后真正的死因是由于高空坠楼，还是桡动脉导致的失血过多，现在基本能100%确定，在这起案子里有第2个人的存在，甚至都无法排除有更多人的可能。最关键的是，我觉得现在无法给本次案件定义为自杀坠楼了，因为目前还无法确定死者在坠楼前是否还遭受过他人的逼迫或者其他的某些威胁。就比如看到了某些不该看到的东西，导致被人逼迫从高楼跳下而亡，同时那个人为保证某件事不会泄露，还特地割破了死者的桡动脉。但不管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起案件发生在校园内，死者还是未成年学生，乃是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所以必须要尽快把真相找出来才行。”话音刚落，站在旁边的苏明便接过话头，朝上指了指面前早已废弃的教学楼，颇为认真道：“胜哥，我打算去死者具体的坠楼点看下，也许能找到其他的一些案件线索，关键是要检查下是否有第2个人留下的相关痕迹。我总感觉这起案件有些太诡异了，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很明显，犯罪经验颇为丰富的苏明始终觉得这起案件有些古怪，目前更疑惑于一件事，那就是为何死者坠楼的姿势会是双手张开的仰面坠楼。要知道，这种坠楼姿势都是自杀，还得是那种非常自愿、非常向往全身心解脱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一种姿势。很多抑郁症患者跳楼时便会选用这种姿势，坠楼时仰面看着天空，感受耳旁狂风呼啸的自由落体惯性，双手平行张开，如同翱翔的翅膀，直至身体重重的撞击倒地，失去知觉，等待死亡。如果是被逼迫着跳楼，那么是绝不会用这个姿势，人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会尽可能让双脚先落地。这起案件有太多不符常理的地方，目前还无法下什么结论，必须进一步的探查寻找线索才行。而除了尸体上的线索外，坠楼点和人际关系同样是需要进一步了解分析的地方。此刻，对于苏明的想法，徐长胜赞同的点了点头，随即看向沈凌道：“沈法医，这边你做个更为细致点的尸检，以求能发现更为关键的线索。我和小明则上这个废弃教学楼看下，是否有什么关键性的证据。”说完之后，沈凌也没有回答什么，只是淡淡点了点头，便又单膝跪地检查起尸体。但这次他已经是从尸检工具箱中拿出了棉签、镊子、针筒等等特殊用具，很明显是要在不犯为破坏尸体的情况下进行更为细致的尸检，力求发现重要性的证据。苏明和徐长胜两人一时没有耽搁什么，快步进入废弃教学楼中。这个老旧的教学楼共有6层，乃是3年前树德中学建起新的教学楼后才被废弃。虽然整体结构稳定，还不能称之为危楼，但是内部的情况并不算太好。肉眼可见的众多墙皮脱落，潮湿引起的黑斑和霉菌基本充斥了墙壁，鼻尖充斥着阵阵发霉臭味。可以猜到，自从这栋教学楼被废弃之后，学校就没有再派人管理保养了。至于为何没有将其拆除，估计是因为拆除所需要的费用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走到废弃教学楼的楼梯位置，徐长胜看了眼满是脚印的楼梯以及楼道上随处可见的烟头、啤酒瓶，摇了摇头，无奈道：“小明，看来校方把这栋楼废弃的做法倒是方便了那些初中生小混混啊，躲在这里抽烟喝酒，确实是没人发现，至少那些校领导可不会来这种地方。不过这才刚上楼就看到啤酒瓶和这么多烟头，对我们来说倒是好消息了，基本能够确定那些小混混的活动范围估计就是1、2层左右的楼道，并没延伸到更上面的地方。这样的话，死者的脚印信息应该是能通过这些灰尘留下来了。”徐长胜这有些乐观的话语并没有立刻得到苏明的赞同，低头看了眼楼道上的脚印。苏明已经是发现有不少延伸到更高层的脚印，基本都是一对对的行进，同时大多是一个脚印偏大，另一个脚印偏小，数量并不算少。苏明立刻便想到了什么，侧头看了眼楼层角落，指了指示意道：“胜哥，你这么说可就错了，这个废弃教学楼恐怕可不只是那些小混混的根据地，至少我认为有很多青春期早熟、荷尔蒙迸发的小情侣肯定是不愿意这个秘密的约会场所被小混混独占啊。”此话一出，徐长胜顿时愣了一下，本想要说些什么，但顺着苏明的手指看去，见到那撕开的淡粉色正方形包装，不由得眉头一皱道：“初中生就这么早熟了吗？不行，等这次案件结束了，我得让区校长注意一下校风校纪了。”
否则的话，指不定什么时候厕所新生儿遗弃案就会发生在这里了。随着楼层的上升，脚印数量已经是明显的越来越少，似乎都快要能判断出死者的脚印了。当两人走到5楼，准备朝顶楼迈步的时候，则是突然不约而同的停下脚步，彼此互相对视一眼，神情皆是有些惊讶和凝重。因为这5楼通往6楼的楼道不知道被谁打扫过，根本没留下任何一个脚印，甚至干净的都没有多少灰尘。跟前面的5层楼道相比，这个6楼显得过于诡异，完全不符合常理。干净的明显是被人特地打扫过，所有的脚印都被擦拭干净，似乎就为了隐藏什么痕迹与线索。苏明盯着通往6楼阳台的楼梯看了2眼，弯腰伸手轻轻擦拭2下，看到指肚上面的一层浮灰，开口道：“轻轻擦拭楼梯，指肚能看到一层淡淡浮灰。由于这栋废弃教学楼3年未曾打理过，所以灰尘极易从各个地方飘来，刚打扫完用不了多久就会又有灰尘。以这个楼梯的浮灰程度来看，有人应该是在昨天晚上，也就是死者坠楼的那段时间，将属于他们的脚印扫干净。这可以确定，除了死者以外，还有其他人跟随着来顶楼了。”苏明这个利用浮灰来进行时间推断的技巧，让徐长胜颇为赞赏的点了点头。不错，小明，没想到这个楼梯上的浮灰都能给你带来有用的线索。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阳台上还有未被销毁的痕迹，找到关键性的线索，进一步的还原事情真相了。两人随即继续上前，仔细检查，确定楼梯被扫得极为干净，没有什么线索留下后，缓步来到了顶楼天台。走到天台，徐长胜看着面前的景象，心头颇有些不是滋味的叹了口气，摇头道：“太可惜了，都还是没长大的孩子。”苏明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但心中却非常清楚，徐长胜这是可惜那位女学生就这样走了，明明都还是孩子，有着美好未来，却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现在两人的面前并未出现争斗痕迹、干涸血迹，亦或者满目狼藉的惊悚画面，只有一张摆放整整齐齐的维尼熊餐布，周围本应满是灰尘，现在也被打扫得极为干净。而在餐布上面有2瓶插着吸管的 AD 钙奶，旁边还有数包吃完的辣条、薯片的包装袋、一盏深夜读书用的小台灯，以及一封放在中间的淡粉色信封。可以想象，在昨天晚上，死者便是在这块餐布上面跟另一位未知的见证者度过了最后的那段时间。两人也许聊了偶像，也许聊了过去，也许聊了未曾表白的暗恋对象，也许还聊了永远没机会实现的梦想，一直聊到零食吃完，饮料喝完，最后选择用着享受般的后仰姿势跃下了废弃教学楼。可以说，眼前的这一幕画面将先前徐长胜所推理的那些死者是被某人逼迫导致坠楼身亡的猜测推翻了。因为要是身处于被逼迫的情况下，绝对不会看到现在天台所呈现的这样整齐、干净、静谧。若非是死者尸体还在楼下，都能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初中女学生说悄悄话的茶话会。徐长胜先是将这幅画面拍下，避免等会移动物品时候导致某些关键证据丢失，随后缓步上前，将放在餐布正中间的粉红色信封拿起，看了一眼后，便将其递给苏明，示意道：“小明，你来看下，这个信封上面竟然还写着帮我交给警察叔叔几个字。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会选择走到这一步啊？”很明显，看到天台的这幅温馨画面，徐长胜已经是能够大致确定这起案件不存在逼迫凶杀，而且有很大的自杀概率。但即便是自杀，死者手腕上明显是坠楼后才出现的伤口，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才可以。苏明同样是有些惊讶，更疑惑于天台的画面。不过先前因为死者的仰面坠楼姿势令其一直感到古怪不对劲，倒也早有些许的心理准备。此刻苏明看向手中的粉红色信封，随即向徐长胜示意道：“胜哥，我先把这信封打开看一下，我总感觉这起案子还是有些问题，希望能够从这封信里面得到什么线索。”徐长胜轻轻摆了摆手，示意苏明打开看便可，自己则是微蹲下来，仔细检查着 AD 钙奶上的吸管以及辣条包装袋的边沿，希望能从上面找到另一个人的 DNA 痕迹。现在要想了解到这起案件具体过程，找到跟死者在这里聊天的那个人，自然是最优解，更是无比重要。苏明则是将目光全部放在信封上，将其缓缓打开后，娟秀漂亮的字体便映入眼帘。抱歉，警察叔叔，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希望还没有给你们造成什么大麻烦。对了，警察叔叔，你们不用浪费时间找凶手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人逼我这么做。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有没有我都不会有什么差别，有些人注定就是多于累赘吧。而且我过得太累了，真的是太累了，所以我想要彻底的轻松，永远都不用担心清醒的轻松。之前就听过一句话，当一个人在其他人记忆中消失的时候，就代表他彻底不在这个世界了。有的人永远都会被人记着，有的人可能100年才会彻底消失，而有的人也许短短10几年就彻底失去了痕迹。换成我的话，估计也只会让别人难过几个月，最后几年内就被其他人从记忆中忘记，从此在这个世界消失。如果还能有来世的话，我希望能变成海洋中的蓝鲸，因为它足够庞大，足够强壮，足够自由，还有足够的珍贵，只需要一眼就能被人看到。说的太多了，总之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警察叔叔不用继续再查下去了。等等，最后再让我骂一句吧，去他喵的狗屎世界，下辈子再也不想来了。这看似俏皮的遗书，或者说不应该说成遗书，因为这里面完全没有写出自己的遗憾和不甘，更没有像别人那样
交代后事。但苏明将其拿在手里，有些说不出的沉重和心酸。因为虽然这封信句句不写害怕，可却字字都在写着遗憾和悲苦。特别是那句下辈子再也不来了。沉默数秒，苏明微闭上眼睛，将有些复杂的情绪缓缓压下。虽然模拟犯罪10万次，更是当了不知多少次的残暴凶手，内心本应如坚冰般寒冷，但这并不是模拟，乃是真正有血有肉的现实。而人又常常是感性的。闭上眼睛的同时，苏明在心中不断地问着自己，试图理清思绪，找出正确答案。死者是自杀吗？如果是自杀的话，为何左手腕的桡动脉还被割破？跟死者在这里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那位女生，为什么没有选择劝阻，反而看似还很配合？为什么6楼楼梯的灰尘被扫了，意图隐藏脚印踪迹，却又在不处理天台的垃圾留下了自己的 DNA 痕迹？有没有可能天台上的这些物品乃是凶手刻意摆出来，以求塑造成死者自杀的模样，形成一次完美犯罪？死者说自己多余，父母是否已经离异，各自组建家庭？信中的可有可无代表了什么？与同学关系不佳，还是因校园暴力导致的抑郁自杀？将可能存在 DNA 的物体收好。徐长胜站起，看到微闭眼眸的苏明，有些好奇地询问道：“小明，怎么闭着眼睛了？这封信里面是有啥关键线索？还是你推断出了什么有用信息吗？”将思绪差不多理清的苏明适时地睁开眼，将信封递给徐长胜，回答道：“胜哥，你可以看下这封信，这里面并不是遗言，而是死者给我们留下的话。然后我说下将目前仅有的线索整合梳理一下所能得到的大致推断。”说到这里，苏明略微停顿2秒，将各种线索推断理清，继续道：“首先，目前应该能确定死者是自杀，仰面坠楼的姿势很特殊，除了是自行跃下，我找不到其他的可能。但尽管是自行跃下，也不能排除是否有犯罪嫌疑人用药物或者精神暗示来控制死者的极端情况存在，因为在以往的案件卷宗里，也曾出现过受害人被药物控制或者精神暗示导致最后自杀的特殊案件。至于为何死者左手腕动脉被割破，我现在大致有3个猜想。第一个，死者在坠楼前曾让一起来天台的同伴，如果下楼发现他意外没死的话，给他能安然离世的机会。第二个，那位同伴见到死者未死，不忍心他受此折磨，所以选择割开了死者的桡动脉。第三个，整件事可能还有其他人的影响存在，在这个人的指使或者要求下，那位同伴必须要确保死者离世。这3个猜想，无论哪一个，我都认为割开死者桡动脉的那个人就是和死者一起聊天吃零食的那位同伴。所以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必须要尽快确定那名同伴或者暂且称为嫌疑人的具体身份，因为这个人在我看来疑点真的太多了。两人如果是朋友关系，为何没有试图劝阻死者不要轻生的痕迹，最后还对死者造成了2次伤害？其次，6楼灰尘被扫了，不想因此留下脚印，却不在乎天台遗留的 DNA 痕迹，是否能够说明一件事：脚印比 DNA 更容易找到他，以及认为我们警方最后肯定能找到他，所以不处理自己的 DNA， 只将脚印隐藏，以求不要被太早找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通过能和死者一起喝 AD 钙奶、吃辣条薯片、坐着聊天等特点，基本能推断出此人大概率与死者的年龄相差无几。本身如此年幼，为什么能有这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吗？看到坠楼的死者没有丝毫害怕情绪，甚至还能上前用利刃割破桡动脉，这实在是太过奇怪，令我无比怀疑这起案件很可能不只有2位中学生参与，也许还有幕后指示的人存在，但还不能单凭推断来确定情况。最后，胜哥，我觉得必须要分2方面来行动啊。一方面要了解死者的家庭情况和人际关系，寻找其自杀的真正原因，并且挖掘出死者究竟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还是有被人刻意引导的因素存在。另一方面则要全面寻找见证本次案件的嫌疑人，按照目前所得到的线索来推断，这名嫌疑人的年龄应该也在14至17岁之间，性别女，跟死者的关系应当不差，或者说是死者仅有的朋友之一。根据嫌疑人擦掉脚印却留下 DNA 的做法来判断，我觉得这名嫌疑人很可能腿部有缺陷，同样属于在学校中被人所排挤忽视的一类人。由于2人有相差无几的遭遇，所以能成为颇为不错的朋友。还有概率极大的一件事，那便是从嫌疑人目前掩盖行踪的做法，很可能并不是要逃窜，而是单纯让我们迟一点找到他。那为什么不怕被找到，却担心被太早找到？如果往极端点的地方设想，很可能这名嫌疑人也是要自杀。此刻，当苏明说完这番推断，徐长胜亦是将死者留下的信看完了，但他根本没来得及出声感慨什么，便是立刻回到楼梯的位置，打开手电筒，在5楼满是灰尘的楼梯中寻找着什么。半分钟后，在一大堆若隐若现的脚印里，徐长胜发现靠墙的一个脚印出现明显的前脚掌着地、后脚掌虚浮的情况，而且并不是单纯的一次偶然，仔细看下去，能清晰地发现每个台阶都有这种脚印存在。徐长胜眼神微微一凝，没想到竟和苏明刚刚推断的一样，嫌疑人腿部有较为明显的疾病。但最关键的是，按照苏明的说法，这名嫌疑人也要自杀。嫌疑人亦或者见证者这个词，也许都不能准确形容这起案子里颇为特殊的第2个人。可以确定，在坠楼的短时间内，他划开死者桡动脉，造成了2次伤害。但是按照天台餐布上的温馨画面以及死者所留下的那封信，他更像是陪着死者走最后那段路的唯一朋友。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但凡想要将这起案子彻底弄清楚，都绝对要找到这个人。此刻，在苏明的提醒下，
徐长胜立刻就反应过来，确实按照当前的种种细节来看，这名见证死者坠楼的嫌疑人也要自杀的可能性极大，否则为何只将脚印擦掉？同时，徐长胜还考虑到了另一点，即便这2名孩子都存在周围人被忽视、欺凌的情况，可做出自杀的决定可没那么容易，更别说是2个人都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否说明，正如苏明所猜想的那样，其实这次坠楼的背后有一只大手正在诱导和操控着这一切？没有思考太久，徐长胜便立刻往上走几步，在天台门口招呼道：“小明，后续侦查就按你所说的来，大致分2个方面来进行，但重点要放在探查寻找嫌疑人身上，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条线，可千万不能断掉。走了，先下去吧，这里的那些东西到时候让技术科的来收拾，希望能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在确定侧重侦查目标后，苏明和徐长胜2人便缓步走下废弃教学楼，期间还不忘继续多观察下灰尘痕迹，但并没有其他多余的发现了。走出废弃教学楼，发现沈凌已经将裹尸袋拉上，并且正拖着橡胶手套，眉头紧皱，神情微微凝重。很明显，这是在详细尸检的时候有了其他额外的发现。徐长胜随即快步上前，连忙询问道：“沈法医，你有什么全新的发现吗？”沈凌一边清理着尸检工具，一边颇为凝重地缓声道：“刚刚你们2人上去的时候，我将死者手臂上的衣服撩开，发现有数量众多的小型刀割伤口，根据刀割方向可判断为自残，其中大多数都已经愈合结痂，仅有少数刚造成不久，但也肯定比坠楼时间早。不过让我很奇怪的是，手臂上的伤口即便这么多，可都没有任何一个刀割的疤痕存在，这无疑是说明了死者出现自残的行为也只是从这段时间内开始而已。可如果是抑郁症引发自杀，应该前期就有很多正常，至少自残行为应当要出现至少几个月了才对，最后才逐步发展到自残，为何情绪进展可以这么快？”当沈凌说完这番话的时候，苏明忽然想到了什么，顿时连忙询问道：“沈凌法医，你有没有采集死者的血液？可不可以立刻检测下里面有没有药物残留，特别是查下有没有毒品的存在痕迹？”话音落下，徐长胜顿时明白了什么，拍了下手掌醒悟道：“对了，如果按照尸检的结果，死者是在极短时间内从自残身体进展为自杀行为，按照抑郁症的病程发现，这明显是有些太快了，很可能有某些药物和毒品的影响，才导致死者情绪转变这么快。而作为15岁的中学生，要如何拿到那些药物和毒品？要是血液中检测到残留，那就能证明有人在引导死者自杀。”站在旁边的苏明赞同地点了点头，可以看出，能成为淮海刑侦的队长，徐长胜的破案能力绝对不差。立刻就从手臂的自残伤口判断出，这起案件始终有人在暗地掌控着一切。沈凌意识明白了什么意思，立刻将刚摘下的橡胶手套重新戴上，毫不犹豫道：“本来我还觉得年仅15岁的中学生肯定是不及检测毒品和药物残留，等回到技术科再详细检测就行了，但现在看来，这起案子可没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啊！给我一点时间，现在就开始对死者的血液进行检测。”说完后，沈凌便打开了法医工具箱，将装有死者血液试管拿出，轻轻摇晃均匀后，分别滴在毒品和药物残留试纸上。与此同时，苏明和徐长胜2人便已经看到副校长张恒带着一名年约40岁左右、满脸悲戚的中年女性朝着这里走来。无需多想，这名女性大概率就是死者的班主任了。徐长胜拍了拍苏明的肩膀，从口袋掏出手机示意道：“小明，你先和他们聊一下，我去通知技术科的那些人，把昨天晚上树德中学附近的天眼监控调出来，看下能不能发现另一个人的踪迹。这起案子目前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从一开始简单的自杀坠楼，到后续发现的割腕伤口，直至现在的存在被恶意诱导情况，不得不说，案件确实在逐渐朝着越发重大的样式发展，寻找真相同样也就越发的急迫。”苏明朝着迎面来的张副校长和中年女子走去，在警戒线前拦住2人，指了指不远处的椅子道：“这里不太方便，要处理很多线索和事务，我们去那边聊吧。”张恒连忙点了点头，带着中年女子走到不远处的椅子坐下，手指轻点介绍道：“苏警官，这位是张婉同学的班主任王丽梅，在我们树德中学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也带了10几届的毕业班，无论教学理念还是带班经验都颇为的出众，整个学校都找不出多少人能有王老师这么兢兢业业、经验丰富啊。”随着张恒说完，苏明已然是微皱眉头，敏锐地从其话语中发现了一丝问题，看着王丽梅出声询问道：“王老师，在询问张婉同学事情之前，我想先问一件其他事。正常来说，目前只剩几个月就中考了，毕业班的班主任即便是当天没课，在每天的早读时间点也都会去班级看下大致情况。你作为10多年的毕业班主任，应当也会有这个习惯。所以在早读期间，直至上午2节课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发现张婉同学并不在座位？”其实苏明目前已经能推断出，王丽梅肯定是没有寻找张婉，否则就不会是由抽烟小混混发现尸体了。可是无论初3还是高3，只要没有请假，毕业班的班主任在早读期间基本都会去教室看看情况。但为什么在教室的这段时间内，王丽梅却没有发现张婉不在座位呢？要知道，树德中学可是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制学校，学生来没来上课肯定是大事。究竟是因为没注意到的缘故，还是王丽梅根本就不在意张婉有没有来上课？这个问题令王丽梅沉默2秒，而后满是悔恨神色的沙哑道：“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只是睡过头了而已。”很明显，
王丽梅这是发现了张婉没来上课，但却懒得去询问原因。苏明眯了下眼睛，随即继续道：“王老师，张婉同学平时的成绩应该是不太好吧？所以作为班主任的你，还不在意她来不来上课吧？毕竟这10多年来的毕业班主任经验，肯定是以成绩放在第一位。更何况这还是自负盈亏的私立中学，我不想在上面纠结太久。麻烦王老师说下张婉同学的相关信息。虽然只带了不到1年，但张婉同学的家庭情况、大致性格、人际关系应该也了解一点吧？”王丽梅沉默地点了点头，开始缓缓讲述其了解的死者情况。张婉的父母在5年前离异，并且各自组建了家庭，每个月只给一定的抚养费。这5年来，张婉都是跟着她奶奶生活。由于她奶奶年事较高，所以才来到我们这所寄宿制的军事化中学。从我接手这个班以来，她的性格都是有些安静、沉默，不爱与人交流，或者说有点孤僻，在班级里好像没有朋友。由于报到太晚，宿舍是和隔壁班合住，所以也没有同班舍友。又因为成绩较差，初3第1次月考成绩出来后，我就把他的座位从第1排调到了最后1排。听到这里，苏明轻轻挑了挑眉，再次敏锐抓到了一个信息：从第1排调到了最后1排。但苏明没有打断王丽梅话语，继续认真听着死者的各种情况。但在2个月前，张婉的奶奶因为心梗去世。等她参加完葬礼回来后，肉眼可见的更加孤僻沉默，一天可能都见不到她说一句话。我也尝试过找她谈话开解，但她也不回答，只是单纯的点头摇头。我以为只是失去亲人太过伤心，过段时间就能恢复，却没想到最后竟然发生这种事。坐在旁边的张副校长顿时有些急了起来，指责着王丽梅道：“王老师，你这咋回事？校领导3番5次的强调一定要关注毕业生心理健康问题，你怎么一点都不重视啊？如果你发现异常的时候，能让张婉同学来我们的心理咨询室，是不是就能避免这？”还不等张恒说完，苏明便用指关节敲击着石桌，打断其后续话语，面无表情道：“张副校长，人都已经不在了，马后炮的指责没有任何意义了。况且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出这起坠楼案件的真相。与其现在指责不停，还不如后续亡羊补牢，仔细排查下树德中学是否有其他班级存在此类学生，特别是有没有为了成绩导致此类学生出现的情况。”说完之后，苏明梳理下脑中思绪，目前已经大致能清楚为何死者会在那封信中留下这世界有没有他都无所谓，自己就是个多余的存在，以及说出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这个世界遗忘这种话。在家庭上，父母离异，双方都不要他，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而在学校里，初1、初2的班主任应该是那种较为和蔼、关心学生的那一种，所以在得知张婉这种情况后，特地将其座位调到第1排，以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她的重视。那2年也许是张婉最开朗的时间段，结果初3换了个成绩为重的班主任，直接把死者从第1排调到最后1排，令本就沉默的张婉彻底在整个班级都可有可无起来，根本没人关注。最后2个月前奶奶的突然心梗死亡，令才15岁的张婉彻底跌入了深渊。但是短短的2个月时间，为何会让张婉的情绪变化这么大？最关键的是，按照沈凌的尸检结果，死者手臂上所有的自残伤口都还没衍生出疤痕，这说明了在短短的1个月甚至15天内，死者情绪才开始严重变化。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遭受了什么刺激，目前很可能是案件重点。想到这里，苏明神情也随之凝重起来，看向对面的王丽梅严肃道：“王老师，我就实话实说了吧，现在张婉同学的这起案子极其重大，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可能你都必须停课接受调查，届时影响将会更为严重。”此刻王丽梅顿时就愣住了，脸色更有些惊恐和苍白。这是苏明刻意为之，将案件往严重的角度上说，目的就是要带来压力和紧迫感，以便让他更好的配合办案。苏明压了压手，缓声宽慰道：“王老师，你也别太紧张，你好好回忆下，在之前的1个月时间内，张婉同学有没有出现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举动，或者表现出对某些事物的特别关注，亦或者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这个问题令处于惊恐中的王丽梅内心压力极大的思索起来，轻声喃喃道：“不一样的举动，感觉除了更加孤僻，没发现别的异样，也可能是我不太关注他。在15天内，张婉有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感觉有些奇怪的吗？这几天来，我好像就和他有过一次接触，让他不要上课玩手机，把手机收起来。虽然不爱说话，但都很守规矩的张婉，可怎么就突然玩手机起来了？他是为了看什么？看什么？对了，他是为了看航拍的蓝鲸直播，所以才在上课玩手机。”说到这里，王丽梅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瞪大眼睛看向苏明，急忙道：“蓝鲸，蓝鲸！张婉在最近这段时间好像特别喜欢蓝鲸。”蓝鲸？苏明轻轻挑了挑眉，随即重复一遍王丽梅说的这个词，同时迅速回忆起在死者留下的遗书中有这样特殊的一段话：“如果还能有来世的话，我希望能变成海洋中的蓝鲸，因为它足够庞大，足够强壮，足够自由，还有足够的珍贵，只需要一眼就能被人看到。”这段话看起来似乎很正常，就像是一位抑郁严重、放弃希望的中学少女对来生的美好期盼。但现在蓝鲸这个词又被王丽梅提起来后，苏明敏锐察觉到了些许问题，但没有明确的线索和证据，也无法说清问题所在，就是一种来源于作案太多、同为罪犯的直觉，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很经常在大街上仅仅一眼便能分辨出某人有没有问题。除了面部表情和动作推理分析外，直觉更是重要的一环。此刻，苏明手指轻点桌面，眼神凌厉直视着王丽梅，郑重道：“王老师，
我现在需要你认真回忆下，把张婉和蓝鲸有联系的事件情况一一讲述清楚。在苏明带来的压力下，王丽梅无比认真的回忆片刻，随即回答道：在我的记忆里，这1个月内发现张婉跟蓝鲸有关的地方大致是有5次。首先第一次就是在上课期间发现他用手机看蓝鲸航拍直播，然后第2次和第3次分别是我发现他带到班级休息的睡枕以及铅笔盒都是毛绒蓝鲸图案。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平时张婉虽然学习不好，但也没有上课或者课间睡觉的习惯啊，这15天来突然变得嗜睡吗？苏明眯眼轻声说了一句，随即示意道：没事，王老师，你继续，不要被我打扰。王丽梅愣了下，而后连忙应道：哦，好。第4次的话就是上周月考的作文，那时候出的题目是理想，其他人基本都是写的未来想要当各种职业，并且用议论文的格式写，就只有张婉比较特别，他写自己想变成一只蓝鲸，而且还是用第一人称的记叙文，整体代入感和拟人性都很强。因为整个班级就他这么写，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还给了个不低的分数。然后第5次的话，我有些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他在一张纸上画了只蓝鲸图案，2个人站在地上对着蓝鲸祈祷，好像也不太对，可我真记得不太清楚了。那是我上课一边讲题一边巡视班级时候瞥过一眼看到的。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之前，张婉绝对没有表现出喜欢蓝鲸的样子，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见到王丽梅都要伸手发誓的样子，苏明随即压了压手，用着尽量温和的语气道：放轻松，王老师，现在只是为了线索例行询问，并不是审讯，无需这么紧张。不过我想问下，在张婉画的那幅蓝鲸里面，期待的那2个小人有什么特征吗？这个句话让王丽梅顿时眯起眼睛，一只手更是用力抓着头发，似乎想努力回忆起。数秒后，见到王丽梅一副挣扎痛苦模样，苏明随即摇了摇头，开口道：行了，王老师，不用再想了，我对张婉的概况目前已经是大致了解了。然后我想问下张副校长，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其他人请假，早上就没来上课的？见到已经问到自己，张恒立刻坐正身子，似乎早有准备的回答道：苏警官，目前我们树德中学3个年级共有1253名学生。在张婉同学这件事发生后，区校长就立刻命令各个班主任统计和安抚在校学生。今天早上有1240名学生来上课，8名学生请了病假，还有4名学生由于家里丧事或者婚庆没来。但这些没来上课的学生目前都已经联系上了，并未发生意外情况。都联系上了吗？张恒的这个回答让苏明点了点头，沉默2秒，忽然想起什么，连忙道：对了，张副校长，目前树德中学的1200名学生里，有没有存在从小就腿部受伤，有些跛脚的学生？或者说，由于后期的事故或意外等导致腿部受伤、长期跛脚无法恢复的学生？这个有些特殊古怪的问题，顿时让张恒愣了下，更是不明白苏明为何要问这件事。但秉持于全力配合、尽快找出案件真相的想法，还是极为快速的回答道：苏警官，我就坦白跟你说句实在话吧，一直以来，我们树德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和成绩，都是实行寄宿制的军事化管理，每天都有晨跑和晚自习。如果是一名腿脚有毛病的学生，生活估计都很难自理，真的无法在这种环境下求学。所以树德中学目前所有的在校学生身体都很健康，就算腿部有受伤，也是住院一段时间，短期就能恢复的情况。至于读书期间发生意外导致失去自理能力的特殊学生，由于无法继续寄宿制的军事化管理，我们会采用归还全部学费、协助转移学籍的做法。但这么多年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学生并不多，去年也只有1位童。说到这里，张恒忽然停下了话语，顿时想到了什么般，立刻看向对面的苏明，满脸震惊道：不对，苏警官，我突然想起来了，去年有一名女学生因为车祸导致左小腿粉碎性骨折，第一时间送完医院全力抢救后，依旧没能把腿治好，落成永久性的跛脚。所以在初2毕业后，我们便校方退还了她的所有学费，让其找个能走读的公立中学，这样比较方便生活和学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名女生初2所在的班级就是王老师带的这个班级，也就是张婉跟这名女生当过2年同学。一起重大案件，要想单凭案发现场的证据推断，还原具体的过程，找出凶手，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必须再加上问访群众、天眼监控、先进刑侦系统等等配合起来，才可能将潜藏的凶手深挖出来。此刻听到张恒最后惊呼的这段话，苏明微微眯起眼睛，轻敲着桌面，认真问道：张副校长，你的意思是，就是张婉所在的班级有一名女生去年因为车祸导致了跛脚，在9月份升学初3之前被你们劝退了，是这样吗？就是这样的。张恒连忙回答，更是有些惊讶地反问道：苏警官，你是怎么知道有一名跛脚女生被劝退了？这件事连我都要忘记了，如果不是刚刚突然想起，也许还真要错过一个重要线索了。不过这个跛脚女生怎么那么巧，刚好和张婉在同一个班当过同学，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关键线索啊？很明显，能当上副校长的张恒也不蠢，立刻就从苏明的询问中发现了问题。不过苏明根本没有回答什么，而是继续按照自己的问询节奏道：张副校长，想必你是肯定不知道这名被劝退的女生信息，王老师那时也还没接手这个班级，所以麻烦找张婉所在班级的前任班主任过来下，我有些事情要问下。苏明没有用能不能找这种词，而是强硬的不给选择，直接让张恒把死者初1、2学年的班主任找来。这起案件经不起磨蹭，那名见证一切的嫌疑人很可能也要自杀寻死，所以
更是要尽快找出真相。对于苏明的指挥，张衡也完全不气恼，就是全方位的配合寻找真相，连忙站起道：“好的，苏警官，我立刻就把刘烨老师找来，他现在应该是在初一代的班级里，等我一会，马上就回来。”说完，张衡便朝着教学楼一路小跑，非常急迫的想要协助破案。毕竟目前这起案件的影响极大，众多媒体都蹲守在校门口，要是还不早点找出真相，怕是各种谣言将越来越离谱，可能还会影响明年的招生计划了。随着张衡离开，苏明看向对面依旧紧张，低着头不敢直视自己的王丽梅，摇头惋惜道：“王老师，虽然这起案件在法律层面上跟你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你也肯定不是杀人凶手，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你却是有太多的不该，学校也有不少过错的地方。身为老师，放弃一名学生确实很简单，但你却不曾考虑过这样会给学生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和阴影。我相信，如果当初你没有把张婉调到最后一排，让他一下子从原本班级最显眼的位置变到最阴暗多角落，即便是他的奶奶去世，可能也不会走上这条路。因为像他们这种特殊的孩子，反而是更容易满意。也许坐在第一排，每节课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目光注视，对他们来说便是完全足够的关心了。这一刻，王丽梅忽然抬头看了眼苏明，而后又沉默低头，用力地攥紧拳头，肩膀微微抽动，数颗泪珠滴落在石桌上，带着一抹哭腔道：“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好后悔，真的好后悔。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会给他最好的关心，帮他融入班级，更不会把他安排到最后一排。”看着王丽梅不似作假的伤心，苏明没有选择继续说或者去指责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后悔。可是后悔又有啥用呢？在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2个字便是后悔，因为无论如何的悲痛后悔都不可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其实也不能太过责怪王丽梅，私立中学本就是以成绩为重，这里面又何止死者一人被放弃。沉默2秒，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废弃教学楼，似乎都能想象死者从6楼天台跃下的场景。也许那时他有前所未有的轻松吧。这次没让苏明等太久，短短不到5分钟，张衡便带着一位年轻女性老师朝着石桌走来，两人的步伐极快。抬头看去，苏明能看到这名叫做刘燕的年轻老师，眼眶和鼻子都微微泛红，明显是有哭过的痕迹。随着两人走到石桌前，苏明指了指椅子，开口示意道：“坐吧。”刘燕老师是吧？你是张婉同学在初一2年级的班主任，所以关于这起坠楼案，我有些事情要问你。首先，张婉在初一2年级时候有没有关系好的朋友存在？刘燕吸了下微红的鼻子，轻轻点了点头道：“有一位朋友。虽然张婉由于家庭原因导致性格比较安静，不爱说话，但有一名女生跟她关系极好，平时两人都是一起上下课，去食堂吃饭啥的，基本也都是一起。”这个回答顿时让苏明眼睛微微眯起，随即进一步的询问道：“这名女生是不是在初2下发生了车祸，导致跛脚被劝退了？也就是说，张婉唯一的朋友在树德中学只上了2年，第3年就去其他学校了？”刘燕轻轻地摇了摇头，而后说出苏明猜测中的小问题：确实是因为车祸被劝退，粉碎性骨折实在是太严重了。但是黄岩后面并没有去其他学校上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短时间无法接受自己跛脚的事实，更不想在学校被别人嘲笑，所以就直接休学在家了。1个月前，我还在 QQ 劝过，让他不要胡思乱想太多，也不要担心被人嘲笑，继续学习才最重要。无法接受跛脚，不想被人嘲笑。刘燕说出这2个细节特点，瞬间便让苏明心中的推断确定了几分。紧接着，苏明没有选择立刻询问嫌疑人的具体信息，而是微眯起眼睛，打算确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出声问道：“刘老师，你说你和张婉这个朋友叫做黄岩的学生，在1个月前都曾有联系，那我想问一下，他在和你聊天时候有没有提过有关于蓝鲸的事情？”当案件进展到现在，苏明已然是越发的怀疑起，这起校园坠楼案并不是单纯的抑郁自杀，背后很可能存在一位犯罪嫌疑人，设计掌控着整起案件。因为从死者的尸检结果来看，手臂上的那些自残伤口造成时间实在是太近了，甚至就连疤痕都没有生成。即便是有亲属死亡的影响存在，可正常的抑郁症病情进展绝对不会如此的快速，从开始自残身体到坠楼自杀，恐怕就连15天都没有。同时，苏明还敏锐捕捉到了先前王丽梅话语中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死者经常出现课间和上课睡觉的情况，甚至都特地带来了蓝鲸抱枕，而在之前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莫名的疲惫困倦。那会不会存在使用药物或毒品的情况呢？一名初中生，而且还是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要如何才能拿到特殊药物或毒品？这无疑都指向了大概率有人在掌控这起案件的情况。所以被死者近期莫名喜欢的蓝鲸，显然是有些说不出的古怪。此刻听到这个问题，刘烨明显是露出了些许疑惑，不明白苏明为何要问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但还是认真低头回忆起来。数秒后，刘烨猛然抬起头，明显是想到了什么，连忙道：“有，那次电话快挂断的时候，黄岩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人死之后能不能变成自己念念不忘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变成一只海中的蓝鲸，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再也不用因为跛脚忍受别人的指指点点。”出现了，又是变成蓝鲸获得自由。在这起案子中，无论在坠楼的死者想象中，还是另一名嫌疑人的口中，蓝鲸明显是被太过神化了，象征着各种自由和美好。
15岁的初中生，虽然社会阅历并不算多，但也不是好蒙骗的小孩子了。按理说，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痴迷于某种生物，甚至都宁愿死后变成这种生物的情况。况且还是蓝鲸这种离正常人生活极远的大型动物，因此很可能所谓的蓝鲸自由和美好，都是由某个人强行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死者和其朋友。现在，苏明已经是有80%的把握确定，这起案子最少有3个人参与，一名死者、一名死者朋友以及一名潜藏起来的真正黑手。这种利用意识控制的作案行凶手法，由于极其隐蔽和难以寻找幕后黑手，所以在10万起的模拟犯罪中，自己也经常会使用来达到完美犯罪。只不过，犯罪的手法和技巧都远超现在这起坠楼案。苏明眼神逐渐清晰锐利起来，看向对面的刘艳，轻敲桌面继续问道：“刘老师，除了那一通电话外，在近期这1个月内，他们2人还有没有找过你？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奇怪的行为？”刘艳再度沉默思索数秒，而后摇了摇头，随即轻叹一声回答道：“没有了。因为我没带出3班，所以跟他们基本也没怎么接触了。将近这1年来，也只是在1个月前，黄岩突然找我聊天，不然可能还真没啥机会能一起聊天。不过说起来，黄岩要比张婉开朗健谈很多，在前2个学年里，都是黄岩带着张婉参加各种活动什么，2人性格也非常互补。可就是那次车祸意外，让很多事情都变了。今天更是发生了这种事情。”说到后面，刘艳的话语中已经明显带着些许沙哑哭腔，更有说不出的悲伤和难过。为了照顾家庭特殊的张婉，刘艳特地将其安排在最显眼的第1排，让各科老师能第一眼关注到，以此来提高她的存在感。结果最后却依旧是以这种结局收场，换成谁不为此心酸失望啊？此刻通过询问张恒3人，苏明已经发现了众多的线索和情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确定了跟死者同在天台的那人身份——黄岩。死者曾经的同班同学，更是最好的朋友。只要以最快速度在黄岩自杀前将其找到，那么就能彻底将整件案子弄清楚，挖出潜藏的幕后黑手。想到这里，苏明已然是不再犹豫，随即看向张恒命令道：“张副校长，现在情况很紧急，麻烦你用最快速度将黄岩的居住地址、身份证号、人际关系等等相关信息，通过询问刘老师或者其他老师学生，第一时间整理清楚后交给我们。这件事关乎贵校的舆论和声誉，重要程度不需要我再说了。记住，要第一时间交给我们刑侦队。本次的问询就暂到这里，但今天你们都先不要离校，后续还可能需要配合进行其他调查。”说完之后，苏明便直接从石凳子上站起，对着3人点了点头后，缓步走到封锁的警戒线内。看到徐长胜依旧在打电话指挥刑侦技术科，便径直走到正在忙碌的沈凌旁边，看了眼还未拉走的裹尸袋，颇为郑重地开口道：“沈凌法医，死者的血液检测结果出了吗？是否有特殊药物或者毒品残留的痕迹？我这里发现一些重要线索，对案件有了全新推断。不过还需要这项线索来进行对比验证。”听到这句话，沈凌正处理血液标本的手顿了下，但也没抬起头，颇为凝重地回答道：“经过初步的检测，我从死者的血液标本里已经同时发现了药物和毒品的残留痕迹。其中，毒品还暂时无法确定种类，但药物的话，我已经能确定死者在生前服用了大量的阿片类药物，也就是滥用就会让人成瘾的止痛药。阿片类药物乃是在临床上常用的强效镇静止痛药，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其中最出名的几款便是吗啡、杜冷丁、芬太尼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属于国家严格管控药物，药店根本不允许出售，唯有类似于癌症晚期的患者才能凭医生处方到公立大医院进行购买。现在既然已经从死者的血液内检测出了毒品和阿片类药物的残留痕迹，无疑是进一步证实了苏明的推断。阿片类药物服用后有镇静、止痛的效果，而副作用则是人会极度昏沉、迷糊以及成瘾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这10多天来，此前上课都不睡觉的张婉，莫名就变得格外困倦起来，还特地带来了枕头，以及性格越发的孤僻安静，其实也与药物的镇静作用有关。而初中学生绝对买不到此类药物，更不会有哪位医生敢给中学生开吗啡、杜冷丁之类的管制药物。因此，在这起坠楼案中，绝对有幕后潜藏的嫌疑人存在，始终在掌控和引导着这起案件。如果进一步的大胆推断，阿片类药物具有极强的止痛作用，所以极有可能死者在手臂自残的时候，因药物作用致使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失效，令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疼痛和不适。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便趁虚而入，进一步用毒品进行意识控制，循序渐进地灌输给死者自杀并不会疼，死后就会变成蓝鲸获得自由等等带有明显死亡暗示的话语。至于究竟嫌疑人使用了什么毒品，虽然也需要尽快查清，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尽快找到本起案件中的第2个关键人物黄岩。从黄岩擦掉脚印的动作来看，他应该是没有立刻自杀的打算，还有机会将其救下。理清思绪后，苏明便毫不犹豫朝着正沟通技术科的徐长胜走去。恰好徐长胜也刚刚放下电话，看到苏明走来，便皱眉抱怨道：“真是该死啊！这名跛脚的犯罪嫌疑人有些不好找啊！我刚刚让刑侦技术科远程接入了树德中学的摄像头，第一时间排查树德中学内部以及几个出入口的监控，结果却根本没发现跛脚可疑人物。然后还找保安问了下，确定昨天半夜没人进出校园。按理说不应该啊，在跛脚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不走学校出入口又能走哪里？总不可能翻墙。”还不等徐长胜说完，苏明便出声打断其话语，
有些感慨地解释道：“盛哥，没找到才是正常的。我刚刚通过跟死者2届班主任以及副校长谈话，目前已经能大致确认那名嫌疑人的身份了。那名跟死者在天台走过最后一段时间，并且划开死者桡动脉的嫌疑人，应该是死者唯一的同龄朋友，名字叫做黄岩。在初一、2的2个学年里，黄岩和死者在同个班级里建立了颇为深厚的友谊。可初2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黄岩意外遭遇了车祸，导致左腿粉碎性骨折，全力救治后还是落下了残疾，从此便跛脚了。同时，由于树德中学是采取寄宿制的军事化管理模式，所以跛脚的黄岩并不适合继续在这里求学。初2暑假被劝退了，从身体健全变为残疾跛脚。黄岩身上确实有滋生自杀想法的土壤存在。既然在这里读过2年书，那对校内情况肯定是很清楚。所以那些监控天眼之所以没发现黄岩，自然也是极其正常的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虽然树德中学采取军训化管理，但栏杆或者围墙绝对有被破坏的地方，以供那些学生偷偷进出校园。而黄岩正是通过这个缺口小道进出树德中学，所以只要找到这个只有学生知道的小道，再调取下附近道路的监控，应该就能发现黄岩的行踪了。听到这里，徐长胜便立刻拍了下大腿，颇为惊喜地夸赞道：“可以啊，小明，你挖出的这个线索很重要，只要确定了这位见证案件的嫌疑人身份，那寻找和抓捕难度可就下降不少了。我现在就让区校长抓一名校内混混过来问下，这种偷偷搞出来逃校用的小道，问这些校内不良混混估计是最清楚了。”苏明先是赞同的点了点头，随即神色便再度凝重起来，颇为认真的继续道：“盛哥，除了这些信息外，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推断，这起案件很可能并不是结伴自杀、意欲自杀等类型，而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凶杀案。黄岩并不是凶手，也不是协助的帮凶，反而同样是真正凶手的目标。这起案件中还有第3个人，也就是真正的凶手，始终潜藏在暗处，掌控诱导着一切。”这个结论令徐长胜愣了下，而后神色也随之凝重起来，抬了抬头示意道：“继续，小明，说下你是从什么地方推断出有潜藏的凶手存在？”苏明完全不需要整理思绪，立刻便出声解释道：“第一点，我刚刚问询死者班主任的时候，意外得知在最近15天，死者格外喜欢和关注蓝鲸，在死者的那封信里同样也提到了死后想要变成蓝鲸，以及本案的第1位犯罪嫌疑人黄岩亦是在1个月前跟他曾经的班主任提起过，人死后是否能变成蓝鲸，我严重怀疑这所谓蓝鲸代表的自由，完全就是被人强行在短期灌输的理念。第2点，死者手臂上的自残伤口，最早的那一个都还没变成彻底的疤痕，这说明了死者从自残再到坠楼自杀如此极端的行为，时间粗略估计也许还不到15天，这时间太短了，抑郁症不可能进展如此之快。第3点，同样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沈凌法医已经从死者的血液中检测到残留的毒品和药物了，虽然毒品还没确定种类，但药物已经能确定为镇静止痛的阿片类了。这2种东西都是初中生根本接触不到的管制物品。以上这么多的证据，让我有理由相信，绝对有潜藏的幕后黑手。随着苏明说完自己的推断，徐长胜已然满脸皆是震撼和不解，这究竟是要多么有天赋，才能从这种细节中抽丝剥茧，得出一个如此让人震撼的结论啊！徐长胜非常确定，刚刚如果是他去找死者班主任问询案件的话，大概率是无法像苏明这般得出如此隐蔽深藏起来的线索。但徐长胜又不得不承认，苏明并不是在胡乱推理，反而是把所有细节和证据都抓到极致，猜得出的关键结果。深吸一口气，徐长胜将内心的震撼压下，用力点了点头，回答道：“小明，你的这个推断很重要，这起坠楼案件我们必须要彻底重视起来才行，后续的推理也要考虑这名不知潜藏何处的犯罪嫌疑人。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阶段性目标还是将黄岩找出来。寻找黄岩乃是案件进行到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了。不仅因为黄岩是这整起坠楼案的见证者，更是由于目前死者身上线索已经没了，若要想将真正的犯罪分子挖出来，那就必须从黄岩这里入手了，力求找到更为重要的线索。由于案件越发复杂，徐长胜跟林天进行紧急汇报后，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便派人直接开车来树德中学，以刑事案件的理由将死者的尸体暂时拉到刑侦大队了。沈凌也暂时先返回大队了，抓紧时间开始做解剖尸检，分析毒品种类、具体死亡原因等等事情。由于死者的父母离婚，双方都各自组建了家庭，但也省了不少事，至少不需要太顾虑家属对尸检出现的排斥和愤怒。在沈凌率先返回刑侦大队后，苏明和徐长胜也完全没有闲着，现在2人便来到树德中学的食堂侧面，在他们的身边，张恒副校长正颇为负责地陪着，手里还提着一袋材料，以及还有一位被临时抓来的黄毛不良，此时正指着不远处的栏杆道：“喏，2位警官就在那里了。”食堂侧面的铁栏杆中间有2端被前几届学长给剪断了，刚好能让我们侧身走过去，还不用爬墙。这里出去后就是一条内部巷子，直接往前穿过去就到临江路了。如果临江路再往前走几步，就能到咖啡酒吧一条街，还有2家网咖在那里。平时我们树德中学很多学生都会半夜从这里出去偷偷上网喝酒，一向目中无人的黄毛不良混混，在身穿警服的苏明和徐长胜面前也显得格外乖巧和老实，根本就不敢有所隐藏，直接就把学长好不容易留下来的快乐小道交代得明明白白。苏明没有任何迟疑犹豫，直接拨通了王虎的电话：“虎子，
你现在在技术科吧？立刻帮我调出昨晚12点以后的临江路监控，找个跛脚的初中女生，重点看下临江路距离树德中学最近的小道出口，应该是能发现目标。说完后，苏明便随之挂断电话，看向正在口头警告黄毛不良的徐长胜。等警告结束，黄毛不良战战兢兢离开后，徐长胜摇了摇头，颇为无奈道：真没想到军事化管理的树德中学竟然还有这种小道存在，难怪几个大门都没发现跛脚的犯罪嫌疑人。对了，小明已经让技术科开始找了吧？苏明点了点头，刚想要回答时候，口袋中的手机便响起急促铃声，立刻将其接起道：大虎，怎么样，这么快就看到了吗？确定是跛脚初中女生吗？好的，知道了，你立刻把监控截图发过来，我这里比对下就能确定身份了。行，立刻就发来。再度放下手机，苏明略微呼出一口准气，随即看向徐长胜，轻轻点了点头道：找到了，昨晚凌晨1点半，有一名跛脚女生从这个小道里走出来，根据衣着和相貌判断，年纪大约在14至16岁之间，符合我们的推断。这个结果无疑让徐长胜也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既然在监控里发现了跛脚的嫌疑人黄岩，这无疑就证明了苏明先前的推断完全正确。凌晨1点多，一名早就被劝退的初中女生莫名通过小道离开了树德中学，再加上跟死者的特殊关系，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但完全能将其当成见证死者坠楼的嫌疑人，所以只需要顺着这一条线索下去，就能离案件真相越来越近，而不用像无头苍蝇般到处寻找切入口。梳理下脑中思绪，徐长胜颇为认真地开口道：那现在就差找出黄岩当前躲在哪里了。一名跛脚的初中生估计也去不了多远的地方，按照经验，其实很可能就在家里，必须找到他的家庭住址才。不等徐长胜说完，刚刚带黄毛不良过来指路，还夹着一份资料的张恒连忙把腋下夹着的资料递出道：徐警官，等等，这里这份材料里有黄岩同学的各种资料，住址、家庭、性格、交际等等信息，先前苏警官让我收集后，我就立刻第一时间把它整理打印出来了，各个方面都记得很清楚。刚刚因为你们在忙，我也不好直接拿出来打扰你们，所以现在根本没等张恒解释完，徐长胜便抽出这一份资料，直接翻到个人信息那一页，先是和王虎发来的监控截图认真比对下，又指了指居住地址道：能确定是同一个人，住址在临江山庄23号，竟然还是别墅区，看来家境还挺不错。走吧，小明，不管黄岩在不在家里，我们都要第一时间赶过去了解情况。响铃的警车在公路疾驰，由于黄岩很可能有自杀倾向，所以徐长胜也是以最快速度来到其住址临江山庄。这个别墅区就跟其名字一样，只需站在阳台就能看到江景，即便是在魔都，价钱也贵得可怕，没有丝毫的单个停留。苏明和徐长胜两人直接快步来到门牌为25号的别墅前，虽然大门紧闭，但通过院内的各种花卉植物，能判断出这栋别墅有人住，并且平时有在精心打理。苏明上前一步按响门铃，同时用手掌拍着大门，以免这个门铃按钮是坏的耽搁时间。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有的人可以容忍门铃声，但绝对无法容忍拍门声，会第一时间出来开门。目前黄岩情况不得而知，因此必须要分秒必争才行。5秒、10秒、30秒，足足快1分钟过去了，依旧没有人出来开门，甚至就连一道回应都没有。苏明和徐长胜彼此对视一眼，随即不约而同的后退2步，正准备直接踹门的时候，咔嗒，门锁被打开的声音响起，咔嗒，门锁从内部被打开声音响起。一位年约50多岁，脸上并无任何保养痕迹，双手还在围裙擦水的中年阿姨一边拉开大门，一边喊道：来了来了，不要再这么用力敲。可还没说完，看到身穿警服站在门口的苏明和徐长胜两人后，声音便戛然而止，下意识道：两位警官，你们这是要进行反诈宣传吗？不得不说，现在反诈宣传确实是做得不错，就连50多岁的中年阿姨看到警察上门，第一时间便以为是反诈警察。苏明和徐长胜默契地对视一眼，确定这名中年阿姨的下意识反应并不是装的后，随即苏明从口袋掏出警官证，上前2步示意道：阿姨，我们是淮海区刑侦大队的刑警，并不是反诈警察，现在有一起重大案件需要你配合调查，黄岩是住这里吗？当刑警2个字出来后，这位中年阿姨明显紧张起来，毕竟普通人哪有接触刑警的机会啊，连忙点头回答道：是，小严是住这里，他是犯了什么事吗？怎么刑警都来家里找他了？苏明将警官证收起来，随即一步跨进大门，让自己处于主动地位，保证即便这个阿姨有啥异样，也能第一时间制服，并没有刻意选择惊吓威胁，而是露出温和笑容道：没犯什么事情，只是有件小事需要他配合调查下而已。对了，阿姨，你是黄岩的保姆？我是这家人雇的保姆。中年阿姨还是非常紧张，连忙飞快解释道：小严的父母工作都很忙，经常几个月都不会回来一次，所以就雇了我照顾小严。不过警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小严平时很乖的，肯定是不会犯什么事啊。而且说到这里，这位阿姨刻意压低了声音，颇为注意的继续道：小严的脚有问题，一直都治不好，现在因为跛脚自卑的很，平时都把自己关在卧室不出门的。这几天除了午饭和晚饭时间会下楼到餐厅，其他别的时候都在自己卧室，连早饭都不下来，吃哪有可能出去犯事啊？苏明没有理会这些纯粹带着滤镜的话语，更是敏锐抓到了一个细节。由于黄岩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所以这位阿姨在早上这段时间也没见过他。
无法确定其几个小时前的生命安全。这就代表了从昨晚凌晨到现在这段时间，黄岩有足够的时间自杀。但从擦掉脚印来分析，黄岩应该不会选择立刻自杀，必定是还有事情要做。所以现在每快1分钟都可以将黄岩救下的几率提高几分。时间紧迫，苏明不再去犹豫什么，一边大步走进别墅内，一边严肃道：“放心，阿姨，警方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人。如果黄岩没有做错事的话，我们稍微询问了解下就可以了。现在我需要你立刻指出黄岩住在哪间卧室。”本想继续说些什么的保姆阿姨看到苏明凌厉的目光，顿时缩了缩脖子，伸出手指道：“那间2楼角落的那间就是小妍的卧室。”顺着保姆的手指方向看去，苏明已经见到那间门上挂着熊猫玩偶的卧室，随即立刻快步小跑上楼。徐长胜亦是紧跟在其后面。来到卧室前，苏明伸手转了下门把手，发现无法打开卧室门，随即便转头看向徐长胜，根本就不用说些什么，两人便一同默契地退后到走廊边上。默数3秒后，两人直接就用力朝着卧室门大脚踹去，砰！锁头直接崩坏，卧室门重重地摔到墙上。还在楼梯走的保姆阿姨看到这一幕，张了张嘴，但却根本不敢说些什么，因为从苏明和徐长胜两人的交际态度，这位保姆已经发现这件事怕是没那么简单，明智地选择了闭嘴。将门踹开后，苏明和徐长胜两人便立刻走进卧室，第一时间朝着床铺看去。在众多的卧室自杀案中，死者大多都会选择在自己最熟悉的床铺自杀，但下一秒两人却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表情更是越发凝重，因为这间卧室的床铺上根本就没有人，只有一个等人大小的玩偶熊被随意扔在床上，或者说并不单纯只是床铺，而是黄岩根本不在这间卧室里。保姆紧跟着进入卧室，同样发现黄岩根本不在卧室后，顿时就不敢相信地呆住了。这咋回事？小妍怎么不在卧室啊？难道有事出门了吗？可我早上6点就起来打扫卫生了，也没看到他出门啥的。两位警官，小妍他不会真出事了吧？此刻苏明和徐长胜两人根本没空回答保姆。在没看到黄岩的那一刻，徐长胜便立刻拿出了手机，拨通淮海刑侦技术科的电话，要求所有的空闲警员立刻调取这栋别墅周围各个路口的天眼监控，以此来确定黄岩在昨晚是否有回来过，并且尽可能找出目前所在的方向位置。同时经验丰富的徐长胜还命人开始筛查昨天入住酒店以及有在网吧上网的人员名单。虽然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的陪同下不准入住酒店和进入网吧，但难免会有商家没那么的守规矩。而当徐长胜下达全面搜寻命令时，苏明则是注意到窗边那张粉红色书桌上扔着好几团被揉成球状的废纸。走到书桌前，苏明便发现一张白纸被压在笔筒下，将其拿起，发现纸面上还有明显的干涸泪痕存在，而纸上只有一段极其简短的话语：1年都看不到你们3次面，就算你们钱多的堆成山，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下辈子再也不想当你们的孩子了。看到纸条上的这段话，苏明微微眯了下眼睛，立刻便猜到了，这是黄岩留给他父母的遗书，或者并不能用遗书这个词来形容，更像是失望到极致的心声。上面干涸的泪痕更是说明了黄岩内心的痛苦。将这张纸暂时放到旁边，苏明拿起那些被卷成一团的废纸，发现相较于桌面留下的那一张，这些纸张上的内容反而更像遗书，里面写出了黄岩的遗憾和痛苦，想要成为蓝鲸的愿景，以及被多次重复提起的一件事，即便在出车祸的那段时间里，黄岩的父母都只来过医院1次，其余时间都是让保姆来照顾他，甚至就连出院的时候都没有再来医院看上一眼。两人全在忙着所谓的工作。然后在其中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纸上面，苏明无比敏锐地看到一句特殊话语：多想回到10年前啊，那时候家里虽然没钱，却有你们在身边陪着我，那才是我最幸福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在这段时光中死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拖着瘸腿，路上的每个人都在对我指指点点。哼，该走了，这根本不值得留恋的世界。看到这段话，苏明微微眯起眼睛，开始仔细地分析起来。在这个时间段里，黄岩应该也接受了蓝鲸意识的洗脑，但是留下的这些废弃遗书中并没有太多有关于蓝鲸的内容，无疑说明了，如果与张婉进行对比，黄岩被意识控制的并不深。这很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奶奶刚去世，自己被父母抛弃的张婉，黄岩所遭遇的悲剧并不算多，也不是特别致命，导致跛脚的意外车祸其实也过去快1年了，即便有再多的不甘和痛苦，情绪也应当被消化差不多了。再加上自身性格较为开朗，因此被意识控制的并不深。之所以会选择自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报复父母，想要用自己的性命来验证，究竟在其父母的心中是自己重要还是赚钱更重要。在这个前提下，苏明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出，桌面上的这些遗书绝对是黄岩在坠楼事件前就写好，绝对不会是坠楼之后才回家写的。因为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分析，如果黄岩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朋友张婉坠楼，而且还是自己将他的桡动脉割破，那在短时间内所写的遗书内容绝对不是这样。死去的张婉必定会那些遗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黄岩大概率在坠楼事件后根本就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其他地方准备随时自杀。可现在有没有回家已经不是重点了，最关键的是黄岩目前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想到这里，苏明将众多被揉成一团的遗书打开，重复看了一遍后，随即微眯眼眸，把自己想象成黄岩，轻声自语道：
我是黄岩，今天跟最好的朋友张婉约好了自杀，希望来世能变成蓝鲸，在无垠的海洋中自由遨游。晚上12点，我偷偷通过小道回到了熟悉的树德中学，而最好的朋友张婉早就在这里等我了，就像上学时候那样，我们一起并肩走着，说着最近发生的事情和八卦。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小婉的兴致并不高，这段时间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真的有些太沉重了。不过很快她就能解脱了。我们一起来到了废弃教学楼的天台，摆好了餐布和各种饮料零食，这里足够安静，也不会被人打扰。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小婉前所未有的开朗，好像所有阴霾都被扫空了。我们聊了现状，聊了偶像，聊了青春的暗恋，还聊了永远到不了的未来。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人可以这样一直聊下去，聊到天亮，聊很久很久。但小婉重重摔到地上的撞击声把我拉回了现实。此刻打完电话的徐长胜亦是注意到自言自语的苏明，原本还有些奇怪，但听了一会后，脸上顿时便露出惊愕表情，更是下意识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身为老刑警的徐长胜已经看出来，苏明这是将自己带入到嫌疑人身上进行犯罪心理侧写，试图还原昨晚发生的一切，用这种方式找出黄岩当前可能藏匿的地方。心理侧写可没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单单是将自己带入为嫌疑人，就是绝大多数刑警无法做到的事情。因为长久抓捕罪犯的经历，令很多刑警的思维都定性了，根本无法用嫌疑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对于拥有10万次犯罪经验的苏明而言，带入罪犯身份来思考问题，无疑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在徐长胜处于惊叹之时，苏明并不大的自语声已然是再度缓缓响起。他先走了，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但我不能哭，不能悲伤，我还要处理后事才行，我要坚强。拿起扫把，我把脚印先扫掉了，不能让警察靠这些脚印太快的找到我，因为我还有事情没做。来到1楼，我看到了小婉，她看起来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那眼神好像在求我送她一程。我拿起了准备的水果刀，离开树德中学，我心中有些说不出的难受。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已经走了，那我又该去哪里呢？就这样回家结束这一生吗？不对，就算要离开的话，我也要在曾经最幸福的那段时光里死去。那么我最幸福的时光又在哪里呢？我既然这么重视这段时光，所以绝对会把所有相关的照片、文字、物品收集起来，因为这是我的回忆。只要找到那些东西，就能找到我现在在哪里。只要找到那些东西，就能找到我现在在哪里。站在旁边的徐长胜听到苏明最后轻声自语的这段话，顿时眼睛一亮，立刻在卧室内仔细地寻找起来。虽然因为当了多年的刑警，在案件中的思维已经定性，很难带入嫌疑人的视角进行犯罪心理侧写，但经验丰富的徐长胜却是非常清楚，最后的这段话，苏明并不是在还原案件过程，而是将自己彻底带入成黄岩，推断在亲眼看到最好的朋友坠楼离世后，本就同样打算自杀的黄岩，大致又将会如何选择。通过那些揉成球状的遗书信息，以及黄岩本次自杀的理由和内心最深处的期盼，还有那句在最幸福的时光中死去，苏明也已经得出了大致答案。在自杀前，黄岩有很大概率会再去曾经一家人去过的某个地方，以此来回忆和父母经历过的幸福时光，最后选择在记忆中最美好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无疑就排除了黄岩为了躲避被警方发现，随意找个地方自杀的可能。当前他所在的地方，在其生命中绝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紧接着，通过黄岩的众多行为，便可推断出他非常怀念曾经有父母陪伴的那段时光。那时候，父母眼里还不是都是钱，平时也很经常陪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1年都见不到2面。为了让这股情绪有所寄托，黄岩肯定会将相关的照片、门票、信件等等东西全部都收集保存起来，以此时不时的拿出怀念。这种收集旧物寄托情绪的做法，在案件中并不少见，或者说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理。所以现在只需要在卧室中认真寻找，很可能就能发现黄岩收集起来的特殊物品。由于时间紧迫，徐长胜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率先在卧室内翻找起来。可以看出徐长胜非常老道，他基本只搜索书架表面、抽屉最上层等等方便经常拿取的地方。很明显，徐长胜通过苏明刚刚的犯罪侧写，已经迅速判断出，既然黄岩这般在意曾经的美好时光，那么平时肯定会经常重复看自己收集的相应旧物，至少在自杀前肯定会再拿出回忆一次。所以这些旧物自然最有可能放在不需要太麻烦就能拿到的地方。而跟着来到2楼卧室的保姆看着苏明和徐长胜两人的动作，只是默默地退后2步，根本不敢出声阻止或说些什么。善于看东家眼色的他，已经能大致判断出小严绝对是犯了什么大案了。在保姆脑中思绪复杂无比的时候，徐长胜亦是在书架最上方发现了一本精心包装起来的相册，将这本相册翻开，发现第1页便是黄岩8岁生日时和其父母的合照。3人面前摆着一个小蛋糕，上面插着8根蜡烛，同时黄岩的鼻头上还有一抹白色奶油。第2页则是黄岩坐在超市摇摇车上，不知看到了什么，在开心大笑着，门牙还掉了一颗，显得有些滑稽。找到了，单单凭着前2页的照片，徐长胜便已经能够确定，这本被精心包装起来的相册就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东西，也是黄岩用于寄托情绪的旧物，很可能藏着重要线索的关键相册。没有迟疑浪费时间，徐长胜立刻继续仔细翻阅起相册，里面全部都是各种老旧的家庭照片。不过从黄岩的年龄来判断，这些照片至少都是5年前照的了，一张近期的合照都没有。
将相册一页页的翻过去。当翻到倒数第3页的时候，徐长胜忽然停下动作，更是立刻皱起眉头，因为这倒数第3页并没有照片，呈现为一片空白。最关键的是，倒数第2页又有照片，倒数第1页也有照片，偏偏就是这倒数第3页，原本的照片被取走，只留下白色的相册页。就在徐长胜疑惑之时，苏明亦是缓缓睁开双眼，逐渐从犯罪侧写中的氛围走出。犯罪侧写乃是将自己想象代入为嫌疑人身份，还原案发时候的大致过程，所以要想获得准确侧写结果，自身肯定会被带入嫌疑人后的情绪所影响。沉默3秒，将情绪的影响彻底消除后，苏明看到徐长胜手中的相册，松了口气道：“胜哥，看来你已经找到东西了，现在就要看下到底是什么地方，成为黄岩最深刻和美好的回忆了。”通过这段时间的配合，徐长胜知道苏明在细节捕捉以及案件推理的能力上可能比他都要强不少，所以也没有摆前辈的架子，直接把相册递给苏明，讲述道：“小明，你来看吧，你对这种细节推理比我强，看下能不能尽快找到黄岩所在的地方。对了，这本相册的倒数第3张照片应该被黄岩取下来了，我觉得线索很可能就在那张照片里。”苏明没有推辞的接过相册，没有选择从第1页翻起，而是尝试性的直接翻到倒数第3页。下一秒，那张空白的相册页已经出现在苏明的眼前。仔细观察相册页的新旧程度，苏明发现相册页的边角有明显磨损，再加上刚刚尝试一翻便能到倒数第3页，这无疑说明了在相册的所有照片里，这倒数第3张乃是黄岩最喜欢的照片，会经常性的进行翻阅。因为就像是一本书，如果某一页被经常性的翻阅，那么就会有折痕存在，从而相较于其他页，被经常翻阅的这一页会很容易直接就一次翻到，这是纯粹的生活经验。而现在黄岩经常翻阅的倒数第3页里，照片却没有了，只剩空白的相册页。既然能如此重视并重复翻阅这张照片，所以就绝对不可能存在遗失以及黄岩将其撕毁破坏等情况。唯一的可能就是黄岩在昨晚特地将这张照片取下，放在身上带走了，因为丢失的那张照片拍摄点必然就是黄岩最美好的回忆，同样是他选好的自杀地点。这一刻，苏明终于是感觉有些眉目了，已经不用到处猜测黄岩的行踪，只要确定倒数第3张照片的内容，那就基本能找到黄岩了。想到这里，苏明便不再犹豫，直接往前翻1页，查看倒数第4页的照片，没有选择从头开始看。而第4页照片的内容是黄岩坐在旋转木马上，手中还举着一串糖葫芦，身旁则是其母亲。他的父亲并没有入镜，想必是在帮忙拍摄照片。看完倒数第4页后，苏明又紧接着翻到倒数第2页，希望能通过丢失的倒数第3页前后2张照片找出可能存在的规律。从相册包装如此精致来分析，为了整理和收集这本相册，黄岩绝对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因此这所有的照片大概率会以时间顺序来放置，而不是随便乱放。这倒数第2页的照片内容是黄岩站在一位小丑扮演者旁边，还专门戴了个红鼻子，笑到连眼睛都看不见了。小丑旋转木马，苏明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随即又翻开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内容是天边夕阳西下，黄岩则抱着一个比自己人还大的玩偶熊，使劲往淮海区19路公交车里挤的模样。搞笑古怪的画面却有别样的温馨。这照片里的那个玩偶熊大概就是现在床上的那个吧。不过玩偶熊并不重要，更没有关键的线索，反而是分析前后的几张照片后，苏明已经是能够基本确定一件事，这本相册的最后几页全部都是有关于黄岩和父母去游乐园玩的途中拍摄内容，此后便没有任何的照片更新了。这就说明了在一起去游乐园玩了之后，黄岩的父母工作就忙了起来，变成1年回不了几次家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家人的这次游乐园经历绝对是黄岩记忆中最清晰最珍贵的回忆了，所以这第3张照片绝对也是与游乐园有关。至于这是哪家游乐园，其实也不难推断。不过保持着严谨不出错的态度，苏明还是看向身旁的徐长胜，出声询问道：“胜哥，我们淮海区19路公交车的2个始发站，其中有一个是不是方特欢乐世界？”这个问题让徐长胜愣了下，但还是点了点头，颇为肯定地回答道：“没错，19路公交车一个始发站是魔都大学，另一个就是方特欢乐世界，公交车来回一趟需要2小时。此前为了分析魔都大学碎尸案，我专门把公交路线都仔细研究了一遍，所以肯定不会记错。况且当初就是特地为了方便魔都大学的在校学生才这样设计的公交路线。”得到这个肯定的回答，苏明顿时重重地呼出口浊气，随即连忙继续道：“胜哥，我有80%把握确定黄岩去方特欢乐世界了，至于具体线索解释起来很麻烦，等会在车上我和你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赶往方特欢乐世界才行。”这番话令徐长胜愣了下，根本没有想到苏明竟然能这么快就确定黄岩所在位置，这线索和细节推理能力简直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了。虽然心中无比惊叹，更疑惑苏明怎么得出的结论，但徐长胜非常清楚现在时间的紧急程度和宝贵，毫不犹豫地回首道：“走，小明，立刻去方特欢乐世界，从这里开车过去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我先让最近的治安民警便衣过去，以免穿着警服让黄岩遭受刺激，引发不必要后果。”说完之后，
徐长胜便率先小跑下楼，直接远程遥控按响了停在别墅门口的警车警笛。现在是真正的分秒必争。苏明同样是非常紧张，拿着相册快步下楼。余光看到有些不知所措的中年保姆，不容置疑道：“阿姨，我们现在有任务要处理，没空向你了解更多情况。等会你直接去淮海刑侦大队等我们，就说是徐长胜让你来配合调查一起案件。记住，配合调查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职责。放心，警官。”中年保姆立刻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现在我把门关上，就去刑侦大。”还不等中年保姆说完，苏明便已经消失在其视线中，坐到了警车的副驾驶。下一秒，还不等苏明系好安全带，引擎的轰鸣咆哮就已经响起，朝着方特欢乐世界的位置疾驰而去。刺耳警笛声响彻在公路，令前方的众多车子纷纷主动四散避让。驾驶位上，徐长胜单手摘下耳中的微型耳麦，眼神锐利地盯着前方，一边迅速超过一辆车子，一边颇为凝重道：“小明，没问题，我刚刚让胡子查了方特欢乐世界入口处的监控，确实在早上9点的时候，也就是3小时前，看到黄岩进入了方特欢乐世界。同时，负责方特欢乐世界区域的3名治安民警目前已经到游乐场里面了，但是因为游客众多，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找到黄岩。其中有1名治安民警已经去欢乐世界的监控室了，希望能通过摄像头找到黄岩位置，但依旧是极其困难。方特欢乐世界园区太大，摄像缺漏和盲区实在太多了，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啊，必须要进一步的缩小范围才行。小明，你在相册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线索？”徐长胜的话语令苏明一时有些急迫起来。黄岩3个小时前来到方特欢乐世界，而张婉尸体则是2个小时前被发现，也就是说，从接到报警去往现场分析线索，发现黄岩踪迹，才过了短短不到2个小时而已。这种案件推进速度其实已经是极其恐怖了，但现在却依旧是远远不够，因为这无人妨碍的3小时时间足够黄岩自杀上百次了，更别说抵达方特欢乐世界后还要花费不知多少时间寻找黄岩。紧迫，时间真的很紧迫，必须要进一步的缩小寻找范围才行。这一刻，苏明闭上眼睛，靠着座椅，双手环抱着椅背，右手食指轻点着自己左手小臂，强行让自己放松和冷静下来，而脑中则是不断分析推演起来。倒数第3张照片被单独拿了出来带走，足以看出黄岩对其的珍视。那么这张照片相较于其他的游乐场旧照又会有什么特点吗？根据相册的内容，游乐场的旧照一共有25张，其中有设施游玩照，也有和玩偶的合照，还有特别抓拍的搞怪照片。如果倒数第3张是游乐设施照片的话，由于很多游乐设施不能拍照，那就能够排除类似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等特殊项目，只剩下那种较为休闲的项目。可项目那么多，具体真的很难筛选。如果是玩偶合照，亦或者搞怪照片的话，这2类也没有特殊地方，很多都相差无几，应当不会被单独抽出来才对啊。所以目前能确定一件事，被抽出的倒数第3张照片绝对是足够特殊，有其唯一性。唯一特殊，就在苏明不断回忆众多照片的时候，猛然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问题，那就是所有的游乐园照片都没有黄岩和其父母的3人合照，要么是黄岩单人照，要么就是黄岩和其父亲或者母亲的双人照。因为在游玩设施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找其他游客帮忙拍照，必须得有一个人需要帮忙拍照才行。而没有游玩的时候，偏偏又没啥好拍的东西，那些玩偶2位大人也完全不感兴趣，所以这抽走的这张照片很大概率就是在这次的家庭游乐园之旅中唯一的一张3人合照，而且还是在某个3人可以坐在一起并且有值得拍摄的美景或趣事，同时还得完全没危险，足够安全，能让父亲或母亲单手举起手机进行拍摄的特殊游乐设施里。即便是在游乐园里面，这种设施也没有几个，只需要将符合条件的游乐设施一一排除就行。3秒后，苏明猛然睁开眼睛，眸中闪烁着金光，看向远处已经出现在视线里的方特欢乐世界以及那个在不断缓慢运转的圆形设施，脸上露出一抹自信，淡笑道：“胜哥，我想我已经知道黄岩在游乐园的哪个地方了，已经知道黄岩在哪个地方。”苏明自信的话语瞬间令徐长胜愣了一下，就连脚下一直踩着的油门都下意识松了2秒，而后又立刻反应过来，继续用力踩下油门，惊愕问道：“能确定吗？小明，你刚刚是有发现什么关键线索了吗？”可以看出，虽然刚刚让苏明再寻找看看有没有线索，以求能进一步缩小范围，但徐长胜其实内心中也没抱多大的希望。毕竟在只有1本相册的情况下，要想判断出嫌疑人目前在哪里，这简直是近乎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线索，要完完全全依靠逻辑推理判断，这实在是太难了。可以说，苏明能通过相册将黄岩目前就在方特欢乐世界确定下来，就足以让人震惊了。结果现在都还没过多久，苏明又挖出了黄岩具体的位置，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感受到徐长胜语气中的震惊，苏明也没有刻意卖关子，微眯眼睛盯着不远处的圆形游乐设施，缓声道：“确实是发现了重要线索，刚好趁现在，我也给你解释下先前是如何确定黄岩在欢乐世界。”说到这里，苏明略微停顿2秒，理了理脑中的思绪，继续解释道：“胜哥，你先前也有翻阅过黄岩精心整理的这本相册，所以你可以回忆下，这本相册里的最后25张照片是否都是关于某次游乐园的玩耍经历。虽然倒数第3张被黄岩抽出带走了，但根据前后几张照片，便能判断第3张肯定也是在游乐园里的照片。而在这次之后，照片就没有更新了。
说明黄岩的父母开始忙碌起来了，根本没时间再带他去各地玩了。所以最后一次玩耍的地方，自然会在黄岩脑中留下最深的印象。再结合黄岩留下的遗书，他说要在最幸福的时光中死去，这无疑是指向了最后那次一家3口去游乐园经历。那么以此判断出黄岩的目标后，便只需要再确定是哪家游乐园即可。而最后的那张照片恰好里面有辆公交车，所以我刚刚才问你19路公交车的始发地问题，最终得出游乐园是方特欢乐世界。这是我刚刚确定主要地点的大致过程。听到这里，徐长胜早已是满脸震撼，暗暗用力嘬了下牙花子。没想到如此细节的逻辑推断，苏明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来。如果换成他的话，凭借多年的刑侦经验，也许也能找出方特欢乐世界这个答案，但所需要的时间很可能是10倍乃至100倍于苏明所用时间。而在这种案子里，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能否破案的关键因素。若是苏明能早20年来淮海大队，或许那起被称为完美犯罪的魔都大学碎尸案也不用多久时间就能告破吧。当徐长胜内心感叹不停的时候，苏明的声音已然再次响起。大地点已经确定，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缩小寻找范围了。因为方特欢乐世界实在太大了，要想找到黄岩，如果不缩小范围，就不亚于大海捞针。再度回忆那25张照片，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得出一个猜测：明明游乐园有25张照片，为什么偏偏就选了倒数第3张？这是否就说明了倒数第3张照片对黄岩最为重要，有其珍贵的独特性存在，所以特地将其抽出带走了？所以只需判断出倒数第3张照片的内容，就能确定黄岩目前所在地。首先就排除过山车、大摆锤等在游玩时不可以拍照的地方，既然都不能拍照，那黄岩自然也不会有照片拿来回忆。接下来便是要发现倒数第3张照片中可能存在的独特性，而这里才是最为关键的地方。所以我就在脑海中不断回忆和分析起相册最后那24张照片，判断有没有什么缺少的重要东西。终于在我仔细想了一段时间后，忽然发现了件极其重要的事，那就是没有合照。对，这24张留下的照片里，偏偏就是没有一家3口的合照。所以我立刻就判断出，能让黄岩如此珍视，最后都要取出带走的照片，很大概率是最后一次和父母的合照。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只需要确定一家3口的合照地点，那就找到了黄岩当前所在位置。这听起来很难找，但仔细分析和设想后，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因为从其他的24张照片中，我看出了几个颇为重要的细节。第一点，照片只有3类：设施游玩照、玩偶合拍照、搞怪抓拍照。但玩偶合拍和搞怪抓拍这2类照片都只有黄岩一个人出镜，并没有其父母在，所以只可能是在某个设施游玩的一家合照。通过分析设施游玩照，发现即便是旋转木马、碰碰车此类的设施，最多也只有父母其中1人和黄岩入镜，另一个人则是帮忙在拍摄。因为在设施游玩时并不方便让其他人帮忙拍，所以要想合照就必须找一个能够3人在一起，并且还不需要掌控方向盘亦或者握着把手等。最关键的是必须风景和氛围相当不错，那样才有拍照并洗出来的意义。在这么多的要求下，即便游乐园的各种设施很多，但范围也已经小的可以得出答案了，那就是此刻苏明停顿2秒，伸手指着车窗外位于方特欢乐世界内的圆形设施道：方特欢乐世界的地标性建筑足有160米高，能够俯瞰大半个魔都，在整个龙国排名第3的魔都之眼摩天轮。顺着苏明的手指方向看去，在徐长胜的视线中便出现了那个被称为魔都之眼的摩天轮。紧接着难以想象的震撼和惊叹顿时充斥在徐长胜的脑海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天赋，才能从那24张照片中仅靠各种逻辑推断和选项排除得出最终正确的答案啊？要知道即便都当了超过10年的刑警，破获的各类案子也数不清了。可徐长胜在听完苏明的解释后，不禁还是顿时头皮发麻。因为如果说利用相册推断出黄岩在方特欢乐世界，这一点他也能做到，可能无非是时间长一点，但推断出黄岩在摩天轮上面，徐长胜仔细想了几秒，都不得不暗暗叹息一声，确定自己大概率得不出这个重要信息，更别说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这究竟要多么的有天赋，多么的细心，逻辑推断能力有多强，才能得出这样的信息啊？若不是亲眼看过苏明的档案，徐长胜都要怀疑究竟这是都还没毕业的警校生，还是龙国公安系统的老年王牌刑警。当然徐长胜永远也不会知道，苏明之所以推断能力如此强，无非是久病成医。毕竟为了完成10万起的模拟完美犯罪，苏明就得考虑的比刑警都还要仔细。虽然内心惊叹震撼无比，但徐长胜还是立刻反应过来，将刚摘下不久的微型耳麦戴上，在专用对讲频道上联系治安民警道：小何，这里是淮海刑侦大队，你现在是在方特欢乐世界的监控室是吧？我这里刚发现了关键性的线索，你马上调出摩天轮设施的监控，快速翻阅近3个小时内的画面，注意看下有没有跛脚女生，就是我先前和你们提的黄岩。立刻看下，如果有出现跛脚女生的身影，马上就和我说，我目前就快到方特了，如果有什么情。说到一半，徐长胜莫名停下了话语，更是突然睁大了眼睛，严肃道：确定吗，小何？你确定在1个半小时前，黄岩背着书包上了摩天轮，然后现在过去了这么久都没下来，至少监控中没看到他出来是吗？行，我知道了，小何，你就盯紧监控，其他人往摩天轮位置赶，先和园方沟通疏散无关群众，我最多5分钟就能到。记住，
如果没看到黄岩的话，就暂时不要轻举妄动。说完之后，徐长胜再度摘下耳麦，刚想要说些什么，苏明便再度开口道：魔都之眼由于高度足有160米，因此运行要1圈30分钟，所以黄岩现在至少已经做了3趟，甚至都没有从座舱出来过。但这对我们来说其实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魔都之眼是地标性建筑，更能看到大半个魔都，再加上方特欢乐世界是套房，买了当天就能无限次玩里面的各种设施，所以很经常就会有游客重复做魔都之眼。当然前提是没有其他的游客在排队，同时最关键的是每次运行完1圈回到座舱始发点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询问是否要继续乘坐。黄岩现在重复做3次，能判断至少在半小时前他的意识清醒，还并没有自杀。尽管不能排除过量服药或者过度注射毒品的情况，毕竟从张婉血液内检测出了毒品和阿片类药物残留，但最起码还有不小的机会，也要比我们最开始预想的结果要好，是吧，胜哥？苏明如此冷静的这番话，令原本有些焦急担忧的徐长胜迅速平静下来，颔首点头道：没错，目前还有机会。小明，等这起案件全部结束了，我必须要到邻居那里争取下，不管怎么着也得至少给你拿个3等功回来才行。警车还在公路疾驰，但距离方特欢乐世界已经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此刻被称为魔都之眼的摩天轮座舱内，穿着纯黑卫衣、纯黑裤子，就连脚上都穿着黑鞋的黄岩，用手肘抵在大腿撑着下巴，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他并没有像张婉一样选择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而是穿了即便沾上血迹都不会显眼的深色衣服。在座舱即将升到最高的时候，黄岩忽然回过神来，急忙从座位旁拿出一张照片。在照片中，面容明显稚嫩不少的黄岩坐在正中间，双手放在胸前比着爱心，而两边则是他的父母，两人将手高举围成爱心，把黄岩装在里面。由黄岩的父亲单手举着手机拍摄，显得有些别扭，并不好看。但这却是3人在摩天轮最高点留下的这6年来唯一一张全家福。黄岩再度看了照片一眼，而后立刻坐在相同的位置，竭力摆出一模一样的姿势，另一只手则拿着手机自拍。当摩天轮终于到最高点，咔嚓，手机自带的拍照声响起，黄岩立刻打开相册，看了眼刚刚拍出来的照片，仔细观察下，便能发现同样位置的照片其实远不止刚刚的那一张，也不止3张，而是有很多很多张。有的照片乌云密布，有的照片烈日高照，还有的照片小雨淅淅。其实在这些年中，黄岩都不知道独自一人来方特欢乐世界多少次了，也许数都数不清了吧。3秒后，脸上露出一抹怨恨和深藏失落的笑容，摇头自嘲道：哼，真是好笑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却竟然还想拍出3个人的合照。我竟然都快忘了，原来从5年前开始我就一直是一个人了。可我真的好想你们，陪陪我啊。黄岩声音从一开始的冰冷自嘲到后面带着明显的哭腔，2颗泪珠从眼角滑落，黄岩立刻用袖子擦拭掉，突然看到几滴沾染在衣袖的干涸血迹，脑中顿时回忆起那道无比沉闷的坠地声，以及那双渴求死亡的眼睛。黄岩的情绪瞬间低落，侧头看了下放在座椅角落那瓶已经喝掉一半却没有任何标签的不知名暗灰色液体，仰头看着天空，希望这样能不让自己眼泪流下，有些崩溃的自语道：别人说这是最痛苦的死法，只会给你后悔的时间，却不给你后悔的机会。但是为什么你们2个直到现在都还没让我后悔啊？为什么直到现在就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为什么连一句责骂都没有？为什么？警车还在公路疾驰，当前距离方特欢乐世界已经仅剩3公里。徐长胜细心地将警笛暂时关闭，以免刺激到黄岩不稳定的情绪，导致严重的后果发生。毕竟在以往的教训中，就有很多意图跳楼自杀的死者站在高楼边缘，自身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后，好不容易才平复情绪，结果突然听到警笛声后又会莫名的激动起来，极端的更是会直接跳楼自杀。现在要想彻底侦破这起坠楼案，挖出那名潜藏于黑暗中的幕后嫌疑人，黄岩就是最重要的人物，亦是接续案子后续线索的关键，必须要尽可能的保证其生命安全。警车停在欢乐世界的入口前，苏明和徐长胜2人立刻拉开车门快步走下，身上的刑警服早就脱下换成便装，根本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2人一路小跑到被称为魔都之眼的巨大摩天轮位置。此刻在2位先到的治安民警沟通下，足有数十位的工作人员已经是特地来到这里疏散劝返打算坐摩天轮的大量游客，所给出的理由皆是摩天轮出现安全隐患，需要半天时间进行维护检查。来到摩天轮的起始点，除了平时询问游客是否要下座舱的工作人员外，还站着另外2人。徐长胜看向这2名面容年轻、体型一胖一瘦，能明显看出气质和普通人不同的治安民警道：两位辛苦了，目前的大致情况怎么样？听到这个问题，2名治安民警彼此看了眼后，有体型较胖的那位出声解释道：不辛苦，徐队，配合你们刑侦队的工作本就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我们是在5分钟前来到这里，刚来就立刻让工作人员疏散群众了，后续并没有游客再上摩天轮。然后以监控视频来判断，目前黄岩进入的那个座舱应该在最高点位置，大概还需要15分钟的下降时间，届时工作人员会先问黄岩要不要再坐摩天轮了，如果他不坐了，那就等他走出座舱正常带离就可以了，可要是他还要坐的话，
那工作人员便会直接断电。等我们彻底将黄岩控制住后，再重新运行摩天轮。刚刚工作人员已经通过预留的电话，将待会短暂断电的事情通知给了在黄岩之后无法及时下来的游客。这个回答让徐长胜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拍了拍2位治安民警的肩膀，感谢道：“安排很妥当了，真是麻烦你们俩了。等这起案件彻底结束了，我届时肯定要和你们的所长好好聊聊，必须给你俩记上一功才行。”然后转头看向身旁观察摩天轮的苏明，颇为郑重的询问道：“怎么样，小明，刚刚的安排你觉得有什么遗漏地方吗？有没有什么别的意见？”“没意见，已经很详细了。”苏明摇了摇头，而后微皱眉头继续道：“我只是在想，潜藏的幕后黑手制造这起案子的目的是什么？张婉的背景很单纯，其实并没有多少什么价值可榨取，所以问题会不会出在黄岩身上？最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是想要害死黄岩，为了更快达到目的，所以就连带着把张婉害死了。那目的呢？2名初中生身上有什么犯罪嫌疑人需要的东西吗？亦或者是跟其父母有关系？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要打击黄岩父母的生意，所以策划了这起意识犯罪杀人，还是说就真是毫无目的毫无征兆的一起随机杀人而已？”这番话语令徐长胜愣了下，在头疼后续线索模糊，寻找真相依旧困难的同时，暗暗感叹苏明超前的逻辑思考量。这都还没确定黄岩情况，就开始考虑后续的可能作案动机了。如此天赋真是让人感到害怕。深吸一口气，徐长胜将所有的惊讶压下，同样抬头看着摩天轮，颇为自信道：“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必须要将其抓捕归案。但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等会要第一时间控制住黄岩。”无比漫长的15分钟缓缓过去，摩天轮周边的游客和群众都已经被工作人员劝返，在人流量众多的欢乐世界里，显得格外的古怪和特殊。嗡嗡嗡，摩天轮还在缓缓的运行中，但是苏明和徐长胜等人透过座舱的透明挡板都已经看到，全身都穿着黑衣服，眼眶微微泛红，明显哭过的黄岩。座舱距离出发点的距离已经只有不到10米的距离，穿着深绿色工作服的大叔明显是有些紧张，说话都有些结巴道：“那个你还做吗？这已经是第4趟了，我看你就下来吧，去玩玩其他的项目。”工作人员的话语将正处于失神发呆中的黄岩唤醒，而后看了看旁边的灰色瓶子，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为什么自己还这么清醒？网上不是说喝了这种药最慢1个小时就会中毒呕吐昏迷吗？然后即便被及时送往医院，都只能亲眼看着自己器官衰竭而死。这里已经有人排队很久都没能坐上了，你就下来吧。工作人员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再度把黄岩的思绪拉回，随即也只能收拾东西，有些沙哑道：“好，那我下。”还没说完，黄岩的声音便戛然而止，因为他刚刚收拾东西的时候，余光忽然瞥到等候处就连一个人都没，更别说有人已经排队很久了。同时黄岩微微抬起头，又看到起始处有好几个人等着，但视线却无比默契的都在他的身上。本就非常聪明的黄岩立刻便想到的什么，连忙重新坐回，内心莫名有些惊恐的喊道：“大叔，我还想再看看风景，真就最后一轮了。”刚说完，站在旁边双手背在身后的徐长胜便立刻打了个断电手势。工作人员立刻关闭电闸，下一秒 ，Doom。沉闷的机械摩擦声响起，高耸的摩天轮在此刻停下，庞大的魔都之眼于此时静止。断电停下的摩天轮，以及大步逼近的苏明和徐长胜等人，顿时刺激了黄岩的情绪，连忙慌张地从背包中掏出一把还有干涸血迹的水果刀，大喊道：“别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能这么快找到我，但你们不要再靠近了。”本想第一时间控制黄岩，尽快恢复摩天轮供电，以免造成其他游客恐慌的苏明等人，看到黄岩手中的水果刀后，立刻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不敢贸然上前。当然并不是怕被黄岩伤害，而是怕黄岩一时情绪激动自杀，到时候要是不小心割破动脉，只怕是送医院都来不及。徐长胜侧身小步向前，左手往下轻压，用着和善的声音道：“别紧张，别紧张，黄岩，我们是来帮助你的，而不是特地来抓你的，一切都还有挽回的机会。现在从座舱里出来，好吗？”徐长胜的劝说根本没任何作用，才刚趁机小走2步，黄岩便情绪无比激动地阻止道：“后退，给我后退！你们根本帮不了我，如果你能真想帮我的话，就让摩天轮运转起来可以吗？警察叔叔，求求你们了，让我再待1圈好吗？1圈就可以了。”黄岩的情绪无比激动，握着水果刀的手臂都在颤抖。这种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徐长胜绝对不会允许黄岩独自再做1圈摩天轮，因为很可能摩天轮的1圈之后，等到的就不是黄岩，而是一具毫无声息的尸体了。但这样耗着也不行，必须要尽快找个办法，让黄岩情绪稳定下来，或者自己走出座舱。此刻，一直没有说话的苏明眯着眼睛，认真思索2秒，仔细分析黄岩当前情绪以及眼圈泛红的可能原因后，颇为认真地拿起自己手机劝道：“黄岩，你的父母正在赶来路上，我觉得你就算真要做这种极端事情，最好也得见完你父母最后一面，把想说的话都说完后，再独自一人离开。而且，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能这么快地找到你？那还不是打你父母电话后，他们第一时间告诉我，这里是你最有可能在的地方。你觉得他们不关心你？那他们为什么能这么确定你会在这？”还不等苏明说完，黄岩便激动地打断后续话语，摇头释放着内心情绪道：“不可能，他们现在都没给我打电话，怎么可能会在赶来的路上？你别骗我了。”“骗我干嘛骗你？”苏明露出颇为不屑的表情，晃了晃手机道：“
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为了避免你的情绪过激，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我们特地交代你的父母不要联系你，交给警方处理就行。他们只需要放下手中工作，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来就可以。黄岩，你如果不信，我确实没有任何办法，但你可以好好想想，如果不是你爸妈说这个摩天轮是你们最后一次拍全家福，你肯定会来这里的地方，不然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你？警方也不会骗你这种小孩子。这手机里还有通话记录，我现在把手机递给你，锁屏密码2580，甚至为了写案件卷宗，通话都有录音，等会你自己听下就行。这番话令黄岩明显有一阵失神，内心更是彻底动摇起来。是啊，如果不是爸妈和警察说自己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找到，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爸妈之所以一直没打电话，这也是警方特地要求，怕影响自己情绪的吗？黄岩在脑中不断地询问着自己，殊不知早已被苏明带入专门给其挖的陷阱之中，利用黄岩在这段时间内大概率有服用毒品和阿片类药物的细节，抓住其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短时间大幅度下降的漏洞，引导灌输给黄岩。警方能这么快找到他，肯定是通过其父母帮忙的念头，以此来证明黄岩的父母依旧很重视他，甚至连他可能去哪里都知道。利用这种纯粹的心理暗示和反正常逻辑，将黄岩紧绷的情绪舒缓，并且利用要给手机证明这件事逐步靠近黄岩。站在后方的徐长胜则是暗暗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满是震撼和不敢相信，因为刚刚苏明所说的话语完全就是心理和意识暗示手段。最关键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编造出这么好的暗示手段，比起那些心理医生都不遑多让了，更别说拿警方这个名头撒起谎来，脸上表情都毫无变化。这简直得亏苏明现在是刑警，不然单凭这种心理素质和手段，不说是大逃犯，最起码得抓去提前备案。此刻黄岩还在不断反问自己的时候，苏明竟已经是走到了座舱旁，轻轻敲了敲座舱门，将外面的门锁打开，颇为认真的开口道：来，我已经把外面的门锁开了，你再把里面的门锁拧开，然后门打开一点点就行，我到时就把手机递给你，看通话记录就知道有没有骗你了，就只需要开一点点门口。你又有水果刀，总是不用担心了吧？黄岩立刻反应过来，看了眼带着淡笑的苏明，随即挪了挪身子，将摩天轮座舱里面的门锁打开，一只手轻轻推开点门，另一只手依旧握着水果刀。就在黄岩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苏明突然将手机往回缩一点，好似想起什么般，带着温和的笑意道：等等，突然想起来，我有件事要问下。黄岩同学，你最近是很喜欢蓝鲸吗？还是要去哪个海边看蓝鲸啊？我发现你和张婉同学两人最近都很关注蓝鲸，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有点好奇这件事，你回答下，就算这次我帮你的交换。看着近在咫尺却被苏明刻意把控距离的手机，黄岩轻咬着下嘴唇，屁股又挪了几分，让自己更靠近座舱门，内心想要拿手机的欲望更强了，有些焦急道：不是喜欢，是游戏，我们最近在玩一个叫做蓝鲸游戏的东西。听到蓝鲸游戏这4个字，苏明的眼神骤然凌厉几分，而后刻意将手机往下放了放。就在黄岩握住一半手机，准备将手机拿走的时候，忽然毫无征兆地问道：对了，黄岩，你还记不记得我说的锁屏密码多少吗？苏明这突然询问，令注意力全在手机的黄岩愣了下，潜意识地露出迷茫神情，回忆起那4位锁屏密码。而就在黄岩陷入发呆状态，自身警戒性明显降低的这时，苏明完全没有丝毫迟疑，立刻伸出右脚卡住舱门，整个人迅速往舱内挤。原本拿着手机的左手则是立刻松开，径直抓向黄岩握有刀子的右手腕，空出来的右手则是随时准备防止黄岩做出更为极端的事情来。苏明如此突然的动作令还在发呆黄岩根本没反应过来，而当他终于下意识准备挥舞水果刀的时候，手腕却传来无法承受的剧痛，沾有干涸血迹的水果刀随之掉到座舱。苏明立刻用左脚踩住水果刀，用身体重量进一步限制黄岩的动作。这突然的控制行动令黄岩情绪更为激动，用力挣扎着大喊道：啊，疼，放开，快放开我！但这挣扎根本没有任何用处，无论是力量、技巧或者体型，两人都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更何况由于长时间处于精神紧张，再加上服用药物和毒品的情况，更是令黄岩一点反抗能力没有。站在后面的徐长胜立刻上前，急忙询问道：小明，怎么样？控制住了吗？你有没有受伤？像这种控制犯罪嫌疑人或者意图自杀的寻死人员行为，警察极其容易被误伤，甚至也曾出现过被带着坠楼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况。所以徐长胜第一时间也是关心起苏明的情况如何，并没有立刻回答徐长胜。苏明看向情绪依旧不稳定的黄岩，但已经不再或者说没办法挣扎的黄岩，从腰间掏出手铐，由于这里是摩天轮座舱，所以干脆就先将黄岩的右手和自己左手铐起来，随即呼出一口浊气，用着温和的语气劝道：好了，放轻松，黄岩同学，刚刚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所以才用这种强制手段，希望你后面能好好配合，别做这么极端的事情了，那样对我们都好。说完之后，苏明转头看向身后的徐长胜，摇了摇和黄岩铐在一起的左手，颇为轻松地笑了笑道：没受伤，胜哥，由于刚刚情况紧急，所以我也就贸然。徐长胜摆了摆手，示意苏明不用解释什么，随即看向旁边的黄岩道：黄岩同学，今天早上在树德中学发现了一起意外坠楼案，我们在里面发现。还不等徐长胜说完，左手紧握着手机的黄岩便眼神无光地盯着苏明，哽咽质问道：所以你刚刚都是在骗了我吗？我爸妈其实根本就没有。
也从来都没有找我，他们依旧忙着所谓的工作，更别说告诉你们我在这里了。你是在骗我，你从一开始就都是在骗我。看着黄岩那失望的眼神，以及感受到其即将崩溃的情绪，苏明不由得长叹一声，将其紧握的手机抽出，也没有刻意解释说些什么，直接拨通最上面的那个电话，打开扬声器，刚接通，甚至第一声的等待忙音都没响起，电话便被立刻接起，一道焦急的中年男声随即响起：苏警官，苏警官，您找到小妍了吗？您是找到小妍了吗？一听到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黄岩立刻瞪大了眼睛，情绪更是肉眼可见的稳定下来。见到苏明没有立刻回应，这道中年男声立刻慌张起来：苏警官，您快回答下，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可没有打小妍的电话，也不敢打电话影响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小妍她不会是……就在此时，电话中忽然传来另一道沙哑、愤怒、癫狂的女性咆哮声：姓黄的，1年前小妍出车祸时候，我就说别管公司了，结果你和我说现在是公司关键时期，再干2年就退休，到时赚的钱就算小妍因为腿的问题不能工作也够花一辈子，结果每天到处跑，1年回不了家几次，这公司老子不干了，你自己去找其他人。还有如果小妍出啥事了，这日子你他娘的也别想过了。这道咆哮声，苏明已然猜出是黄岩的母亲，侧头看向座椅上的黄岩，发现其正呆滞地看着前面，眼眶中却微微蒙上一层水雾。苏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终于是出声回应道：找到了，现在我就在黄岩的身边，你们要和他说话吗？将手机递到黄岩面前，看着手机屏幕中显示的熟悉号码，黄岩张了张嘴，似乎有很多想说，但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余光看向座椅角落的灰色瓶子，对着苏明摇了摇头，示意不想说话。苏明并不在意，将手机从黄岩面前拿起道：你们女儿目前不想说话，对了，你们不用来方特欢乐世界了，直接去淮海刑侦大队吧，我们现在要把黄岩带到大队了，有一起案件需要他的协助，至于具体情况和问题，等你们到刑侦大队再说吧。行了，就这样。说完之后，苏明便毫不迟疑地挂断电话，看着双眼有些呆滞黄岩解释道：是的，我刚刚骗了你，你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欢乐世界，这是我通过线索推断出来的结果。不过你父母对你的担心，我并没有欺骗你，没打你电话也是我们刻意要求，避免引起未知后果。这种未成年的案件，按照规程必须要通知其监护人，所以在前来欢乐世界路上的时候，苏明自然也早就已经和黄岩的父母有所沟通，所以在刚刚让黄岩放松警惕的话语中，勉强也算是真假参半了。将手机放回口袋，苏明轻轻摇了摇手铐，让正发呆的黄岩回过神来，示意道：行了，这下知道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了吧？不要再寻死寻活了，把问题说清楚那就可以了。至于他们为何沉迷赚钱，缺乏给你陪伴的事情，到时候你们自己一家人以后再好好沟通吧。现在先回警局，有关于蓝鲸游戏的事情需要你全部都说一下。苏明这番话中的以后2个字彻底挑动了黄岩的神经，眼眶中的水雾终于绷不住了，化作颗颗泪滴滑落脸颊，呆滞沙哑道：以后吗？可我没有以后了，就算我现在就开始后悔，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这满是后悔的低落话语，令苏明和站在后面的徐长胜都有些诧异。顺着黄岩有些呆滞的目光看去，一瓶没有标签的深灰色瓶子出现在视线中，里面的液体已经只剩下不到一半，再加上刚刚黄岩说的那句话，即便是现在开始后悔，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立刻便让苏明和徐长胜2人想到了某种致死率近乎于100%的农药，那就是百草枯。在整个龙国的记录中，百草枯不仅是致死率最高，更是致死人数最多的农药，屡次被用于刑事案件，特别是自杀的情况中。毫不夸张地说，其他农药毒死的人合起来，怕是都没有百草枯的一半。因为只要55毫升的百草枯，就已经有50%左右的死亡率了。要是喝超过50毫升，那基本可以宣布没有救治的必要了。最恐怖的是，而且还能通过皮肤薄膜吸收，并非一定需要服用才可以。所以曾经就出现过不少不经过刚打过百草枯的荒地，导致农药中毒的情况发生。再说百草枯致死率之所以这么高，乃是由于它并不像其他农药那般喝下去就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各种呕血、头晕、昏迷等。刚喝下百草枯的时候，基本不会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过了几天后，则就开始全身免疫系统崩坏，各个器官会逐渐衰竭，但依旧还无法致死，病人还有极其清醒的意识。再过一段时间，肺部开始不可逆纤维化，难以呼吸带来的痛苦，以及病床旁越来越多的家属，令病人开始无比的后悔，恳求医生尽力救自己，但却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病人只能眼睁睁等待着窒息而死，而且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在网络上面专门有一句这样形容他的话语：百草枯会给你后悔的时间，但却不会给你后悔的机会。所以由于越来越多人喝百草枯自杀，国家在2016年就禁止出售百草枯了。发明出百草枯的院士更是被众多用百草枯自杀的死者家属辱骂，承受着无妄之灾，最后也只能公开表示，百草枯卖了多少年，他就愧疚了多少年。但他也没想到，一个除草用的特殊药物会有人往嘴里灌。百草枯的毒性可谓是极为恐怖，而现在角落瓶子中的液体已经只剩下不到一半，若真是百草枯的话，那根本就没有任何挽回余地了，死亡不过只是时间问题。徐长胜立刻严肃地看向黄岩，无比认真道：黄岩，你立刻告诉我，这瓶子里的东西是不是百草枯？你是从什么地方拿到的这瓶禁售农药？是不是给你毒品的那个人？很明显，
已经禁售的农药出现在魔都，并且黄岩还喝了一半。徐长胜立刻就联想到，这瓶百草枯会不会是潜藏于幕后的那名嫌疑人和毒品一起交给黄岩的？见到神色严肃的徐长胜，黄岩不禁有些害怕，缩了下脖子，轻轻点了点头，回答道：“是百草枯，但我不知道警官你说的给我毒品是什么意思？没人给我毒品啊，而且我这瓶百草枯是在家附近的盆栽花店里买的，我就是网上查到了，喝了这种药就肯定会死，没有后悔的机会，所以才去花店里问了下，没想到刚好就有。”话音落下，原本紧张的徐长胜顿时舒了口气，看向身旁的苏明，摇了摇头，庆幸道：“魔都市区没人种地，那些花店也绝对不敢进百草枯，被查出来就是巨额罚款，再加吊销执照。所以我估计这瓶子里应该不是百草枯，可能是其他东西了。先带回警局吧，这瓶东西也得带回去，让技术科的抓紧化验一下。”苏明颇为同意的点了点头，再度摇了摇手铐，淡笑道：“黄岩，看来你的运气不错，大概率是还能有后悔的机会了。不过能后悔的前提是配合我们警察的工作，等会不要有任何的隐瞒。走吧，你父母也在去警局路上了，用不着在摩天轮继续怀念了。”虽然目前黄岩情绪稳定，但苏明可不敢解开手铐，到时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怕是后悔都来不及。而且在这种公共场合，周边游客众多的地方，肯定是不适合审讯，尽早将其带回淮海刑侦大队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而在得知父母正赶来，并且瓶子里肯定不是百草枯后，黄岩的心情明显是好了很多，点了点头，缓缓站起，低着头跟在苏明身后。警车一路疾驰，带着黄岩来到了淮海刑侦大队。苏明和徐长胜两人并没有着急审讯黄岩，而是在会议室内整理商讨起了有关的线索情报。因为关于这起校园坠楼案幕后的嫌疑人线索，目前近乎一片空白，但是又有很多其他的杂乱线索，必须要仔细筛选，尽可能等会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挖出来。在两人交换意见后，徐长胜紧皱眉头，轻敲着桌面，有些疑惑地看向苏明问道：“蓝鲸游戏？按照黄岩的意思，他和张婉是在玩某种最终会引导自杀的特殊游戏。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黄岩就是我们唯一的切入点，希望能找到有用的线索吧。不然的话，这所谓的蓝鲸游戏，怕是问题会越来越……”还不等徐长胜说完，王虎便直接大步走进会议室，掏出份检测报告，一边递给徐长胜，一边对苏明挤眉弄眼道：“胜哥，报告出来了，按照我们技术科的检测，那瓶子中的液体是止咳糖浆，并不是百草枯。同时，沈凌法医也分析出了死者张婉血液内的毒品并不是单一的毒品，而是多种纯度极高的毒品混合，但其中至少有海洛因、冰毒、K 粉这3类常见毒品。最后，黄岩目前情绪稳定，他的父母也到大队了，但为避免串供等情况发生，暂时没有让他们一家见面。”听到这里，徐长胜点了点头，接过王虎手中的报告，看向苏明，站起示意道：“走吧，小明，一起去审审黄岩，让我们看下这起代号为蓝鲸游戏的案件，幕后凶手究竟会有多么的谨慎。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大致细节，但是从潜藏中的那个犯罪嫌疑人能用意识控制的犯罪方式，以所谓的游戏让受害人自杀，就足以看出这名嫌疑人的犯罪智商之高，跟那些随随便便就能侦破的案件不一样。而目前唯一的突破口，便是从黄岩身上得出更有用的线索才行了。由于案件的严重性在飞速上升，苏明和徐长胜两人也没再去耽搁什么，带着必要的各项东西便走进了审讯室。此刻，黄岩正低头安静地坐在审讯椅上，情绪明显是稳定不少，但双手依旧系着绳扣。因为刚回到刑侦大队的时候，技术科人员便带黄岩先去抽了血，确定体内有毒品和阿片类药物残留，成分和张婉体内的血液并无不同。现在看似情绪状态稳定，可若下一秒毒瘾发作，做出什么样的极端事情都不奇怪。在坐到审讯桌前，苏明先是走到黄岩面前，敲了敲审讯椅，让正安静坐着发呆的黄岩清醒回过神来，而后又走到审讯室后面，将早已摆放好的摄像机打开，看向有些疲倦的黄岩，缓声解释道：“但由于这起案子定性很重，以免有其他因素干扰审讯，所以在得到你父母的许可和授权后，他们这次并不会来到审讯室陪你。不过，说到这里，苏明指了指顶上的审讯室监控道：不过他们会通过监控一直看着你，也是另一种的变相监视我们警方，以此确定我们没有通过诱导和威逼的手段出现强行让你认罪认罚的情况发生。然后等到这次审讯结束，如果没啥大问题，可以安排你们一家见面聊天，甚至是在警局一起吃顿饭，但前提一定是你要配合我们，不要掺杂任何虚假，更不要撒谎，知道了吗？”苏明按规章制度说完这番话后，看到黄岩虽然没有回答，但却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回应，随即坐到徐长胜的身旁，缓声道：“胜哥，目前黄岩的精神状态没问题，可以开始了。”徐长胜没有任何犹豫，直视着对面有些紧张的黄岩，颇为严肃地开口道：“先将繁琐的身份确认过程跳过吧。黄岩，我后面问的每一件事都很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隐瞒，更不要试图蒙混过关。首先，昨天晚上12点左右，你应该是和张婉在一起吧？”“是，我是和小婉在一起。”黄岩先是有些紧张的点点头，而后又连忙开口回答：“虽然按照目前的线索，这个线索和情况基本能够确定了，但为了后续的案卷和审判，必要的线索确认还是需要。”紧接着，徐长胜后续的相关问题便随之抛出了：“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在现场吗？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
详细描述下当时的情况和过程。尽管不抱啥期待，但徐长胜还是希望除了黄岩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就是最终的幕后黑手也在现场。那样的话，案件的侦破难度无疑就会轻松不少了。由于长时间没有休息，黄岩显得有些疲惫，摇了摇头，沙哑回答道：没，昨天就我和小婉2个人。那天晚上12点，我按照和小婉的约定，悄悄通过小道回到学校，一起去了废弃教学楼，然后我们就用餐不垫着坐在天台上，拿出特地带来的各种零食一起吃，还有不停的聊天。说到这里，苏明忽然打断黄岩话语，问出一个关键性的事情：一起吃零食和聊天。那时候张婉，或者说你们2个人有没有害怕情绪？要知道，如果从那么高的楼摔下去，先不说会不会死，至少也会半身不遂，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很明显，苏明要通过这个问题来确定张婉和黄岩2人的精神状态，判断幕后的那名凶手究竟是将意识控制到何种程度。似乎很不想回忆自己那已经离去的最好朋友。黄岩沉默数秒，先是摇了摇头，而后又点了点头，回答道：小婉不怕，她半点都不怕，就连会不会半身不遂这种事，小婉都没有去考虑半点，因为她特地交代我了，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的话，让我帮她最后的一个忙。听到这里，苏明已经是能够确定张婉被意识控制的程度比起黄岩都要深不少，这可能与其的悲惨遭遇有密切关系。自从奶奶去世后，确实就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似乎真没多少人会关心他了，即便死了，也将会很快的被人所遗忘。徐长胜双掌并拢叠成3角，右手食指轻点着左手背，颇为认真严肃地继续道：所以左手腕的那个伤口就是你割开的吗？黄岩依旧点了点头，而后眼眶中蓄起泪光，似乎不愿再回忆般抓着头发，低声道：是我，可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还不等黄岩说完，苏明便毫不犹豫地打断其后续话语，面无表情地冷冽道：不，这可不是解脱，而是变成了他人行凶的工具。如果现在黄岩依旧沉迷于死后就能变成蓝鲸获得自由的潜意识中，这对案件而言根本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黄岩极可能会由于张婉获得所谓自由的缘故，而去选择维护制造出蓝鲸游戏的幕后嫌疑人。即便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让黄岩认清现实，明白张婉是被人害死，而非自己选择的坠楼自杀，对于案件侦破也更有利，因为这样能够将黄岩拉到警方阵营来。而黄岩心中若抱着为好友找出真凶报仇的想法，那无论是在提供线索的准确度和主动性上面，那绝对会比现在要强上数倍不止。就像是那些被人举报导致双规的高官，在审讯时会毫不犹豫，为了报复和减刑，同样举报出众多屁股也不干净的官员，这都是利用嫌疑人的报复心理。如此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可信度无疑能近乎于100%，所以苏明必须趁此机会切入话题，直接让黄岩看清张婉并非自杀，而是蓄谋的凶杀。坐在旁边的徐长胜亦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并没有出声打断苏明。在他看来，不管从什么角度入手，关键都是将真相找出来。况且从最近的表现来看，苏明在破案上确实有恐怖的天赋。此刻苏明的严肃话语令黄岩陷入了呆滞震惊中，足足数秒才回过神，紧盯着苏明双眼，似乎要看出欺骗自己的证据。但发现苏明眼神坚定的不曾偏移后，顿时便有些慌张的不停摇头，露出讨好般的勉强笑容道：苏警官，我知道多亏了您，才让我有了以后的可能，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但是您也不能骗我啊！虽然我知道死后变成蓝鲸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也只是我和小婉内心的愿望罢了。而您刚刚说的某个人用来犯罪的工具是……看着黄岩全力扯出来的讨好笑容，以及那种渴求自己收回刚刚话的眼神，苏明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随即轻点着桌面，无比认真地盯着黄岩回答道：我说的就是字面意思。张婉同学的遭遇虽然悲惨，令其心灵也受到了巨大打击，但很大概率还没到自杀的程度。可这所谓的蓝鲸游戏，则是让他的自杀情绪在短短15天内就达到了巅峰，直至坠楼身亡。说到这里，苏明从桌面拿起一份血液检测报告，缓步走到黄岩面前，将血液报告放在桌面上，继续道：这份报告是张婉的血液检测报告，我们大队的技术人员从里面检测出了众多毒品和止疼类药物的残留，而我不认为一位也不混社会的初中女生有地方拿这些违禁品，所以张婉并非自杀坠楼，而是被人诱导坠楼。这么说你懂了吗？这一刻黄岩顿时就呆住了，低头看着桌面的检测报告，眼球更是颤动不停，就连双手都因愤怒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抬头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却根本说不出口。这个消息对现在的黄岩而言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数秒后，黄岩露出牵强的笑容，用着恳求的语气看着苏明道：可是苏警官不对啊，蓝鲸游戏始终都没有让我们自杀，就连昨天晚上都是小婉自己提出来的，这会不会有点问题？小婉怎么会是被害死的？对于黄岩而言，他能够接受张婉是自杀，为了离开这个垃圾的世界，向往内心的自由而离开，但他不能接受，真的完全无法接受，张婉其实是被人害死，就连内心的自由梦想都是凶手编造出来特地犯罪的手段而已。苏明将桌面上的检测报告收起，双手撑在审讯椅上，从上而下俯视着黄岩，眼神无比凌厉坚定地直视着他，不容置疑道：不需要直接提让你们自杀的要求，或者说如果会直接提这种要求的话，那所谓的蓝鲸游戏反倒是低级犯罪手段，后续案件也会轻松不少。其实要让你们放弃希望自杀，只需要不断在脑中暗示蓝鲸才是这世界最自由的生物，最完美的生物，
而死亡就可以变成蓝鲸。同时，再用毒品和药物引导，让你们在完成所谓游戏的时候，始终能保持愉悦的快乐状态，以及被药物压制下去的自残疼痛。对了，黄岩，你现在能不能把手臂袖子拉开，给我看下？根本没有丝毫迟疑。虽然双手被铐着不方便，但黄岩却用牙齿咬着衣袖往上拉，明显是无比迫切的想要结果。知道自己最好的朋友究竟是幸福的自杀，还是纯粹被人引导的绝望，黄岩挣扎的才拉起一只衣袖，苏明便看到其手臂上都还未出现疤痕的自残伤口，随即敲了敲审讯一挑眉道：好了，不用再拉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所谓的蓝鲸游戏是否有说过这样类似的一句话：你们在自残身体的时候，非但不会感到疼，反而会有种兴奋、自由、梦幻的感觉。因为每自残一次身体，你们都在与蓝鲸靠近，能感受到遨游于大海的梦幻自由。很明显，这起其他警察看起来也许会无比新奇的意识控制犯罪，但经验丰富的苏明并没有感到多少的陌生，反而是非常的熟悉，甚至都猜出了大致的控制手法和话术如何。而听到苏明这番话的黄岩，则是陷入了震惊中，眼神复杂的盯着苏明，数次张了张嘴，才终于开口道：苏警官，您怎么会知道我们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蓝鲸游戏的事情啊？难道真的就和您说的那样？说完，黄岩没有说完这句话，但苏明却已经明白其中意思，用着坚定的目光直视着黄岩，首次露出一抹温和淡笑道：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们才是站在统一战线的人，所以接下来我需要得到你的全力配合，必须找出真正害死张婉的凶手。苏明刻意透露的消息，对当前的黄岩而言，无疑是不敢想象的晴天霹雳。他从未想到，原来自己最好的朋友张婉生前遭遇了那么多的悲惨和抛弃，结果就连离开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都并非是要彻底摆脱这个狗屎的世界，自身强烈希望的自由，而是被人诱导欺骗，最终短短15天就丢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黄岩无法抑制地设想起来，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蓝鲸游戏，是否就张婉根本不会走那个极端，也许会因各种悲惨遭遇伤心沉默一段时间，但最终依旧还是会擦干眼泪，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那样的话，他们两个人还能聊天，还能一起追星，还能一起在废弃楼天台吃零食。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张婉永远也成不了蓝鲸，因为这根本就是虚假的洗脑诱骗。安静悚然的殡仪馆依旧存放着他的尸体。想到这里，原本满是震惊的黄岩，眼神中顿时腾起无法言说的愤怒和坚定，更是闪烁着为自己闺蜜心疼的点点泪光。随即看向面前的苏明和徐长胜，竟是主动讲述起关于蓝鲸游戏的事情。这个所谓蓝鲸游戏，并不是我和小婉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而是在大约1个月前，突然莫名发到我邮箱里面的游戏邀请函。我还记得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抱怨发生在身上的不公，那就来参与这款蓝鲸游戏吧，它能让你毫无痛苦地迎来新生，成为一只能遨游于深海自由自在的蓝鲸。然后还有一段附加视频，细节我有些记不清了，但大概是一名遭受校园暴力的外国初中女学生选择参与了蓝鲸游戏，在完成众多的前置游戏后，选择在高楼仰面跃下，手臂还有不少自残留下的伤口，然后没让我们看到坠楼结果，画面就变成了深海中遨游的一只蓝鲸。在那只蓝鲸巨大的鱼鳍上面，竟然出现了和那名外国初中女学生相差无几的伤口形状。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蓝鲸游戏的过程，也是他发来的特殊邀请函。同时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邮件来进行交流。对了，那些邮件我都没删，你们让我登录下，应该还能够看到。听到这里，苏明顿时就好奇起了那些邮件，随即毫不犹豫翻开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双击企鹅聊天软件，不容置疑道：把你的邮箱账号和密码说下，由我来登录。没有让黄岩自己登录，这是为了防止黄岩做出类似于趁机删除邮件的情况发生。虽然目前站在同一阵线，但身为刑警应有的警惕绝不能少半分。30秒后，苏明已经通过黄岩念出账号密码，成功登录了邮箱，直接打开收件箱，将时间选择到1个月前。一封标题为淡蓝色，还附带了蓝鲸图案的邮件出现在苏明面前，将笔记本放到自己和徐长胜面前，将这封所谓的游戏邀请函打开，里面的具体内容跟黄岩所说的相差无几，全部都是用摆脱痛苦、远离苦难、获得新生、永远自由等等话术，就是要利用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的特点，用这种话术来进行引诱和控制。将文字浏览完毕后，苏明打开了邮件附带的视频，开头便是一名金发的外国初中女生被人用可乐浇头堵在厕所里的画面。在视频中，遭受校园暴力后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显得格外无力的女生意外收到了一个信封，上面用英文写着蓝鲸游戏4个字，然后便是按照后续信封中的指令进行自残、服药、熬夜等等行为，最终仰面跳楼而下，姿势跟张婉的姿势近乎于一模一样。没给出死亡画面，镜头便转到了海洋的某只蓝鲸身上，巨大鱼鳍上的伤痕确实跟金发初中女生的伤口相差无几。看完这份视频后，令徐长胜不由得皱起眉头，轻敲着桌面皱眉道：太假了，真是漏洞百出，这个视频估计也只能骗出高中生了。先不说内容如何，单单问一句，谁能拍摄到那些视频？谁能恰好拍到那么多的校园暴力以及信封沟通的视频？不过虽然在我们看来漏洞百出，但在那些叛逆的初中生眼里，怕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吧。不过会邮件来联系，那说明犯罪嫌疑人有很大可能在国内，不敢直接用实时交流软件，因为虽然邮件联系的隐蔽性很强，不容易暴露并且难以追查，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执法权，
他也就没必要大费周章的用邮箱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了，在国内就有把他抓住的机会。苏明赞同的点了点头，通过鼠标滚轮快速浏览邮件标题，希望以此来大致了解犯罪嫌疑人所用的意识控制手法。但仅仅才浏览一遍，苏明就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那就是黄岩和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沟通邮件日期全部都是在最近的15天内。从收到这封邮件到两人开始交流的那10多天时间里，根本没有任何的沟通。这是为什么？已经把沟通邮件删掉了吗？不对，黄岩根本没必要删掉邮件，因为他父母不够关心的缘故。先前黄岩确实打算自杀，甚至还特地买了百草枯，不仅是看自己会不会后悔，同样也是要看父母会不会后悔。最后侥幸百草枯是假的，和父母之间的误会也解开了。那这空白的15天，乃是黄岩根本就没有联系犯罪嫌疑人吗？回想一下，根据黄岩和张婉两人的前班主任刘燕所说，早在1个月前，黄岩就曾在特地企鹅上问过他，人在死后是否能变成念念不忘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变成蓝鲸无忧无虑的遨游，不用再忍受跛脚的痛苦。之所以会问刘燕，很可能是由于除了父母之外，刘燕便是黄岩为数不多能从身上感受到温暖的大人了。现在认真想想，跛脚其实并非黄岩内心最大的痛，反而是父母的不关心才是其打算自杀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先前查看其手机相册的时候，发现即便在跛脚的时候，黄岩也曾独自去方特欢乐世界的摩天轮。15岁的女生特地跟父母较着劲，并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内心想法。那所谓的跛脚自杀，无非就是黄岩用来掩盖自身想法的方式。正因如此，这个蓝鲸游戏中的自由轻松，其实根本就无法让黄岩有多少的触动，所以才15天没有回复犯罪嫌疑人。同时，为何在15天后突然就开始邮件联系了起来？这说明肯定是有他人的因素存在，而这个人大概率就是张婉。在近期的15天内，张婉频繁提起蓝鲸，并且变得嗜睡，个人状态差。黄岩亦是在最近15天才和幕后的犯罪嫌疑人有所联系。这所有的推断都指向了一种可能：张婉也收到了蓝鲸游戏邀请函。同时，这并非是黄岩告知他蓝鲸游戏这件事，反而是由张婉告知给黄岩，并且还带上了黄岩一起。最关键的一点是，能精准的给张婉和黄岩这两闺蜜发邮件，这基本能排除了随机杀人的可能了。更能大胆的猜测，幕后黑手很可能就在身边。通过邮件的日期以及先前积累的众多可疑线索，苏明立刻便将犯罪嫌疑人的范围缩小到2名受害者身边，至少是了解张婉和黄岩两人情况。否则的话，如果是随机杀人的情况，还能如此精准的给两人都发游戏邀请邮件的可能性，实在是几乎于不可能。唯有熟人才有做出这起案子的机会，但目前还只是推断，必须要进一步的将其证实才可以。想到这里，苏明随即看向对面的黄岩，颇为认严肃的问道：黄岩，我这里有件事需要问你，张婉是从哪里得到的蓝鲸游戏邀请？是不是你告诉他这件事，还是什么其他途径？这个问题令坐在旁边的徐长胜有些不解地挑了挑眉，因为在先前的复盘和推断中，由于黄岩1个月前就知道了蓝鲸游戏，而张婉是在近期15天左右才开始重复提起蓝鲸这个词，所以两人都默认这个蓝鲸游戏其实是由黄岩告知给张婉。但现在苏明似乎又有了别的发现。当前无比想抓到幕后凶手的黄岩听到苏明的这个问题后，顿时愣了下，连忙摇头道：不是我告诉小婉这个游戏的，当初我收到游戏邀请之后，只是单纯简单看了下而已，并没有参与这个游戏的想法。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要的并不是自由，更不是所谓新生。至于小婉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这个游戏，我具体不是特别清楚，只记得小婉有天非常激动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她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能够让她摆脱当前痛苦的境地，脑中浮现出自由以及轻飘飘的舒适感。在试验过一次后，才特地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也加入这个游戏。听到这里，徐长胜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转头看了眼苏明，而后又连忙看向黄岩问道：所以这个蓝鲸游戏并非你带张婉开始，反倒是张婉率先按照指示提前玩过其中一个游戏后，觉得确实有作用才带你一起，是这样吗？黄岩并没有回答，而是用力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一刻，徐长胜用力嘬了下牙花子，转头看向苏明感慨道：小明，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怎么看出来线索的？原本我们都推断了是黄岩收到邀请带张婉开始这个蓝鲸游戏，结果这才没多久你就得到了线索，直接推翻这个判断了。不过说起来，你的这个发现倒是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先前我问过树德中学的张副校长，确定除了黄岩和张婉两人以外，其他人并没有收到过蓝鲸游戏的邀请。这么精准的投送邮件，而且能判断出黄岩和张婉有受这个游戏影响的可能，明显是周边熟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最大，已经排除随机犯罪了，而且抓不到罪犯的可能性要因此增加不少了。至于张婉所谓的轻飘飘和摆脱痛苦的感觉，基本能确定这是服用毒品和阿片类药物的缘故了。苏明赞同的点了点头。根据张婉血液中的化验结果来看，主要存在高纯度的海洛因、冰毒、K 粉这3类毒品，而这3类毒品的作用各不相同。海洛因能让意识和肉体分离，使得人格解体，伤害神经，所以张婉才会有变成蓝鲸的意识出现。冰毒则是能让人兴奋，精神处于愉悦状态，因此张婉才说遗忘了所经历的痛苦。至于 K 粉，会损害人体的记忆和思维能力，更可能出现精神分裂，这令幕后黑手能够更好的控制张婉。可以说，为了实施这起意识犯罪，幕后黑手
可谓是筹备颇为齐全。至少单说凑齐高纯度的这3种毒品，就是极其不易的事情。不过，虽然目前能确定凶手就在周围，但有用的线索还是太少了。单凭这些细碎线索，根本就没办法确定犯罪嫌疑人，必须要进一步获得更多的线索才可以。苏明暂时将笔记本电脑合上，准备等审讯结束了，再慢慢浏览具体的邮件内容。随即抬头看向黄岩，示意道：“继续说吧，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黄岩乖巧地点了点头，随即继续讲述道：“虽然我原本没对这个蓝鲸游戏感兴趣，但是小婉说它很有用，所以我就决定参加这个游戏了。因为好奇究竟有没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在我回复10多天前的邀请邮件后，没过多久，蓝鲸游戏就发出第一个的游戏内容。我还记得里面的内容大致是让我去一个老街小巷的地方，找一个人领30颗的美梦糖果，说是在每天进行任务前都要吃1颗美梦糖果，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原本那种老街小巷我有点害怕不敢去，但小婉却说她已经去过了，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而且糖果很甜很好吃，真像说的那样可以做美梦，所以我就去那个老街小巷了。苏明轻敲着桌面，打断黄岩的话语问道：“老街小巷？你还记得那个小巷叫什么名字吗？那个人有什么特征吗？或者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东西吗？”黄岩皱着眉头，尽力回忆数秒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记得了，因为自从那天开始，我感觉自己的记性就变差了，很多当天发生的事情都有些记不清了。”这个回答并没让苏明和徐长胜感到意外，仅仅只是有些可惜，因为从那天开始黄岩就服用毒品了。虽然只是口服吸收的效率比不上烫吸、注射以及开天窗，但架不住纯度高，足以让黄岩同样陷入毒品副作用中，记忆力变成自然也是正常的结果了。此刻正尽力回忆的黄岩好似想起了什么，忽然抬头道：“对了，我突然记起来当天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在我从那个人手中领了30颗糖果之后，有位很瘦又很黑的中年人连滚带爬地抱住那个人小腿，好像还在一直大喊着：狗哥，狗哥，先给我一口，先给我一口，后面肯定会给钱，后面肯定会给钱。”这一刻，苏明和徐长胜两人都是不约而同地愣了下，眼神更是顿时凌厉敏锐起来。狗哥是瘦狗吗？黄岩突然提到狗哥这个外号，再加上在他的印象中，明显看状态大概率是瘾君子的人，对这所谓的狗哥祈求给一口，顿时便让苏明和徐长胜神情严肃起来，更是第一时间想到前几天抓到的瘦狗，因为黄岩乃是去这个地方拿凶手提供的特殊毒品，那很明显，这所谓的给一口就绝对不是给口饭这种事，而是给他吸一口毒品。有着狗哥的外号，而且能被瘾君子这样跪求，那大概率在魔都毒品圈子里有不小的名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前几天在意外发现3名 A 级逃犯的案件中所抓获到的瘦狗。毕竟以瘦狗敢和不相熟的人做这么大量的毒品交易，抓到就可能领1颗花生米的情况来看，在整个魔都的毒狗圈里面，瘦狗都绝对能算是一条大鱼，至少也是魔都有头有脸的贩毒头子，不仅胆子大，关键货量还多。想到这里，苏明没有丝毫迟疑，立刻用笔记本登录警方内部平台，将瘦狗的人像档案调出来，转到将屏幕黄岩转到面前，询问道：“仔细看下，屏幕中的这个人是不是给你30块糖果毒品的人？也就是别人对他祈求不停的那个狗哥？”“对，就是他。”黄岩仅仅只是一眼，便立马毫不犹豫地点头回答道：“原本我的印象还有点模糊，但是看到这张照片后，就立刻和脑中画面对应起来了。因为那时候这个狗哥不仅没有理会那个男人的祈求，甚至是直接用力一脚把他踢飞了。至于后面的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那时候已经害怕地跑走了。”得到这个肯定回答，苏明转头看向徐长胜，微皱着眉头缓声道：“胜哥，看来能确定就是瘦狗了。以案件发生的时间线索来推断，15天前黄岩去找瘦狗拿混合毒品的时候，确实瘦狗处于活跃状态，还没有被我们抓捕归案，在时间上面并没有发生的冲突。不过瘦狗绝对不是幕后凶手，先不说他有没有这种脑筋，以及无法在看守所发布邮件指挥，单论这个纯度的毒品，就不是瘦狗能够搞到的东西。因为以沈凌法医的血液检测结果，张婉体内的毒品乃是多种纯度极高的毒品混合起来所致。对于普通的瘾君子而言，拿到海洛因、冰毒、K 粉这3种主流的毒品其实并不难，但关键是难在要使这3种毒品的纯度都能达到95%以上，这么高的纯度，基本只有1手毒贩或者2手毒贩才有。就算是瘦狗，我估计拿到的毒品纯度最高也就在70%左右，会被其上线添加类似于冰糖等杂质，用来获得更好的利润。而瘦狗在卖的时候，估计也会加入杂质，将纯度稀释到50%，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像前几天抓不到他的时候，我看了技术科的检验报告，那5手的海洛因纯度就是为50%。当然，稀释毒品这种事情在毒贩中很常见，甚至分销到最下游，可能10克左右的毒品，其中得有8克是白糖、味精、食盐等杂质。这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减刑，单纯就是为了多赚些利润罢了。但现在纯度高达95%的毒品被用在所谓的蓝鲸游戏上面，而且沈凌和黄岩一人给30颗，似乎根本不在乎其价格昂贵，也不觉得难以获得纯度如此高的毒品，再加上能够使唤瘦狗，并让其老老实实的把东西交给黄岩和张婉，这全部都指明了幕后黑手极可能是瘦狗的上线，亦是我们魔都最大的毒贩头子。对于苏明的推断，徐长胜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手指敲击着桌面回应道：“确实很有可能。
瘦狗这条线不能放，到时候必须深挖下去，以此获得重要线索。但真没想到啊，即便是有很大可能吃花生米了，瘦狗在审讯的时候硬是一句没说他上头的事情。这几天都已经被送到看守所了，等会我就派人第一时间把瘦狗接回大队。说到这里，徐长胜也有些心急，想要快点深挖瘦狗这条线，随即看向黄岩示意道：刚刚你说的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得到了很关键的线索，极有可能凭借这条线索找出谋害张婉的幕后黑手。现在你就继续说吧，详细讲述下后面大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自己提供的线索很重要，极有可能找到幕后凶手，黄岩明显也是开心不少，用力的点了点头，继续道：拿到那30颗糖果后，这个蓝鲸游戏就算是开始了，每天中午12点都准时会有最新的邮件发来，里面记载着当天的游戏内容，以及每次都会询问上次的游戏有没有按时完成。我记得很清楚，拿到糖果的第2天，这个游戏内容是让在我晚上8点吃1颗糖，然后等到9点整的时候，需要找一面墙壁紧贴着站好，脑中要想象着自己要的自由以及蓝鲸遨游的画面。第3天和第4天的游戏内容都差不多，并没有让我们自残，只是站2个小时，1整晚不能睡觉等等。听到这些特殊的游戏内容，苏明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更是挑了挑眉，能够确定凶手并不是一时犯罪的新人，至少也有好几次的经验了。因为一开始那些吃毒品糖果、站2个小时、熬1整夜等等任务，其实都是在进行服从性锻炼，以及让2人身体熟悉毒品带来的变化，试图潜移默化的让黄岩和张婉2人完全停留于他的要求，并且开始接受毒品带来的愉悦和精神分裂。当苏明认真思索分析时，黄岩的话语并没有就此停下，继续讲述道：但从第5天开始，游戏内容就变成让我们在手臂上划出伤痕，以此作为自由的代价，而我们将会获得类似于蓝鲸的自由和幸福，就仿佛是整个精神游荡于深海中。但每多过1天，我就感觉到精神越发疲惫，而且好像脑中要有全新的意识产生般奇怪。但因为变成所谓的蓝鲸，我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后面就按时吃颗糖，感受下那种特殊快乐，可基本都不会做他安排的那些游戏。结果昨天被他发现后，当天中午虽然同样有发游戏内容给我，但也给我附加了一段带着威胁的辱骂和训斥。听到这里，苏明有些好奇地挑了挑眉，深入询问道：辱骂和训斥，用邮件对你这样辱骂吗？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是用什么词来骂你的？黄岩沉默2秒，而后咬了咬嘴唇，终于是毫不犹豫地继续道：他是在邮件里写着，给你自由的机会，却不懂得把握和遵守，活该一辈子跛脚被人看不起，写得清清楚楚却不配合。精神病院里的那些侏罗都比我懂游戏规则，还说我如果继续不遵守规则的话，将不会再给我发布游戏内容，让我彻底失去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机会。从这句话中，经验丰富的徐长胜立刻就捕捉到了一丝古怪和可能的线索，急忙追问道：等等，黄岩，你的意思是他有直接写出你跛脚吗？以及还说了你甚至不如精神病院的侏罗？这封邮件还在吗？这句话令徐长胜反应如此激烈，其实是无比正常的事情，因为黄岩最后说的这句话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能够直接说出黄岩跛脚这一点，无疑就说明了幕后的犯罪凶手绝对知道黄岩的大致情况，否则无法如此精准地说出跛脚这件事。而且不如精神病院里的侏罗这句似乎将线索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张婉和黄岩2人并不是仅有的游戏受害者，可能还有某个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正被这个蓝鲸游戏所控制。坐在旁边的苏明则是立刻打开了笔记本，再度登录进黄岩的邮箱，打开日期最近的那一封邮件，瞥了2眼后，将电脑屏幕转到徐长胜面前，意有所指道：没错，胜哥，确实有这一封邮件存在。看来那个幕后凶手在得知黄岩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完成游戏任务后，明显是有些狗急跳墙了，不知道是怕自己功亏一篑，还是担心这件事情暴露出来。同样看了眼邮件，徐长胜满意的点了点头，颇为肯定的分析道：目前这个进展来看，能够近乎100%确定周边人作案的可能了，同时常人不会关注的精神病院很可能也会有类似案子出现，线索正在一步步凑齐，看来就快要掀开真相了。随即颇为认真的看向黄岩，出声示意道：黄岩，还有什么内容和细节吗？只要是你认为有问题值得关注的地方都可以说出来。这句话令黄岩用力紧皱着眉头，认真思考回忆数秒后才摇了摇头，哀痛道：没有了，因为昨天被他骂了之后，晚上我去废弃教学楼的天台了，见证小婉心中的自由。现在想起来，我应该早点看出来问题的，如果真是帮人获得自由的话，他又何必特地发邮件骂我呢？不是应该根本就无所谓我是否完成游戏吗？但现在所有的后悔和醒悟还有不甘都已经是太迟了。看着情绪骤然低落的黄岩，苏明将笔记本电脑合上，叹了口气，出声劝慰道：不用太过责怪自己，在被毒品腐蚀思想和精神的情况下，你能没有完全按照犯罪嫌疑的要求做，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说到底，还是张婉适逢人生变故，给了嫌疑人可乘之机。说到这里，苏明看向旁边的徐长胜，见到其点头示意后，随即直接站起继续道：行了，黄岩，本次审讯就先到这里了，等会有人会来房间接你，将带你去见你的父母，并且会给你们一定的时间吃顿午饭，但由于你是案件重要人物，短期之内不能离开警局。话音落下，苏明便提着资料和笔记本电脑
跟着徐长胜一同走出了审讯室后，便独自一人来到了专用的破案会议室。徐长胜则是在走廊就掏出手机，立刻拨通看守所负责人的电话。毫无疑问，这是要让看守所第一时间将瘦狗带到淮海刑侦大队来，将这另一条线身挖下来。虽然这种毒贩都是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但瘦狗绝对还有很多事烂在肚子里没说，至少在先前瘦狗的审讯中就没有提起过帮上头将毒品交给张婉和黄岩两人的事情。在徐长胜沟通看守所的时候，苏明则是又看了眼收件箱，发现今天并没有新的蓝鲸游戏邮件发来，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12点，这无疑说明了潜藏在幕后的凶手目前已经得知了张婉的死讯，甚至都知道黄岩被警方控制了，所以才没有发来新的蓝鲸游戏，选择将自身隐藏起来。将笔记本暂时放到一旁，苏明仰靠着在椅子上微闭眼眸，右手轻捏着眉心，脑中整理着黄岩刚刚所说的众多线索。首先第一点，目前能够确定凶手就在身边，并且了解张婉和黄岩两人的大致情况，甚至时效性还极其的可观，至少今天就没有发来新的蓝鲸游戏了。第二点，凶手是瘦狗的上线，甚至还是整个魔都最大的毒贩，能够从某个未知渠道进到纯度极高的大量毒品，否则的话怎么舍得连稀释都不稀释，就拿纯度那么高的毒品添加制作成糖果，以此来控制进行蓝鲸游戏。第三点，从凶手的意识掌控犯罪手法来看，虽然并不是特别出彩，但明显也不是第一次接触的新手了。再加上邮件中还回复了精神病院的朱罗，那么会不会凶手可能与精神病院的任职人员有关？可目前无法确定，这句邮件中的特殊回复究竟是凶手下意识的愤怒之言，还是刻意引导的错误答案？因为邮件回复的当天晚上，张婉就选择奔赴自由，从高楼坠下了。那幕后潜藏的凶手是否要为摆脱自身嫌疑提前开始布局？目前还无法排除这种情况，但大概率很可能是刻意散布的障眼法，因为每一封邮件凶手出于谨慎态度肯定会检查数遍，那为何要非得特地提下黄岩跛脚这件事？数十分钟后，苏明缓缓睁开眼，不由得暗暗叹息一声。目前的线索很少很杂乱，虽然能锁定一部分的嫌疑人，但距离真相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尽可能的深挖瘦狗这条线才行。就在这时，刚在走廊安排事项的徐长胜推开门，又敲了敲会议室木门，提醒苏明示意道：走了，小明，瘦狗已经用最快速度带来大队了，目前就在审讯室里，一起去审下，看看能不能挖出什么线索，不然这名凶手可没那么好揪出来了。正愁线索还不够的苏明便立刻站了起来，带着必要东西快步来到了审讯室。而在苏明和徐长胜两人刚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坐在审讯椅上双手被铐住，浑身瘦削颧骨凸起的瘦狗连忙用力拽着手铐，挣扎大喊道：警官，两位警官，这咋回事？为什么又把我拉过来了？我前几天都交代了，我是真的都已经交代了，都帮你们挖出了好几个下线了。听到这番话，苏明微微眯起眼睛，冷冽地盯着瘦狗，面无表情道：都交代了吗？那你最好连那60颗给小女生的毒品糖果也都已经给我交代过了。60枚的糖果毒品，这句话令瘦狗瞳孔微微一缩，但又立刻隐藏起来，故作出惊愕不解道：警官，真搞错了，你们是真搞错了。我虽然平时有卖点毒品为生，但都是卖小白海洛因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糖果毒品啊。就算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可能卖毒品给小女生，咱是真的不敢啊。况且哪会有人会直接吃毒品啊，那不是浪费吗？用锡纸垫着烫吸起来，不得比口服来的有劲多了吗？而且还能省不少的钱。瘦狗的解释显得格外勉强，甚至还多说了不少的题外话，试图以此来强行洗白自己，从这件事上面摘出来。但如此拙劣的解释，就连刚入职的刑警都能看出问题，又怎么可能瞒得了苏明和徐长胜两人？此刻苏明已经不愿再浪费时间，神情冷冽地看了瘦狗一眼，将笔记本屏幕转到瘦狗面前，指着上面黄岩的人像，颇为严肃地冷声道：不知道吗？那我来好好帮你回忆一下，差不多就在15天前，也就是你还没被抓获的时间段里，屏幕里这名走路有点跛脚的初中女生，是不是在某人的安排下，从你这里拿了30颗伪装成糖果的毒品？而且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恰好还有一名毒狗没钱买小白了，跪着求你给他一口，结果被你直接踹到了墙上。至于那另外的30颗糖果毒品，你也是在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你上线的要求交给了另一位初中女生。说到这里，徐长胜便接过话头，手指轻敲着桌面，冷声道：瘦狗，怎么样，已经帮你回忆得够清楚了吧？还是说你真要继续不知死活的装傻下去？坐在审讯椅上的瘦狗额头已经冒出微微细汗，脸色有些说不出的苍白，更是用力咽了口唾沫，用力摇头结巴道：不是啊，警官，您刚刚说的我是真听不懂，什么跛脚，什么初中女生，什么接到命令，除了经常有毒狗找我赊账买货之外，其他事情我是真不清楚啊。哦，对了，我知道了，警官，你们是不是觉得最近禁毒压力有点大，还没有完成上头要求的指标？我这还有几名毒狗名单，虽然已经是不找我买货了，但我知道他们肯定都还没。还不等瘦狗说完，砰！徐长胜用力拍桌子的声音响起，更是直接站起，愤怒道：瘦狗，你是不是还觉得我们在跟你开玩笑吗？我就直白跟你说，最开始找你拿糖果毒品的那个初中女生，现在已经死了，就躺在淮海市的殡仪馆里面。你觉得这还是你供出几个毒狗就能解决的事情吗？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
贩毒重量都够吃花生米的情况，之前在把你抓进来审讯的时候，瘦狗你竟然还敢有事情不坦白。虽然供出了不少人，但有关于上线头子的事情，你还真就是一个字都不说啊。那个人是有威胁了你什么吗？毫无疑问，徐长胜已经是看出了些许问题，因为先前审讯瘦狗的时候可没有现在这般艰难和嘴硬。最起码上次在得知自己贩毒克数已经达到能领取1颗花生米的重量时，瘦狗可是前所未有的配合，都还没等审讯人员用什么手段和威胁，就已经一股脑的全部交代了，甚至还供出了不少在他这里买货的资深毒狗，只为了能够稍微减刑，最起码给个不吃花生米的机会。但这次却嘴硬的离谱，这极有可能是存在被威胁的情况。听到是否被威胁这句话，瘦狗明显是低头沉默了2秒，而后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看向苏明和徐长胜两人，颇为讨好的双手合十道：两位警官，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我好像记起来了，在15天前确实是有屏幕中这个模样的小女生找我买货，那时候我还有些好奇，咋会这么小就吸毒，但有钱不赚是傻子，我就刚好把30块自己做的毒品糖果卖给他了。警官，那些毒品糖果就是我卖给他的，如果你们非要扯什么其他人和指挥命令之类的东西，我是真不知道了。听到这里，徐长胜已然是重新坐回椅子，盯着对面讨好的瘦狗道：哼，瘦狗你真是让我长见识了，没想到像你这么怕死的人，竟然有天也会主动抗下这种案子。但你觉得自己扛得下吗？真以为我们这些警察吃白饭，看不出你是不敢暴露上线，想要隐藏瞒着什么东西吗？说到这里，徐长胜好似彻底不耐烦了，摆了摆手，看向身旁的苏明，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眼神示意，苏明便看出了徐长胜的想法，走到最后将摄像头关闭，意有所指的开口道：胜哥，别跟这种人废话了，那些不准用的手段也直接用了吧，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我们刑侦一直传下来的手段硬，反正我已经把摄像头关了，到时候再把监控替换下，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发现这件事。况且我们又不是让他强行逼供认罪伏法，而是要得到这起案子的线索和情报而已，这样即便到了他在法庭突然反悔也没啥用，毕竟先前审讯所交代的东西已经就足够定罪了。说到这里，苏明特地看了眼满眼惊恐的瘦猴，眼眸闪烁，故作疯狂道：胜哥，我有一个想法，不如我现在去就找沈凌法医，从他那拿点高纯度的小白样品过来吧，到时候直接打开挂在瘦狗的鼻子前，你说这么多天没吸过的瘾君子能不能顶得住毒瘾？我记得教科书上有写的，长期吸食海洛因戒断后所爆发的毒瘾比其他任何毒品都要更为强烈，浑身都将仿佛有蚂蚁在爬，身体冷得发抖，内脏又无比燥热，头昏脑胀，鼻涕眼泪横流。再度停下，看向眼神中深藏惊恐的瘦狗，苏明微眯着眼睛刻意道：对了，瘦狗，这么多天没洗小白了，是不是毒瘾都已经戒掉了？我可听说像你们这种老毒狗在局子里都有犯了毒瘾后扛不住撞墙自杀的人啊，但我觉得你既然都敢替人扛下杀人的案子，那等会扛个海洛因毒瘾发作，那大概也是没啥问题吧。苏明所说的手段乃是被法律严厉禁止的审讯方式，也就是用各种刑法、威逼或者特殊手段，以此逼迫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的手段，被广大网友戏称为大记忆恢复术，号称即便是没有这段记忆也能让你恢复这段记忆。当然，虽然被严厉禁止了，但在基层中还是有不少的警局会使用这种非常规手段来尽快结案，但基本都是在已经证据确凿，可犯罪嫌疑人始终嘴硬的情况下。就像现在，明明都能清楚地看出瘦狗绝对知道不少上线的线索，却死撑着一句话都不说，再加上先前所得到的证据已经足够法院判刑的情况下，这时来一记大恢复术，以此来获得重要的关键线索，也算是不少警队会采取的方式了，毕竟真没时间跟这些人耗下去。不过苏明和徐长胜并没有这种打算，认为只需要言语上的配合便可打破瘦狗的心理防线，因为对于一名毒狗来说，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不比一次彻底的毒瘾发作。此刻苏明刻意提起的海洛因和毒瘾，令坐在审讯以硬撑的瘦狗顿时想起了前几天在拘留所毒瘾爆发时候的情况，那是真正的生不如死，浑身皮肤宛如被针刺般麻木，眼泪和鼻涕止不住的往下流，四肢酸痛，根本提不起任何一点力气，精神和意识仿佛和肉体分离，脑袋好似每时每刻都有数百个小人在里面蹦跳不停，就连现在仅是略微回想起来，都让瘦狗有些浑身颤抖，更有说不出的后怕，随即满脸惊恐地看向苏明，然后还不等他说些什么，视线中苏明便对着徐长胜点了点头，就毫不犹豫地站起身，似乎要前去技术科拿高纯度海洛因。这一刻，几天来硬抗毒瘾所带来的恐惧瞬间便将瘦狗整个人吞没，可喉咙好像被堵着什么般，根本说不出来。就在苏明又走了几步，路过瘦狗审讯椅的时候，砰砰砰，脑袋和金属撞击的声音不停响起，瘦狗用脑袋使劲撞击着审讯椅，似乎要将内心的恐惧暂时甩掉，同时绝望地哭喊道：警官，警官，我真没办法，我是真没办法说啊，那些人会杀了我，不对，他们会杀了我的家人，他们会把我家人全杀了，求求你们别问了，别再问了，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我也不知道上线是谁啊。这番话令苏明顿时停下脚步，但根本就没有理会瘦狗不断撞击审讯椅的动作和乞求，因为在审讯室中，基本上80%的犯罪嫌疑人都会用力的在审讯椅的桌面上撞着脑袋，以此来表达悔恨或者祈求同情。瘦狗并不是特例，可以说
只要去任何一个刑侦支队的审讯室，审讯椅的桌面就不可能是平整，必然会有众多嫌疑人撞头留下来的凹洞。当然，审讯椅都是特制的警用装备，都还没等瘦狗把自己撞死，也许脖子就先扭伤，动弹不得了。所以瘦狗此刻的乞求显得毫无价值。同时，苏明已经敏锐捕捉到了问题，微皱眉头，冷声质问道：“他们？为什么会有他们？你不是只有一个上线吗？”虽然看似凶狠地撞着脑袋，但其实瘦狗的内心防线已被攻破。海洛因毒瘾带来的痛苦，胜过对于上线的恐惧。撞击数下后，脑袋无力地抵着审讯椅桌面，好似彻底绝望地沙哑道：“他们并不是我的上线。”或者说，他们是我上线所在组织的所有人，掌控着整个龙国至少50%的毒品销售网络，基本也只有他们敢大量售卖高纯度毒品。此话一出，瞬间让徐长胜坐正身子，神色更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但暂时并没有选择出声询问什么。这是真挖出了了不得的东西啊！龙国50%的毒品销售网络，苏明一时有些说不出的严肃，更是都怀疑起瘦狗是不是又在编假消息，想要以此来掩盖住自己的上线。仔细观察瘦狗的神态动作数眼，确定没有说谎的可能后，苏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手指敲击着桌面，无比认真道：“瘦狗，抬起头来，我需要你1五1十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究竟你是从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个组织信息？以你们毒贩联系的常用手段，下线应当是不知道上线的详细情况才对吧？更别说知晓这个重要的一个组织了。不要有任何的隐瞒，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我们，更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懂吗？”此刻，在苏明的要求下，瘦狗缓缓地抬起头，脑袋无力地靠着墙壁，侧着头，双眼满是绝望地讲述道：“是啊，我一个最多在魔都卖点散货的小毒狗，怎么配知道如此大的毒贩组织？这些事情全部都是铁三哥和我说的。他说，要想把卖毒的生意做大，就必须加入这个组织，就算是变不了组织成员，也得跟着他们做事才行。”说到这里，似乎怕苏明不知道铁三这个人，徐长胜特地解释道：“铁三乃是在近些年来我们隔壁姑苏市所抓到的最大毒贩，从其住所搜查出了20公斤的海洛因以及其他毒品数公斤，这么大的重量数额，直接走的就是快速通道，没过几个月就领了颗花生米。当时好像铁三都没有选择上诉，不然还能拖着多活几天。”紧接着，瘦狗露出一抹悲哀苦笑，双眼失神的接着道：“铁三哥死的算是活该，20公斤的小白藏在家里，哪个人敢做这种事？但是铁三哥被毙掉的第3天，人都才刚埋下去的时候，他全家人都在高速出车祸死了，他妈的全死了，就连他5岁的女儿都没活下来。”说到这里，瘦狗忽然激动起来，不停用力拽着审讯椅哭喊道：“我怕啊，警官，我是真的怕啊，我也有一个才3岁大的女儿啊！”瘦狗临近崩溃的哭嚎声，令苏明和徐长胜两人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姑苏市的案件，魔都刑侦公安大多不会太过关注，因为本市的案件都忙不过来了，况且跨市调取案件卷宗需要进行颇为繁琐的申请。但姑苏市明面上最大的毒贩铁三，才刚领花生米没多久，结果家人孩子就意外车祸死了，而且铁三就连上诉争取多活几天的意愿都没有，似乎认罪的行为极为干脆，就仿佛急迫的要向某些人证明自己即便被抓了也啥都没说，也没有交代上线的线索。这看过去似乎案件中的隐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估计姑苏警方也深挖了很长时间的线索，可始终无法得到关键线索，最终只能以意外结案了。当然也有可能真就是颇为纯粹的意外，并不是所设想的阴谋和凶杀。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瘦狗所交代出来的事情和线索都足以让人感到震惊和匪夷所思，因为龙国竟深藏着一个足足掌控了50%毒品生意的巨大犯罪组织。看着面临崩溃的瘦狗，苏明手指轻点着桌面，颇为认真的皱眉严肃道：“瘦狗，说句实话，即便你露出这般痛苦和绝望的表情，我心中也没有半分同情的想法。毕竟从没有人强迫着让你染上毒品，让你需要以贩养吸，让你被关在拘留所，只能离开自己的女儿身边，甚至现在都还要担心自己女儿被那个凶残的组织盯上，随时都可能遭遇某种人为的意外。这个结果是你自己选的，不是吗？”这番话令瘦狗停下了挣扎动作，眼神绝望地看着苏明，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结果却只能默默地低下头，根本就开不了口。这种好似彻底绝望的态度，苏明并没有任何意外，面无表情地继续道：“但瘦狗，其实你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警方通过另外一起案子，恰好从你口中撬出了这个线索，能够尽早地做出相应防范手段，不管是短期内派遣警员保护你的女儿守株待兔，或者直接顺藤摸瓜将凶手揪出来以绝后患，都比你什么都不说瞒着我们要来的安全稳妥得多。或者说……”说到这里，苏明略微停顿2秒，微眯着眼睛露出一抹冷战，摇头道：“你觉得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一句话都不说就能救下你女儿了？瘦狗，我就问你，你觉得铁三被抓的时候有说吗？他敢说这件事吗？为什么他连上诉都不做，直接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应该也跟你一样，认为啥都不说就能保住自己的家人孩子，但结果呢？”这一刻，瘦狗猛然睁开眼睛，似乎顿时明白了什么，脑中更回忆起曾经和铁三相处的画面。他知道自己这位老大哥的骨头比他硬了不知道多少倍，被抓了那么多次，愣是一个上下线都没交代过。铁三既然没说，那他的家人，所以即便什么都不说，其实同样是救不了自己的家人孩子。看着处于惊愕和后怕中的瘦狗，徐长胜摇了摇头，已然是有些不耐烦地拍了下桌面，出声示意道：“行了，瘦狗，别磨磨唧唧了，
赶紧把有关这个组织的事情从头到尾清楚的交代一遍，我们也好决定怎么保护你女儿。如果你非要相信那个组织所谓的承诺，那我觉得铁三就是明晃晃的例子了。可以给我一根烟吗？瘦狗抬起头，好似终于下定决心，看向苏明和徐长胜两人道：“两位警官，能给我一根？”还不等瘦狗说完，徐长胜便直接拉开桌下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烟和一盒火柴，扔给瘦狗，不耐道：“瘦狗，你真是事多啊！别再给我磨磨蹭蹭，继续这样浪费时间了。”很多犯罪嫌疑人在审讯室准备坦白的时候，都会有抽一根烟的请求。以往在这种时候，警察都不会选择拒绝，所以审讯室的抽屉里自然也备了这些东西。双手被铐住的瘦狗极为勉强地抽出烟和火柴，半站起来，头身前将咬着的香烟点燃，用力吸了一口，道：“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3年前我老婆意外摔倒导致早产的时候，在那时候染毒有几年的我，把身上所有钱都拿去买小白了，根本没钱付医药费。每天医院的账单出来后，医生都会催着我补交欠款，但我哪里有钱啊？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那孩子死啊，所以我开始打电话借钱。哼，赌狗和赌狗这两种生物，打出电话别人都来不及挂，更别说是要借钱了。找了不知道多少人，我都快绝望的时候，铁三哥同意了，二话不说打了10万块钱给我，让我先把孩子保下来。说实话，那时候我是真的不敢相信，家里情况也不好的铁三哥，二话不说打了这么多钱给我，孩子终于是没事了，现在也已经活蹦乱跳，养到3岁了。等孩子情况稳定了，我就立刻去找铁三哥，一方面是感谢他，另一方面是问他哪来这么多钱。因为在我印象里，铁三哥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啊，怎么就突然能一下子拿出10万块？来到离魔都不远的姑苏市，铁三哥就带我找了一个馆子，算是尽一下地主之谊。我那时候就问铁三哥，他是在神妖路子搞到的钱，能不能带我？我记得那时候铁三哥摇了摇头，说这路子带不了我，也不能害了我。一听这话我就气了，当时就理不清的吼起来，问他赚钱咋叫害了我？铁三哥还是不说话，我就更生气了，直接好像喝醉般站起来，在包厢大喊的，好像要让全馆子的人知道了。那时候我就喊，不就是贩毒吗？有啥害了我？搞得谁不是从这条路走过来一样。结果刚说完，铁三哥便重重摔了我一巴掌，用力灌了一口白酒，让我明天就把他后面说的东西全忘了。他说到这里，瘦狗又重重的吸了口烟，厚重的烟雾都将其面孔笼罩起来。有一个很恐怖的组织找上了他，要他做下线帮忙卖毒品，不只是小白，基本啥毒品都卖，而且纯度都很高。到时候在姑苏市会有个上线，联系铁三哥，然后按着上线要求去做事就行。那时候铁三哥也贩毒，而且在姑苏名气也不小，所以那肯定不服当别人的小弟，立刻就说他可以当姑苏所有毒品来源的上游，让他加入这个组织。结果却被那个人拒绝了，说是这个组织里不需要废物和吸毒的人，赚着吸毒人的钱，却说吸毒人是废物。性子本来就冲的铁三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更是把电话都拉黑了。结果就在拒绝后的第2天，半夜刚吸完回家的铁三哥被人直接拍了下肩膀，迷晕了。而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被绑在了某个废弃工厂，一位戴着面具看不清脸的人还举着黑漆漆的枪口，还对着他额头。最恐怖的是，等铁三哥左右看了2眼后，惊恐发现他老婆、他孩子还有他妈妈竟然是都被绑在了旁边。听到这里，苏明已然是越发凝重，心中对这个组织危险性的评估更是上涨几分。因为对于一个毒贩组织来说，能够要求所有的核心组织成员都没有染上毒瘾，这简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又能进一步的确定这个毒贩组织的严格、谨慎，以及对核心成员有着绝对的掌控力。再加上能不到1天时间绑来一家子人，以及还配有严令禁止的枪械，这个组织的恐怖程度已然是随之直线上升。而瘦狗的讲述却还没结束，再度用力吸了口烟，正处于深刻的回忆中，甚至都没让这口烟过肺，继续道：看到家人也被绑住了，铁三哥当时就疯了，不断挣扎怒骂着，喊着有啥事朝他来，带他的家人算什么本事。铁三哥原本以为这样能激的那个人放掉自己的家人孩子，结果却根本没想到，那个人并没有回答铁三哥，只是简简单单的蹲下身子，从口袋衣袖中掏出一个细小的注射器，直接插到铁三哥妈妈的手臂上，就这样轻轻很温柔的将里面液体注射进去。3分钟，就只有3分钟不到，铁三哥就亲眼看到他妈妈停下了呼吸。疯了，铁三哥彻底疯了，不断挣扎怒骂着，可那个人却只留下一句话，便让铁三哥毫无选择的只能在他手下做事。我记得无比清楚，铁三哥那时候是流着泪告诉我的，那句话是10公斤的海洛因明天会藏在棺材里，一起送到他家，如果还不帮忙卖，那后天家里就不止1个棺材，可是3个棺材了。哼，真是厉害啊，竟然杀了铁三哥的妈妈，还要他帮忙卖毒品，这究竟是要有什么样的底气支撑啊？铁三哥若非是心里扛不住了，又怎么会跟我说这件事啊？毕竟我们俩都非常清楚，在这种组织下做事，你必须要忘记这件事才行，被抓也不能透露半点消息，否则就会看到家人死在身处监狱中的自己前面。说到这里，瘦狗透过烟雾看向苏明和徐长胜，声音有些沙哑道：两位警官，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并不是被警察抓进牢里，而是被这群人盯上。一旦被这群人盯上，即便是在死之前，也许都要受尽折磨。听完瘦狗的讲述，苏明和徐长胜两人都不由得沉默了下来。数秒后，徐长胜紧皱着眉头，颇有些认真地询问道：瘦狗，你说这是个组织，可是从你刚刚的描述中，我都没办法确定这是一个很多人的组织啊，而且
一个这么大的犯罪组织竟然能瞒这么久，实在是太过古怪了。瘦狗将手中香烟掐灭，摇了摇头解释道：警官，我可以保证这绝对是个多人组织，因为原本我都忘了铁三哥的事情，直到2个月前一通突然打来的电话才让我明白我也被盯上了。电话里那个人让我当魔都的2级毒贩，按照上头的命令行动，有铁三哥的经验在前，我根本就不敢拒绝，所以我就答应了。第3天，有一个专门用变声器修饰过的声音打开，让我去取藏起来的200克高纯度海洛因。第一个命令我当马仔的电话没有用变声器，第2个给我指令的电话却用了变声器。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人，不然为什么要用变声器？而且当初按照铁三哥跟我说的，那个人一出手便是10公斤让他处理，为什么到我这里却只有200克？我觉得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虽然你们警官比不了，我不会破案找线索什么，但我在社会摸爬滚打这么久，我早就懂得看眼色了。一个人再怎么变，也不可能一下子胆子变这么小啊！此话一出，坐在旁边微眯着眼睛，双手叠加轻轻摩擦的苏明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缓声道：这个组织的庞大程度估计是超出想象了。同时我觉得魔都的这个上线可能并不是胆子变小，大概率是刚加入这庞大的贩毒组织，并没有分配到多少的份额，依旧还在考核期中。这个组织的幕后头目还不确定这个上线是否有像姑苏那个组织成员的魄力，否则的话，魔都这么大的城市，毒狗数量是姑苏的几倍，即便是首次也不可能只扔出200克高纯度海洛因交易。因为还在考核期，所以自然也带着远超熟手的忌惮和害怕，才会选择用变声器来掩盖声音。也就是说，那个组织才刚刚准备控制魔都的毒品市场。这个推断其实从2个地方就很好得出。首先第一个，瘦狗作为我们魔都知名的瘾君子，2个月前才被盯上变成马仔，已经大致证实了这个可能。至于第2个的话，说到这里，苏明看向身旁的徐长胜，颇为认真地询问道：胜哥，在过去的10年内，在我们魔都的所有辖区内，有没有搜查到过远超正常纯度的海洛因？这个组织所贩卖的一手毒品纯度至少都在95%以上，10年时间内，不管怎么样的隐藏，必然下线也会被搜查出来的可能。没，绝对没有。徐长胜直接就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回应苏明所推断的猜测道：这10年来，纯度高达95%的毒品，绝对没在那些毒狗身上搜查出来过。这么高纯度的毒品，基本是只有在海关和机场才有可能见到。得到这个回答，苏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颇为认真地建议道：胜哥，我建议现在暂时把组织放到一边，从这起坠楼案入手找出凶手，再顺藤摸瓜挖出腐烂的所有根系，才是最佳选择。因为相较于其他人，这名刚加入的新手怕是最好突破。徐长胜赞同地点了点头，立刻看向坐在审讯台发呆的瘦狗，拍了拍桌面，令其回过神问道：瘦狗，现在你给我好好回忆下，在你和上线联系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感到特别奇怪和记忆深刻的地方？回过神的瘦狗现在根本不敢怠慢迟疑，将苏明和徐长胜当成了救下自己女儿的唯一可能，咬着牙用力回想着。足足数十秒后，瘦狗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猛然睁开眼睛道：眼保健操，对，就是眼保健操。我有次在他打来的电话里，竟然听到了眼保健操的声音。眼保健操，瘦狗这突然回忆起来的特殊线索，令苏明和徐长胜2人默契地看了彼此一眼，眸中皆是闪烁着金光。这个线索真的是非常关键，也许能够将犯罪嫌疑人的范围缩小数倍。因为眼保健操的播报音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的特殊播报，唯有在小学、初中以及高中课间才会出现眼保健操的播报，就连大学都不会有眼保健操了。毕竟大学生基本都成年了，逃课上网等都是家常便饭，可不会乖乖坐在教室做眼保健操。通话的背景音出现眼保健操，这无疑是将凶手范围锁定在学校之中，首当其冲的无疑就是树德中学。不过身为一名老刑警，徐长胜并没有立刻将这个线索完全锁定，手指轻敲着桌面，继续问道：瘦狗，你好好回忆下，眼保健操的声音是电话接通一开始就听到，还是在中途意外响起的声音？然后背景中的眼保健操声音在你的印象中是否清晰，还是类似于广播的嘈杂声？可以看出，徐长胜这是在尽可能的排除背景中的眼保健操声音究竟是凶手刻意让瘦狗听到，还是说真就是意外把眼保健操录入进去。至于询问声音清晰与否，自然就是为了判断这个幕后凶手是否为了拿出虚假线索迷惑警方，即便不在学校也将眼保健操的声音下载下来，在通话中进行播放。这2个问题令瘦狗紧皱眉头，认真回忆2秒后，颇为肯定地回答道：两位警官，电话里眼保健操的声音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中途突然响起。那时候我还奇怪咋会有眼保健操的声音，但我肯定是不敢多问。作为那群人手底下的马仔，不要没事找事乱七八糟问东西，绝对是保命的首要条件。至于是不是放的录音，那肯定不是。虽然我只上到高2就被退学了，但学校那种垃圾广播的嘈杂电报声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敢保证，绝对不会听错。可以看出，瘦狗的情绪明显恢复了几分，并没有出现先前那般临近崩溃的情况。听到这个回答，徐长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不避讳肯定不敢有所隐瞒和撒谎的瘦狗，看向身旁的苏明，昂头示意道：小明，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眼保健操的线索目前给我们指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这起案子的凶手
确实很大概率就是学校里的熟人了。经过先前的数次案件，徐长胜早已对苏明的推理能力有了清晰的认知，所以才会在此时询问，希望尽快整合出最有可能的情况，锁定这起案件的幕后黑手。苏明并没有马上回答，颇有些无奈的微皱眉头道：“胜哥，仅凭一个眼保健操，真的没有办法太过确定的描绘出嫌疑人画像，因为有个很古怪的地方。瘦狗口中的这位上线，也就是犯罪嫌疑人，从其刻意用变声器隐藏以及意识掌控的犯罪手法来看，性格绝对是非常谨慎。对于这种人来说，记住校内每天都固定播放的眼保健操时间，似乎大概并不算什么难事。那为何不避开那个时间段，减少自身暴露的可能，偏偏让瘦狗听到了这个眼保健操声音？故意为之，还是真就突然忘记？仅凭目前的线索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了解，我认为还不能准确判断。但我能大致确定的是，如果凶手真是树德中学内部的人，那么大概率是有间独立办公室，否则的话，我并不觉得他敢在年段办公室或者操场等空地这样打电话和瘦狗进行联系。当然，前提这名凶手确实是树德中学的人，否则一切推断都得重新来过。线索还是太少了。说到这里，苏明看向满脸惊愕，似乎震惊于两人如何从一个眼保健操就判断出这么多细节的瘦狗，颇为认真道：“瘦狗，继续回忆下，在和那个人联系的时候，还有什么特殊地方吗？就比如交易地点、交易细节、交易过程等等方面，有没有让你感到疑惑，完全不明白其用意的地方？”毫无疑问，以苏明自身的经验来看，无论出于警惕还是洗脱嫌疑，像幕后黑手这种警惕的凶手，很可能会在交易时候暴露出更多的细节问题。瘦狗见到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为了保证自己女儿的安全，双手开始用力抓挠着头发，仔细回忆着每次的交易过程和细节。足足过去1分钟，见到瘦狗都没有说话，依旧在不停抓挠着头发，这令徐长胜皱了皱眉，随即出声道：“没有其他问题了吗？如果实在想不出的话，那就说下你们一共交易过几次，分别是在……”还没说完，瘦狗猛然抬起头，看向苏明和徐长胜，急促开口道：“还有，我记起来了，他对魔斗好像非常的熟悉，我们总共交易过3次，但他每次选择出来的交易地点，我是真的听都没听过。要知道，我在魔都也生活了10多年，也算半个本地人，可愣是一个交易地点都不熟悉，甚至就连第一次交易的地点，我还是找周边住的老人家问了下才找到，否则真是连地方都找不到啊。”这番话令苏明再度感兴趣起来，挑了挑眉，看向瘦狗深入询问道：“既然找交易地点这么困难，那我觉得这3次交易的地点分别是什么？”瘦狗，你应该是还记得非常清楚吧？瘦狗立刻就点了点头，随即毫不犹豫道：“第一次交易是2个月前，地点在福林小卖部后门的石砖下，藏着200克的高纯度小白。第二次交易是1个月前，地点在盛天纺织厂的铁门里，那时候我费了很大劲才爬进去，拿到了300克的高纯度小白。至于第3次的话，则是在核心小巷尽头的狗窝里，里面有一袋糖果，也就是刚刚你们2位警官说的那个东西。唯一可惜的是，每次交易都是他先将东西藏好，然后再叫我过去取，具体的相貌我根本没机会看到过。当然那个时候就算给我机会，再给我10个胆子，我肯定不敢看一眼，毕竟铁三哥的例子明晃晃的就在前面。”话音刚落，徐长胜便轻敲下桌面，眯着眼睛颇为严肃地讲述道：“老魔都人能选择这3个地方交易的毒贩，绝对是从小在魔都长大，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魔都本地人，这是从瘦狗话语中得到的另一个线索。”此刻徐长胜也没有刻意卖关子，看向身旁的苏明解释道：“刚刚瘦狗所说的这3个地点，同属盛天村的管辖范围，在30年前，也就是90年代左右，乃是淮海区颇为繁荣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那个规模极大的盛天纺织厂，当时足有将近1万人在里面上班。这些工人拖家带口，令偏僻的盛天村成为当时淮海最热度的地方之一。福林小卖部是离纺织厂最近的小卖部，至于核心小巷，自然就是绝大多数工人居住的地方了。但好景不长，90年代中期，打破铁饭碗的口号出来了，前所未有的下岗潮席卷了整个国家。那一年，由于纺织厂的效益不佳，产业结构老化，被强行关停了，厂牌都被直接烧掉，导致所有的工人纷纷四散寻找其他工作。短短不到1年时间，盛天村的热闹和繁荣就如泡沫般消散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荒凉和偏僻。因为盛天村本就在郊区边缘位置，当初因纺织厂才热闹起来，后面越来越多人搬走了，整个村现在估计都没多少人了吧。但是拆迁也拆不掉，那个纺织厂实在太大了，地方又偏僻，拆迁盖房子也赚不了钱，地产商可不会做亏本生意，所以也就一直扔在那里了。除了老魔都人，其他人即便去盛天村，肯定也不知道这个废弃的厂区叫什么，更别说还有福林小卖部跟核心小巷这2个地方了。但那里确实是毒品交易的好地方，毕竟都被近乎于彻底废弃了，根本就没有多少监控天眼存在。说到这里，徐长胜似乎是怕苏明误会，连忙又加了一句：“小明，别误会，我可没那么老，这是先前有起案子发生在盛天村，邻居带我去办案的时候顺手讲的事情。毕竟盛天纺织厂当初被废弃的时候，邻居都在上小学了。”坐在审讯椅上的瘦狗听到徐长胜的这番话，一时连忙接上话头：“对，当初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荒凉的不行，都没多少年轻人在那里，基本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换成我们这种半本地人，那是真不知道这地方。对了，2位警官，我还想到了一个古怪的事情。”说到这里，瘦狗略微停顿2秒，
见到苏明和徐长胜又看向自己，才颇为认真和确定地继续道：“我的那个上线好像是有什么病在身上，因为在打电话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他突然的打喷嚏一声，声音并不是特别大，有点像自己在强行忍着一样，而且还有吸鼻涕的声音，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肯定是有打喷嚏。”瘦狗讲述的这个细节令苏明有些好奇地挑了挑眉，顺着线索继续问道：“3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都有出现打喷嚏的情况吗？还是就偶尔1-2次？”瘦狗转动眼球，认真思考2秒，而后已经是有些记不清的含糊回答道：“记不太清了，好像第1次打电话时候并没有打喷嚏的情况，然后第2次好像是有，但最后1次，也就是差不多15天前，绝对是有打喷嚏，非常还打了好几个喷嚏。”听到这个回答，苏明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即看向身旁的徐长胜道：“胜哥，我大胆猜测下，这名潜藏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有因花粉过敏所导致的鼻炎，因为在瘦狗的印象中，第1次联系时候他并没有打电话，第2次好像有打，第3次肯定有强忍着打喷嚏。如果只是感冒的话，我并不认为能持续这么久，更何况感冒这种小病用不了多久便可以好，不会成为线索，反而是能变成迷惑我们警方的虚假信息，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强忍喷嚏，不想让瘦狗注意到。至于类似肺结核或肺癌等大病，那就更不可能了，毕竟那个极为严格的贩毒组织可不会找个病人来掌控魔都这么大的毒品市场。然后以时间来进行推断的话，那个人首次联系瘦狗的时候应该是2月份，那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冷，各种花草树木的粉末还没开始散开，所以并没有引起他的花粉过敏。等到第2次联系瘦狗，那就已经到3月份了，春天已经来了，各种花粉虽然在空气中散开了，但还不算特别多，所以应该还可以忍受，时不时的咳嗽1-2声也不会被瘦狗特意的记起。而到15天前，空气中的花粉达到了鼎盛程度，犯罪嫌疑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了，但又怕打喷嚏暴露身份，只能强行憋着，毕竟空气中的花粉要到5月份才结束。而在他的蓝鲸游戏中，张婉和黄岩想必是活不了这么久，那么自然就需要尽可能隐藏，避免被我们发现了。现在虽然还有很多线索缺失，但我已经可以大致描绘出这样的犯罪嫌疑人画像。此刻，苏明一只手抵着下巴玛萨，另一只手轻点着桌面，理了理脑中思绪，颇为认真地继续道：“以瘦狗的审讯线索为主导，能够判断出真正的幕后凶手，性格谨慎细心，由于使用变声器，暂时无法知晓性别，身份暂时将其认定为树德中学里的校职工，并且至少单方面了解黄岩和张婉2人的概况，大概率拥有一间独立办公室，但无法100%确定。从小在魔都长大，很可能见证过盛天纺织厂的兴盛衰败。”这里我再加点个人推断，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毒贩在选择交易地点的时候，通常会选择自己熟悉的地方，而非完全陌生的地方。但又因为盛天村早就开始衰败的缘故，所以这名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很可能是曾经在盛天纺织厂工作过，因此嫌疑人才能如此熟悉盛天村。同时，犯罪嫌疑人极可能患有花粉过敏症，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打喷嚏和咳嗽。最后一点，我从黄岩和张婉2人所玩的蓝鲸游戏中判断出，这名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拥有一定的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师的基础，因为黄岩最后和嫌疑人沟通的邮件中，他曾刻意提到了精神病院这件事，虽然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也可以暂时放进来筛查。而且从意识控制犯罪的进展里，能看出嫌疑人有此类能力的基础，但也不排除后期特地自学，只为了犯罪的情况发生。苏明暂时停下话语，看向徐长胜出声提议道：“胜哥，我觉得可以先按这个线索在树德中学进行筛查了，因为不管犯罪嫌疑人在什么地方，单单能知晓黄岩和张婉2人大致情况的这条线索，就足以让我们先从树德中学内部开始筛查了。而且我相信，无论我们是否找到凶手，通过树德中学内部的筛查，只会让我们距离真相更进一步。很多凶杀的案件其实都很难做到直接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因为凶手现在都会有意识地避开监控天眼，基本上都是通过死者尸体、案发现场、相关人员审讯等等，将有用的线索提取出来，然后再圈定一个范围进行筛查，找出存在犯罪可能的嫌疑人后，再进行详细的比对和审讯，以此来确定最终的凶手。这种另类的排除法，目前在刑侦破案中运用的颇为频繁。此刻听完苏明的分析以及筛选出来的凶手特征，徐长胜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道：“确实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下去了。虽然现在还未找到什么决定性的线索，但是众多的细碎推测也确实能支撑首次筛查了。尽早将树德中学的校职工嫌疑排除，或者确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都对后续工作的开展有利。行，我等会就让技术科好好查一下树德中学的校职工，必须找出可能存在的嫌疑人。”说到这里，徐长胜看向对面的瘦狗，轻敲着桌面缓声询问道：“瘦狗，虽然你交代了不少，但我这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先前你说这个犯罪组织占据了龙国至少5成的毒品售卖链，可你就连上线都没见到过，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况且这么大的一个贩毒组织竟然能够瞒这么久，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吧？”坐在审讯椅上的瘦狗露出带有几分惊恐的眼神，颇为肯定道：“警官，5成是我猜的份额，但我觉得如果你们深入的挖下去，查出来的具体份额和买卖链可能比我说的还要惊人。至于你要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那我只能说，虽然比不上你们警方，但我们这些赌狗混混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来源。当初我在被盯上后，也想过逃跑摆脱他们，但首要是判断他们组织究竟是有多大，所以第2天就立刻找各种关系，问了周围城市的那些赌狗朋友有没有渠道买到纯度95以上的小白。
结果有一半的朋友回答我说有，除了那个组织，我觉得应该是没人会舍得买纯度这么高的小白了。至于为什么能瞒这么久，也许是因为根本不敢有人交代吧，或者是都还没等交代，人就已经被提前处理掉了。徐长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将审讯材料收拾好，缓缓站起身道：行，这次就审到这里，这段时间瘦狗你就先待在警局吧，暂时就不用回拘留所了，等会如果有什么别的事，我们还会第一时间来找你。紧接着徐长胜便站起身，苏明亦是同样站着，准备结束审讯，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就在两人拉开门准备走出审讯室的时候，瘦狗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侧头看向徐长胜，用力拽着审讯仪道：警官，警官，我的女儿啊，他们那些人肯定会……还不等瘦狗说完，徐长胜便转过头，毫不犹豫地打断其后续话语，颇为认真道：放心，既然被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自然就会最大限度保证你家人的安全。等会我就安排几个人便衣过去，隐藏在附近蹲守可能出现的嫌疑人。这种事情不用你担心，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给我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别的关键线索和问题。说完之后，徐长胜便关上了审讯室门。走在旁边的苏明认真思考数秒，看向身旁的徐长胜问道：胜哥，我想跨市调一下有关于铁三案子的卷宗，希望能找到些有用线索。既然这次坠楼案的凶手跟瘦狗口中胁迫铁三的人来自同一组织，那也许两人会有什么共同点存在，就算没有，至少也能够尝试下将这么大的犯罪组织挖出来一点。对于苏明的提议，徐长胜自然不会反对，毕竟前段时间苏明可是从20年前的卷宗中发现了极有用的线索，随即便摆了摆手告知道：行，没问题，但现在时间耗不起，就别走正常跨市跨省调卷宗那么繁琐的手续了，你直接去邻居办公室，让他帮忙争取先调用候补手续的特权，刚好把发现这个大型贩毒组织的事情说下。这起案件挖出来的东西真是让我都有些头皮发麻。说完之后，徐长胜便朝着刑侦技术科的方向走去，要利用警方这么多年建立的公民数据库，筛查锁定树德中学里可能的犯罪嫌疑人。苏明则是来到局长办公室的门前，叩叩叩，伸出手轻轻敲了几声，进来，门没锁。林天略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苏明随即便拧开把手，推门走进局长办公室。刚一进去，便闻到浓重的烟味，整个办公室更是笼罩着薄薄的烟雾。朝着办公桌的位置看去，发现林天佑手肘抵在桌面，小臂悬举着，食指和中指间还夹着一根快燃尽的香烟。单从还没断裂的半根烟灰来看，林天估计是好几分钟没吸一口了。而旁边的烟灰缸里掐着至少2包烟数量的烟头，但绝大多数的烟头都没有因过烟变黄。很明显，林天就是单纯的点燃夹着。苏明缓步上前，发现林天的左手掌下压着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卷宗，想必是徐长胜先前的那句，自己从这卷宗中推断出了足将近20年未曾发现的线索，才让林天如此的在意，希望能继续更进一步揪出这起心头大案的凶手。当苏明走近后，林天也是将手中的烟头灭掉，将5.13碎尸案的卷宗推到旁边，看向面前的苏明，露出一抹淡笑道：怎么了，小明，是不是那起坠楼案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来说下遇到什么事了吧。苏明理了理脑中思绪，正准备要开口的时候，叮铃铃叮铃铃，桌面上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林天看了眼来电显示，而后竖了下手掌，示意苏明等会，略有些不耐烦地接起电话道：喂，徐校长，目前案子还在处理中，您这次又打电话来是要……略微停顿数秒，似乎等对方的话语说完，林天才继续回应道：放心，徐校长，我们可能尽快给出一个结果，当然也理解你们校方的难处，未成年人案件，媒体和网友带来的舆论压力肯定大，但没办法，我们警方不能为了应付那些人就随便编个理由是吧？不管案子影响有多大，总归是要把事情查清楚是吧？行了，先这样，不要再继续打电话了，案子有具体进展了，我会再联系你的。挂了。简单应付完树德中学的校长，林天便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将手机随意地丢到桌面上，看向苏明昂了昂头，示意道：小明，这起案子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如果只是一起简单的自杀坠楼案，怕是花不了小许和你这么长时间。苏明轻轻点了点头，颇为凝重地开口道：林局，这起坠楼案的牵扯很大，并非是单纯的初中女生抑郁自杀，而是有人在利用一种自杀游戏，以此来引导2名受害者，令其在短时间内产生自杀的想法，并付诸于行动。但这还只是浮现于表面的东西，最为惊人的是，通过审讯，其中1名受害人挖出了前几天抓捕到的1名毒贩与这起案件有关，对其深入审讯后，挖出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消息，有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掌控着我们龙国5城的毒品售卖网络，而本起坠楼案的真正凶手便是这个庞大犯罪组织的其中一员。这番话顿时让林天的瞳孔猛然一缩，但又迅速地恢复了冷静，敲了下桌面，认真严肃道：小明，把这起案子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我说下。5城的毒品售卖网络，这案子可太大了，必须要抓紧揪出真相才行。对于林天的惊愕，苏明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或者说，但凡是在龙国公安组织架构里的公职人员，听到竟然有这么大的贩毒组织潜藏多年未被发现，绝对都会感到头皮发麻，更是下意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龙国的禁毒力度世人皆知，怎么都想不到能会有这么大的组织存在。随即没有丝毫犹豫，苏明立刻便讲述起坠楼案的来龙去脉以及所引申出来的案中案。足足5分钟过去，苏明终于是将具体经过以及推断的各种细节和过程跟林天讲述清楚。此刻听完苏明的话语，
林天从桌面的烟盒里抽出根香烟，夹在手指将其点燃，但却并没有吸哪怕一口，任凭其在指尖缓缓燃烧。足足沉默数十秒，飘起的烟雾都遮掩住自己面容后，林天才深藏着震撼，声音颇为沙哑地开口道：“所以，小明，这起原本看似简单的初中女生坠楼案，其实复杂程度远超想象。不仅存在意识掌控这种特殊的犯罪手段，最关键的是，那个都潜藏了不知多久，至今才被我们侥幸挖出一点点线索。一个拥有枪支、能走私高纯度毒品、敢直接用杀人威胁的巨型贩毒组织。”重重地呼出一口浊气，林天将面前的烟雾吹散，露出无比坚毅的目光，攥紧左拳，冷冽道：“虽然目前这起坠楼案的侦破难度提高了数倍，但幸运的是，意外发现了我们龙国竟藏着如此大的贩毒组织。如果再让他们隐藏几年，指不定又将造成什么样的恐怖危害。单凭挖出这个组织，我就能给你和小徐两人都记上一个大功。”说到这里，林天略微停顿2秒，看向面前的苏明，颇为认真地问道：“小明，这起案子大致是由你经手，小徐既然能让你来找我，也足以说明他对你的信任。现在你就大胆说下，对于目前陷入僵局的这起案子，你有什么看法和切入手段，以及需要什么特殊帮助吗？”很明显，当前林天一是非常看好苏明，毕竟无论是这起案子，还是先前从20年前卷宗找出5.13碎尸案的线索，都足以证明苏明的能力，以及那考试中从未出现的满分试卷并非瞎蒙的狗屎运。由于案件紧急，苏明自是没有客气，将目前自己内心的想法尽皆托出道：“林局，首先我觉得要先把那个大型贩毒组织放到一旁，先处理这起坠楼案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因为从这么多年来，至少从铁三吃花生米到现在，过去3年了，全国各地的警队都没汇报这个组织的消息，这足以说明这个组织的隐蔽性以及前所未见的严密性。目前一点线索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找线索。要想从这里入手侦破，难度真是前所未有的高。最好的办法显然就是先揪出坠楼案的凶手，通过这名凶手挖出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虽然我们目前坠楼案的线索也非常杂乱，但最起码有地方可以入手。同时，由于坠楼案的凶手跟姑苏铁三案的幕后凶手同属一个组织，我希望您能给我跨省跨市调取卷宗的权限。要是能从这2个案子中挖出有关联的线索，对于找出幕后凶手肯定是有很大帮助。”苏明理了理脑中思绪，确定暂时只需要调取卷宗的权限后，才继续道：“没啥别的东西了，林局，暂时就先给调取跨省跨市卷宗的权限吧。”林天将快燃尽的香烟熄灭，毫不犹豫地颔首道：“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们魔都公安的审厅，直接第一时间安排个特权内部账号，能让你跨省调阅所有的卷宗。同时我也要上报下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集团事项。那先这样，小明，你就先去忙吧，等会我就把特殊账号发给你，务必尽快将凶手揪出来。”说完之后，林天便拿起桌面手机，正准备拨打刚刚所说的那个审厅电话时，忽然顿了一下，好似想到了什么般，猛然抬头看向苏明，眯着眼睛意有所指道：“小明，你等会帮我查下那个树德中学的校长屈文彪，尤其是他的亲属朋友，有没有什么借助他进行犯罪的可能或机会？短短3-4个小时而已，他就打了好几个电话，催着让我找出真相，这心里头肯定也是有鬼。真正凶手可能不会这样，但若是迫切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挖出来的共犯呢，那也许就有可能了。”从林天的办公室走出，苏明重重呼出一口浊气，掏出口袋中的手机，给徐长胜发了条信息，内容是让徐长胜多查一下屈文彪，看下他究竟背后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正如林天所说的那样，就算是媒体的压力再大，身为树德中学的校长也不应该如此着急才对。而且当了这么多年的校长，总不可能连一些场面话都不会说，简单应付媒体都做不到，打这么多通的电话催促着警方拿出真相，而且总感觉是在暗示着给出自杀结果。其实以苏明的角度来看，眼下这一整起的坠楼案都能够大致看出幕后凶手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应当不会出现那种紧张到按耐不住不断打电话询问的情况。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屈文彪明显是有些不正常，即便不是案件的幕后凶手，大概率也与这起案件有所关系，或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回到处理案件的会议室，苏明缓步走在能贴各种照片或者书写重要案件信息的线索白板前，拿起一把油性笔，在白板上认真写了2个字：动机。对，就是动机。这起代号为蓝鲸游戏的中学坠楼案，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找到一个明显的动机。因为从那名幕后凶手特地提供纯度这么高的毒品，并浪费大量的时间邮件沟通，强行意识控制张婉和黄岩2人，这已经绝不可能是毫无目标的随机作案了。同时又因为全校剩余的那些学生都没有收到蓝鲸游戏的邮件申请，凶手精准锁定了由于各种突发情况和家庭因素，心理较为脆弱复杂的黄岩和张婉2人，所以能够证明黄岩和张婉绝对是凶手精挑细选过的猎物，并且有地方得知2人近况。但问题依旧存在，动机呢？凶手为啥要谋杀黄岩和张婉？而且按照从瘦狗那里得到的消息，这名凶手大概率是2个月前才被吸收到那个巨型贩毒组织中。从前几次所能提供给瘦狗的毒品分量来看，极有可能都还没得到那个贩毒组织完全的信任，都还没站稳脚跟就要试图杀人，这是为了什么？真就不担心好不容易才加入那个组织，结果没多久却被警察抓捕归案？难道说黄岩和张婉意外发现或听到了这名凶手参与贩毒的直接证据，所以才让这魔都最大的毒品头子不得不选择冒险将他们2人处理掉？认真想了数分钟，
苏明不禁有些头疼的捏了捏眉心，依旧是没得出一个合适的结论。毕竟魔都最大的毒品头子和2名初中未成年学生，这实在很难有所关联。同时还有关键性的线索缺失，只能寄希望于能够从姑苏市铁三的案子中，通过凶手属于同一个贩毒组织的特点，找出些许有用线索。正当这时，苏明放在桌面的手机响起了新信息的提示音，打开一看，发现是林天将特权账号发来了，而且不仅仅是能查看姑苏市的卷宗，甚至就连全国其他各省市的卷宗都能够调取查看。很明显，上头的大领导对于这个挖出的庞大贩毒组织也是前所未有的重视。没有丝毫的犹豫，苏明立刻便登录警方内部平台，将逮捕铁三的相关卷宗调取出来。这份卷宗的页数并不多，没有像苏明所猜想的那般足足缴获了10公斤的高纯度海洛因，应当会挖出很多毒狗。想来是铁三的骨头够硬，就算要领花生米了，硬是没把事情都交代出来，甚至就连自己的顾客都没有交代几位，倒是比起瘦狗要硬气得多。根据卷宗记载，铁三是在一处交易中直接被姑苏警方抓了个现行，连逃的机会都没。然后警方在铁三的住所搜查出了足足10公斤装在酒坛里的高纯度小白，这是姑苏警方有史以来单次所搜查缴获到最多的高纯度海洛因。看到卷宗记载的这句话，苏明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随即轻声喃喃自语道：单次最多高纯度海洛因，那是不是代表着在铁三被抓之前，其实就已经有搜查到高纯度的毒品过了？或者说铁三并不是这个毒贩组织在姑苏所找的第一位马仔？毕竟在瘦狗的描述里，那个组织成员第一次给铁三的数量便是足足10公斤了。想到这里，苏明便立刻搜索寻找起来，足足翻到4年前，也就是铁三案发生的前一年，发生在这一年的5月份，姑苏警方首次从某位毒狗手中发现了5克不掺杂质的高纯度海洛因。在这往后的2个月内，时不时能收缴少许的高纯度毒品，但都没有发现寻找到供货源头。紧接着到了第3个月，姑苏警方忽然从一艘湖边木船中发现了500克的高纯度海洛因。由于毒品数目重大，立刻便引发了姑苏警方的重视，开始使用各种手段进行严格的排查。终于在第8个月的时候，将姑苏售卖高纯度毒品的嫌疑人抓获，但此人根本就不是源头，更不是毒贩组织的成员之一。因为苏明看了眼卷宗中的这个毒贩，发现其有些长达5年的吸毒史。从铁三跟瘦狗所说的话语中，那个组织绝不招收吸毒之人，筛选起来的人员极为严格。所以正因第一位马仔死了，所以后面才找到了铁三，而且首次就给了10千克的高纯度海洛因。想到这里，苏明忽然皱起了眉头，忽然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奇怪。为什么在第3个月的时候，姑苏市的高纯度毒品就变多了？这是掌管姑苏市的那名组织成员通过试用期得到了其他毒贩的信任，还是说完成了什么特殊的考核？会不会魔都的这名组织成员当前一时还在试用期，未能完成什么考核？苏明顿时便充满了疑问，开始不断翻阅着姑苏市那段时间的所有卷宗。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犯罪嫌疑人未被及时抓捕，那么很可能在短期内会重复犯罪，亦或者安静等到风声过了，回到当初的案发现场，仔细浏览着姑苏市的卷宗，希望能找出究竟是何种原因才让姑苏市的组织成员增加了毒品供给量。1分钟、2分钟、3分钟，足足数分钟过去，苏明都要放弃这条线的时候，姑苏市一起发生于3年半前的命案忽然映入了眼帘。这个命案的标题为私人影院氰化钾谋杀案。最关键的是，这个案子下面还有个很显眼的标志：未结案。未结案。看到这3个字，苏明立刻便眯起了眼睛，更是毫不犹豫地点击案件查看起来。因为正常的刑事案件基本都有一定的结案时间，大致是3至6个月，保持着未结案状态，就说明还没处理或者无法处理，这是警局里绝不允许的事情。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例外情况，那就是命案。如果一起命案始终是未结案状态，这无疑就说明了一直没能找到凶手，根本就没办法强行结案。但这些年来，因为各种先进的刑侦手段以及监控天眼的出现，未结命案已经很少了。如果平均下来，一个市可能几年来都没一起。所以姑苏市这起未能找到凶手的私人影院氰化钾凶杀案，无疑是让苏明有些好奇诧异起来。正准备查看卷宗的时候，苏明突然间顿了一下，脑中不由得想起瘦狗曾经说出的那段话。那个人并没有回答铁三哥，只是简简单单的蹲下身子，从口袋衣袖中掏出一个细小的注射器，直接插到铁三哥妈妈的手臂上，就这样轻轻很温柔的将里面液体注射进去。就只有3分钟不到，铁三哥就亲眼看到他妈妈停下了呼吸。想到瘦狗说的那段话，再看向这起姑苏市至今未能侦破的凶杀案氰化钾，苏明现在能大致确定，那名姑苏市的贩毒组织成员大概率就是给铁三的母亲注射了氰化钾，才能令其在短短3分钟时间内就暂停了呼吸。而且当前这个卷宗里记载的死者肯定不是铁三的母亲，案发地方也相差甚远，但作案手法却是近乎于一模一样，都是利用氰化钾这种剧毒性物质，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受害人毒死。可问题是，姑苏市的那名毒贩组织成员杀死铁三的母亲，乃是为了威胁铁三，那杀死这名受害者又是为了什么？而且看着案发时间的话，甚至都是在大量高纯度海洛因被发现前，也不存在杀人越货的情。想到这里，苏明忽然愣住了，已然想到了某种极为恐怖的可能，立刻走到白板前，
拿起油性笔写下姑苏市这几个卷宗里所记载的时间点。4年前的5月份，姑苏警方发现了市场上有少量高纯度的毒品流通。4年前的7月份，姑苏市的某家私人影院发生了氰化钾凶杀案，至今未找到凶手。4年前的8月份，姑苏的毒品市场开始出现大量的高纯度毒品，警方在一艘木船上发现了足足500克的海洛因。3年前的1月份，毒贩组织成员手下的马仔被蹲守多日的姑苏警方抓获。3年前的3月份，铁三被毒贩组织盯上，其母亲被注射氰化钾害死，首次交易便是10千克的毒品。将这些案件的日期写下，通过氰化钾这种特殊的杀人手段，苏明可以大胆判断，这起私人影院凶杀案的凶手大概率就是这名贩毒组织的成员。那么问题来了，私人影院死去的受害人只是一名人际关系简单的计算机码农，非常纯粹的宅男，为什么会被贩毒组织的成员盯上？而且就在这起案子的1个月后，姑苏市的高纯度毒品数目就立刻上涨了数倍不止。这是不是代表着姑苏市的这名贩毒组织成员已经通过了内部的考核，或者得到了信任？在这种情况下，那所谓的考核和信任岂不是大概率就是？这一刻，苏明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立刻用这个高权限账号搜索收缴过高纯度海洛因的城市。首先是金陵市，2年前出现了高纯度的海洛因，并且在8个月后搜查到的次数和重量开始增加。往前面翻阅查看，有一起名字为红衣男童勒颈自杀案的特殊案件，至今都还没有结案，因为始终无法确定是凶杀还是自杀。然后便是同样不远的明州市，1年前出现了高纯度的毒品，在短短的2个月内，毒品市场内就涌现了大量的高纯度海洛因。而跟高纯度毒品近乎同时出现的是一起名为别墅电锯碎尸案的未结案件，一时没有找到凶手。继续翻下去，便是凭借西湖美景出名的临安市，在2年前同样出现了高纯度毒品，但短短3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市场上所有高纯度毒品竟是全部无比古怪的消失不见了。仔细查阅这3个月内的卷宗，苏明已然发现有一起名为西湖溺水抛尸案的案子，目前已经处于结案状态，凶手在被找到的前1个小时便坠楼自杀了。虽然找到确定了凶手，但这起案子也足足耗费了将近10天左右时间才通过一个细微线索侦破。但还不只是这些，半小时后，苏明颇为疲倦地呼出口浊气，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眼眸满是严肃和冷冽，更有些说不出的凝重和愤怒。因为通过查看众多城市的刑事卷宗，他已经能确定一件事了，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成员要想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以及获得更多的高纯度毒品配额，就必须做一起完美的命案。当然并不是说真正的完美，而是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不能被警方发现的命案。这个时间大致是1个月，如果在1个月内没有被警方发现并抓捕归案，那么毒品配额就会提升，随着警方未能抓获的时间越久，其获得的配额也将会越高。而这便是杀人动机。除了这一点外，最恐怖的是那些犯案后隐藏身份失败被警方揪出来的贩毒组织成员，无一例外全部自杀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一丝一毫能继续深入探查的机会。毫不夸张地说，当前这个贩毒组织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成功逃掉的命案在身，整个贩毒组织的犯罪智商恐怖到令人都无法想象。这一刻，正当苏明略有些凝重，深感到这个庞大贩毒组织的恐怖极端之时，徐长胜推开会议室大门，对着苏明招了招手道：“小明，一起去技术科下，他们已经帮我们找出了好几名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最有问题的便是屈文彪。近几年屈文彪的至亲都因病去世了，只剩下一位在米国留学的儿子了。而且你知道吗？他竟然不只是校长，这几个月还兼任了树德中学的心理咨询室老师一职。”徐长胜带来的这个消息，顿时让苏明心头略有些说不出的惊讶。兼任心理医生，唯一的儿子在米国留学，要知道阿片类药物在米国可不受监管，处于严重滥用的状态，几乎人人家里都有几瓶。会是协助犯罪吗？不过出于对案件严谨负责的考虑，苏明并没有立刻下什么判断，而是连忙走出会议室，跟着徐长胜前往刑侦技术科。一边朝着刑侦技术科走去，徐长胜一边讲述着当前发现道：目前通过筛查树德中学的众多校职工，基本发现了3名大致符合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有其他的校职工大多都没有接触过黄岩和张婉，所以本次筛查乃是从能知晓2人的情况以及有充足的犯罪机会和时间来初步检索。这3人分别是树德中学的校长屈文彪、副校长张恒以及他们曾经的班主任刘燕。在技术科的筛查之中，屈文彪的嫌疑程度要远远高于另外2人。说到这里，2人也走到了刑侦技术科的位置。徐长胜招了下手，示意道：虎子，先别看监控了，来，你把刚刚我们筛查出来的3个犯罪嫌疑人跟小明好好说下。然后徐长胜看向旁边另外2名配合多年的老警员，颇为认真严肃道：老陈、阿奇，这边技术科的工作你们俩就暂时先放一下，这几天穿便衣去盯一下瘦狗的老婆和女儿，顺便观察有没有什么行踪特殊的人在附近蹲点。我担心随着这起案件的深入，我们开始调查屈文彪，那个贩毒组织的成员也将会动起来了。那到时候瘦狗的家人和女儿绝对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必须有所防备才行。得到这个命令后，老陈和阿奇2人便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快步离开技术科，前往瘦狗的住址附近蹲守可能出现的嫌疑人。与此同时，王虎脸上带着一抹激动表情，打开整理的与屈文彪相关线索，开口道：明哥，
我们刚刚通过调取身份库、医疗档案、校方官网、个人党员信息等等各方面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目前所筛查出来的这3名犯罪嫌疑人张恒和刘艳的可能性要比屈文彪低非常多。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屈文彪都更为符合你和胜哥的推断。目前至少有80%符合，8成符合，这个概率让苏明不禁挑了挑眉，心中更是有些说不出的诧异。毕竟在众多刑侦案件的经验中，如果出现某个犯罪嫌疑人能与推断出来的结果有8成的符合度，那么基本就能确定这个嫌疑人就是犯罪凶手了。这是因为警方所推断出的众多特征和线索，无论如何的精准，都可能与真实情况有所差异，所以真正凶手的情况和推断结果相比，略微有些参差也是正常的事情。能有7至8成的符合，那就已经是极高了，都能够大胆抓捕起来审讯案件细节了。苏明微皱眉头，点了点头，示意道：“虎子，详细说一下屈文彪有啥地方跟我们推断的相差无几？”没有丝毫的迟疑，王虎点击翻阅下一页，展示出一张泛黄的彩色老照片。这是一张高中毕业照，略微辨认下能发现学生时代的屈文彪正站在后排的正中间，比着剪刀手拍照，而后面的背景则是其高中学校的大门口，上面明晃晃的挂着几个大字：盛天高级中学。这张毕业照是我从屈文彪的党员档案里扣下来的。王虎指了指屏幕里的照片，继续讲述道：在大概35年前，也就是盛天村最为繁荣的时候，屈文彪的父母就在那个纺织厂上班，同时屈文彪也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因此他对盛天村肯定非常熟悉，更是从小在这里长大。接下来是第2系列的照片，王虎继续点击着笔记本，将一连串的各种活动照片以及采访照片剪切到了一起。在这张长图里，所有的主角都是屈文彪，但他却都是戴着薄口罩，没有露出鼻子和嘴巴。同时，这些照片中的所有人像都是穿着长袖衬衣，明显气温并不是很高。看到这里，苏明便皱着眉头，缓声开口道：“过敏性鼻炎，屈文彪应该是有过敏性鼻炎，而且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种。否则的话，不会在这些活动和采访中都戴着这种防花粉的薄口罩。毕竟这戴着口罩，总比采访到一半不停打喷嚏、露丑相要好。而且从这衣服穿着上面判断，基本都是在春季，正是花粉传播最多的时间点。明哥，果然还得是你啊！”王虎熟练地感慨一句，打开下一张的医保支出图片，继续道：“这是屈文彪的医保支出，前几天去了趟淮海区人民医院，医生给他开了扑尔敏、开瑞坦等抗组胺类药物。根据药物的效果，能判断是为了缓解花粉过敏的症状，所以可能正因为这样，明哥，你和胜哥去学校的时候，他还没有戴口罩，当然也可能是他太过着急了，忘了将口罩戴上。”紧接着，王虎翻到最后一张照片，指了指校园内部公告道：“还有这一张任免表，在2个月前，树德中学的心理咨询室老师被屈文彪辞退了，给出的理由是擅离职守，平日基本不在心理咨询室值班，学生想找都找不到他。然后就在辞退的3天后，屈文彪忽然决定由自己暂任心理咨询老师，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后再把自己换下来。但实际上，我查了各种资料，屈文彪根本就没有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唯一可能学过心理这方面内容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他大学时候，由于是师范生的缘故，或多或少学过一点，但这么久了，应该忘记了吧？虽然这里有点小问题，可根据目前众多的资料，我觉得屈文彪的嫌疑确实是最大的。”听完王虎的这番话，苏明已然是深深地皱起眉头，心中更是有些说不出的疑惑。难道说凶手真是屈文彪？可是为什么一个能用蓝鲸游戏这种极为隐蔽的意识控制手段来实施犯罪手段的人，会害怕的不停打电话问，而且还是给林天这种经验无比丰富老刑警打电话，不担心身份暴露吗？最关键的是，从刚刚翻阅的多起贩毒组织成员案件来分析，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对于人员的筛选非常严格，应该不会选择屈文彪心理素质这么差的人才对。况且都没有心理学基础的屈文彪，苏明并不认为可以主导这个蓝鲸游戏。不对，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虽然屈文彪的各项信息都能跟苏明所推断出的凶手画像大差不差的对应上去，但偏偏就在个人性格上面出了极大的问题。谨慎敏锐的凶手怎么可能会3番5次的给林天打电话？这不是增加暴露自己的机会吗？除非说屈文彪想打个反逻辑，用这种方式反向洗白自己，那屈文彪未免也太画蛇添足了。因为刑警办案讲究的是实打实的证据，而非像狼人杀那种的正反逻辑，逻辑只是为了找出嫌疑人，无法作为确定嫌疑人的证据。所以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幕后凶手非常了解屈文彪的个人信息，所以设计所留下来的线索全部都是以屈文彪为模板，专门就是要让警方把目标转移到屈文彪的身上，以此来逃窜追捕。而且这种栽赃嫁祸的犯罪方式非常符合幕后凶手的人设与性格，谨慎、凶狠、狡诈。正当苏明在脑中思索不停的时候，技术科的走廊外响起厚重沉稳的脚步声。3秒后，林天已经出现在技术科门口，看到苏明和徐长胜2人后，随即走近道：“原来你们在这，刚刚我还去办案会议室，没看到你俩，我就寻思大概来这里了。怎么样？目前情况如何？”我刚刚给沈厅汇报了这件事，上头非常的重视，已经是开始讨论要如何揪出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了。所以我们大队当前的任务就是尽早侦破这起坠楼案，将幕后凶手揪出来，尽可能的顺藤摸瓜到贩毒组织。这番话瞬间便让技术科里的所有警员都越发的紧张和凝重起来，因为林天能来这里说这番话，足以证明这起案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此刻，因为林天的这番话，
技术科都顿时变得沉默了下来。徐长胜抹擦着下巴思索2秒，随即接过王虎的鼠标，打破沉默道：“师傅，我们目前极度怀疑这个树德中学的校长屈文彪就是这起坠楼案的幕后凶手。因为根据小明所分析出来的凶手画像，屈文彪至少有80%相似，甚至不相同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容错性，拥有成为完美嫌疑人的可能。”说到这里，徐长胜看向身旁的苏明，颇为重视地询问道：“对了，小明，刚刚听完胡子的描述，你有什么看法？屈文彪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很明显，经过前几次的案件推断，徐长胜早已是非常相信苏明的推理能力了，否则的话也不会在这种情况还特地问下苏明的想法和判断如何了。理了理脑中思绪，苏明环视下林天和徐长胜2人，颇为认真和严肃地回答道：“林局，胜哥，虽然屈文彪非常符合完美嫌疑人的身份，但从其性格分析，我觉得幕后凶手极有可能不是他，或者说是有人刻意栽赃给他。因为在作案手法上，凶手无比的谨慎小心，这跟屈文彪3番2次打邻居电话实在反差太大了。而且我先前通过分析和浏览近几年的周围省市案件，目前得到了那个贩毒组织的关键线索。通过所得到的线索，我觉得屈文彪大概率还不配加入这个贩毒组织。对，是不配。不配加入？林天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随即伸手示意道：“继续说，小明，把你从卷宗里发现的东西和我们大致说一下。”苏明略微低垂脑袋，右手指在左手背轻点着开口道：“首先，通过判断各省市的高纯度海洛因发现时间以及重量增加的时间，我意外发现，但凡是重量增加的前1-2个月，绝对有一起当地警方未能侦破的命案。同时，有几个省市也出现了高纯度海洛因，但在短期内就被一网打尽了，后续再也没出现。通过卷宗分析，我发现在此之前都有一起命案，侦破难度极高，至少都花费了4到5天才将其侦破。由此，我可以大胆判断，所有被邀请加入贩毒组织的嫌疑人都必须制造一起无人侦破的命案，才能够获得认可，增加自身所掌控地的毒品数目。或者说，这个贩毒组织的头目用这种方式来掌控手下，令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并且防止我们警方的卧底加入组织。同时这样也造成了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绝对都足够忠诚，犯罪智商都是极高，能在犯命案后全身而退，足以证明这群人的警惕性和反侦查能力究竟是有多恐怖。而这也可能是足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个贩毒组织的原因。话音落下，整个技术科再度陷入了沉默，众人纷纷眼眸颤动，满脸震惊，只因为苏明刚刚说的这个推断着实是太过恐怖了。一整个组织全部都是曾经成功逃脱了追捕、身背大案的亡命之徒。林天表情一时有些动容，但又立刻调整好，缓和气氛地笑了笑道：“看来如果把这个贩毒组织比作一场晚宴的话，邀请函只是能到场地参观，要想坐下来吃，必须拿出足够的礼金，也就是杀人逃脱的投名状啊。”随即呼出一口浊气，林天拍了拍苏明的肩膀，平静的眼神中好似有风暴在聚集，拍板道：“先把屈文彪带来警局，虽然他大概率不是凶手了，但从他的身上切入，指不定就能带我们找到凶手。”而在控制传唤屈文彪的同时，在淮海区的老城区名为幸福家园的老旧居民小区里，一位满脸疲倦、头发乱糟糟，手中还牵着一只柴犬的颓废宅男，正一边遛着狗，一边啃着手中的杂粮煎饼，但眼神却时不时地瞥向四周。当他牵着柴犬走到小区正门位置的时候，看了眼坐在小区外的拉面店，正看似大口嗦着拉面，实则没吃到嘴里几根的中年男人，以及正在迎面走来推着小车上面有一大堆快递的某东小哥。他打了个哈欠，不露神色往小哥身边靠近些许，随即用力地吸了吸鼻子，发现没有恶心的汗臭味，反而是有股衣服刚拆开的制衣厂塑料味。略微眯了眯眼睛后，颓废宅男轻轻拽了下手中的狗链，颇有些肾虚感的催促道：“走了，小柴，该回家了。”这只柴犬似乎非常通人性，扭着屁股便往小区最偏僻的那栋楼走去。当颓废宅男回到家里，将大门关好反锁之后，原本疲惫的眼神立刻便锐利凝重起来，随手将狗链丢到一旁，从鞋柜里翻出一台手机，塞进破解过的一次性电话卡，拨通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当颓废宅男在心中默数15秒后，电话便已是在另一端被准时接起。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怀疑对面的身份，颓废宅男便率先开口道：“我刚刚看到有2条警犬闻着未来瘦狗老婆和女儿的小区了，瘦狗估计是全料了，大概率把所有跟医生和组织有关的事情全部跟条子全部都说了，真是个软骨头，连老婆孩子都能不管的东西。K， 现在要怎么处理？要不要我现在去找医生，让他想好供出我们？”还不等他说完，那个被称为 K 的神秘人便语气轻松地打断其话语，甚至还听到了红酒杯清脆的碰撞声。“不用你来，毒药，找个机会回你的姑苏吧。医生的考核失败了，我会让雕塑家去解决这件事，毕竟魔都是他管辖的地盘。虽然他是个纯粹的疯子，但处理个没通过的废物，估计是没啥问题。毕竟他做的那起案件都快挂在那20年了吧。”确定屈文彪为下个突破口后，淮海刑侦大队的行动非常快速，警车在公路上全速疾驶行驶，原本需要20分钟的路程，被徐长胜硬生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到树德中学的校门口，苏明推开副驾驶的车门走下，看到周围各大媒体的采访车比起早上竟是又多了不少，但淮海区教育局的车辆目前已经是先行离开了，想必也是猜到了这起案件并没有所想那么简单，因此没有把时间耗在等待结果上面，
毕竟做好最坏的打算，早点回教育局开会商讨个解决方案出来，或许将会更有价值。因为这起案件在那些无良媒体的夸大宣传下，已经是在网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苏明和徐长胜两人穿着警服走进校园时，意外发现就在距离校门口不远的空地处，戴着薄口罩的屈文彪正被一大群媒体记者围着，有的举着话筒，有的举着手机，还有的举着录音笔等等，正在刻意引导和询问着屈文彪。屈校长，听说这是一起故意谋杀案，是否证明了树德中学多年军事化管理的漏洞和错误？屈校长，目前都没见到死者的家属前来，这是贵校选择花费大价钱跟死者家属和解了吗？屈校长，请问这次的学生坠楼让您有改变学校理念的想法吗？从成绩为上转变为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屈校长，麻烦您摘下口罩。屈校长，从这种诱导性的采访完全可以看出，眼下堵着屈文彪逼问的这些人大多不是官方的正式媒体，基本都是所谓的二流报纸以及各种蹭热度的网红，试图拿到第一手的消息和过程，以此来博取流量带节奏。但是没办法，发现张婉坠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如果还不进行回应的话，指不定这些人会编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旦这些人编撰的过程被广大网友和民众大范围认可的话，即便后面警察拿出了完整的案件报告，怕是都没有任何的用处了。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网友们只会想听他们想听到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真相。徐长胜看了眼被媒体围在中间的屈文彪，不禁冷笑一声，嘲讽道：如果不是提前查了点东西，指不定还真以为屈文彪是个好校长了。为了保住学校的声誉，只能这般委屈的应对这群无良媒体。但有了相关信息后，我觉得现在接受无良媒体采访都像是为了掩盖先前因为慌乱多次拨打邻居电话的事情。此刻，苏明和徐长胜两人已经靠近了围成一圈的人群。屈文彪略有些沙哑的声音，亦是能清晰听到：各位记者媒体，我和大家说了无数遍，目前坠楼原因还在查，我给不了大家任何的答复和想法。至于是否调整校规或者风气，乃至于管理模式，麻烦都请等到这起悲剧的真相查出来再说。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淮海刑侦大队林局长的电话，让他来亲口说下案件的进程。相较于我而言，林局长的回答想必你们应该也还不等屈文彪说完，站在包围圈的最后面根本无人注意到的徐长胜颇为直接的打断道：屈校长，不用给邻居打电话了，目前案子正在关键阶段，邻居没空接你的电话，所以让我们特地来接你去趟刑侦大队，一同将后续的案件梳理清楚，找出真正的坠楼原因。这突然响起的话语令将屈文彪团团围住的众多媒体纷纷转头朝着后面看去，看到身穿警服神色冷冽的徐长胜竟是不约而同的朝四周挤了挤，让开了一条道。而半举着手机好似正要给林天打电话的屈文彪更是顿了下，而后连忙看向徐长胜和苏明两人，神色异样，颇为勉强的回答道：林局让我去趟刑侦大队吗？好，那我把这里的事情解决了，就跟你们去看下案件最新进展。在徐长胜表明来意的时候，苏明的目光始终是停留在屈文彪脸上，仔细观察着他的微表情。虽然脸上戴着口罩，但苏明从屈文彪的眼神以及其回应的语气和速度上，已然看到了些许紧张和慌乱。很明显，即便屈文彪不是这起坠楼案的凶手，那也绝对和案子有关。第一次来树德中学的时候，屈文彪是全程陪着那些教育局的领导，安排副校长张恒配合苏明等人查案，才让屈文彪躲到了现在。否则的话，估计在最开始的时候，只需要简单的盘问几句，就很有可能将他揪出来了。因为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屈文彪的心理素质确实是差的不行。徐长胜简单的2句话，便已经是紧张的有些按耐不住了。为了避免过多的磨蹭时间，徐长胜穿过无良记者们让出的小道，站在屈文彪的身旁，面无表情的冷声道：都散了吧，用不了多久，我们警方就会公布具体的调查结果，在此期间就不要妨碍我们办案了。我觉得在场的各位应当也不想因为妨碍公务到淮海刑侦大队中喝茶，所有隐私都被我们扒个底朝天吧。此话一出，根本就不用再说些什么。那些围绕在旁边举着各种录音设备的无良假记者不约而同面面相觑，看了几眼后默契的四散而开，根本就不敢多说半句。毕竟刑警在大多数龙国人心中绝对属于那种不可招惹的职业。等到这些无良假记者散开后，徐长胜颇为亲近的搂住屈文彪肩膀，带着一脸温和的笑容，就像林天专门派他来邀请前去一样，实则在尽可能控制屈文彪，避免发生什么其他的意外。就这样，两人看似无比亲密来到警车，等屈文彪坐到后排之后，徐长胜脸上笑容便顿时收敛，严肃地拉开车门走到驾驶位，随手把手铐丢到后排的空位上，抬头看向车内后视镜，盯着屈文彪冷冽道：来，屈校长，你是高职学者，更是党内人员，我不想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自己把手铐戴上吧。刚刚在媒体面前已经给你留足面子了，希望你现在也别让我难做。这番话令屈文彪不由得愣了下，又看到座位旁的手铐，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还没等他说出手，徐长胜便一只手扶着方向盘，直接侧过身，眼神冰冷地盯着屈文彪，对着手铐努了努嘴。沉默数秒，屈文彪黯然地低下头，捡起座位旁的银色手铐，随着咔嗒一声，将其铐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双眼灰暗地盯着窗外景色。15分钟后，警车已经带着屈文彪回到了淮海刑侦大队。
虽然社会地位较高，但屈文彪同样是被第一时间安排进了审讯室，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优待和特权。因为当这起特殊的校园坠楼案不仅和未成年人有关，更是牵连出一个庞大贩毒组织的时候，这起案件的重要性就已经远超了所有人的想象。上头更是下达了死命令，无论最后会牵扯出什么人，都直接往死里查，必须要彻底的挖出烂根。此刻，苏明正坐在案件会议室里面，仰头盯着天花板，微眯眼睛，有些说不出的疑惑。刚刚在抓捕屈文彪的时候，除了一开始能看到他有明显的慌张和害怕后，到了后面仿佛只剩下了接受和沉默，甚至在徐长胜递给他手铐的时候，就连争取不戴的想法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以意识控制的犯罪手法来判断，性格有些懦弱胆小的屈文彪应当无法做出这样的案件才对。况且在所有的个人简历和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过屈文彪钻研心理学的记录啊，这样的话就更不可能成为这起蓝鲸游戏案子的幕后黑手，毒贩组织必然也看不上这样子的人。不是凶手，那屈文彪最大的概率就是与案子有所牵连，或者被人用某种手段胁迫来帮幕后凶手实施这起案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屈文彪完全不知情，当前所有推断出来的线索都是由幕后黑手特地制造出来，指向屈文彪的可能性已经近乎没有了。毕竟若真是被人陷害，无论屈文彪如何的懦弱，想必也不会这样保持沉默。至于被人胁迫的话，就算屈文彪被凶手抓住了把柄，那尽可能的帮忙隐瞒一下不就好了吗？为何先前在警车上以及刚刚一路被带到审讯室的时候，依旧是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这是跟瘦狗一样，担心把什么事都交代后，家属和亲人都被某个人或组织给害死吗？那也不可能啊。先前查看屈文彪个人信息的时候，苏明便是有刻意关注过他的家庭档案。目前能够确定的是，早在3年前，屈文彪的妻子便因病去世了，而他唯一的儿子被送到了外国读书深造。至于他的父母，曾经是盛天纺织厂的员工，后面工厂被改革取缔后，屈文彪的父母到外面又干了几年，后面由于年纪大了，也没选择和屈文彪一起住，而是又回到了盛天村。5年前，这2位老人家便先后离世了，所以按理说，屈文彪根本不存在家人被胁迫的可能啊。可是他这样诡异的保持沉默，从考上手铐的那一刻开始，直到进入审讯室的这段时间，就连一句辩解话语都不曾说过。这是在做什么？等律师？还是自我放弃？亦或者屈文彪这是准备替某个人将这起案子担下来，所以才保持沉默态度？想到这里，苏明忽然抓住了什么线索般，连忙掏出口袋的手机，拨通王虎的电话。随着2声等待的忙音过去，电话已是被随之接起了。根本不等王虎询问什么，苏明便不容置疑的率先开口道：“虎子，帮我查下屈文彪的各大银行卡，在这大半年内有没有大笔多次的转账交易记录？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也尽可能查下他在境外有没有银行卡。要是查到东西了，立刻发短信告诉我。”说到这里，苏明看到徐长胜已经是推开门，对他指了指审讯室的方向，身旁还站着已经基本不处理一线案件的林天。很明显，这是徐长胜给林天汇报完情况，要开始对屈文彪审讯了。而且经验无比丰富的林天同样也要参与这一次的审讯，不仅是因为屈文彪的身份，更是要尽可能的审出所有线索，把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进一步摸清。行了，就这样，虎子，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苏明说完后便挂断电话，随即带着笔记本和一系列材料，快步走到徐长胜和林天2人的旁边。似乎很久没有跟林天一起审讯过了，徐长胜显得有些兴奋道：“师傅，竟然没想到连你都要来审讯了，不过刚好也能让小明看下我们淮海大队王牌老刑警的实力了，别在这里瞎扯什么。”林天略有些嫌弃的瞥了眼徐长胜，而后继续道：“等会还是以你们为主，由你们进行审讯，我就承担下观察员和补充审讯的角色。说实话，这起案子真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有半分松懈，生怕遗漏任何可能与那个贩毒组织有关的东西啊。”来到审讯室，已经是有其他警员颇有眼力见的提前搬了张椅子进去。当苏明放好笔记本等东西，走到角落将摄像机打开的同时，林天则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看向对面已经摘下口罩的屈文彪，缓声道：“屈校长，你也是知识分子，职位特殊，更是比我年长几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当前这种情况，即便你没见过亲身体验过，想必也听不少人说起过，所以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到时把该交代的东西都交代了吧，我会尽全力的给个机会，给你个从轻发落的可能。好了，开始吧。”说完这番话后，苏明亦是坐到椅子上，由徐长胜率先开始询问道：“个人信息这些就跳过了。屈校长，你们学校这次的坠楼案死者信息，你目前是大致知道了吧？”屈文彪低着头，好似非常疲惫般，有气无力地回答道：“知道。”徐长胜点了点头，随即手指轻点着桌面，继续道：“既然屈校长都已经知道，那废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吧。为什么在2个月前你辞？”还不等徐长胜说完，屈文彪便好似没有听到先前问题，继续自顾自地低头道：“知道。我知道张婉同学的具体信息，更知道他父母早就离异，跟着奶奶生活，导致其性格孤僻，不善交际。1个月前，他的奶奶去世，令他最后依靠都没了，成为了心理控制的最好人选。我知道，徐警官，你们肯定要问我怎么知道心理控制这件事。因为说到这里，屈文彪缓缓抬起头，露出平静到都没有一丝波澜的眼眸，不带丝毫情绪道：“因为他就是我杀的，他就是我杀的。”屈文彪毫无情绪波澜，好似认命般诉说着最平常的话语，令在审讯室的3人都是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因为就算让初出茅庐的王虎来审讯屈文彪，估计都能轻松地看出他正在撒谎。
但屈文彪又偏偏能说出心理控制以及张婉的近期情况，这些按道理学校校长绝不会知道的事情。毕竟一所学校有那么多学生，也有众多繁杂的事务，校长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某位学生的至亲去世这种事？所以现在很明显就能判断出，首先人肯定不是屈文彪杀的，至少这种胆小懦弱的性格绝对不是那种能够设计出蓝鲸游戏犯罪的缜密凶手，但他绝对知道案件中的不少细节，甚至有直接参与的可能。其次，屈文彪并不打算供出案件同伙，明显已经是打算独自一人将这起案子扛下来了，因为单凭他中学校长的高知身份，就注定不会是那种杀了人都觉得无事发生的法盲。所以如果屈文彪真是被人胁迫，或者存在被利用的情况，理应是会立刻说出案件过程，寄希望以此立功求轻判，而非像现在这样竟是心如死灰般落寞地说出人是他杀的这种话，甚至连最简单的反驳隐瞒都不做，这无疑就是要顶罪的做法了，而且还是那种无论用什么东西来威胁或者感化，都绝对不会将真正凶手供出来的那种顶罪态度。这和先前没多久就全撂了的瘦狗完全不一样。此刻说完自己就是凶手的屈文彪，已然再度又沉默地低下了头。徐长胜紧皱着眉头，右手食指敲击着桌面，颇为严肃地冷冽道：屈校长，我觉得你应该要认识到这起案子的严重性，这可是一起未成年命案，而不是简单的小偷小摸，这并不是你想扛就能扛起来的东西，真正的凶手也不是单凭你一人就能隐藏起来的。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很多，屈校长就算你如此的不配合，最终凶手我们警方注定也将会找到。你确定要为了根本就无法改变的结果，放弃从轻处罚的机会吗？屈校长，把案件的具体过程都交代了吧，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说完颇为官方的劝解话语后，屈文彪依旧是没有任何改变，沉默地低着头，甚至连回答都不愿意了。这种毫不配合的态度令徐长胜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急躁和愤怒。如果换成以前审讯要求没那么严格的时代，即便屈文彪身份是中学校长，党内人员都得吃一套大记忆恢复术。看到徐长胜已经明显有些恼怒于屈文彪的态度时候，坐在旁边的林天则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如同定海神针般严肃道：屈校长，说句实话，我们之前也有幸见过几次，所以今天看到你以这种状态在面前面，其实心中颇有些不是滋味。既然你也在审讯室，未来好一段时间内怕是都没有自由了，我就直白点和你说了吧，这起发生在你们树德中学的坠楼案，并非单纯只是学生坠楼而已。目前根据我们挖出的线索，已经是和一个长期盘踞在我国的巨大贩毒组织有关。你现在所保护的那个人，也就是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之一。身为党内成员，曲校长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国对毒品始终保持着真正的零容忍态度。说到这里，林天将语气舒缓几分，如同老友叙旧般温声道：曲校长啊，把事情经过都说了吧，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不仅给你一个从轻处罚的机会，同样也给真正的凶手一个自首而从轻处罚的机会。藏是肯定藏不住的，自首和坦白才是正确的减刑途径。到时若你们还能将那个贩毒组织的相关人员和主要地点告诉我们，戴罪立功，也许用不了几年就能出来了。很明显，真正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林天非常清楚，以屈文彪刚刚的态度，要想用强硬的方式从其嘴里跳出有关于这起案件的过程和细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唯有采用温和的态度，并须以自首减刑这个在案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承诺，才有可能让屈文彪随之松口，说出具体的案件细节。就像现在听到还有戴罪立功的可能后，屈文彪立刻缓缓地抬起了脑袋，眼眸中更是闪烁着些许希冀，但好似不知回忆起了什么东西。短短不过3秒，屈文彪眸中的希冀又消散了，眼神灰暗的再度低下头，沙哑平静道：我就是凶手，因为张婉的成绩太差了，继续留在学校里绝对是会拉低本届的升学率和平均分，但临近毕业考了，再加上张婉家里出了那种事情，就算我让她退学，她肯定也不愿意。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利用蓝鲸游戏来进行意识控制犯罪。为了做到这件事，我还特地辞退了原本学校里的心理咨询。还不等屈文彪说完，苏明便直接打断其话语，叹了口气，略有些无奈摇头道：喂，屈校长，你咋自己都聊崩了？张婉的奶奶是1个月前才去世的，这跟你在2个月前就将那个校内的心理咨询师辞退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应该是幕后凶手为了完成那个贩毒组织的考核，特地让你寻找适合恰当的目标吧。结果足足找了1个月都没能发现适合的人员，所以你就想起了去年因为车祸跛脚至今都没有继续上学的黄岩了吧？结果黄岩并没有理会你们，眼看着考核越来越紧迫的时候，恰好更为脆弱的张婉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没说完，滴滴滴，苏明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忽然响起收到新信息的提示音，没有丝毫犹豫，苏明连忙点开信息，看到王虎发来的最新线索，眼神骤然凌厉，紧接着看向正低头保持沉默的屈文彪，轻轻摩挲着手指，颇为平淡的开口道：屈校长，我觉得这些事都可以暂时先放到一旁了，麻烦请你先告诉我下，大约3个月前，在短短不到3天的时间里，你通过各大银行和其他途径往一个境外账户赚了足足800万，甚至在转账后的第2周还让中介帮你的房子挂牌急售，以低于市场价足足 15% 的价格让买家用现金全款完成了房产交易，而总计600万的房款刚拿到手还没捂热，你就又全部将600万转到那个境外账户中，但短短不到1小时内，那600万就又被赚了回来，重新回到了你的卡里，数次合起来的转账金额幅度超过了1300万，并且在2个月前恰好停止了转账。屈校长，
你能不能告诉我下，那个境外账户的主人跟你是什么关系？苏明的这番话令低头沉默的屈文彪瞬间便抬起了头，眼眸微微抖动，似乎都有些难以保持平静，张了张嘴，足足好一会儿，才沙哑带着颤音的强行应承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转账？我根本就没有给别人转账，除了我是这起案件的凶手，其他的事情我根本都不知道。可以看出，即便身为上个世纪极少一批的大学生，但性格懦弱并不机灵的屈文彪，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却是和其他罪犯一样，只能强行咬定自己不知道，维持着已经毫无意义的嘴硬。但这起案件极其严重，可不是屈文彪简单说几句不知道就能够暂时将其放下得了。坐在旁边的林天听到苏明刚刚的话语，根本就不抱屈文彪能回答的期望，转头询问道：小明，你这些信息来源准确吗？在这段时间内，屈文彪有大额转账是吗？苏明点了点头，将桌面上的手机递给林天，肯定的回答道：是的，林局，在刚刚来审讯室前，我便大致推断出屈校长很可能有自行扛下罪名的打算，所以我认为幕后凶手很可能早就和屈校长有所联系，甚至关系应当也是绝不陌生，不存在被胁迫的可能。那么再通过分析绝大多数人参与贩毒的原因和目的，虽然不排除享受刺激这种病态的心理，可我觉得钱依旧还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之一。然后作为私立学校的校长，曲校长即便不是建校的股东，经济实力也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既然曲校长和幕后凶手的关系不一般，甚至都可能帮他顶这种命案，我便判断出在加入贩毒组织前，肯定是会先联系下曲校长寻求帮助，实在是没办法了，才会走贩毒组织这条路。那么直接查询钱款转账记录，便是验证我这个推断的最好选择了。至于最后结果，林局就正如手机显示的短信那样，确实有数额巨大的转账记录。听完苏明的这番推理，林天颇为赞同和满意的点了点头，但也没太过震惊。作为资历深厚的老刑警，林天自认为也能做到这些推断。看着手机中的众多转账记录，缓声道：阿胜，曲校长的亲人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在境外读书或工作的孩子？老刑警自是足够敏锐，通过苏明先前的话语、手机中的转账记录以及屈文彪的态度和表现，立刻就判断出屈文彪大概率是有一名孩子在其他国家留学或者工作。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解释屈文彪为何会这样的强行顶罪。没有丝毫迟疑犹豫，徐长胜连忙点了点头，回答道：有，师傅，有。屈校长有一名儿子在米国留学，名字叫做屈鹏飞，但目前还没有深入的去调查，因为这起案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想不到竟然会牵扯这么广。林天轻轻的颔首点头，仔细看着屈文彪的表情，发现其明显是有些坐立难安，但偏偏又不能太过显眼，只能不断的攥拳又松开，双脚膝盖死死的并拢在一起。这些动作都已经是足够证明屈文彪当前内心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从先前的平静灰暗等死到现在的焦躁紧张按耐不住，这种心理情绪的巨大转变令林天若有所思的眯了眯眼，根本也不避讳屈文彪了，理了理脑中思绪，利用自身经验拼凑起线索道：阿胜，先查下内部数据库，看下屈鹏飞的大致资料，如果不出大意外的话，这起案件的幕后凶手大致就是这个屈鹏飞了，也就是屈校长唯一的儿子。从大额境外转账以及能让屈校长甘心顶罪这2点来看，也只有自己的儿子才有可能了。当然，同样作为一名父亲，我都能大致推断出卖房所得的那个600万转出去又转回来的原因。说到这里，林天停顿2秒，掏了掏口袋，似乎想点一根烟，却忽然想起这是在审讯室，只能无奈将都被香烟熏成暗黄色的右手食指放在鼻尖嗅了下烟草味，继续道：屈校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儿子应该是在3个月前有去过米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吧？大概率还输了不少钱，更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否则我是真想不到有什么事情能消费这么大，赚了800万还不够，更要让你着急卖房。当你将卖房的这笔600万打过去的时候，肯定有大骂你儿子，让他千万不要再赌了。结果你儿子也是臭脾气，直接就把钱重新给你打回来了，并且转身选择加入了那个贩毒组织。原本希望利用贩毒组织的暴力将自己欠的钱还清，结果没想到一旦选择加入，整个人便直接坠入了深渊之中。这一刻，屈文彪的脸色越发难看，嘴唇都已经发白颤抖，额头更是冒起冷汗。这是内心压力巨大以及过度恐慌所导致的原因，但却依旧露出一抹勉强笑容道：林局，您可能是误会了，我是真不知道您这是在说什么啊？而且小鹏他一直在国外都没有回来，怎么可能在国内犯这种事啊？林天根本没有理会这强行解释的话语，舒适的靠着椅子，轻点桌面道：小明，你应该还有其他线索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件事吧？帮忙补充下，让屈校长不要继续挣扎了，好好配合我们吧。听到林天的话语，苏明立刻便回忆起来，整理好先前的所有线索，手指轻点桌面道：首先，通过死者体内的血液化验，发现里面有阿片类药物和毒品残留，毒品的源头已经找到，但现在阿片类药物还没有具体的线索，因为根据我们刑侦技术科的仔细筛查，发现在近2个月的时间内，我们魔都有关于阿片类药物的管制非常严谨，开药以及取药都需要联网登记上传，力求追踪到每一颗，所以那些阿片类药物来自魔都各大医院的可能性其实已经很低，是否来自于省外亦或者制药工程，那就不得而知了。但现在有了初步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大致判断那些阿片类药物应当是屈鹏飞从米国携带回国。相较于我们国家，米国的阿片类药物属于滥用状态，随便拿个几百上千片并不是难事，但带这么多药物，
海关绝对是过不去。再加上为了减少自身的嫌疑，屈鹏飞大概率是从米国飞到缅甸或者柬埔寨等地，再通过偷渡的方式回到国内。对于一个贩毒组织来说，带人偷渡这种边境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既然带阿片类药物回国，就证明早在那时候屈鹏飞就选择了作案手段。所以曲校长，你才会在2个月前将那名心理咨询师辞退，更是特地换上了你自己，以此来方便寻找猎物。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说到这里，苏明看向屈文彪颤抖的双眼，颇为凌厉地继续道，那就是瘦狗曾经在通话中听到了眼保健操的播报声。作为多年的学校校长，我不认为屈校长会还不记得每天2次眼保健操的时间点。只有你的儿子从米国回来的屈鹏飞，由于长期在国外，才会潜意识的根本不会考虑眼保健操这种事。毕竟米国可没有所谓的眼保健操，我说的对吗？屈校长，此刻屈文彪整个人都已陷入惊慌和呆滞中，不停微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人生这么多年来，即便是自己妻子怀孕即将生产的那天，都没让他这么的惊慌失措。就在此时，一直在数据库内搜索的徐长胜猛然用力地捶了下桌面，激动道：找到了！屈鹏飞在大学主修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这一刻，当确定屈鹏飞的主修专业为应用心理学后，先前众多的推断都有了源头。苏明看着对面脸色苍白、双眼呆滞灰暗的屈文彪，毫无波澜道：那看来最重要的一点，也已经是和我们先前所描绘的犯罪嫌疑人对上了。毕竟这种意识控制犯罪手段虽然看似很简单，只需要发邮件便可以诱导受害人自杀，但实则门槛并不低，至少那些循序渐进的任务就必须得专业人员才能够合理设计出来。对了，胜哥，你看下在米国留学的时候，屈鹏飞有没有在精神病院或者心理咨询室参加类似于实习的活动？很明显，这个问题乃是苏明想要确定黄岩最后所收到的那等邮件中，为何里面会提到精神病院里的那些侏罗都比他更懂得遵守规则这种话语？究竟是气急败坏，还是另有隐情？徐长胜一时听出了苏明这个问题的内里意思，随即立刻继续查找起来。虽然不主攻刑侦技术科，但身为一名老刑警，通过嫌疑人的各种社交媒体和官网新闻，以此来获得有用线索的能力自然出众。短短不到2分钟，徐长胜便猛然再度拍了下桌子，颇为严肃地看了眼苏明和林天，连忙道：师傅，小明，你们知道我刚刚通过浏览屈鹏飞的境外社交软件发现了什么东西吗？徐长胜也没有刻意故作神秘，将笔记本转向苏明和林天2人，继续讲述道：在3个月前，屈鹏飞在米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篇高级学术期刊的论文链接，论文的第一作者乃是他自己。这篇论文的标题为《论利用药物辅助配合的潜意识心理控制实现手法》。然后在此之前，根据他个人推文的内容和信息判断，屈鹏飞也有在米国公益精神疗养院进行长期义工的经历。同时，我通过屈鹏飞所有关注的账号中，找到了那家精神疗养院的宣传账号，发现自从屈鹏飞去担任义工后，那家疗养院每个月公布出来的患者数量都是有小幅度的减少。虽然会被放在疗养院中，说明那些患者本精神不正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离世都很正常，但如果大胆猜测下，屈鹏飞极有可能就是在那个疗养院中便在尝试性的验证那种意识控制手法，最终目标是让受害者自杀结束。正因如此，那家疗养院的病患人数才会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下跌。至于为何那家疗养院没发现，我觉得这种公益性质的精神疗养院大概率是根本不在乎患者死活，只要不是明晃晃的凶杀，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在最终得出实验结果后，才能在国外学术期刊上面以此来发布出这篇论文。当然在论文中，那肯定会将这件事的过程隐瞒。最关键的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条推文乃是屈鹏飞在拉斯维加斯赌场的照片。照片中他的面前摆放着众多的筹码，想必玩的赌注也不小。后续输光后，应该是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所以加入了贩毒组织。说到这里，徐长胜眯了眯眼睛，看向对面的屈文彪，意有所指道：由于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所以在屈鹏飞偷渡入境回到魔都后，便在屈校长的配合下，打算初步筛选目标，利用自己最熟练的意识控制犯罪手法，完成那个庞大贩毒组织的考核目标。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毒品的配额，以此来赚取更多的利润，是吧？屈校长，可以看出，通过屈鹏飞在社交软件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再加上已有的线索进行验证，目前已经是能够将这起坠楼案的众多前置要求满足了。同时，屈文彪当前的状态和做法更是随之有了最好的解释。为了尽可能的保住其儿子，所以屈文彪选择要自行扛下这起案件。可以说，现在所有获得的线索都已经是指向了屈鹏飞。但面对徐长胜的冷声询问，屈文彪的态度却依旧没有改变。尽管面色苍白，眼神晦暗，可还在梗着脖子沙哑回答道：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小鹏一直也没回国，这起案子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做的。这种情况下，都还在嘴硬的屈文彪令苏明3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有些无奈，但也没太过愤怒和惊讶就是了。毕竟屈文彪的家人基本都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儿子，再加上父亲这2个字的重量，所以虽然性格懦弱胆小，可此刻却是有前所未有的坚定。看着浑身都微微颤抖的屈文彪，林天颇为无奈的长叹一声，摇了摇头惋惜道：屈校长，现在真没必要强行隐瞒遮掩了，我们都找到真正的凶手，并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了。你这样子顶罪，非但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反而会让自己加重判罚。况且与其在这里自己都怕得不行的顶罪，
你就不该走到这一步啊！即便是自己的儿子赌气加入了贩毒组织，但作为校长的你，理应明白事情严重性，第一时间就该阻止或者报警才对。结果你却协同他犯罪杀人。我说句不好听的重话，这一刻，林天无比认真严肃地盯着屈文彪，点指着桌面继续道：“当了这么多年的校长，结果最后却协助犯罪，把刀尖朝向了校内。你对不起树德中学的所有师生，更对不起死去的张婉，以及目前毒瘾颇深的黄岩。你本来有更好的选。”似乎被这番话刺激到了，原本还在沉默的屈文彪忽然极具情绪化地打断林天后续话语，双手握拳，用力捶了2下审讯椅的桌面，激动挣扎着，悔恨痛苦地嘶吼道：“选择？哪里还有选择？当小鹏赌气加入那个贩毒组织的时候，所有选择都已经没有了。你以为我没让小鹏退出吗？你以为我没有想其他办法吗？可是邻居，你知道这个贩毒组织里的成员都是什么样的亡命之徒吗？你知道这些人还特地建了个专门的暗网，以此来分享自己杀人的经验和技巧吗？但你知道那些至今都骇人听闻的魔都大学碎尸案、红衣男童勒颈自杀案、别墅电锯碎尸案等等，其实都是这个组织成员干的吗？呵，选择？你知道，一旦加入这个组织，除了死，就没任何办法退出吗？在林天话语的刺激下，屈文彪内心始终紧绷的那根弦顿时断了，此刻的情绪显得非常激动，或者说，这是一种另类愤怒的表现，愤怒自己儿子的赌气选择，愤怒自己把屠刀伸向本校学生，愤怒那个庞大毒贩组织的胁迫，愤怒，即便自己这么努力，都没办法帮屈鹏飞把这起案子扛下来。但相较于屈文彪的愤怒而言，坐在其对面的苏明3人都是下意识地愣住了，其中为首的林天更是双手止不住的颤抖，眼神中满是震惊和希冀，更有一抹深藏的慌张。对，就是慌张，害怕刚刚那只是屈文彪情绪崩溃的胡言乱语，亦或者自己幻听的结果。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林天其实自己的内心中都不抱着能够在有生之年侦破那起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想法和期待了，甚至是都不确定案件的凶手是否当前还活在人世。基本上就是凭借着内心的执念和不甘，始终一直关注追踪和不愿放弃这起案件。毕竟这是曾经还在见习期的林天亲自参与分析，但却用尽了各种手段，最终都未能找到凶手的第一起案件。正因如此，先前在听到徐长胜提起苏明从将近20年前的卷宗中又发现了全新线索之后，林天才会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点燃香烟，沉默的又翻阅起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卷宗。这是他想要凭自己分析出究竟是遗漏了什么线索，以及后悔如果曾经能再认真和细心一点，是否就能将凶手抓获归案了。可现在屈文彪却是说出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所创立的暗网中竟然记录有这起5.13碎尸案的经验和技巧分享，这不就代表了那起碎尸案的凶手目前同样也潜藏在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中，而且大概率是还活着。如果能够将这个毒贩组织挖出来，那这名潜藏已久的凶手必然也将无处可逃。这一刻，在多种复杂情绪的影响下，即便林天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有些难以保持平静。看向对面发泄完后逐渐平静下来的屈文彪，声音略微颤抖道：屈校长，你刚刚是不是说了，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曾经犯下了很多的命案，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命之徒？在那些成员中，至少就有魔都大学碎尸案、红衣男童勒颈自杀案、别墅电锯碎尸案这3起命案的凶手。很明显，虽然目前情绪复杂难以平静，但林天依旧保持着应有的素养和警惕性，并没有直接着重询问碎尸案，而是掺杂着其他案件来寻求真相，这样能避免屈文彪察觉异样，或者以此来要挟的特殊情况发生。屈文彪崩溃的情绪平复了些许，但并未听出林天话语中的异样，抬起灰暗的眼神，声音沙哑的悲哀答道：是啊，邻居，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这个贩毒组织里的人全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而且一旦加入了，更是只有死才能退出。至于报警，哼，报警又有什么用处啊？这些人犯下的案子至今你们警方都没有侦破，报警有用吗？也许报警不会让我们得救，反而会让我们死得更快，死得更惨吧。邻居，所以你懂了吗？这不是我不想报警，不想小鹏退出的问题，而是当我从小鹏那里听到这个网站，并且得知其他组织成员的来历的时候，即便没有亲眼看到那些案件细节经过和杀人技巧，但我就知道已经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很明显，在屈文彪的心中，警方和法律所带来的震慑和压力根本就比不上这个庞大贩毒组织的其他成员。毕竟警察必须要遵守法律，但那些亡命之徒的眼中根本不存在法律这2个字，更别说在屈文彪看来，报警也没任何用处，因为这些贩毒组织成员所犯下的案子至今都没被侦破，更别说将他们抓捕归案了。协助自己的儿子通过考核，也就成为他眼中唯一的办法。在得到屈文彪肯定的回答后，林天沉默数秒，将心中无比复杂的情绪压下，暂时将魔都大学碎尸案放到一旁，把目光放在当前的这起即将侦破案子上，继续道：屈校长，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现在不要继续强行隐瞒线索和信息了，更不要觉得自己能够这起案子扛下来了。因为刚刚我们大队将周围省市的刑事卷宗仔细查询一遍后，发现了也许你很不想接受的事情，那就是但凡是这个贩毒组织考核没通过的成员，都会被他们用各种手段提前解决掉。或者说，一旦案件的重要信息暴露，存在被警方侦破的可能后，便不再是这个组织成员的同伴，而是必须处理的隐患。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暴露组织的内部信息。所以
如果想要救你的儿子，就立刻把他所在地方告诉我们。现在是要和那些亡命徒抢时间。”听到林天的这番话，屈文彪愣了下，而后露出一抹牵强笑容，摇头道：“林局，不要用这种简单的审讯手段来骗我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查了不少的法律以及相关案件，我非常清楚，小鹏的行为太过恶劣，死者还是未成年的学生，再加上贩毒克数早已到判刑的上限，即便有自首或立功情节，那也没有缓刑的可能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啊！所以说到这里，屈文彪仰头看向天花板，脸上露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闭上眼睛沙哑道：“与其让他被抓住等死，我更愿意相信那些能让你们至今抓不到的组织成员，看在这次犯罪精妙和差点成功的份上，也许会帮他逃离隐藏下来，毕竟这样都还有一定活下来的可能，不是吗？”此话一出，让林天都是不由得沉默愣住了，完全没想到身为树德中学校长、高知分子的屈文彪竟然会说宁愿带着仅有的一丝希望去相信犯罪分子，都不相信和愿意配合警方的工作。但仔细一想，林天确实又有些理解屈文彪的选择了，因为如果站在父亲角度来看的话，倒是有些另类的合理。毕竟确实正如屈文彪所说的那样，以屈鹏飞的所作所为，抓到那就绝对是领一颗花生米作为结局，寄希望于犯罪分子。虽然看似偏激和极端，但这其实也是唯一的机会了。只不过以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行事风格，注定这个赌博式的机会将会以失败告终，并且让自己的儿子更早离开这个世界。而徐长胜则是有些受不了屈文彪的这种态度了，那种毫不在乎、放弃一切的做法，简直比起审讯瘦狗还要折磨，更让人心头积着愤怒。随即用力拍了下桌面，怒道：“屈文彪，我们这不仅是在帮你儿子，更是在帮你，懂吗？你还真以为能干出这种大案的犯罪分子会在意你儿子这种考核都没通过的废物吗？我就直白和你说，如果不想这几天就看到你儿子的尸体，那就抓紧把他躲在哪里告诉我们，不然的。”还不等徐长胜说完，林天看到屈文彪依旧低着头，似乎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随即挥了挥手打断徐长胜后续话语，摇头道：“阿胜，不用再说了，他现在已经是认定死理了，也许只有等亲眼见到尸体了，才有可能后悔没早点交代。我们需要靠自己好好的想下，究竟屈鹏飞可能会在什么地方，然后调用监控天眼来进行验证，尽可能在他们下手前找到屈鹏飞。因为并不只是这起案子，屈鹏飞更是突破这个庞大贩毒组织的关键人物，必须要尽可能的保证安全才行。”这一刻，整个审讯室都安静了下来。林天轻嗅着食指的烟草味，思考着屈鹏飞可能所在的位置，徐长胜则是敲击着笔记本电脑，查阅着近期酒店入住概况。苏明亦是舒适的靠着椅子微闭眼眸，右手食指轻点左手背，让自己站在屈鹏飞的角度进行思考。如果他是屈鹏飞的话，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屈文彪这种把案子直接揽在自己身上的做法，不可能没有提前沟通过，所以现在大致是知晓自己的父亲被警方带走了，毕竟刚当是媒体面前将人带走，并没有刻意的去掩盖什么。还有一个可能，那是屈文彪有意为之，特意在那种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目的就是为了让屈鹏飞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警方带走了。毕竟就算是有了徐长胜的警告，那些媒体难免会在网上提起屈文彪被带走的这件事，以此来获得热度。那说明屈鹏飞目前应当是不在学校，因为如果是在学校的话，那屈文彪被直接带走的消息绝对能第一时间传到屈鹏飞的耳中。而且如果屈鹏飞这段时间都在学校的话，那大概率也能记得2次眼保健操的时间点了，而不是在瘦狗的通话中响起。这说明屈鹏飞可能只是偶然1-2次去学校跟屈文彪进行某些必要沟通，所以才恰好被听到了眼保健操的声音。学校大致能够排除了，而屈文彪先前也把房子卖了，自己都住在学校，所以在家里也是不太可能了。酒店这种需要实名登记的地方，那无疑就是更不可能了。那么可选择的地方就很少了，必须要足够的隐蔽，不易被发现。而且从先前屈鹏飞和瘦狗进行的交易来看，都选择在盛天村，说明他是一个需求安全感的人，否则的话不会选择这种他个人极其熟悉的地方。至于屈鹏飞为什么会熟悉盛天村，那是因为当初屈文彪和他妻子忙于工作，根本就没时间带屈鹏飞，所以就把他扔给了爷爷奶奶带。想到这里，苏明忽然睁开眼睛，猛然想到了一个细节，屈鹏飞的爷爷奶奶早就在数年前去世了，但老房子却依旧还在盛天村中，而且目前也没有被拆迁。最关键的是，屈鹏飞这段时间正是住在盛天村的老房子，所以跟瘦狗交易的时候才会那么轻松，不然的话必定要杀人以求通过贩毒组织考核的他，这段时间肯定是不太敢在大街上多次出现。交易地点选在自己藏匿的盛天村，便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时因为盛天村基本被废弃了，现在人员住户很少，正是用来潜藏隐蔽的好地方。而在盛天村中，屈鹏飞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其爷爷奶奶留下的旧房子，但是盛天村基本没有监控天眼，所以还需要一个准确的验证。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苏明连忙坐正身子，虽然看向林天和徐长胜的方向，但余光却盯着屈文彪的表情，故作惊喜道：“林局，胜哥，我已经确定屈鹏飞在什么地方了。”此话一出，林天和徐长胜顿时停下思绪和动作，看向苏明的同时，亦是用余光注视着屈文彪。可以看到，原本低着头沉默的屈文彪竟是悄悄抬起了头，竖着耳朵认真听着后续话语。苏明没有刻意故作玄虚，也没有任何铺垫，直接用肯定语气讲述道：“屈鹏飞目前就躲在他爷爷奶奶留下的盛天村老屋里。”话音落下，林天和徐长胜都还没反应说些什么，咣当，
屈文彪双拳忽然无力地砸到审讯椅桌面，脸上更是苍白的如同死人。魔都汽车站，而当的士载着年轻男子离开这个老城区的时候，这半小时内不断有听到狗叫声的瘦狗老婆透过防盗门的猫眼疑惑打量数眼后，确定没人蹲守，才缓缓防盗门打开。紧接着便看到有只柴犬不知被谁系在他家门口的栏杆上，还在不断朝着他讨好的摇着尾巴。正当瘦狗老婆左右四顾，不懂怎么会有一只柴犬的时候，3岁女儿则是蹦蹦哒哒跑出来，在看到那只憨态可掬的柴犬后，便立刻高兴雀跃地拍手大喊道：狗狗狗狗，养狗狗，养这只狗狗，养狗狗，养这只狗狗。眼看着自己女儿张开手要朝着那只柴犬抱去，瘦狗老婆忽然愣了下，想起在2个月前瘦狗跟他说的那句话，如果他今后不小心被警察抓到了，家门口出现行为古怪的陌生人或者什么奇怪的事情，千万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要是实在没法决定的话，直接拨打警察的电话。你们母女什么事都没犯过，警察不会为难，反而只会用尽全力保护你们。想到这里，瘦狗老婆连忙把朝柴犬伸出怀抱的3岁女儿搂住，紧张的后退几步，离这只柴犬更远些，更是从口袋掏出手机拨打电话。随着2声提示音结束，这通电话已是被接起。瘦狗老婆咬着下嘴唇，带着些许说不出的紧张，轻声道：喂，你好，请问是110吗？此刻数辆警车接连从淮海刑侦大队驶出，目标都是郊外偏僻的盛天村，要进行对屈鹏飞的抓捕行动。周边的治安民警在收到协助命令后，立刻就直接封锁了盛天村的各大出入口，并且蹲守在老屋附近，避免屈鹏飞自知走投无路后夺命逃窜。但由于老屋前都有弄堂阻挡，再加上不确定已经加入这个了庞大贩毒组织的屈鹏飞会不会携带着手枪等危险品，所以就没有选择直接破门进入，而是在单纯的戒备封锁，等待全副武装的特警来处理。毕竟在瘦狗的审讯过程中，已经得知姑苏市的那位贩毒组织成员平时就是随身携带着手枪以及某种特制的毒药，所以不能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太过莽撞和盲目，导致毫无必要的牺牲，令战友陷入危机中。此刻公路上响彻着警笛声，徐长胜发挥出老司机的飙车本领，脚下猛踩油门，精准把持着方向盘，一马当先朝着目的地疾驰而去，甚至一边掌控方向盘的同时，还有空用余光看了眼坐在副驾驶位正皱眉沉思的林天，带着一抹淡笑道：师傅，你在想什么呢？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竟然从这起坠楼案中还能挖出跟5.13魔都大学碎尸案有关的线索，这可真是个好消息。至少您这20年来的坚持没白费，还有机会亲手将那个凶残狡猾的杀人犯绳之以法，押到法庭接受制裁。很明显，作为林天的徒弟，徐长胜自是清楚那起魔都大学碎尸案乃是林天20年来一直都放不下的心病，现在能有线索，并且还能大致确定凶手还活着，无疑就是最好的消息了。但林天可没有徐长胜的乐观，依旧是紧皱着眉头摇头道：确实能算是好消息，但对于破案的价值几乎没有，更别说这里面还牵扯了庞大的贩毒组织，或者现在称之为集团会更合适点。现在无论想侦破5.13碎尸案，还是挖出那个庞大贩毒组织的烂根，那就必须要依靠屈鹏飞这条线才行。虽然还没通过考核，但屈鹏飞对于那个组织的了解程度无疑是要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我现在很担心，会不会我们现在赶过去都已经太晚了，这条线索早就被那个贩毒组织的其他成员切断了。毕竟先前那些暴露的未通过考核成员全部都是被暗地处理掉了，这才让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直至今日才被发现挖出。说到这里，林天紧皱眉头，显然是更为担忧的继续道：不行，必须要尽快确定屈鹏飞是否还在那个老屋里，如果还在老屋，要确定其有没有生命危险，要是能早1秒确定这些事，就能让这些案子多一分彻底侦破的可能。这一刻，林天看向旁边正开车的徐长胜，猛然下达一个决定：阿胜，立刻找人调度联系下目前在盛天村的派出所长和警员，让他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先破门，或者用其他方式确定屈鹏飞当前的状态和生命安全。不能再等了，我怕出其他问题。20年来，从警校还没毕业的实习生，一步步到现在刑侦大队的局长，林天处理和侦破的案件数量自然是不用多说了，经验和意识更是处于人生的巅峰期，因此现在立刻就判断出了，立刻确定屈鹏飞当前状态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听到林天的话语，徐长胜根本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戴上专用的微型耳麦，随即开始沟通起来。林天则是看了眼坐在后排的苏明，皱眉缓声问道：小明，你先前查过一遍卷宗，现在还记不记得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龙国各地在扫毒行动中发现了有高纯度海洛因售卖的情况？5年前，根本不用刻意回忆，出众的记忆力便让苏明立刻回答了林天的问题，继续道：在那些卷宗中，最早是从5年前的泸州市开始，逐渐蔓延式的出现了各类高纯度毒品。得到这个回答，林天颇为凌厉地眯了下眼睛，随即略有些不解道：5年前，那么说这个贩毒组织创立时间大致就是5年前了，而且其他城市的未解悬案也都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出现，时间间隔并不算特别久。但是5.13碎尸案已经过去了20年，为什么还会被记录到那个所谓的网站之中？而且魔都在屈鹏飞出现之前都没出现过高纯度的毒品售卖，就好似有人刻意放弃了这么大的市场，这是不是说明了目前这起5.13碎尸案的凶手已经不在我们魔都了？亦或者5.13碎尸案的凶手乃是这个贩毒组织的创始人，所以才会有暗网中财，
还不等林天说完，徐长胜忽然就靠边急停刹车，按着耳中的微型耳麦，认真严肃地问道：“什么？确定吗？能确定有生活的痕迹，但人不在吗？”听到这个询问，苏明和林天神情皆是愈发严峻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大致猜到，屈鹏飞目前已经是不在圣天村的老屋，很可能已经被那个贩毒组织提前控制，亦或者彻底解决了。要真是这样的话，线索又将会再一次的断开了。就在此时，林天口袋中的手机响起急促铃声，随即看了眼号码后，略有些疑惑的接起，没有说半句话，只是单纯的听着电话另一端的话语，神情却是已然越发凝重起来，冷声道：“明白了，我现在就立刻过去。”说完，林天挂断手机，看了苏明和徐长胜两人一眼，带着深藏的愤怒道：“刚刚我们淮海大队的接警台接到个来自境外的特殊报警电话，在电话里，那个报警人指名道姓的要求接警员告知我，不要再白费功夫的去老屋，直接去方特欢乐世界内部的魔都假日酒店，亲眼看下来自屈鹏飞的忏悔、挑衅，这就是来自那个贩毒组织的挑衅。要知道，这么多年来，林天也接触过不少以团伙行动的犯罪组织，也曾见过为了掩盖罪行，直接选择除掉暴露成员的亡命之徒，但从来就没有哪个犯罪组织会如此嚣张，敢直接打电话来淮海刑侦大队，并且还指名道姓，让他们不要再来老屋找了，直接去看那所谓的屈鹏飞忏悔。根本无需多想，这所谓的忏悔，大概就是对屈鹏飞考核失败，必须剔除组织的冷酷处刑，或者说专门特地打电话过来，让警方去给屈鹏飞收尸，其中蕴含的嚣张和挑衅意味已然显而易见，更是对法律的蔑视。当得知屈鹏飞不在老屋后，数量及时的警车立刻便调转方向，朝着方特欢乐世界的位置驶去，同时依旧是让周边的治安民警率先前往协助。至于圣天村老屋的那些民警，当然也没有白跑一趟，恰好可以帮忙搜查下老屋，查看是否有其他的重要线索存在。但是警车内却前所未有的宁静。林天闭着双眼靠在座椅上保持着沉默，可从其隐隐跳动凸起的太阳穴足以看出其内心的愤怒。坐在后排的苏明紧皱眉头，思考着先前是否有线索遗漏。徐长胜则是目视前方，但抓着方向盘的双手却是用力攥紧，甚至都能清晰看到爆起的青筋。数分钟后，徐长胜终于是率先憋不住，用力捶了下方向盘，怒骂道：“干！这特么的绝对有问题！从出警署德中学的坠楼案到现在傍晚5点，这才过去不到8个小时而已。如此复杂的案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挖出真正的幕后凶手，以及如此庞大的组织，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可为什么这个贩毒组织的其他成员竟好像比我们更早一步知晓我们的进度，甚至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仿佛在他们的猜测或者监控之中？”说到这里，徐长胜稍微停顿2秒，眼神中带着些许不忿，更为用力地攥紧方向盘道：“这真是太古怪了。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始终有人在给他们通风报信，不然的话……”还不等徐长胜说完，林天便猛然睁开双眼，毫不犹豫地打断其话语：“阿胜，别说了，这不是我们该讨论的事情。记住，公安系统的每个人都是战友，我们一起把尖刀朝外，势必要清除掉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不要被这低级的挑衅和示威所影响。好好的回忆和思考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可能被那个贩毒组织察觉了我们的破案进度？会不会是在抓捕屈文彪的时候被他们猜测知晓了吗？”还不等苏明和徐长胜回答，林天便是摇了摇头，自己便反驳了这个猜测：“那也不对啊，以这个庞大贩毒组织的警惕和严密性，绝对不会允许屈鹏飞将组织的事情告诉给第二个人。所以屈文彪能够知道些许信息，完全就是因为屈鹏飞为了让他帮忙寻找意识控制目标，偷偷将这个组织信息给透露出来的而已。因此，即便屈文彪被我们抓捕回警队，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才对。问题具体是在哪？”瘦狗坐在后排的苏明终于结束了思考，稍微坐正身子，颇为认真和肯定地继续道：“问题大概率出在瘦狗的妻子和女儿身上。虽然刚刚特地打来电话，指名道姓让我们去收尸，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嚣张，但实际上，从先前的那些表现看来，这个贩毒组织的行事风格都是非常的谨慎和小心。因此我极度怀疑，当前几天将瘦狗抓捕归案的时候，这个组织便安排了成员潜伏隐藏在了他的家人身边，不仅是为了杀人灭口，更是为了判断案件的最新进展。一旦暗中监视的组织成员发现瘦狗家人所住的小区附近出现了我们的人，那就很可能代表瘦狗把事情都交代了，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屈鹏飞，并且用考核失败的方式来处理，彻底将这个线索掐断。所以无论最后我们能不能挖出这件事，屈鹏飞都将会被直接解决。说完这番话，苏明一时有些说不出的无奈。原本特地安排便衣去保护和监视瘦狗家人，寄希望能守株待兔，抓到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结果不仅没有守株待兔，反而是打草惊蛇了，令这个行事谨慎的贩毒组织直接就提前决定放弃屈鹏飞，将线索彻底的从这一点掐断。这足以看出，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绝对都不是泛泛之辈，如此恐怖的反侦查能力，足以说明曾经逃脱追捕绝不是偶然。有些太过低估贩毒组织成员，也有些太过高估其他警员。听到苏明的这番话，徐长胜不由得愣了下，随即毫不犹豫地拨通了老陈电话，更是打开了扬声器。等电话被接起后，便立刻出声问道：“老陈，情况咋样？瘦狗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没有出什么异样？”等待数秒，电话另一端，老陈略带惊疑的声音便响起了：“咦，这么正好，老徐，我才刚想打电话给你，没想到你就先打过来了。刚刚瘦狗的妻子突然报警，说是家门口的栏杆莫名被系了一只柴犬，
出于安全考虑不敢接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阿奇便立刻赶过去了。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这只柴犬的项圈后面被人夹着数颗用薄橡胶包裹的液体圆球，看过去极为脆弱，很可能一抱这只柴犬便会被挤破。这些液体圆球已经被我们全部取下，目前我们正带着瘦狗一家人和那只柴犬回警局的路上。那些圆球虽然还没给沈法医化验，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很可能是剧毒物氰化钾。可这杀人手段真不咋样，但凡稍微警惕点。这一刻，老陈忽然想到了什么，电话中传出一道猛拍大腿的响声，懊恼惊呼道：“等会，我去！不会是我和阿奇被蹲守的贩毒组织成员发现了吧？所以才急急忙忙用这只柴犬稍微布置尝试下，便直接离开那个小区了。那不是让那群组织成员都醒了？”徐长胜颇为无奈地拍了下方向盘，而后摇头结束话题道：“行了，别拍大腿了，先把瘦狗的妻子和女儿带回警局，具体什么情况，等我和邻居小明回答对了，再进行详细的讨论。先这样挂了。”当徐长胜将这通电话挂断，苏明舒适地坐在后排，摩挲着手指，缓声道：“看来先前的判断基本能证实80%了。当瘦狗被我们抓了后，姑苏市的那名贩毒组织成员便已经蹲守埋伏在我们魔都了。但很可惜，虽然苏明没有具体说可惜什么，但林天和徐长胜两人心中都是非常清楚，这是在可惜，不仅没能在距离这么近的情况下将这名犯罪组织成员抓获，反而是把自己身份暴露，令这边抓捕屈鹏飞的行动都出了巨大的变数。或者说，现在已经不能叫做抓捕，称之为收尸也许才更为准确。毕竟谁都没想到，这个蹲守瘦狗家人附近的贩毒组织成员竟然能有如此可怕的反侦查能力。但苏明能够100%确定，如果当时是他身穿便衣监视和保护瘦狗家人的话，绝对能够将这名特地从姑苏来的组织成员彻底的揪出来。这不是盲目自大，而是久病成医。林天也是暗暗叹了口气，心中不断涌现出抽烟解愁的念头，但尽皆被他全部压下，如同定海神针般缓声示意道：“虽然这里出现的小纰漏令案件的进展有些不尽人意，但我们也抓到另一条线了。如果屈鹏飞这条路走不通，那就直接追捕姑苏市的这名组织成员。我极度怀疑，目前限制住屈鹏飞人身自由，亦或者已经将其杀害的犯罪嫌疑人，大概率也是这名姑苏市的组织成员。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真是我有史以来遇到过。”还不等林天说完，在他口袋中的手机又响起了颇为急促的铃声。有了上一通的电话，现在林天变得极为敏锐，立刻便将手机接起，并且跟刚刚的徐长胜一样，选择将扬声器打开。紧接着，一旦略有些慌张和急促的声音已然是在警车内响起：“林局，你们要抓的那个叫屈鹏飞的嫌疑人，现在正站在魔都假日酒店顶楼房间的阳台外沿，好像是要跳楼。”这一刻，根本不用林天说些什么，徐长胜便已经全力踩下油门，发挥出在整个淮海刑侦大队除了苏明以外最好的飙车技术。魔都假日酒店，这是淮海区为数不多的高级酒店，由于在方特欢乐世界内部，所以生意一直不错，每天都有不少的游客选择在这间酒店过夜。总高19层，顶楼是最为昂贵的贵宾套房，甚至拥有阳台泳池这类不实用的噱头卖点。而此时，有众多的方特欢乐世界游客和工作人员正昂头看着魔都假日酒店顶楼，因为在他们的视线中，一位穿着白大褂，脸上戴着眼镜，估摸约25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此刻正站在阳台泳池的外沿，下方表示坚硬冰冷的暗灰色水泥。毫无疑问，这就是偷渡回国的屈鹏飞制造出蓝鲸游戏杀人案的幕后凶手。一圈黄色的警戒线将他下方周围几十米都彻底封锁，根本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以免被砸到误伤。同时，还有数十名治安民警，甚至派出所的所长都在下面拿着大喇叭喊话，让屈鹏飞不要做傻事。20多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千万别走绝路。由于19楼实在太高，自由落体下来的冲击力将会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所以根本就没有摆放充气软垫的必要。更别说方特欢乐世界太过偏僻，运送充气软垫需要不少的时间，所以如果摔下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不成一团肉泥便是幸运。虽然下方的派出所长喊话不停，但屈鹏飞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始终是一直昂着头，根本就不敢看下面，双腿不受控制的颤抖，一只手扶着阳台沿，另一只手则是拿起手机，无比害怕的哭喊着：我根本就没被发现啊！用蓝鲸来进行意识控制犯罪，肯定不会被警察找出来，为什么要说我没通过考核？而且就算被警察发现了，我爸也会帮我顶罪掩盖，他是肯定不会把我说出去的。雕塑家，你就跟 K 老大好好说下，再给我一次机会。机会不是给过你了吗？屈鹏飞耳旁的手机中已然传来沙哑癫狂的中年男子声音，能让你参与考核，不就是给你机会了吗？你还要什么机会？活下来，我要活下来的。还不等屈鹏飞说完，后续话语便直接被雕塑家打断，颇为冷冽道：喂，别激动啊，如果电话不小心被你挂了，我会直接按下炸弹遥控器，懂吗？听到这里，屈鹏飞下意识地扭头看向那个后腰位置不断闪烁还响着滴滴声的遥控炸弹，眼神中满是惊恐和害怕，连忙继续对着手机求饶道：我都已经按你说的，把那个视频拷到笔记本，还放到房间最显眼的地方了，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明明我在组织所有人里面最敬佩的就是你了，雕塑家大哥，放过我吧，我保证绝对不会透露组织的任何一点情报消息，给我次机会，让我和 K 老大好好说一下。他之前说我肯定会是未来的犯罪天才，他肯定会在。又一次还没等屈鹏飞说完，就
就被直接粗暴的打断。雕塑家颇为不耐烦的声音再度响起：“医生，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你的死活可是掌握我的手里，而不是 K 的手里，懂吗？足足20年过去了，你又让我重新燃起制作特殊作品的兴趣，你觉得还有机会吗？而且，哎呀，你不用怕的了，我刚刚已经给你打了好几针止痛药和海洛因的了，等会跳下去肯定是不会痛的。记住啊，等会要像你自己帖子里写的那样，好像是什么引导2名女学生以最自由的坠楼姿势直接从高楼一跃而下，等会你也得用这个姿势才行，这样子才能叫做忏悔，懂吗？只有这样子，你才是我最好的作品，懂吗？哦，对了，你可千万不要反抗，也不要一不做二不休，不等我的命令就跳下去。你老汉可还活着，估计还能有出来的机会，我觉得你应该也不想。那么疼你都愿意为了顶罪的老汉，刚出来的第一天，就像我刚刚传给你的视频那样，被煮熟后切成一块块的吧。说到这里，雕塑家略微停顿2秒，用着颇为轻松的安慰语气道：“好好等着，千万别挂电话啊！都打了那么多药，肯定是不会疼的。而且千万别着急，我们最重要的观众都还没来，这么好的作品，要是被你太早展示的话，我可是会很不开心的。纯粹的疯子，这是最为神秘的那个 K 给这名代号为雕塑家的组织成员的形容词，足以看出这名所谓的雕塑家究竟是有多么的不受掌控和癫狂。此刻，在徐长胜的全速飙车下，原本理应花费的时间被缩短一半，警笛声已经是传到了方特欢乐世界中。而在被称为魔都之眼的巨大摩天轮中的某个座舱里，一位颇为瘦削、带着画板、穿着也非常普通、毫不显眼的中年男子，听到这警笛声的时候，立刻便精神起来，眯眼朝着魔都假日酒店的方向看去，发现数辆警车驶入后，脸上顿时便露出兴奋激动的表情，但由于距离过远，看得不太清楚。这名中年男子还特地拿起正在通话中的手机，联系人备注为很简单的医生2个字，随即切换后台，打开摄像头，然后拉取屏幕中心，将手机足足放大数十倍，看到林天等人的身影后，顿时兴奋地瞪大眼睛，连忙道：“来了，医生，我们最重要的那几位观众已经来这次的作品展，你做好准备了吗？记住啊，姿势一定要像你自己帖子里说的那样，无忧无虑的仰面跳下，懂了吗？放心，真不会疼的，我也试过那些好东西，打进去后整个人都舒服了，就连灵感都变多了，肯定不会让你疼的，待会放心跳就行。”雕塑家屈鹏飞满是哭腔的哽咽结巴声音再度传出，祈求道：“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我绝对不会说半个字，我真的不会给他们说半个字啊！我们明明都是组织里的兄弟，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子 ？K 老大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非常的看好我。”屈鹏飞的这一连串求饶话语，雕塑家根本就没有去认真听，甚至都没有半点在意，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都在刚刚驶来的几辆警车上。此刻，鸣笛警车一路畅通无阻，驶到魔都假日酒店门口前，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甚至车都才刚刚停稳，林天便立刻打开车门走下，看向拿着大喇叭的附近派出所所长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犯罪嫌疑人的情绪稳定吗？”派出所所长没有丝毫迟疑，连忙回答道：“已经安排了不少人，分别蹲守在2边的房间和天台，消防也都已经来支援了。目前嫌疑人的情绪感觉还好，并没有出现那种尝试性跳下的试探举动，一直在跟着家人或者亲属打电话沟通吧。而且犯罪嫌疑人的另一只手还在死死扒着边缘，我个人感觉他的本意应该并不是想跳，或许只是要利用这种手段，以此来获得宽容处理的承诺或者其他东西。”林天仰头看着酒店顶楼，一边接过派出所所长手中的大喇叭，一边神色凝重地解释道：“可不是要宽容处理，更不是什么和家人打电话，而是被人用某种手段威胁着，恐怕那所谓的电话都是要除掉他的那个人为了掌控动向才拨给他的。”盯着阳台上的屈鹏飞，林天略微思考数秒，随即试了下大喇叭没问题，便立刻喊话道：“屈鹏飞，我是淮海刑侦大队的林天，不管你做了什么事，都不要选择在这种时候放弃希望，记住，一切都还有回旋余地，我们警方也会尽可能帮你。冷静，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喊完这些话，林天看到即便是这样子喊话，屈鹏飞都没有将手机放下，或者将注意力移到其他地方，还在一直不断对着手机说什么，情绪肉眼可见的愈发激动和崩溃，甚至开始不断摇头起来。这一刻，经验丰富的林天立刻判断出电话另一端正监视和胁迫屈鹏飞的那个贩毒组织成员，怕是下了最后通牒了，根本没有丝毫迟疑，连忙看向身旁的派出所所长道：“立刻下达命令，让旁边埋伏蹲守的兄弟做好准备，可能要用强硬手段将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不然的话随时都可能跳下来了。”很明显，既然现在屈鹏飞还没有变成冰冷的尸体，那自然就要尽可能的保住他这条命，毕竟活着的屈鹏飞才最有价值。此时的摩天轮上，雕塑家透过手机听到林天的喊话，脸上露出一抹戏谑和嘲讽的冷笑，随即毫不犹豫地命令道：“好了，医生，时间看起来是差不多了，该看到这个作品的人现在也都已经来这里了，来吧，把姿势摆好，不用我再重复什么姿势吧，必须要那种仰面坠楼，看起来颇为轻松的自杀姿势，那样才是最好的作品，懂了吧？行了，开始吧。”这足以令人头皮发麻的话语，雕塑家说起来却没有任何情绪变化，神色轻松的仿佛就只是捏死一只蚂蚁。别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保证肯定是。相较于先前，现在屈鹏飞的求饶话语已是让雕塑家彻底的不耐烦起来，随即声音冷冽的威胁道：“医生，现在这已经不仅是属于你的忏悔，更是我这20年来的第2个作品，
所以不要让我按下你后面的这一弹遥控，那样的话不仅会疼得要命，而且你的老汉还将会成为我预定的第3个作品。而且最关键的是，说到这里，雕塑家的声音顿时提高速度，如同咆哮般的嘶吼道：“会破坏我这次作品的精彩程度啊！5秒，我只给你最后的5秒机会，自己做好准备，完美坠楼，变成蓝鲸迎接新生，否则的话，我会帮你完成不够体面的忏悔。”这番话令屈鹏飞顿时崩溃的大声求饶起来，后腰挂住的遥控炸弹还在响着滴滴声，但雕塑家却没有半点理会，念着如同死神般的倒计时：5、4、3。才念到倒数第3声的时候，在摩天轮的座舱中，始终关注着酒店情况的雕塑家忽然发现，屈鹏飞所站的酒店天台上面竟然出现了正不断靠近、腰绑安全带的消防员和警察。原本始终都表情轻松的雕塑家瞬间脸色大变的骂道：“该死，真他娘的该死！”下一秒，雕塑家立刻拿起放在旁边的遥控，直接毫不犹豫地按下。轰！并不算大的爆炸声猛然响起，但冲击力却让本就站在边沿的屈鹏飞顿时以扭曲挣扎的姿势急速从高空坠楼而下。3秒之后，砰！重物坠楼的声音已然是响彻四周，夹杂着不少站在警戒线围观群众的惊呼和尖叫声，现场顿时便有些混乱起来。而摩天轮座舱中的雕塑家则是面无表情的再度拿出手机对准屈鹏飞坠楼的位置，将相机不断的拉大。当看到那惨不忍睹的血腥现场后，雕塑家猛然站起，将手机狠狠地砸到地面，双手叉着腰部焦躁的来回踱步，无比愤怒地自语道：“该死，真该死啊！我原本完美的作品竟然被毁了！”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以及被冲击坠楼的屈鹏飞令现场顿时骚乱起来。当然，骚乱的只是那些围在警戒线外擅长看热闹的龙国民众。警戒线内的刑警、民警以及消防员等，仅在爆炸的那刻有点异动，后续便立即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周边派出所的所长连忙招呼着待命的急救医生道：“医生来，医生快来看下。”但这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从19楼到位置毫无阻挡的坠楼，先不说能不能活下来，希望能不直接成一张饼就好了。可总不能让当前有点骚动的民众以及正赶来的媒体记者落下画饼，所以该做样子的抢救还是要勉强做一下。此刻，数名医生提着各种仪器上前，但即便没有坠楼，后背腰腹位置狰狞的爆炸伤口也绝不可能让屈鹏飞有任何的生存希望。林天则是站在原地，看着不断溢出汇聚成小河状的鲜血，虽然沉默不说一句话，但用力攥紧青筋暴起的拳头，却足以感受到他深深隐藏的磅礴怒火。在普通民众和记者眼里，这次的坠楼大概只是简单的畏罪自杀，并不值得太过重视。但在林天看来，这根本就不是畏罪自杀。从接着电话不断摇头，单手紧握着阳台边沿，以及最后是被爆炸冲击波震下楼，都说明这就是前所未有的挑衅。从来没有那个犯罪组织敢嚣张的在龙国境内做出这一系列事情。先不说贩毒，单论给刑侦大队打电话，指名道姓的让警察来收尸，最后竟然还用上了明令禁止的爆炸物，这个庞大贩毒组织的嚣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林天的想象。再加上20年前5.13碎尸案的真正凶手同样潜藏在这个贩毒组织中，让林天想要彻底挖出烂根的想法越发的浓烈和根植心中。重重的呼出一口浊气，看向旁边的王虎和徐长胜两人，挥了挥手示意道：“小明、阿胜，走了，先去屈鹏飞坠楼的那个房间，看下有没有什么线索发现。这里等医生出具了死亡报告，我们再来接手就好。抓紧时间。”一路畅通无阻，带着酒店通用房卡的3人已经来到了屈鹏飞所订的高级套房。对，这个套房并非是由其他人订的，而是屈鹏飞在1个小时前根本没有丝毫遮掩的用着自己身份证定下的这个高级套房。来到高级套房的门前，徐长胜用万能房卡轻贴刷了下，随即推门而入道：“按照酒店工作人员的说法，当时来到酒店的时候，便是就只有屈鹏飞一个人，根本没有其他人跟着一起，而且一直就是举着电话。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屈鹏飞能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了。我觉得如果都被那个组织逼到绝境的话，无论怎么的胆小和懦弱，应该都会生出拉所有人下水的想法吧。”站在旁边的林天同样跟着走近，看了眼毫无争斗和居住痕迹的高级套房，已然猜测到屈鹏飞大概是一来到套房就被要挟站在阳台边沿了，随即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意有所指道：“即便有想法，也不代表能有机会做，因为那颗小型炸弹很可能早就装在屈鹏飞的身上了。一旦是有所异动，负责解决这件事的组织成员大概率是会毫不犹豫地按下遥控按钮。由于被人用生命来进行胁迫，所以明明有着不输常人的求生欲望，屈鹏飞却站在了阳台边沿外，根本不敢往内移动半步。或者说，这个组织其实早就有办法，在不引发这么大影响和轰动的前提下，将屈鹏飞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了。但为了挑衅我们警方，才选择如此嚣张的手段。相较于林天和徐长胜两人，苏明的思考方向明显是有些不同。回想着先前屈鹏飞坠楼的画面、瘦狗妻子和女人的遭遇，以及这个组织以往的风格手段，不由得微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缓声道：“林局，胜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会不会先前在魔都中，除了屈鹏飞之外，还有另外2名贩毒组织的成员存在？因为如果是只有1名犯罪分子的话，虽然从一系列过程来推断，通过监视瘦狗的妻子和女儿，发现老陈和阿奇2人便衣，得知我们的行动，再到控制解决屈鹏飞，确实在时间线上足够完成，但是行事风格未免差距也太大了。
根据老陈所说，打算解决瘦狗的妻子和女儿时候，乃是用一只柴犬作为诱饵，甚至自己都没现身。可以说，这个行凶方式虽然很容易被破解，但确实是非常隐蔽。但刚刚在屈鹏飞的这件事上，那名负责解决的组织成员竟是出乎意料的嚣张，不仅专门打来电话，甚至还明晃晃的使用炸弹，这跟先前整个贩毒组织谨慎行事的风格都相差甚远。我觉得，要是这个贩毒组织以往都是这么嚣张的话，怕是隐藏不了这么久，直到今天才被发现。这一刻，林天已经明白苏明所说的意思，略微颔首点头道：“小明，你的意思是，监视瘦狗妻子和女人的那个人，应当是先前特地从姑苏市来魔都，协助考核屈鹏飞的贩毒组织成员。而这次解决屈鹏飞的这个人，大概率就是原本就停留或者住在魔都的组织成员。如果再继续往深点大胆推测，那本次负责处决屈鹏飞的组织成员，很可能是跟5.13碎尸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当然，这就是纯粹的推。”还不等林天说完，最先走进套房的徐长胜忽然略带激动地大喊着：“师傅，小明，你们快来下！屈鹏飞好像是给我们留下了东西。”话音刚落，正在分析的苏明和林天两人便毫不犹豫地走近。就在套房客厅中，一台笔记本正斜放在茶几上，好似在不断重复循环播放的某个视频。此刻，视频恰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播放。正当三人都有些疑惑时，茶几上的笔记本屏幕画面中突然出现一双沾满鲜血的手，而在手中还捧着一颗血淋淋的长发人头。这突然出现的血手和人头，令在场的苏明三人都是有些惊疑地挑了挑眉。虽然身为刑警，不至于被这种画面吓到，但心中还是有些说不出的古怪。特别是笔记本电脑正播放的这个视频，看过去画质极差，那种自带年代感的老旧滤镜，无疑令氛围更有些悚然。但下一秒，当林天认真看了那长发人头数眼，顿时用力地攥紧拳头，咬牙压抑着内心愤怒道：“视频中的这个死者，就是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受害者吴敬清。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虽然这个被捧着的受害人头部视频中都遍布着血污，让人有些难以分辨，但只需要一眼，我便能够无比清晰地判断出，这视频中的那个头部就是来自20年前的5.13碎尸案的受害人。”这番话虽然听起来略微有点瘆人，但苏明和徐长胜都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那起魔都大学碎尸案都不知这20年来林天翻来覆去看过了多少遍，案件也重启调查过多少次。即便当时发现的死者头颅被凶手完全煮熟，分辨不出具体的容貌，但在那还没有美颜的时代，完全能通过各种肖像和生活照，以此来还原和确定死者的生前样貌。所以当现在看到这个老旧视频，林天才能如此确定。此刻，三人默契的没有再说话，沉默看着笔记本中的视频。画面中的血手并非只是单纯捧着受害者的头颅，而是开始有意识地翻转着头颅，就好似正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展示。数十秒后，随着头颅的展示结束，视频画面也随之转变了，变成一个用黑色薄膜完全包裹起来的工作室，上面只摆放着简单的工作台，以及台面上的一个案板和数把刀具。紧接着，一位穿着连体黑色雨衣，戴着黄色胶皮手套，脸上是厚重的裹脸棉帽，仅仅只露出双眼睛的男人缓步走到镜头前，手中还提着一根煮熟的女性大臂，放到工作台的案板上。由于骨头被提前剔除，整个大臂显得有些瘫软。然后，男人拿起案板上的一把切肉刀，轻轻挥舞比划2下后，好像略有些不满般，随手扔到一旁。拿起了另外一把，却同样只是挥舞2下，便不满意的扔到旁边。随即又拿起了一把，但这次在简单的挥舞2下后，男人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般，把刀放下，连忙把戴着的黄色胶皮手套脱下，随即又拿起了切肉刀，简单挥舞2下，便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开始有些别扭的用右手切割起来，每切一刀都要停下端详数秒，似乎正在进行对比。在这一段中，虽然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可那单纯的切肉声都足以让人心理负担极重。要是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估计没有几个人可以扛住画面所带来的冲击力。毕竟视频中被切的可不是猪牛羊，而是人。就这样，在视频中的凶手慢悠悠切完整个大臂后，看着大小形状都相差无比的肉块，颇为兴奋激动的颤抖道：“竟然比起0.618的黄金切割率更要让人着急和留恋，这是真正完美的作品。”话音落下，这段视频也随之结束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一双血手捧着沾满，看完一遍后，徐长胜不禁挑了挑眉，颇有些意外，缓声道：“这个视频应当就是5.13碎尸案的凶手记录影像了。如此看来的话，屈鹏飞在明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还真给我们留下了那个贩毒组织的线索证据。这是从他们的组织暗网中所下载的行凶经过视频，毕竟能像这样拍摄记录，除了真正的案件凶手，其他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站在旁边的苏明则是敏锐看到了笔记本旁边插着的 U 盘，随即若有所思地开口道：“这台笔记本的旁边插着一个 U 盘，不出意外的话，这份视频应当就是存在这个 U 盘中。如果屈鹏飞自知一旦考核不过就会被其他组织成员处理的话，那这个 U 盘中大概率存有其他人的案件资料或者视频，用来拉他们下水。可要是没有其他人的犯罪资料，就单纯这一份5.13碎尸案视频的话，我觉得这很可能是那个毒贩组织的另一种挑衅。因为在20年前，我们淮海警队就没侦破那起碎尸案，同时那起案件的凶手现在是贩毒组织成员之一。”林天暂时没有回答，而是拿出手机将现场拍摄几张照片后，神色冷冽的上前将视频暂时关闭，先是点开对应文件夹，发现没有其他视频后，又看了眼文件路径，随即沉默下来，
腮帮子明显动了几下，足以看出林天的愤怒，冷声道：“还真被小明说对了，这哪里是屈鹏飞所要举报的犯罪资料，完全就是那个贩毒组织发来的挑衅视频。这么嚣张的犯罪组织，我林天这辈子算是开眼了。”用力地呼出一口浊气，将内心的愤怒平复些许后，林天站起身示意道：“先去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线索。”根本不需要提醒，三人都默契来到了先前爆炸的阳台位置。这里被炸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小坑，并不是特别大，但系在一人腰后却足以致命，更别说还被冲击力震下楼了。还有些许爆炸物的残留，以及颇为厚重还未散去的硝烟味。苏明轻轻捡起一块爆炸碎片，轻轻碾了下残留爆炸物，轻轻嗅了嗅手指，颇为凝重道：“林局，盛哥，我觉得对于这个贩毒组织的危险程度，评估要更为严重点。因为这个爆炸物的纯度已经是颇为惊人，比起正常犯罪分子的自制土炸弹，不知厉害了多少。很可能在这个贩毒组织中，就有一名极其善于制作火药炸弹的成员。对了，在刚刚屈鹏飞被炸下楼的时候，我观察到一点，当时屈鹏飞虽然很情绪化，各种动作都有些焦躁，但却不认为自己会被立刻炸下楼，没有等待死亡的情绪。所以屈鹏飞后背的炸弹大概率是一颗微型远程遥控炸弹。至于具体的遥控距离，因为这个微型炸弹都已经粉碎四散，很难具体通过内置芯片来确定。但我觉得要不要尝试性的封锁方特欢乐世界，来进行一次严格的全面筛查？封锁方特欢乐世界，苏明的这个提议顿时让林天和徐长胜愣了下，但却不约而同的认真考虑起来。因为方特欢乐世界属于整个淮海区人流量最多的区域之一，虽然今天并不是节假日，但游客依旧不少。如果封锁一一排查的话，所造成的恐慌和影响，怕是有些不可估量。最关键的是，由于刚刚屈鹏飞的跳楼事件，已经有不少的媒体赶来报道，而且很多害怕恐慌骚乱的民众正争先恐后的离开欢乐世界，根本没有继续游玩的心思了。如此情况下，要想封锁筛查方特欢乐世界，难度真就是前所未有的高。数秒后，林天颇为无奈的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拍板道：“不行，绝对不能封锁方特欢乐世界，因为游客人数真的太多了，再加上也有不少媒体存在，这样进行封锁筛查的话，如果找到了真正的组织成员，那就是皆大欢喜。我们可以给封锁找个合适的理由。倘若我们没找到，亦或者潜藏的那名组织成员当前根本就不在方特欢乐世界中，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和公信力损失，真是会棘手到难以处理。这并不是说我林天不愿意赌上身上穿的那套白衬衣，而是抓到的概率并不大，我们刑警也不能这么办案。”说到这里，林天略微停顿2秒，随即若有所思地继续道：“不过封锁筛查虽然不行，但是让方特欢乐世界提供下今天的各处监控以及有入园的游客名单，应当没啥问题。这件事等会就安排下去，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线索吧。把照片都拍一下，准备下去看看屈鹏飞的尸体，如果没有可利用线索，就带回大队让沈法医尸检下吧。不管怎么样，这起树德中学的坠楼案是结束了，但更大的案子也已经被随之挖出来了。随着救护人员拉出呈现为一条直线的心电图，这说明了树德中学坠楼案的幕后黑手，利用意识控制行凶杀人的屈鹏飞，在法律层面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死亡的方式和他所害死的张婉也差不了多少，都是坠楼亡。这不得不说，确实能称得上忏悔2字。由于屈鹏飞的身上也没有任何残留的线索，所以稍微拍照几张记录后，便被拉到了淮海刑侦大队中。正常情况下，这种死者都是会拉到殡仪馆，由法医过去解剖寻找线索。当然，这并不是说刑侦大队不能进行解剖，只是因为在殡仪馆进行解剖的话，某些尸体的善后处理能够让殡仪馆的专业人员进行，要是在刑侦大队的话，那就得法医自己开腹再修复了。但因为屈鹏飞唯一的亲人，也就是屈文彪，目前正被羁押在淮海刑侦大队，所以为了让屈文彪见到自己儿子的最后一面，因此就直接把尸体拉到刑侦大队的法医技术科。至于那种所谓的晦气和瘆人想法，那就是无稽之谈了。一行人回到刑侦大队后，林天便先将 U 盘中的视频拷了一份，随即独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中了，想必又是在燃着烟寻找线索。而苏明和徐长胜2人自然也是没有闲着，马不停蹄地走到审讯室里面，看到正仰头看着天花板的屈文彪，从其通红的额头来看，大概是没少用脑袋撞审讯椅的台面，足以看出其心中的懊悔和痛苦。但就不知道究竟是懊悔曾经和屈鹏飞吵架导致其加入贩毒组织，还是在后悔跟他一起选择谋杀本校学生，可能是2者都有，但想必前者也会远远高于后者。苏明看了眼屈文彪，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上前将其从审讯椅解开，面无表情地开口道：“走吧，跟我们去的地方。”双眼呆滞的屈文彪靠着后软条的脑袋略微偏转，张了张嘴，沙哑道：“去哪？要把我送到看守所定罪了吗？”说到这里，屈文彪脸上露出一抹勉强笑容，带着仅有的希冀道：“果然没找到我儿子吧？看来跟我所想的一样，那些人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就……”还不等屈文彪说完，徐长胜便挥了挥手，直接打断其后续话语，用着颇为怜悯的眼神看了屈文彪一眼后，摇头道：“屈校长，我觉得你可能是猜错了，我们并不是要带你去看守所，而是要带你去下法医技术课。”听到法医这2个字，屈文彪立刻便瞪大眼睛，连忙急促着颤抖结巴道：“是小鹏怎么了吗？他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一次，徐长胜没有再回答，而是和苏明一人一边架着屈文彪往法医技术科走。
3分钟后，看到裹尸袋中冰冷毫无生机，甚至身体都残缺到有些不堪入目的尸体，屈文彪眼神中仅剩的希冀顿时只剩黯然和绝望，以及甚至都哭不出来的伤心与痛苦，嘴唇开始止不住的微颤，张大了嘴，似乎想要喊，想要骂，想要说些什么，却始终说不出一句。从屈文彪愿意帮儿子顶罪，甚至帮他筛选谋害目标，足以看出屈鹏飞对于屈文彪而言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根本就无需多说了。虽然屈文彪根本不值得同情，时至今日也是咎由自取，但徐长胜还是叹了口气，摇头开口道：我们先前到现场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其他毒贩组织成员控制了，腰部被人安装了遥控炸弹，并且强行让他站在19楼高的阳台外。那时候他还在和幕后凶手打电话求饶，但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当我们警方决定强行把他救下来的时候，他腰间的微型遥控炸弹正好被引爆了，所带来的恐怖冲击力直接让他从19楼摔下，当时就没有任何抢救必要了。很可惜，虽然不能保证，但如果你能提早告诉我们的话，可能还有些许机会。听到这番话，屈文彪没有任何的表示，只是伸手不断抚摸着自己儿子苍白的脸颊，就仿佛在回忆曾经的时光，以及继续悔恨自己做的决定。足足半分钟后，盯着眼前儿子尸体的屈文彪深藏着愤怒和怨气，无比坚定地沙哑道：我知道他们那个组织的暗网地址。组织暗网地址。屈文彪所说的这句话就好似在平静的水面中扔下了一个巨石般令人瞩目。徐长胜没有丝毫犹豫，连忙追问道：暗网地址？屈校长，你知道这个贩毒组织的暗网地址？很明显，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令徐长胜都是有些不敢相信，生怕错过这个关键线索。因为按照屈文彪先前的审讯口供，能够得知这个暗网大概率是贩毒组织内部成员用来交流各种杀人或反侦查技巧的一个地方。如果能进入这个暗网，那么这么多年来有关这个贩毒组织成员的所有命案细节，从如何挑选受害人到实施犯罪以及躲避警方的追捕，都将会清晰地展现于面前。换句话说，只要能知道那些帖子，通过那些分享的杀人方法和细节，确定那些未破悬案的真正凶手。屈文彪没有立刻回应，而是依旧盯着面前冰冷的裹尸袋，沙哑道：那个网址是当初小鹏特地告诉我，让我记下来的内部暗网。我还记得当初他和我说，如果这次考核不过，他出了什么意外，而我又被警方抓住的话，那就用这个暗网地址争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能够少坐几年牢。毕竟在那个贩毒组织里，全部都是手有命案的刽子手，要是供出线索把他们全部抓获，这立功赎罪的程度想必也是超乎想象的吧。但我宁愿不需要这个机会。说到这里，屈文彪已经有些说不出的哽咽，面容更是扭曲成一团，摇头低泣道：但我宁可不要这种机会啊。这一刻，屈文彪痛苦地蹲下身子，一只手还抓着他儿子冰冷苍白的手掌，另一只手不断捶着地面，似乎想要怒骂，又想咆哮，想要发泄心中愤怒，但最后却什么没有做。数十秒后，屈文彪似乎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了，面无表情地站起身，对着徐长胜伸出手道：徐警官，给我一张纸和一把笔，我把那个内部暗网的网址写给你。没有迟疑，徐长胜立刻从旁边桌面随手捞了把笔，并且撕了张白纸递给屈文彪。接过纸笔，屈文彪左手掌垫着白纸，右手拿着笔，轻轻写下一连串的英文地址，递给徐长胜道：这就是暗网地址。对了，当初小鹏和我说，这个暗网登录似乎有什么限制，但他也不是非常清楚，说是只有用这个组织给的笔记本才能够登录这个网站，其他的电脑或者手机都没办法登录到这个暗网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但我希望你们能有办法登录暗网，因为我现在无法接受他们这样害死了小鹏，还能肆无忌惮地逍遥法外。虽然后面这句话让站在旁边的苏明非常想出声嘲讽几句，指责屈文彪的双标行为，但考虑到丧子之痛的刺激，默默的没有选择发表什么看法。而徐长胜接过白纸，先是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后，便递给苏明道：小明，屈校长这里有我陪着就行，你现在就去找技术科的协助下，看看能不能登录这个暗网。我担心如果再拖一会，会让这条线索也被那个贩毒组织掐断，那案件怕是又将棘手起来。徐长胜的担忧和安排非常合理。苏明接过写有网址的白纸，随即点了点头回应道：明白，我现在就去技术科。说完之后，苏明便毫不犹豫离开这暂时的遗体存放点，来到距离不远的刑侦技术科。看到正在忙碌看天眼的王虎，苏明毫不客气地招呼道：虎子，我这里有个犯罪组织的暗网，你们能不能尝试性的登录下？按照屈文彪的供述，就在这个暗网里面，怕是有近几年不少未破命案的各种行凶细节，以及跟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有关。卧槽，明哥真的假的？王虎顿时惊呼一声，连忙继续道：这就是那个贩毒组织专门用来分享杀人技巧的暗网。王虎这震惊的喊声顿时让周围其他忙碌寻找线索的技术科警员纷纷围了过来。知道苏明肯定不会开玩笑的王虎连忙将纸条递给旁边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没比他大多少的警员，开口道：全哥，你快坐，来看看能不能突破这个暗网的封锁墙。要是能登录这个暗网的话，估计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用不了多久就能被连根揪出了。被称之为全哥的警员习惯性的扶了扶黑框眼镜，坐到椅子，开始在警局专用的笔记本电脑中输入这个网址。但下一秒，一个禁止访问的红色提示框便出现在屏幕的正中间。很明显，这个暗网确实存在某种限制，至少并不是任何人
只要简单输入网址就能访问的类型。这种有效的限制方式已经是从某种意义上杜绝了暗网被意外暴露的可能。看到弹出的红色框，王虎也没有任何担忧，但笑着解释道：“别担心，明哥，全哥当初可是从网警部门被邻局特招进淮海刑侦大队的人。目前我在技术科的师傅，突破个犯罪分子的暗网，应当是没啥问题的。先前那个女主播的进水手机，就是他帮忙修理解锁，精通各种手机修复、机械维修、删除文件恢复等等，甚至曾经年少不懂事的时候还当过2年黑客，现在是被招安了，毕竟总归还是国家饭吃的香。”苏明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回应。王虎口中的全哥，全名叫做安全，确实颇为精通各种黑客技术，在近几年魔都其他区的刑侦大队乃至于魔都公安总部都没少来找安全帮忙。此刻安全瘦长的手指不断在键盘上敲击着，一个个命令指示框不断弹出，但每次刚弹出不久，却都紧随着弹出未获得权限登录的提示。5分钟、10分钟、15分钟，足足大半小时后，安全双手从键盘上拿起，扶了扶眼镜，难以置信盯着面前的暗网地址道：“不可能，一个犯罪组织而已，怎么能设计出安全性如此高的暗网？他这个暗网竟然要同时验证机器码和内部密码2个东西，就算有账号密码登录，但机器码不对的话，也会被直接阻拦不准访问。这种带机器码的双重防护，我很难想象一个犯罪组织能设计出来，但更能够说明这个暗网中的内容严重程度绝对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说到这里，安全停顿2秒，看向一直站在身后的苏明，颇有些无奈道：“目前在短时间内，我还登录不了这个暗网。我刚刚已经用了众多突防手段来尝试，但都没有成功。如果给我大概1周的时间，编写出专门的软件和脚本，来一次次的施密码和突防，也许能登录这个暗网。这几天怕是很难了。1周时间，听到竟然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目前这个贩毒组织错综复杂，牵扯极广，而且成员都有超出寻常罪犯的反侦查能力和危害性，每个人身上都至少背着一起命案。1周真的太长了。”看着面前的暗网地址，苏明微微眯了眯眼睛，而后指向屏幕示意道：“登不上吗？那我来吧。”苏明不容置疑的话语令安全顿时下意识地愣了愣，而后连忙从座位站起道：“哦，好，那你来试下吧。”在场的其他警员都是露出古怪神色，安全都没办法突破的暗网，难道现在主攻刑侦推理的苏明还能够做得比安全更好吗？虽然心中有些说不出的古怪，但众人都没有出声质疑什么，毕竟在最近几次的命案侦破中，苏明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所以现在想要稍微试一下，自然也不会有人多说什么。此刻苏明坐到椅子上，看着面前专用的特殊电脑以及屏幕上众多的命令提示符，轻轻地呼出一口浊气。下一秒，眼神骤然凌厉，双手飞快在键盘上敲击起来。别的先不说，单这输入命令符号以及键入 IP 地址的熟练，确实有些说不出的唬人。最起码站在苏明身后的众多技术科警员都已经惊愕的面面相觑，眸中满是不解和疑惑。王虎更是一头雾水，有些疑惑的摸了摸自己脑袋，看着苏明不断键入各种指示符的双手，莫名的开始怀疑，当初在警校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少上了几堂课，还是不小心被车撞到失忆过？不然为什么自己不会这种技术？不都是一起上课、一起训练的吗？真就是上数学课的时候，不小心低头捡把笔，就从加减乘除变成微积分了是吧？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王虎和技术科的其他警员都只是好奇和惊叹于苏明敲击键盘快速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安全亦是随之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的扶了扶眼镜。因为如果说先前他所采用的技术是模拟和不断试错，以求躲过这个暗网的各种筛查手段，那么现在苏明所选择的方法就是直接强硬侵入内部程序，试图将整个暗网的服务器都彻底掌握。如果能成功的话，直接就可以强行远程控制暗网服务器，赋予这台笔记本允许登录的资格就可以了，甚至还能够拿到极高的权限。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个暗网所有记载的事情都将会被扒得一干二净，不再是秘密。当然，这种强行突破的难度，比起那种隐藏混进去访问暗网，同样也高了数倍不止。至少安全认为，仅凭现在自己的黑客技术，大概率是无法做到，也不敢轻易尝试这种技术。因为如果强行突破不成功，很容易留下访问记录，打草惊蛇，恐怕第2天这个重要的暗网地址就会被彻底废弃。隐藏和模拟登录是最安全的手段，暴力突破需要承担风险。安全本想出声提醒下，但看到苏明的眼神没有丝毫担忧，只有潜藏的自信和轻松，双手键入的命令符更是没有停顿。安全忽然升起一个自己都有些匪夷所思的想法，也许苏明真能暴力突破这个暗网。1分钟、5分钟、10分钟，当时间即将过去15分钟的时候，苏明忽然停下敲击键盘的双手，转头看向王虎指挥道：“虎子，把你手机的录制打开，对准笔记本的屏幕，等会千万不要手抖。”听到这句话，王虎顿时呆了呆，一边从口袋掏着手机有些疑惑诧异的不解道：“明哥，这是要录制什么？现在不还是没有登录暗网吗？我看这浏览器界面也没变啊。”话音刚落，先前一直站在旁边的安全再度习惯性的扶了扶眼镜，眼神中深藏着惊骇的感叹道：“目前已经突破多种封锁了，只要苏明按下回车键，就能够直接登录这个暗网了。但是这个暗网的设计者还编写了一个无法远程更改的本地硬件预警，一旦有人登录这个暗网，便会给某个手机号码立刻发送一条报警短信。我觉得制作这个暗网的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犯罪组织的头目。预警短信自然也是发给他的。同时，即便是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每次想要登录这个暗网，可能都至少需要通过3层封锁。第一个是机器码，第二个则是暗网的登录账号与密码，第三个便是这个贩毒组织头目的许可。说到这里，安全也将自己口袋的手机掏出，对准笔记本屏幕，面无表情的示意道：最新款的龙威旗舰机比其他手机像素高不少，等会录制起来也比较清晰。这个暗网限制录屏，只能用这种传统的拍屏方式了，虽然有点落伍，但确实是非常实用了。对于安全的解释，苏明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而后继续补充道：我原本打算直接从服务器上将所有资料复制下来，这样便能避免登录后被发现，但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制作出暗网的人非常谨慎，一旦有人通过服务器内部对所有资料尝试性的浏览或复制，下一秒所有的资料都将会被清除删掉，而且将完全不可恢复。因此只能登录暗网来看内容，等会登录这个暗网后，贩毒组织的头目应当也就会立刻收到预警短信。由于没人和他联系，更没人进行过申请，以这个头目的谨慎程度，大概是不会逐个询问组织成员，届时很可能将会直接切断服务器。所以等会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获得足够多的线索和信息。苏明略微停顿数秒，环视身后，纷纷拿起手机录制，避免线索错过的所有技术科警员眯了眯眼睛，颇为冷冽道：现在就让我们好好看下这个贩毒组织究竟能有多少秘密。话音落下的同时，苏明食指用力按下回车键，随着浏览器页面刷新，成功获得访问授权。这一刻，贩毒组织的暗网已然彻底展现众人眼前，随着回车键按下，整个暗网的封锁都随之彻底解除。在场的每个人都是目光灼灼地盯着笔记本屏幕，当然除了苏明外，其他人都默契举着手机录像。网站登录成功，一个圆球状的加载模型出现在屏幕正中间，旋转数秒后，整体为暗红色的内部论坛已然随之出现在众人眼前。入眼便是4个极其显眼，好似沾染着血液的字母，恰好组成了一个英文单词 kill， 而在 K 这个字母的顶端还有数个仿佛弹痕一样的伤口。登录进的界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仅有这个似乎代表组织名的图案。界面的顶端则是有4个可以点击跳转的选项，这4个选项分别是最新情报、代理信息、失败案例以及最后标有成功案例的选项。由于从登录的那一刻开始，报警短信便发到了这个贩毒组织头目的手机上，所以苏明根本没有丝毫迟疑。先是点击第一个最新情报的选项，下一秒数条可以点击的情报信息出现。组织预备成员医生本次在魔都的考核失败，目前正在开展处刑事宜。新到一批高纯度海洛因，总计重量80千克，各成员按所在城市需求量进行申报。魔都代理瘦狗进苦窑了，目前已派人盯住他的家人，各位请掌控好下面的代理，更不要泄露自己身份。医生已分享自己的作案细节和具体想法，大致为利用意识控制来杀人。感兴趣的成员可自行通过下方链接浏览。看到这些内部情报信息帖子，苏明立刻便明白了，由于组织成员分布各个城市，所以这些帖子就是为了发布和通知最新的组织消息而写。如果一个个点击进去查看，绝对是能够获得不少的情报和信息。但时间太紧了，警报信息已经发送出去，就看那个贩毒组织头目多久能反应处理了。所以现在分秒必争，根本就没时间详细看这些贩毒组织新闻。同时，苏明还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瘦狗在帖子中被称之为魔都代理，而论坛第2个选项为代理信息，那岂不是代表着这个选项中会有当前龙国所有代理的身份和信息？只要拿到这些东西，那岂不是就能在短时间内摧毁这个庞大贩毒组织最重要的一级分销网？想到这里，苏明根本就没有丝毫迟疑犹豫，随即立刻点击代理信息选项。随着圆球状的加载结束，一连串的代理名单已然是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魔都代理瘦狗被捕，联系方式139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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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住址魔都淮海幸福家园小区5栋402室，亲属关系妻子和女儿，所属成员医生。姑苏代理肥猫正常，联系方式158xxx，所属成员毒药。金陵代理赵四正常，联系方式186xxx，所属成员巫妖。明州代理张三正常，联系方式186xxx，所属成员八部。看到这一连串的代理信息，现在苏明身后的所有人都愣住了，更是不约而同的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身在公安系统之中，他们才更清楚这些显示的代理信息究竟是多么的有价值和惊人。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把名单上的这些人全部抓到，那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至少好几年缓不过来，危害性也将骤减数倍。由于名单有些长，所以苏明缓缓地往下拉着，眼神中满是凌厉冷冽。王虎一边用手机记录，一边颇有些惊异地开口道：上面写着代理的名字，应当就是瘦狗那种在所属城市颇有点名声的毒狗了吧？那下面的所属成员是不是只在那个贩毒组织中掌控他们的上线，也就是组织成员？就比如屈鹏飞掌控瘦狗，而他在那个贩毒组织中的称呼是医生。而在这通讯录里面一共出现了11个所属成员的称呼，这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贩毒组织目前扣掉屈鹏飞的话，应该还有10名成员？对于王虎的这个猜测，苏明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但回想片刻后又摇了摇头，推断道：应该不止10名，至少是还有11名才对。因为高纯度毒品的源头是泸州市，但在这个联系界面中却没有泸州市的下线毒狗，所以我现在极其怀疑
这个贩毒组织的头目目前就潜藏在泸州市中，正是由他带来并组建了这个高纯度毒品销售网络以及庞大的贩毒组织。几分钟前，泸州市最高的兴盛大厦在已经被改成休闲露天游泳池的顶楼中，一位戴着墨镜、穿着沙滩裤、躺在软椅享受高层威风的年轻男子，正轻轻摇晃着手中红酒杯，看向端坐在旁边不断擦拭着一把重型狙击枪，嘴里还叼着一根雪茄的中年男人，缓声开口道：“牧师，你说都这么多年了，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准备要在魔都这块奶油蛋糕狠狠地咬上一口，就连人我都筛选了好几轮，好不容易才确定医生有这个掌控魔都的能力。我也看了他的杀人过程记录，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正常情况根本就怀疑不到他才对。可最后这都还不到半天时间，就被人这样子揪出来，比以往任何一次考核失败的时间都要短。哼，看了那么多案例的情况下，结果还不到半天被抓，真是蠢得无可救药了。”听到这番话，旁边被称之为牧师、叼着雪茄的中年男人只是停下动作2秒，表示回应和思考后，便再度擦拭起手中的狙击枪，并没有出声说些什么，并非是不尊重，而是不需要说些什么。他们的老大 K 也从不需要他人意见。K 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手中依旧摇晃着红酒杯，准备闭目养神的时候，放在旁边工作台上的手机忽然响起急促的短信提示音。K 没有丝毫迟疑，连忙拿起手机看了眼，看到那提示有人登录暗网论坛的报警短信，迅速回忆2秒，确定先前没有哪位成员有提前和他沟通过，眼神骤然冷冽道：“有狗闻着喂过来了。”虽然语气中满是冷冽和不屑，但 K 却是没有丝毫迟疑犹豫，连忙站起，快步朝着不远处的房间走去。作为这个贩毒组织的头目，他非常清楚，如果被警方掌握了这个暗网中的证据和线索，究竟是有多么致命。正因如此， K 才会给这个暗网设置如此多的限制，甚至就连登录都需要提前告知他。但实际上，即便没有那个硬件预警手段， K 也并不认为有人可以突破这个暗网，因为防守要比进攻简单得多，而且他的计算机编程实力已经属于这世界最顶尖的那一批人。5岁就沉浸在2进制的海洋里，对着电脑就能不哭不闹的过一天，甚至还黑过米国高层领导人的邮箱，并且将那些勾结政客和资本的邮件公布全网，导致直到现在 K 都还挂在米国的悬赏通缉名单上。当然，悬赏的同样只是个代号，而非 K 的真名，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怕是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 K 现在的真名究竟是什么了。正因如此， K 对于这个暗网被突破侵入有些说不出的诧异和惊讶。快步走到房间， K 看向摆放在桌面的笔记本电脑，准备直接登录管理员系统将这个访问账号踢下线的时候，握着鼠标的 K 忽然愣住了，因为他的管理员资格竟然被剥夺了，而且一个来自魔都的 IP 地址竟是摇身一变成为这个暗网唯一的管理员，根本没有时间详细考虑。 K 立刻将笔记本连接的网线拔掉，希望以此来拒绝本次非法的入侵访问。虽然对自己的黑客技术很自信，但出于谨慎考虑， K 是直接将暗网的服务器放到了这台笔记本上面，因此只需要断网便能强行阻止任何人对网站的访问。可下一秒 K 却再度愣住了，虽然网线断开了，但笔记本却自行连上了这个房间的无线 WiFi。 为了暗网的安全和隐蔽性，一直以来他都没有连过公用无线网络，都是插网线用的专网。即便这个房间的无线他都进行过严格的加密处理，无法从 IP 得知地址，但现在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在魔都潜入网站的那个人确定能突破封锁之后，并没有着急登录暗网，反而是专门腾出一点时间远程控制了这台笔记本，连接上了无线，将可能出现问题一一设想到了，一切都只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多看些论坛里的内容。那无疑是证明了这个人同样知道一旦登录暗网，报警短信就会发送到某个手机。这一刻 K 原本始终平静无波的眼神骤然冷冽下来，甚至都没有去尝试能不能利用鼠标控制断开无线，亦或者电源键强制令笔记本关机，直接便是将价格昂贵的笔记本高高举过头顶，而后用力的狠狠砸下。砰！笔记本瞬间被砸成2半，各种零件四散乱飞，就连屏幕都碎成数片。很明显 K 的果断和冷静绝对是超出了一般人的范畴。再发现就连电脑都被入侵后，根本就没有再尝试任何挽救措施，直接把充当服务器的笔记本砸成粉碎。暗网的服务器都坏了，自然也就无法继续访问内容了。此时盯着地面上的笔记本碎渣， K 恢复了以往淡然般的表情，脑中则是飞快地转动思索起来。刚刚的 IP 地址来自魔都，基本能确定就是组织考核没通过的医生给警方专门留下的线索，而且必然是在雕塑家找到他之前就已经早早留下的线索。毕竟面对那个疯子，医生估计是没多少反抗余地。但在现在的魔都公安系统里面，又有谁能够突破这个暗网？安全吗？不，绝对不可能。仅凭安全那种半吊子的黑客技术，恐怕即便是给他10年时间，大概率也突破不了这个暗网。而且还不是用隐藏模仿的方式，直接采用了暴力突破的技术。这是淮海刑侦还是魔都公安系统招到了什么新人才？就算是百里无一的天才，都得从娘胎就开始学黑客技术以及计算机编程，才能这样暴力突破自己的暗网吧。更别说还能那么冷静的设置后手，将无线都连接上，以此来争取时间。略微思索数秒， K 忽然露出一抹意味分明、深藏疯狂的冰冷笑容，轻声自语道：“这次是我说了，但很好的消息是，你似乎也没有赢多少，而且还提醒我了。”正当这时
略有些沉重的脚步声在房间门口停下，身材中等的牧师依旧叼着雪茄，瓮声瓮气道 ：“K， 需要我去做点什么吗？”牧师从不问发生了什么，因为他相信 K 的脑子和犯罪智商，所以从加入组织到现在，他从来都只问 K 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对于牧师的问题 ，K 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桌面上面拿起另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查看起暗网的浏览日志。能让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足足隐藏数年没被发现 ，K 的谨慎和冷静自是不用多说了。不仅将笔记本作为服务器，更是专门还用了另一台笔记本接收网站的浏览日志。当然，这不仅是为了防备有人突破暗网，同样是为了监视和掌控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数分钟后，已经查看完日志的 K 随即重重地呼出一口浊气，但也没有转头，只是平静的毫无波澜道：“牧师，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始终不让雕塑家负责魔都的业务吗？即便他从小就在魔都长大，分享的杀人手法也很出众，甚至还是最早加入 Kill 组织的元老之一。”听到这个问题，牧师用力吸了口嘴里的雪茄，一边吐出烟气，一边回答道：“因为他是一名老赌狗，再加上社会名气和关系都不小，只要当了代理上线的头，很容易被警方发现和顺手出来吧。”K 轻轻地摇了摇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缓声道：“这些都是次要，最关键的原因是雕塑家就是纯粹的疯子，在他眼中打造作品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就连我都没有100%的把握能够掌控他的想法和行踪。就比如这次，我只是让他解决掉医生，结果他最后却做出了什么事，让医生在众目睽睽下坠楼而死，甚至还把20年前的案子视频放出来挑衅淮海的警方，甚至还说这次是非常不完美的作品，他非常的沮丧和愤怒。说句实话，先前听到雕塑家说出这些细节的时候，我其实宰了他的心思都有了。罪犯挑衅警察，跟老鼠挑衅饿极了的野猫有什么区别？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难道他不知道淮海刑侦大队的林天想找他不想到快疯了吗？我现在有点后悔，早知道当初就让毒药冒着大风险去解决医生，都比派雕塑家出手要好不知道多少。这么多年来，代号为牧师的中年男人第一次从 K 的口中听到后悔这2个字，再度用力吸了口雪茄，声音颇为冷冽和坚定道： K， 要不要我去一趟魔都，直接把这该死的雕塑家解决了？ K 提起手中的笔记本，朝着门口缓步走出，似乎准备继续品红酒晒太阳。走到牧师身旁的时候，忽然停下脚步，面无表情道：帮我通知下去，让其他人立刻切断和手下代理的联系，如果有身份暴露的危险，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会暴露他们身份的人解决。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准有任何的行动，更不准继续卖那些毒品。然后让蔷薇多帮忙做一些人皮面具，因为后面可就是躲猫猫的游戏了啊！我们是猎物，他们是猎人。说完之后，可以继续抬脚往前，但才走了仅仅2步，便是突然顿了下来，前所未有的冰冷道：对了，今后我们组织没有雕塑家了，任何人也不准再联系他，更不需要提前把他解决掉，因为以我对雕塑家的了解，在被那些警察抓住前，他绝对会想尽办法把自己变成这辈子最后的作品。此刻，淮海刑侦大队的技术科中，所有举着手机拍摄的警员看到那显眼的404标识，不约而同的面面相觑，眸中都有些说不出的失望。但下一秒，这些失望便被兴奋和激动代替。王虎更是虚空挥了下拳头，声音都过于激动的有些颤抖道：明哥，卧槽，刚刚是不是挖出了那个庞大贩毒组织的所有下线啊？就是类似于兽狗这种颇有地位的老毒狗，凭借这个名单，岂不是就能将这个贩毒组织的高纯度毒品销售网彻底的清除干净了？看着屏幕的界面，苏明不禁暗暗的叹了口气，虽然还有些无奈和失望，但在刚刚有限的时间中，他也尽可能的从暗网中获取有用线索了。理了理复杂的思绪，苏明看向身旁激动的王虎，略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道：虎子，这也只是销售网清除而已，至于高纯度的毒品，我觉得没有将那个庞大贩毒组织连根拔起的话，那注定是永远不会消失。说完之后，苏明看向正习惯性扶着眼镜的安全，出声示意道：全哥，既然你的龙维旗舰手机像素高，那就麻烦你把刚刚录制的视频发到我们内部平台下吧。对了，刚刚是不是还录到了一些我们淮海区20年前那起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在帖子中所分享的行凶犯罪细节和概况？安全轻轻的点了点头，颇为肯定的回答道：确实录到了，虽然刚录到没多少，就因服务器被强行关停，导致后续的细节没有录下来，但至少绝对是有录到帖子刚开口的一部分，极有可能对那起案件有所用处。你要现在看一下吗？一边说着，安全一边还递出自己的龙维旗舰机。可以看出，先前苏明展示惊人的黑客技术后，安全并没有任何嫉妒的心理，只有满满的敬佩以及有些不敢相信的赞叹。看着安全递来的手机，苏明轻轻摇了摇头，拒绝道：有录到就行，现在我要去找夏胜哥和邻居报告下最新的发现，暂时没空看那个帖子的具体内容。全哥，就麻烦你上传下了。说完，苏明便毫不犹豫地从位置站起，在准备离开技术科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看向王虎示意道：对了，虎子，帮我认真查下今天独自一人去方特欢乐世界的中年男子，年龄大概是45至50岁之间。我现在非常怀疑，逼死屈鹏飞的那个组织成员，有很大概率跟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而且先前看到的魔都大学碎尸案的记录视频，根据凶手的手指来初步推断，很可能犯罪时的年龄较为年轻，所以即便过去了20年，应该年龄很大概率也就在45至50岁之间。尽力排查下，看看当时曲鹏飞坠楼的时候，那名组织成员有没有在欢乐世界里面监视。行了，那就先这样吧。交代完事情，苏明对身后数名先前同样在拍摄的警员纷纷颔首点头示意后，便直接离开了刑侦技术科。而他刚走出不久，便看到迎面走来的徐长胜。而还不等苏明说些什么，徐长胜便已经是提前招了招手，率先开口道：咋样，小明，屈文彪给的那个地址能用吗？有没有突破那所谓的登录限制？苏明肯定的点了点头，回答道：已经登录了，但对方防御做的也很好，目前就得到了所有类似瘦狗这样的代理信息，以及少许还不能确定的 5.13 碎尸案内容细节。听到获得了所有代理信息，徐长胜便已经有些诧异和惊喜了。结果还不只是这样，竟然还有 5.13 碎尸案的内容细节。将内心的激动暂时压下，徐长胜毫不犹豫地招手示意道：走，小明，我们一起去夏林局办公室，这些关键性的线索都不知道他已经等多久了啊。来到办公室门前，徐长胜颇为随意地敲了2下，推开门准备进去的时候，一大股烟气便直接涌了出来。随即徐长胜一边挥手打散烟气，一边缓步走近，昂头看了眼烟灰缸道：师傅，你这是宝刀未老啊，这都没多长时间，一包烟就结束了啊，比起年轻时候可没差多少。这番满是调侃的话语令林天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将夹在指间都未曾吸过的香烟掐灭。看到苏明则是同样跟在后面，随即颇为认真地开口道：小明、阿胜，刚好你们两个都来了，我也省得再找你们了。我先说下，等会将会有官方媒体前来采访，询问这起坠楼案的各项情况，你们两个出面应付下就好了。无论从我们警方或是法庭的层面来看，这起坠楼案都已经结束了，凶手也已经遭受应有的惩罚了，自然也该给公众一个回应，免得舆论发展的越来越偏激。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说到这里，林天略微停顿2秒，手指轻点着桌面，更为凝重严肃地继续道：树德中学坠楼案是结束了，但更大的东西却被我们挖出来了。就先说下奖励吧。我和上头的徐听刚刚有通电话，好好商量了一下，决定给小明一个2等功，并且提前转正为2级警员。这个2等功不仅是因为侦破树德中学坠楼案，更是由于小明的细心和谨慎，才挖出了这么大的毒贩组织。本来以这种功劳完全能领个1等功回来，但徐听说了，这个毒贩组织至今都还在活跃中，搬出个1等功不太合时宜，暂且累功等后续一同奖励。阿胜也有个3等功，同样也是累功等后续一同奖励。这些所谓的奖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刻，林天停顿数秒，眼神骤然凌厉起来，严肃道：徐听和更上头的领导交涉后，决定要在明天以公安部红头文件的方式宣布开启各省市的悬案100日清剿行动。100日悬案清剿行动，这是从公安部直接发布下来的红头文件，足以说明国家对那个庞大贩毒组织的重视。毕竟那个贩毒组织的所有正式成员身上都至少背有一起未结悬案。但林天的话语并未就此结束，继续轻敲着桌面缓声道：而100日清剿行动中，又以小明先前发现的几个城市为重，也就是那些首次收缴到高纯度毒品的时间开始算起，前后半年有出现过未破命案的重点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基本都潜藏着至少一位贩毒组织成员，只要能够将他们抓住的话，顺藤摸瓜，也许便能彻底挖出这个贩毒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上头的领导还发布了另一个特殊命令。说到这里，林天刻意停顿数秒，而后颇为眼眸闪烁的严肃道：在这些重点城市中，如果哪个刑侦大队能率先侦破一起悬案，也就是揪出一名那个庞大贩毒集团的成员，那将会以这个刑侦大队为主体，从各地抽调最精锐的人员加入，建立真正的专案组，甚至拥有超出绝大多数市局的权利，能够调动各地人员，一切的资源和优待都为了做到一件事，那就是清除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虽然林天没有明说，但苏明和徐长胜两人都非常清楚。先不说率先侦破老旧悬案的荣誉，单单后面这个能以本市的刑侦大队为主体，从各地抽调精英，组建专门应对这个贩毒组织权力大到惊人的专案组，绝对就是各市刑侦大队完全无法忽视和错过的一件事。这可是真正的集体荣誉啊！曾经可没有那个专案组规模大到需要一整个刑侦大队作为主体，更不用说凭借侦破这些老旧悬案，将那个庞大贩毒组织挖出来的功劳，到时集体1等功都怕是毫无问题的事情了。所以各大省市的刑侦大队绝对会用尽全力开始竞速，力求将这个贩毒组织彻底的挖出来。这是真正的良性竞争，虽然没有明说，但作为淮海刑侦大队的一把手，再加上率先揭露那个贩毒组织以及20年前的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目前也在这个组织的关系，林天自然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众多开展悬案清剿的刑侦组织中，让淮海刑侦大队成为首个侦破悬案的组织。这不仅是因为集体荣誉，更是为了能亲手参与后续的专案组，彻底肃清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当然林天现在也很自信，认为淮海刑侦肯定要比其他任何一个组织都更加的接近真相，更加的有潜力。因为仔细回想苏明这段时间精妙的推断细节和案件中的各种大致方向后，林天无疑是确定了一件事，苏明的刑侦破案能力已经达到极为恐怖的地步了，远超正常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比起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不会逊色半分。有这样的破案天才存在，20年前的魔都大学碎尸案似乎都已经变得有侦破希望了，更别说
目前还获得了曾经凶手分尸的影像资料，这无疑让破案的几率再度增加了数分。此刻，随着林天说完上头的决定，苏明仅是略微思索下，便是毫不犹豫地缓声开口道：“林局，刚刚屈文彪为了立功减刑，以及给自己的儿子报仇，将那个贩毒组织的内部暗网告诉给我们了。虽然在强行突破之后，并没有浏览论坛多久，便被直接关停服务器，但在有限的时间中，根据拍摄下的录像，已经能大致确定这个组织的名称、全国类似兽狗之类的下线信息，以及少许魔都大学碎尸案凶手所分享出来的行凶细节。”听到这番话，林天顿时就愣了下，有些不敢相信地盯着苏明和徐长胜两人，因为他非常清楚，拿到这个贩毒组织的所有下线信息，这究竟是多么有价值和惊人。但苏明的话语并未停下，依旧是在继续讲述道：“我觉得，如果上头要开启百日悬案清剿行动的话，今天就可以先把各大城市中那个贩毒组织的一线代理打掉，这样能让他们多年来经营的毒品贩卖网彻底功亏一篑的同时，也许还能从那种代理口中得到某些组织成员的线索。至于5.13碎尸案的细节，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便先来到这里汇报了。不过目前全哥已经将拍摄的高清视频发到了我们大队的内部网中，林局，你可以先看下视频的具体内容，再决定要怎么安排处理。”这一刻，林天也不再犹豫，连忙对着苏明和徐长胜招了招手，示意道：“小明、阿胜，你们来我身边，我们一起看下究竟这个录制的视频中究竟是有多少惊人的线索，能让我们加以利用，将那些藏匿的贩毒组织成员彻底的挖出来。”说完之后，林天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立刻打开内部平台，点开安全锁发送的首拍视频。刚刚没在刑侦技术科的徐长胜现在一时有些说不出的好奇。此时，当加载圆圈出现后的下一秒，原本一片空白的笔记本屏幕中突然变成了暗红色调，特殊形式的4个字母组成颇具艺术和肃杀感的单词 kill。 虽然没有特殊的介绍和解释，但在场的3人都非常清楚， kill 就是这个贩毒组织的名字，能够将其意译为杀手、猎人乃至于屠夫。明显是时间很紧，录制的画面并没有在这组织名称上停留太久，立刻跳转到代理人员信息。当代理人员信息出现的那一刻，林天和徐长胜瞬间认真起来，想要大致记住视频中的内容。因为按照刑侦的惯例，第一遍观看视频材料的时候，基本都不会在中间按暂停，都是先过一遍，让脑中有所印象，暂停细看，那就是从第2遍开始的事情了。随着代理信息滚动结束，林天和徐长胜都不约而同地眯起了眼睛。11个，这个代理信息界面中一共出现了11个类似于医生、毒药、幽灵等特殊代号，还不等细想什么，视频内容便再度变了，直接跳过了失败案例那一栏，来到发布有成功案例帖子的栏目，而被顶在最前的帖子名称为魔都大学碎尸案的经验分享。似乎感觉到时间要不够了，录像中的鼠标极其快速地点击进这个帖子，随即画面转变，一行写在最前的显眼大字出现在3人的视线中：永远不要主动去寻找猎物，而是要让猎物主动来靠近你。永远不要主动去寻找猎物，而是要让猎物主动来靠近你。毫无疑问，这句话绝对就是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对于筛选完美行凶目标的经验。与其自己到处寻找合适目标，还不如让猎物自己送上门。这句话虽然看似很普通寻常，是个人都能说出这样的话语，但倘若是放到那起魔都大学碎尸案中后，顿时就会显得格外特殊了。因为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受害者乃是从偏远地区独自来魔都上学，还不到1年的大一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简单。那个年代更是不存在电信网络诈骗，这所谓的让猎物自己找上门，似乎已经能在某种程度上将范围大幅度的缩小。当然，过去了20年，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自然还是无法说清，但最起码这条信息绝对是个突破口。此刻鼠标滚轮迅速下滑，具体的帖子内容开头刚出现时候，画面却突然加载失败，出现了404的字样。苏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摇了摇头，缓声解释道：对方很谨慎，我猜测是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并且将笔记本作为服务器，所以在一收到报警短信之后，便直接用某种方式紧急关闭了服务器。如果能再多几秒的话。虽然没有说完，但苏明话语中的惋惜和失望已然是能轻松听出来了。林天盯着面前的电脑，深藏着激动，摇头权威道：小明，没必要惋惜和自责，能够拿到这么多的线索和证据，已经是真正的意外之喜了。更别说各城市的代理信息都有，今晚绝对就能把这个贩毒组织的交易链彻底的铲除清理。不过现在还是要看下，究竟在最后结尾闪烁的那一瞬，有没有把后续的内容录下来。说完之后，林天便开始不断尝试回放和暂停，希望能看到视频的最后一瞬。虽然现在有更先进的抽帧技术，但林天自然是不懂怎么操作，只能用这种老刑警代流传下来的回放暂停手法。大概2分钟后，都不知尝试了多少次，林天凭借老刑警祖传的手法，终于是暂停到了最后一闪而过的那个页面。这是帖子内容的开头部分，虽然字数并不多，但里面所蕴含的信息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惊。具体内容为：警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愚蠢，但也没有你们所想的那么聪明。要想制造一起完美命案，实际上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让警察永远也找不到尸体，让猎物永远处于失踪中。就像是那些被拐卖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只要没找到尸体，那就永远相信他们还活着，抓住猎物亲属的情感弱点，记住失踪的调查力度永远比命案小。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把猎物的尸体扔到离你足够远，让他们第一时间怀疑不到你的地方，给你自己争取足够的售后时间。千万不要主动和猎物联系，更不能让人知道猎物最后时间和你在一起，
让猎物主动选择帮你隐瞒，绝对是最好的办法。你要选择的猎物应该和你自身的社会地位相差巨大才对，无论是谁的社会地位更高，理应都要做到在任何人眼中都没有多少接触到的可能。如果在其他人的眼中，你就连接触到猎物的可能都不存在，那又怎么可能变成警察眼里的犯罪嫌疑人？给我记住，最好的猎物人选就是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其他人都觉得不可能有所接触的那类人。无法做到让猎物神秘失踪，找不到尸体，以及无法挑选恰当目标这2点，那你就必须记住事后要如何处理痕迹。而分尸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好用的处理猎物手段，但要记住，一定要好好记住，在分尸过程中隐藏好你所有的痕迹和特点，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技巧和手段，让警察彻底怀疑不到你。如果把猎物看成一个作品，那你就要引导他们，甚至是刻意留下些许误导的线索和证据，让警察永远不会怀疑你的身上，这是双重保险。就像曾经我所做的，因为先前时间来不及的缘故，导致帖子在这里戛然而止，后续的内容已然是无从得知。但偏偏是碎尸案的凶手正要开始讲述自己作案详细手法和过程的时候，看着断在关键位置的帖子，徐长胜无奈地叹了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发自内心的吐槽道：真不知道该说是我们点子背，还是这个凶手的运气太好，竟然恰好在这种地方没了。哪怕后面能再多上2段，也许我们就能知道更为细节的行凶内容以及关键性的凶手信息了。卡在这里不上不下，真是让人有些抓心挠肝的难受。这么多年来，始终无比重视和关注这起碎尸案的林天一时有点同感，但凭借着老刑警的敏锐，林天突然抓住了些许细节，压下心中点烟的想法，颇为大胆地猜想道：小明、阿胜，你们发现了没有？那些组织成员的代号好像并非是随意取的，似乎都跟作案手法或是职业有所关系。就比如在姑苏发生的那起私人影院氰化钾凶杀案，凶手是用毒药来行凶，而在那联系人的界面中，姑苏负责人的代号就是毒药。那起精灵一直被人当作闹鬼的红衣男童勒颈自杀案，凶手的代号极有可能是妖巫，以及那起别墅电锯碎尸案的凶手就用8部这个其他国家影视作品中电锯杀人狂的名字作为代号。所以我在想，会不会这起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代号也在先前的联系人界面上，并且为了加入这个贩毒组织，曾经有再度进行过犯罪。从行凶相似度来进行推断，是不是这2个代号比较有可能？说到这里，林天把视频切换到联系人界面，指着其中2个组织成员代号眯眼道：就比如同样将受害人碎尸的8部，以及下面这个代表隐藏能力极强的幽灵。林天的推断非常大胆和精准，认为先前在代理信息中出现的那些组织成员代号可能并不是随随便便取的，而是大概率和职业亦或者杀人方式有关。就像屈鹏飞的代号为医生，而姑苏市的那名组织成员因为常用氰化钾来行凶，所以代号便是毒药。在此时林天的设想中，既然这个贩毒组织大概是在6年前才出现，那么在20年前就做出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会不会为了加入这个组织，选择再度在某个城市行凶，继而又造成了某起至今未破的悬案，同时拥有了在某地售卖高纯度毒品的资格？而代号的话，自然也就是目前所出现11个成员名中的一个，8部和幽灵。这是林天丹从案件信息和代号中所猜想出的可能凶手，在并非处于上帝视角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这样大幅度的联想和推断，属实是颇为不易了。站在旁边的苏明认真的仔细思考数秒后，轻轻的摇了摇头，说出反驳意见：林局，我觉得魔都大学碎尸案凶手在组织中的代号应该不是8部或者幽灵，亦或者说他的代号其实并不在刚刚出现的11个名单中。这个完全不同的推断结果令林天颇有些好奇和不解。苏明也没有刻意卖关子，略微梳理下脑中思绪，便继续解释道：林局，我们从案件本身来看，能够将受害人分解成大小相差无几的尸块，说明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应当是很大概率拥有极其严重的强迫症。而在电锯碎尸案中的受害人遗体则是大小规则不一，根本就不是强迫症的表现。当然在此之前也可以推断为，这个看似为特征的强迫症其实是凶手刻意伪装出来的性格。但是看到对方的挑衅视频，就是那个分尸的影像记录后，我能无比肯定的推断，这名凶手绝对100%有极其严重的强迫症。不知道林局、胜哥，你们现在还记不记得在开始切割受害人尸体前，这名凶手做了什么？没有丝毫犹豫，徐长胜立刻便回想起当时画面，眯眼缓声道：切割视频开始前，那名凶手还特地选择数把顺手的刀具，但是怎么样都不顺手，最后把手套脱了才开始分割。从最终结果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这个视频的话，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单单选刀都有这样充满强迫症感觉的特殊经过。毕竟我们只能看到尸体肉块，所以这名凶手即便是要伪装出强迫症的特点，以此来迷惑我们的视线，那只用让尸块的切割大小相差无几长安，根本就没必要从选刀就开始，这是我们完全看不到的环节。从这一点便能看出，这名凶手大概率就是无比纯粹的强迫症患者。徐长胜的分析让苏明赞同的点了点头，随即接上话头，继续补充道：除了选刀这一点可以看出外，林局、胜哥，你们好好回想下，在凶手最开始展示受害者头颅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凶手专门把受害者头颅每一个角度都展示过去了，中间没有任何一点的遗漏，而且身子没有任何偏移，甚至让我感觉是连呼吸都专门憋住了，连记录展示受害者头颅的影像都这么一丝不苟，充斥着追求完美的强迫症意味。这足以证明这名凶手的强迫症绝非是特地装出来的。
如果这都还能是装的。说到这里，苏明忽然停顿数秒，颇为认真和严肃地开口道：“我建议都可以暂时性的放弃追查这名凶手了，毕竟能将一起案子的布局直接布到20年后，我无法想象他究竟有多么出众的犯罪智商。与其浪费时间抓他，不如从贩毒组织的其他成员入手。但现在我肯定不相信这名凶手能有这般深谋远虑，拥有这样的布局和预知能力。”这个结论令林天和徐长胜两人都是颇为赞同的感受点头。确实正如苏明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能够布局到20年后，在今天专门拿出伪装成强迫症的记录视频，以此来进一步摆脱嫌疑，那简直是有些太过惊悚。这也许都已经不在刑侦的范畴，能称之为科幻片了。苏明的推断并未结束，轻轻摩挲着下巴，微眯双眼，继续进一步的猜测判断道：所以目前在我看来，这个贩毒组织除了上面出现的这11个人名单外，应当还有另外2个人没在这里面。加上坠楼身亡的屈鹏飞，这个犯罪组织的具体人数不出意外应该是13人。首先没写出来的第一个人便是这个贩毒组织的头目。高纯度的毒品最早是在泸州被我们警方搜查到，但期间偏偏又没有出现过未破命案，而且这个联系界面中更是没有记载泸州的代理和上线，这无疑就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贩毒组织头目亲自负责泸州生意，自然也就不需要通过组织的考核，通过行凶杀人来证明犯罪智商。至于第2个的人，大概率就是5.13碎尸案的真正凶手，虽然在这个贩毒组织中，但也没有出现在代理联系人里。而这个推断我是通过2个地方得出，第一点就是那些出现过高纯度毒品的城市，那些未破悬案的卷宗都不符合这名凶手的作案手法。虽然人的体力、思想、相貌也许会因为年纪而改变，但作案手法和内在性格的话，则是绝大多数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很多凶手都会下意识使用自己所熟练的手段来进行行凶杀人。常言道，3岁看大，7岁看老，强迫症的性格必定很难通过时间来扭转过来。第2点便是在刚刚那个帖子里，凶手建议其他人如何选择目标的那句话：最好的猎物就是要和你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差距，让任何人都不觉得你们会产生联系的目标。受害人是大一学生，在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位置，虽然不算高，但也肯定不低，而能够和他有很大的社会地位差距，我觉得要么是类似于流浪汉、乞丐之类的底层人物，要么就是社会地位颇高、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再加上里面还提到这样的一句，要让猎物主动来找你，而非你去找猎物，这足以判断出这名凶手当时的社会地位应当并不算低。毕竟我可不认为从小地方来到魔都上学的大一女生敢独自去找流浪汉或乞丐这类人。既然凶手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不低，那作为某个城市最上线的毒贩必然将太过显眼。以这个贩毒组织头目的谨慎性格来看，肯定是不会冒着整个组织都被挖出风险，让他从事某个城市的主要贩毒任务，那自然手下也不会有代理，更不会出现在这联系人名单上。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在组织的代号是什么，但通过和先前的线索整合，目前确定的是。此时苏明停顿2秒，将脑中的线索和特征一一串联起来，眯着眼缓声道：5.13岁尸案的凶手大概率是一名社会地位颇高，自身经济情况应当也不差，或者说在20年前大概率就已经是知名人物，普通大学生都不易接触到的特殊人群。而且他所从事的行业人数并不多，只要能确定他的行业，那凭借左撇子这个特征就足以找到这名凶手。这是纯粹的推理，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线索，仅凭视频、卷宗、文字等内容将凶手画像逐渐的填补完全。就比如凶手是一名左撇子的重要特征，都是苏明通过卷宗里的受害人尸块切面以及头颅的断裂搜索程度，才将这个破案必要的拼图准确找出补充完整。至于现在推断出凶手的社会地位颇高，而且毫不缺钱这一点，就是从那个帖子中碎尸案的凶手教导如何挑选猎物得出，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明和证据，仅有从逻辑性出发的精准推断。此刻听到苏明刚刚的那一番推断后，徐长胜和林天都不由得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考虑逻辑和推断的合理性。数秒后，徐长胜微微皱起眉头，随即问出了内心的疑惑：小明，如果按你的说法，这个贩毒组织吸收进这个5.13岁尸案的凶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仅无法开展下线，建立高纯度的毒品售卖链，而且因为他知名度过高的缘故，还很可能让整个贩毒组织遭受牵连。以这个贩毒组织的谨慎，以及每位成员都要完成考核，才可真正成为内部人员的严格。我想不到吸收这种人进入贩毒组织究竟有什么益处。这个问题一时让林天心中有些疑惑，既然看过去毫无价值，为何还要吸收进这样贩毒组织？相较于徐长胜和林天的不解，苏明心中则是有个大胆推断，随即继续回答道：我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5.13岁尸案的凶手乃是这个组织的元老人物，最早加入或者组建这个贩毒组织的几人之一。如果在这个贩毒组织刚起步的时候，能让做出臭名昭著、全国皆知的碎尸案凶手帮忙背书，那吸纳其他成员的时候，应当也能拿出足够的实力吧。毕竟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都是极具犯罪天赋的反社会人员，若是没有这种人帮忙震慑的话，想必内部也会出不少幺蛾子。作为元老人物，自然也可以不用负责开拓售卖渠道。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碎尸案的凶手实际上是一名纯粹的毒狗，由于自己不缺钱的缘故，所以开始追求高纯度的毒品。因为相较于那些掺了杂质的毒品，高纯度毒品吸食起来其实更为安全，副作用同样也会更低。然后不知在什么机缘巧合下，
恰好和泸州的贩毒组织创始人联系上，一个需要更多制造悬案的技巧，一个则需要高纯度毒品，自然就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并加入了这个组织。不得不说，苏明的这两个推断看似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但如果仔细一想的话，确实是极有可能。因为从这个贩毒组织以往的手段便可看出，绝对不是那种随便就可加入的慈善机构。单论要想成为正式成员，就得制造一起命案，并且躲过警方的追查，交出投名状证明自身的能力。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既然无法开拓高纯度毒品的售卖链，那必然在其他方向也得让这个组织有所受益，才可能成为正式成员。这么一想，怎么看都会觉得，在这种必要前提下，大概率是在刚起步时候就已经加入贩毒组织才有可能。否则，当这个贩毒组织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后，还真是不太需要一个无法开拓毒品售卖链，而且仅在颇为久远年代杀过人、具有不低社会地位的显眼成员。这一刻，在苏明的设想和推断中，凶手的大致肖像越发清晰。林天准备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桌面上的手机忽然响起急促铃声，看了眼来电显示后，林天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接起，认真聆听数秒。听完电话另一端的讲述后，林天手指轻敲着桌面，看了眼身旁的苏明和徐长胜两人，随即立刻回应道：好的，郭台长，你们的人已经完成其他拍摄，只差采访这步骤了吗？那我现在就让徐队长和苏警官下去，由他们两人说明这起树德中学坠楼案，并提醒广大中小学生远离意识掌控犯罪。行，那就先这样。说完之后，林天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有些无奈地摇头开口道：目前各大网络交流平台上已经有不少间谍和内奸开始刻意地散布谣言，说张婉是被屈文彪性侵后推下废弃教学楼，而我们警方为了保屈文彪，准备要将其定为自杀案件。所以你们两人先去接受媒体采访，把树德中学坠楼案的影响降到最低，避免我们警方的公信力有所降低。我们的网警也在锁定那些刻意带谣言的 IP 地址了，希望这次能揪出几个行走的50万。同时我也需要抓紧把这名单里的联系方式上报，让各省市相关的刑侦大队先把这些一线毒品代理抓住。不管怎么说，但凡能多获得一点线索，对于挖出这个贩毒组织的概率都将会随之提高几分。对了，时间也不早了，要是等会你们采访完如果太迟了，那就去好好的休息下，今天也是饭都没吃，跑了一整天。明天也许那些毒品代理我们还能获得更为关键的线索。同时我们的目标便是以最快的速度侦破20年前的5.13魔都大学碎尸案。说完之后，林天便摆了摆手，示意两人离开去接受采访。而就在苏明即将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林天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再度开口示意道：对了，小明，等会你不需要隐瞒和遮掩什么，直接如实讲述树德中学的案件内容就行，将刑侦推断过程略过就行，尽可能展现出你的天赋以及找出凶手罪犯的决心。当然你就更不用担心接受了这个采访后会使你的身份暴露，导致今后在便衣出警的时候引发问题。因为我们是猫，那些人是下水道的老鼠，只有他们躲着我们的份，从没有我们为了接近他们而收起尖牙利爪的说法。只有越强才越能震慑他们，让他们彻底没有侥幸心理，在犯罪前都要好好掂量下究竟怕不怕被我们揪出来，这才是刑侦的最终目标。与其给人们带来正义，不如从源头震慑暴行。来到刑侦大队的报案接待大厅，苏明已经看到一位穿着职业套装肉丝短裙的记者，手中拿着标有魔都本地电视台字样的麦克风，而在这名中年知性记者的旁边，则是一位肩膀上扛着摄像机的拍摄人员，此刻正拍着接待大厅中的各种标语以及反诈宣传，以此来补充节目时长和丰富节目内容。记者看到远处走来的苏明和徐长胜两人，立刻露出淡笑，并早早地伸出手。徐长胜则是略微加快脚步，上前握住知性记者的手，指了指身旁的苏明，颇为熟悉地介绍道：又见面了，李记者，这是新加入我们淮海刑侦大队的苏警官，也是侦破这起树德中学坠楼案的最大功臣。随即又看向苏明，同样介绍道：小明，这是我们魔都本地电视台的李莹记者，这从业10多年来，一直都奔赴在报道各种事件险情的第一线。然后有关于淮海区的各类案件报道，一直以来也是由李莹记者跟我们进行接触和采访的。话音落下，李莹也是率先伸出手，直视着苏明的双眼，温和的颔首淡笑道：你好，苏警官，先前我们台长打来电话时候特地提了一句，说是邻居非常看好你，还说你会是今后淮海刑侦的最强武器。这么多年来，我可没见到邻居这样夸过谁，看来苏警官真是代表了新一代的刑侦力量，还请等会在采访时候多多透露下如何培养的破案经验。很明显，这就是纯粹为了拉近关系的场面话罢了，当然也可能含有着希望苏明能多透露些案件细节的意味存在。苏明并没有任何在意，对于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心中早有衡量，轻轻握了下李莹的手松开，同样是点头微笑，但保持着距离回应道：客气了，李记者。随着简单的介绍结束，徐长胜指了指接待大厅显示的电子时钟，出声催促道：李记者，抓紧时间吧，今天我们的事情比较多，等会采访完还要继续工作才行。听到这番话，李莹也是没有再磨蹭什么，他也需要抓紧采访，回去让工作人员加急剪辑出片，把被带偏的舆论扭转过来。这也是为何淮海刑侦大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最重要的原因。通过媒体将真相告知出来，得到摄像人员已经准备好的提示后，李莹举起话筒对着徐长胜出声问道：徐队长，早上在树德中学的废弃教学楼位置发现了一名坠楼死亡的初中女生，请问目前淮海刑侦大队找出具体死亡原因了吗？对于这些问题，
徐长胜早已是非常熟悉，随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是的，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具体的死因。首先，通过详细的现场勘查以及坠楼地点都判断，我们确定本次坠楼身亡的张同学并非是被人推下楼，而是自己选择仰面跳下废弃楼。期间有另一名未成年女生亲眼见证了这起事件的参与。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关系，我并不希望继续说这个细节，但我要着重说明的是，虽然张同学是自行选择坠楼，可实际存在被人精神控制的痕迹，也就是说，这是一起凶杀案，并非自杀案。凶手利用了初中学生涉世不深、容易被蒙骗诱导的特点，利用药物来辅助精神控制，最后引诱张同学自杀。但广大民众不需要太过担心，通过我们警察的摸排巡查，已经确定了这起案件的2名重要凶手，其中的主谋曲某飞已经在魔都假日酒店畏罪自杀，同犯亦是正羁押于我们淮海刑侦大队中。说到这里，徐长胜已然是没有继续说下去，经验丰富的李莹将麦克风拿回，出声夸赞，并问出了第2个问题。看来我们的淮海刑侦大队依旧是破案速度极为惊人，从案件发生到现在都还没有超过12个小时，便将幕后凶手找出，给死去的张同学带来必要的正义。不过徐队长，我这里想求证下网上的某些言论和细节内容。由于树德中学的曲校长早上被带走调查，至今都未曾回到学校，并且傍晚畏罪自杀督曲某飞被网友扒出也是曲校长的儿子，所以我想要问下，在这起案件中，张同学是否曾受到了曲校长的性侵犯，又被威胁诱导，最后选择了坠楼身亡？还有，对于曲校长后续的处理判罚以及案件的细节，徐队长能大致透露下吗？如果说先前是大致讲述案件内容，那现在就是正面回应舆论谣言了。徐长胜略微思索2秒，随即一脸正色地回应道：首先，根据我们淮海刑侦有多年经验的审法医尸检结果，张同学生前并未遭受到任何的侵犯。其次，从我们目前挖到的案件细节来说，也没有发现到任何凶手进行性侵犯的证据和理由。最后，这起案件确实与犯罪嫌疑人曲某彪，不过主要原因还是在其儿子曲某飞身上。作为从犯，曲某彪肯定也会遭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们淮海刑侦大队将提供案件中的各个细节，以协助法院对其进行判罚。一切都将以宪法为基准，没有人情，没有后门，更没有小偷小摸，请广大民众大可放心便好。至于案件细节的话，将由我的同事苏明苏警官来给大家解释。因为在这起树德中学坠楼案中，正是由苏警官发现了极其重要的关键性线索。此话一出，李莹立刻将麦克风转到苏明面前，颇为客气和专业的出声道：苏警官，麻烦您能大致说下这起案件的细节以及大致侦破流程吗？苏明理了理脑中思绪，面无表情的回应道：这起案件侦破起来并不算难，具体的关键点在于凶手采用了极其罕见的意识掌控犯罪手法，只要能将这一点判断出来，那后续找出凶手并不算难。毕竟能够那么了解张同学家庭情况并趁虚而入的人，范围大概率就是在学校附近，以此来摸排推断，总体案件侦破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同时，我要在这里提醒下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或低谷，就被他人所谓的自由和幸福诱骗，最后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更要拒绝陌生人给的糖果、饮料等等物品。绝大多数的意识控制犯罪都需要药物的配合才能做到，只要能提高警惕性，就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大致就是这样了。当苏明说完之后，李莹不由得愣住了，因为没想到浓眉大眼的苏明面对采访竟能这么油，真是一点案件细节，一点观众最感兴趣的刑侦手段都不说啊，主打的就是案件概括、警示民众以及表达警方刑侦能力的扎实和强大。想到这里，对新闻颇为敏锐的李莹忽然抓到了某一个可能的爆点，连忙继续问道：苏警官，您刚刚反复有提到一个词，侦破这起案件的难度并不高，看来即便是我们都没听过的意识控制犯罪手法，在您眼中都是破绽百出，导致我现在非常想问一件事，您觉得这世界上有真正完美的犯罪吗？得到答案的李莹带着内心的震撼和兴奋，招呼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回电视台。他已经是有些等不及，将刚刚的采访剪出来，立刻发到网上和电视台了。或者说，李莹认为刚刚的那段采访也许能在网上引起足够的轰动。魔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离开后，徐长胜亦是颇有些感慨的看了苏明一眼，颇为满意道：小明，不管别人怎么看，对于你刚刚的那个回答，我绝对是100%赞同。行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打算等会把今天的行动过程和案件线索整理下，魔都大学碎尸案的侦破和重启，等明天再开始全面进行。毕竟等其他省市的刑侦大队把一线代理抓到后，看看等他们突击审讯后能不能获得关键性的线索。而且我也要在今天晚上把最新线索带入，重新看一遍案件卷宗才行。所以小明，现在的后续时间你就自行安排吧，明天必须全力侦破5.13魔都大学碎尸案。说完之后，徐长胜便再度感慨地拍了拍苏明肩膀，准备去调5.13碎尸案的详细卷宗。此刻苏明看了眼时间，发现已经是晚上9点了，摸了摸肚子，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从早上10点到现在，他就没有吃过一口饭，刑侦便是这样，忙起来真没空吃饭。先前有破案带来的紧迫感以及肾上腺素刺激，导致没感觉到饿，但现在饥饿感却是如洪水般袭来了。随手从接待前台的桌面上捞了一碗没开封泡面，准备凑合填几口肚子的时候，身后忽然响起略微沙哑和疲惫但满是惊喜的喊声：咦，苏警官，你也还没吃饭吗？来，跟我们一起吧，刚好我们做了很多菜，也就加双筷子的事。听到这道喊声，苏明随即便转身看去，
发现黄岩的父母双手提了很多饭盒，甚至还特意将饭盒提高一点，似乎要说明饭菜确实煮了不少，真不是假意的客气。看了眼黄岩父母手中提的饭菜，又看了下自己手中的老坛酸菜牛肉面，苏明毫不犹豫地把泡面放回桌面，露出和蔼的淡笑，颔首道：“那就麻烦你们了。”黄岩的父亲连忙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反驳道：“麻烦？哪有麻烦啊？而且我们也还没感谢您。今早把小妍从那种情况救下，刑侦大队专用的会客茶几上，此刻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常菜，粗略一算，至少也有7、8道。”苏明独自坐在一边，而他的对面则是黄岩一家。黄岩坐在正中间的位置。既然大队先前答应过黄岩，能让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那自然是不会食言。由于有苏明在场，并且确定黄岩危险性较低，负责看管的警员自然也是暂时将黄岩手铐给解开了。此时黄岩的父亲也是把装有饭的一次性大碗递给苏明，双手合十，颇为客气的致歉道：“苏警官，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您这么晚也还没吃饭，所以这做的菜都是小妍爱吃的，请您多担待担待。”苏明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直接扒了一口饭，淡笑道：“别这么说，这些菜卖相都这么好，味道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至少也是比泡面要强啊。”坐在苏明对面的黄岩轻轻夹了口面前的西红柿炒蛋，眼眶微微泛红的低头轻声道：“果然，只有妈妈做的西红柿炒蛋才是这种味道，其他人都做不出来。我都已经忘记有多久没吃到这种味道的西红柿炒蛋了。”这番话令黄岩的父母顿时有些沉默，更是后悔和愧疚的低下头。沉默数秒后，黄岩的父亲抬起头看了眼身旁低着头的黄岩，又看向苏明，颇为认真的询问道：“苏警官，我们了解到张婉同学的身世了，并且在刚刚也询问了其他警官，他们说张婉的父母目前都不在魔都，并且联系上后都没有打算前来处理后事的想法，所以我们俩也就想着能不能帮忙把他的后事处理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小妍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想他入土为安，而不是被一直放到殡仪馆中等人来认领。但现在就不知道这由我们来处理的话到底合不合规矩。”这个想法令苏明有些惊讶的挑了挑眉，但看了眼黄岩后倒也不是特别意外了，加了点黄岩口中味道不一样的西红柿炒蛋，思考2秒后回答道：“应该没问题。张婉没有什么遗产，现在更没有什么亲人了，到时候说明下情况，由你们代为处理后事，不管从法律还是伦理道德上来说，自然都是可行的事情。”听到这番话，明显感觉到黄岩的心情好了不少，连带着夹筷子的次数都变多了，而且还一直夸着自己老妈的手艺依旧没变。但相较于开心的黄岩来说，他的母亲则是没那么轻松了，用力攥紧了拳头，数次挺起胸想问些什么，却又默默放弃。足足数分钟后，似乎才下定决心，用着颤抖无比的声音，带着些许紧张问道：“苏警官，我还想问一件事，您说小妍现在都吃了那么多的药，那还有机会能见？”还不等他说完，黄岩父亲便直接低吼着出声，打断了黄岩母亲的话语道：“问啥话呢？吃饭，现在就吃饭就行了。”听到这低吼声，黄岩母亲顿时低了低头，没有去反驳什么。他也明白不该问这种问题。苏明能清晰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脑中更是不断回忆起自己曾经模拟戒赌的种种画面，将碗里的最后一口饭扒光，先是看了眼黄岩的父母，颔首淡笑道：“感谢2位的款待，这可比泡面好吃多了。”然后用着无比坚定的眼神看向中间的黄岩，认真道：“黄岩，我告诉你，只要你能有足够的毅力，只要你还想拥有美好的生活，只要你还期盼着跟父母这样吃饭，乃至于你有想带着张婉那份一起活下去的想法，那你就相信我，人绝对可以凭借毅力戒毒，即便这过程很难，但结果必然值得。”这一刻，苏明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无比认真和严肃的坚定道：“用那真正强大的意志战胜毒品带来的心意，我相信你可以做到。”说完之后，苏明对着黄岩父母点了点头，便站起离开了这里。这一顿饭后，由于后面工作的越发忙碌，苏明便再也没见到过黄岩和其父母了。只知道在这起案件的法庭审判中，黄岩由于是未成年人，同时割腕伤口并非造成张婉死亡的主要原因，鉴于其配合警方的态度以及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并未让其接受什么惩罚，但也被强制要求社区戒毒。在多年后的某天，苏明偶然听一位社区民警说起，黄岩戒毒期间为了抵抗毒瘾，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期间也曾乞求过毒品，甚至做出自残、绝食行为来威胁，但最终还是凭借自身强大的意志以及在家人和社区的帮助下，终于成功戒除毒瘾，开始新的生活。在8年后，通过本科学习拿到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黄岩，最终选择成为了一名初中心理老师。在林天将代理名单汇报上去后，来自公安部的抓捕指令一时下达的非常快速，根本就没有等第2天。接到命令的各省市刑侦大队便立刻毫不犹豫地连夜行动起来，进行关键的抓捕行动。这个夜晚注定将极其不平静，刺耳喧闹的警笛声响彻于众多城市中。到深夜12点，暗网中所记载的11名高纯度毒品售卖代理，除了早就被缉捕的瘦狗外，已然又被抓获了9名。而唯一出现意外的城市为姑苏市。当警方从一家洗浴店好不容易找到姑苏市的毒品代理时候，那个外号叫做肥猫的毒狗
早已是身体僵硬，失去了呼吸，但嘴唇、皮肤、牙龈都呈现淡淡的鲜红色，口腔还有苦杏仁味弥漫，以及手中还握着一个针筒，里面还残留着些许浓白色液体，这是极其显著的氰化物中毒特征，短时间内就能让人毙命。虽然从肥猫的死亡现场和身体动作来分析，并没有他人行凶的痕迹存在，但所有人都知道，绝对是肥猫知道某些关键事情，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直接处理掉了。虽然是自杀，但生前遭受过什么样的胁迫和威逼，那就不得而知了。而除了姑苏市的肥猫外，金陵市、明州市、宁岛市、嘉禾市、梁溪市、武进市、太仓市、静海市和连江市这9个城市的毒品代理在被抓获后，警方立刻开启了突击审讯，希望能从他们的嘴里得到有关于那个庞大贩毒组织的情报消息。但从这个贩毒组织以往的谨慎态度来看，既然能让这些代理被警方抓获，而不选择提前解决掉，那基本能判断出这9名代理大概率是不知道什么关键信息和线索，或者所知道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杂事。否则的话，这9名代理估计早就跟肥猫一样，被悄无声息的提前解决或胁迫自杀了。就跟瘦狗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被这个贩毒组织盯上的话，知道的越少，可能反而是能活得更久；知道太多，最终大概率会变成冰冷的尸体。此刻，泸州市的兴盛大厦顶楼中，虽然现在已经夜深，但这专门改造的休闲泳池度假区依旧是亮着灯光。刚从泳池中出来的 K 正裹着白色浴巾，舒适的躺在摇椅上，手中依旧端着红酒杯，轻轻的摇晃不停，情绪依旧平静，没有任何烦躁，似乎完全就没有因经营多年的毒品销售网被警方彻底一夜拔除而受到半点影响。在他的面前，则是一台正播放着采访视频的笔记本电脑，充满知性气息的记者声音正从视频中传出。徐队长早上在树德中学的废弃教学楼位置发现了。看着眼前的采访视频，可以盯着相貌年轻的苏明看了2眼，似乎嗅到了同类的气味。仔细思考数秒后，脸上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淡笑，看向坐在不远处依旧叼着雪茄小心擦拭重型狙击枪的牧师，开口问道：牧师，你觉得究竟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让一个职级森严的老牌刑侦大队选择让一名刚入职都还没毕业没有多少经验的实习生参与舆论影响这么大的未成年案件采访？就算是在这起案件中凑巧发现了无比重要的线索，最终给破案提供了极其不小帮助，那理应也还是不会被派来参与这种采访吧？毕竟说错话那可就麻烦了，是吧？牧师对于 K 的询问，牧师根本没有回应的打算，或者说 K 也不需要他的答案，只是沉默地将重型狙击枪举起抵在自己肩头，眯着眼透过高倍瞄准镜观察着远处的泸州刑侦大队，理应不被重视，但却被派来接受采访。此时 K 重复了一遍先前问题，咧嘴露出一抹看似温和实则深藏着癫狂的笑容，继续道：所以这个叫做苏明的淮海刑侦大队新警员应该是这最近几天的时间里发现了不少了不得的东西，而且多次展现了自己的破案天赋，才会得到这样的特殊重视，绝不仅仅只是一起坠楼案。似乎我已经找到本应通过考核的医生这么快失败，以及我们这么多年经营在今天都功亏一篑的原因了。原来是来了个天才刑警吗？这一刻 K 忽然想到在先前的交锋中自己所建立从未被突破过的暗网，被那个来自魔都的 IP 用暴力手段彻底突防，并开拓多年的下线一夜之间都被清除干净，甚至就连雕塑家已经被盯上成为下个突破口，大概率也只能放弃了。上次是自己输了，但终究是在自己没准备的情况下，倘若是有准备的再来一次呢？想到这里， K 不由得眯了眯眼睛，随即从桌面上拿出手机，使用副卡拨通电话。大约15秒后，电话已是被另一端的人接起，略带疑惑的询问声传出： K， 这么晚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吗？是还要让我解决谁吗？刚好下午的那个作品被医生给毁了，我现在缺点灵感。还不等这充满激动和兴奋的话语说完， K 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打断道：雕塑家，因为你下午为了那所谓的作品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以及暴露了过多的线索，我这边刚刚收到消息，你已经是被淮海警方盯上了，而且这次的淮海刑侦大队里有一名天赋极高的新人，如果你想躲过这一劫的话，我可以帮你，但前提是一切都要听我的指令行动。手机的另一端沉默10秒，雕塑家忽然有些癫狂地笑了2声，而后用着无比自信的语气道： K， 我的作品是足够完美的，那些淮海刑侦的蠢人至今找了我20年都没找到，你觉得就因为白天医生的那件事就能把我揪出来吗？我戴着蔷薇寄来的面具，那些蠢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发现，无非只是躲躲风头罢了。行了，就这样吧，我现在刚好有点灵感，要设计下出道25周年的纪念作品了。哦，对了，傍晚为了处理医生，我浪费了不少高纯度的药，过段时间记得再找人送过来一点啊。说完之后，雕塑家便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K 听着手机中传来的忙音，不禁眯了眯眼睛。与此同时，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中，李莹那悦耳的询问声则是再度缓缓传出：您觉得这世界上有真正完美的犯罪吗？稍微停顿2秒后，苏明那无比坚定更不容置疑的回答更是如重拳般响起：完美犯罪，很抱歉，但凡是有人参与其中的案件，永远都不可能完美。所谓的完美犯罪，无非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亦或者科技的落后，导致被人臆想成那所谓的完美而已。在我的眼里，曾经没有完美犯罪，现在也没有完美犯罪，今后更不会有完美犯罪，只有因没发现关键线索，令其趁机逃过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罢了。这一刻
靠在躺椅上的 K 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盯着屏幕中的苏明，低垂眼眸，嘲讽自语道：“呵，没有完美犯罪吗？那我就等着你找到线索再来制裁我。但记住了，可最好要在我老死之前找到我啊！”第二天，当月色收拢，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苏明便从大队的内部宿舍醒来，稍微洗漱下来，到刑侦会议室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今天的目标和任务早就已经定下，就是尽可能找出有关于5.13碎尸案的线索，甚至是一鼓作气的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推开刑侦会议室大门，苏明意外发现林天和徐长胜两人竟是早就在会议室里面了。一个手里夹着点燃的香烟，眉头紧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另一个则是手中拿着馒头啃着，面前是5.13碎尸案的卷宗。见到苏明来到会议室后，徐长胜立刻指了指桌面上的早餐，出声示意道：“小明来得正好，一起来吃点早餐吧。”刚好邻居也正要说昨晚那些毒贩代理的抓捕情况，没有丝毫犹豫，苏明缓步坐到椅子上，直接拿起桌面上的豆浆馒头。与此同时，林天将手中都没吸过的香烟掐灭，重重地呼出一口浊气，略微有疲倦和无奈道：“昨天深夜，公安部临时下达紧急通知，让相关省市的刑侦大队立刻第一时间对那10名暴露的毒贩代理进行抓捕。由于那份名单中的代理信息非常详细，绝大多数的抓捕行动都很顺利，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但偏偏姑苏市的代理肥猫被发现时就已经自杀身亡了，而且自杀手段用的还是氰化钾，这种剧毒液体跟昨天我们在那只柴犬项圈内部所发现的一样，和姑苏市那起未解悬案的凶杀手段亦是一模一样。现在大致能判断出，负责姑苏市的那名贩毒组织成员已经是从魔都回到了姑苏，并且通过各种可能的胁迫手段，让大概率知道重要某些情报和线索的肥猫被迫选择了自杀。听到这里，苏明心中并没有任何的意外，反而觉得以这个贩毒组织一向的谨慎来看，如果在知道暗网被强行入侵的情况下，还不处理掉握有内部重要信息和情报的一线代理，那才是有大问题，甚至都要好好的考虑下是否存在刻意散布烟雾弹的可能。即便不是姑苏市的组织成员出手，附近其他市的组织成员绝对也会立刻赶往处理掉肥猫。就像是这次瘦狗被警方抓获后没多久，姑苏市的组织成员便特地来老旧小区盯守着瘦狗家人班。可以说，这个庞大的贩毒组织就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体，为了避免大脑和众多内脏出关键性问题，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癌变或者感染，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挖除砍掉，防止这些感染进一步的深入。经营多年的庞大毒品贩卖链能够说放弃就放弃，这种壮士断腕的果断足以说明这个贩毒组织的恐怖以及内部风格的严谨。此刻林天不由得摇了摇头，随即更为无奈继续道：“在抓不到其他的9个人后，各大省市的刑侦大队昨晚便进行了突击审讯，但很可惜的是，根本就没有哪个毒贩代理知道关键性的消息和情报。那些组织成员跟这些代理联系的时候，都有用变声器来进行伪装，以及是采取单向联系方式。目前就拿到了一些交易地点以及说话方式的细节特点，暂时无法给找出凶手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当然，后续其他各省市的刑侦大队也许能通过这些细节挖出潜藏在他们城市的贩毒组织成员，但对我们来说，要想侦破这起20年前的碎尸案，就只能靠我们当前所掌握的东西来进一步的分析和寻找。”说到这里，林天忽然停顿数秒，拿起桌面的遥控器，将对面的液晶电视打开，并再度播放起那段碎尸纪录片。第一段画面依旧是那双蟹手捧着沾满血污的人头，但在凶手要扭转受害人头颅，准备进行全面展示的时候，正在仔细观察的苏明忽然注意到，凶手手掌血迹有些明显的不均匀，掌心正中间血迹明显要均匀不少，而掌指关节和掌心相接处血迹有深有浅，每个掌指关节的末端血迹都较深旁边有较淡，同时手指都比较纤细，但骨节位置都略有些凸起。正当苏明思索可能造成细节原因的时候，视频已经随之到第2部分，便是凶手不断试着切割刀具的画面。当凶手将胶皮手套脱下的时候，林天忽然将记录视频停下，并且将手掌正面那部分进行大幅度放大。紧接着，林天指了指正面的手指侧面，随即眯着眼缓声道：“小明、阿胜，我昨天把这个记录视频重复的看了数个小时，甚至都把不少关键性的画面放大抽帧看过，在这里发现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问题。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凶手的手指两边有不少的切割伤口存在，甚至愈合成疤的伤口也不少，而且从手指的纤细和光滑来看，明显这名凶手平时有刻意的保养双手，但指节却是意外的突出。我觉得这名凶手所从事的职业大概率就是靠双手吃饭，所以才会这样刻意的保养维护，再加上手指有众多切割伤口以及那突出的骨节，说明凶手需要经常的持力气进行练习和工作。我现在能够判断凶手的职业并非是书法、绘画之类，反而是平时需要用锐利刀具练习或工作的职业，类似于医生、法医、屠夫、厨师、解剖标本师，乃至于殡仪馆入殓师等。就在这时，苏明忽然想到凶手掌心血迹深浅不一的原因，随即打断林天的后续话语，颇为认真道：“不对，邻居，很可能不是医生或者法医等职业，因为我现在基本能大致判断出，凶手在使用刀具练习和工作的时候，极少用医生此类职业常用的持弓或执笔手势，大多数反而都是采用更方便用力、掌心贴住刀柄的垂式握法。”苏明的推测令徐长胜和林天略有些疑惑，更是有些说不出的诧异，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能让苏明得出这起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较多采用便于发力的锤式握法，更是将持弓和执笔这两种常见的医生拿刀手法彻底给排除在外了。当然最重要的是，锤式握法通常都是用在敲击劈砍这种大开大合并不细致的事情上面，可现在从这份记录视频中来看，这起碎尸案的凶手应当是颇为细致和刀工出众才对，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在肢解受害人的时候就连尸块的大小形状都能相差无几？可锤式握法基本练不了刀工啊，毕竟有谁见过用握锤子的粗犷手势来练习精细刀工的啊？似乎看出林天和徐长胜两人当前的疑惑，苏明没有丝毫犹豫，随即拿起桌面上的遥控器，选择重新播放起这个凶手分尸记录视频。略有些惊悚的血手画面再度出现，当凶手露出沾满了血污的掌心，准备各角度展示受害人头颅的时候，苏明便立刻按下暂停键，更将凶手掌心的血污大幅度放大。紧接着苏明直接大步走到屏幕前，指着凶手左手掌心顶端深浅不一的血污，眯着眼出声推断道：林局，胜哥，首先我们先前通过死者尸块以及头颅断裂位置能确定凶手是一名左撇子，所以在日常拿取重物或者挥舞工具的时候，凶手肯定都会习惯性的使用左手。再加上从凶手突出的手指骨节以及侧面众多愈合和刚造成不久的切割伤口，说明其工作或训练的时长并不低。现在你们认真观察下凶手左手掌心顶部的血迹，是不是能看到极其隐蔽深浅不一的断裂感？这和正中心的均匀血迹显然是有些不一样。听到这番话，徐长胜顿时紧皱眉头，无比认真的思考数秒后，摇了摇头，略有些不解道：小明，这种深浅不一的血迹能够说明什么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都是非常具有偶然性的事情，感觉无法作为线索或证据的推断源头啊。就像是凶手或浅或深的按在血泊中，都会造成手掌血迹的深浅不。还不等徐长胜说完，林天便直接敲击着桌面，打断其后续的话语，并不太确定的解释道：不对，阿胜，你看凶手掌心均匀的血迹，这说明他应该是整只手都按在血泊中了，但掌心上面偏偏出现了深浅不一的血迹，再加上小明刚刚特意提出更便于用力的锤式握法，你想一下，锤式握法是不是需要整个掌心都要紧紧贴住工具的木柄，特别是掌心的最上方需要用来固定防止脱手。正因如此，在进行高强度训练和挥舞工具的时候，肯定是会重复多次的把掌心顶部磨破又愈合，最后形成突出的老茧。而医生或者法医此类职业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用便于发力锤式握法，更别说把掌心磨出老茧。不过从凶手切割尸体的细心程度以及并不生疏的手法来看，这名凶手怕是在日常工作或练习中，不仅是需要用锤握式以便发力，同样也需要颇为精细的切割分解才对。如果要符合这两点，目前我能想到相关职业是屠夫、厨师、片压师、金枪鱼分割师等等，但也有些不太对啊。说到这里，林天忽然将先前的猜测推翻了，皱着眉头，轻嗅着食指烟草味，缓声道：根据暗网中的帖子内容，昨天我们推断出的细节，凶手应当是拥有不低的社会地位，并且知名度和金钱应当也属于佼佼者。而且从记录视频中的状态来看，凶手双手应当有特意进行各种保养，但厨师、屠夫这种职业根本就没有保养双手的必要性啊。最关键的是，这些职业和大学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地位差距，无法达到那个帖子中所说的那样，让我们警方和民众难以联想到与这起案件有关啊。与此同时，徐长胜一时想通了凶手掌心血迹深浅的问题，随即顺着林天话头道：师傅，还不止这样，如果是厨师、屠夫这种普遍职业的话，应当是没必要隐藏自己的左撇子特点才对，毕竟这些职业的从业人数并不少，单凭一个左撇子也根本无法锁定什么，更不需要费大力气隐藏。而且我记得在那个帖子里还有这样的一句话，要想最大程度的避免嫌疑，最好的办法便是让猎物自己找来，并且自己把一切行踪都掩盖。我觉得类似于屠夫这种职业很难给一名大学生造成什么吸引力，更别说还要自己掩盖行动等等了。所以凶手职业应当是非常特殊，并且对大学生有一定吸引力才对。这一刻，整个会议室都随之安静下来，苏明三人纷纷认真思考起究竟什么样的职业能符合这么多的要求。靠双手吃饭，手指经常有切割伤，需要长时间紧握工具，用力锤击或切割，导致掌心顶端长满老茧。同样擅长精细分割工作，能够将尸块大小和形状切割相差无几。整体从业人数少，经济条件优秀，并对大学生有一定的吸引力或价值。和大学生社会地位差距大，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联想到的职业。从受害者尸块切割情况来分析，对于人体关节组织等应当也是颇为了解才对。三人思索不停，屏幕中的记录视频还在不断播放。苏明舒适的靠着椅子，右手食指轻点着左手背，微眯着眼睛放空自己，脑中则是不断筛选着究竟什么职业能符合这么多的要求。而就在此时，分尸记录视频中凶手仅有的话语缓缓传入到苏明正放空的脑海中，竟然比起 0.618 的黄金切割率更要让人着急和留恋。这是真正完美的作品。 0.618 的黄金分割率以及真正完美的作品，两个颇为特殊的词语忽然再度于苏明的脑海中响起。这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这句话了，第一次便是在屈鹏飞锁定的高级套房中，可由于当时的情况特殊，再加上还没获得这么多的线索，根本没有通过这两个词进行延伸。但现在苏明却又忽然记起来，
当时在那篇帖子中还有这样子特殊的一句话：如果把猎物看成一个作品，那你就要引导他们，甚至是刻意留下些许误导的线索和证据，让警察永远作品将杀人行凶当成作品挂在嘴边，再加上那种都严重到极端的强迫症，都要将尸块的大小和形状切割成大小相差无几的程度。此刻，苏明仿佛抓住了最关键的要点，猛然睁开凌厉的双眸，看向都还在思索中的林天和徐长胜，无比认真道：林局，胜哥，我已经大致知道凶手极有可能是从事什么职业了。这句话瞬间便让林天和徐长胜停下思绪，连忙转头看向苏明，眼神中满是好奇和紧迫神情，没有故作高深。苏明直接拿起遥控器，将眼前记录视频中凶手唯一说的那句话再度重放一次，竟然比起 0.618 的黄金。紧接着，苏明又打开从论坛中所截取的那个帖子图片，指着魔都大学碎尸案凶手分享自身经验帖子的倒数第2句话，也就是将杀人行凶视为作品的那句话，环视看了眼林天和徐长胜，微眯着眼，颇为认真道：我刚刚突然发现，这个潜逃的 5.13 碎尸案凶手，不知是下意识的口癖，还是特意将杀人行凶形容为作品，甚至把2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称之为完美的作品。当然，将杀人当成作品，也许还无法证明什么，毕竟有这样病态心理的犯罪分子，其实也并不算少。但是这一句中的 0.618 黄金分割率，我觉得无疑是将凶手所在行业彻底大幅度的缩小了。因为当时凶手是在看着自己所切割的受害人尸块，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在他的眼中，自己精心切出来的受害人尸块，比起黄金分割率还要出众和完美。这无疑说明了凶手大概率是会经常接触到黄金分割率这个词，或者所对应的某些特殊东西，已经是潜移默化的以此来下意识作为比较了。不过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东西完全就是凶手刻意拿出来的虚假线索，只为了混淆视线。但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如果凶手为了不被我们抓到，都设计考虑到20年后了，那真没必要继续纠结了。选择贩毒组织的其他成员突破，足以就是更好的选择。可这种概率，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我也不敢想真有犯罪分子能布局到20年后。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行业能够使用或接触到黄金分割率，并且会经常拥有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凶手的行业类型已经是能够进行大致的锁定了。话音刚落，徐长胜便激动地拍了下桌子，颇为兴奋地连忙开口道：艺术行业，那些以画画、摄影为主业的人比较经常接触到黄金分割率。坐在旁边的林天依旧保持着相当的冷静，并未因进一步锁定真相而激动，补充讲述道：相较于画画，那些玉器雕刻师以及平面设计师，我觉得应该更容易接触到这个特殊具有美感的数字，但还要满足先前的条件才行。对徐长胜和林天两人的进一步猜想，苏明都是赞同的点了点头。但在他的心中，目前已经是有一个近乎于圆满贴合先前所有限制条件的职业，从小众、地位、名气、手法乃至于人体骨骼熟悉度，都能说是100%的满足，好似模板中刻出的职业。用力的深吸一口气，苏明的眸中露出一丝金光，颇为认真和自信地讲述道：林局，胜哥，我现在大致能有90%把握，确定5.13碎尸案的凶手大概率就是一位早在20年就颇有名气的雕塑家。与此同时，泸州市的兴盛大厦顶楼，依旧还穿着浴衣的 K 正颇为舒适地靠在躺椅上，一边吃着从法国空运来的鹅肝，一边则是看向不远处的笔记本屏幕。此刻他的笔记本屏幕已是均匀地切割成12份，每个里面都是实时监控录像，所观察的地方正是手下组织成员所在城市的刑侦大队车库出口，以及不远处泸州市刑侦大队的出入口。很明显，他这是要掌控各个城市刑侦大队的动向，以便进行各种各样的应对。至于为何能看到这种特殊的监控，原因很简单，对于一名实力强大的黑客来说，黑掉各省市刑侦大队附近的道路监控真不算什么难事。就在这个时候，提着一把重型榴弹枪，嘴里依旧叼着雪茄的牧师从里面的房间走出，面无表情地拿起一块迷彩布，仔细擦拭着榴弹枪，可以如同吃冰淇淋般抿了口高品质的鹅肝，看了眼在监控中不断有警车出入的姑苏市刑侦大队，缓声道：牧师，虽然毒药已经把肥猫解决了，但大概率会被那群疯狗当成雕塑家之后的第2个目标。相较于雕塑家来说，我觉得毒药恐怕是没有被那群疯狗抓到前把自己变成最后作品的决心啊。牧师擦拭榴弹枪的动作停了2秒，而后又认真擦拭起来，瓮声瓮气道：放心 K， 如果毒药到时候没有决心，那我也会给他这个决心。听到这句话， K 露出一抹毫不在意的淡笑，轻松靠在躺椅上，意味深长道：不急，牧师，到时候我要用毒药跟那个叫做苏明的疯狗下一场期待已久的大棋才行。淮海刑侦大队的会议室内，苏明说出雕塑家这个特殊职业后，立刻让林天和徐长胜两人愣了一下，紧接着两人的眼中都是冒出了金光，因为雕塑家这个职业确实是足够罕见，从业人数更是少得可怜，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掩盖自己是左撇子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目前从各种角度来看，雕塑家竟是能完全符合 5.13 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特征。由于经常需要用锤子和刻刀来对一整块的石膏进行打理造型和雕刻，所以掌心有长年累月留下的老茧，以及手指侧面有各种伤疤或者刚愈合的伤口，自然就显得极为正常。毕竟雕塑家这种职业需要非常精细的工作，自然很容易伤到自己。同时，一名优秀的雕塑家绝对要学习人体结构，甚至是亲自解剖感受人体四肢的结构。
这样才能雕刻出足够优秀出众的人体石膏作品。而在魔都大学碎尸案中，死者被精细分成数百块，凶手必定只有非常了解人体结构才能够做到。雕塑家恰好是能够精准满足这点。然后从社会地位来说，一位年少出名的雕塑家确实和那些刚入学的大学生有极大差距，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起案子能与小众职业雕塑家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雕塑家，毕生肯定都在追求作品的完美程度，有不少人都因此患上极其严重的强迫症。那所谓的黄金分割率更是会经常应用在各类雕塑作品之中。一切不确定或有疑问的地方，当带入雕塑家这个职业后，都有了无比合理的解释。在刑侦之中，若是某个犯罪嫌疑人能和所有发现的线索有80%符合，其实都已经能够大致认定为凶手了。因为没有事发现场的实时录像或证人，那全凭警方模拟推断的话，必然是会和真实情况略有些出入。能有80%符合，就已经是颇为准确以及值得使用大记忆恢复术的情况了。可现在将雕塑家这个职业带入后，发现各种细节可不只是80%符合，基本已经达到了100%符合了。这足以证明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职业必然就是雕塑家。将脑中思绪理清后，徐长胜猛然拍了下脑袋，颇为激动和兴奋道：这特么！被小明提醒下，我脑中原本所有的疑惑和不解瞬间都想通了。这个凶手所从事的职业绝对就是会把杀人行凶称之为作品，有着极致强迫症的雕塑家。真的，这就像是凶手帖子里写的那样，这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联想到凶手会是一名雕塑家，不仅是因为职业偏门，更是因为很难和大学生联想起来。但现在只要确定了凶手是一名雕塑家后，寻找起来的难度相对也就小不少了。20年啊，这起足足20年的未解悬案终于感觉要破了啊！相较于激动的徐长胜，林天依就是颇为冷静，或者说他有些不敢想，悬在自己心口足足20年的命案即将找到真正的凶手了。但下一秒，林天忽然想到了什么，随即拿起桌面的遥控器，将安全先前录制的暗网视频再度打开，直接跳过前面的部分，查看起毒品代理那部分。紧接着，林天缓缓站起来，到会议室的黑板前，直接把里面出现的组织成员代号全部一一写下来。医生、毒药、妖巫、八部、牧师、蔷薇、幽灵。看着论坛中出现的全部11个组织成员代号，林天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因为其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代号能够与雕塑家有半点关系。按照先前的特殊判断，这个庞大贩毒组织成员的代号应当都是源自于惯用的杀人手法或者职业才对，可里面却没有能和雕塑家相关沾边的代号，这是不是说明了？想到这里，林天忽然看向对面的苏明，颇为认真和佩服道：小明，可能真是被你说对了。5.13碎尸案的凶手之所以能被吸收到这个贩毒组织，并且不需要负责毒品销售网的开拓或维护，很大的可能就是他本身是这个贩毒组织的元老。之所以能和这个组织扯上联系，大概率是从购买高纯度毒品开始。很多这类艺术家会选择吸食毒品来获得所谓的灵感，再加上完全不缺钱的情况，那肯定是不会愿意吸食那种掺了不少杂质，吸一口都能减寿半年的劣质毒品，必然会选择寻找高纯度的毒品。而通过高纯度毒品这条线，自然也就和这个贩毒组织的头目联系上了。然后我现在还能大致确定一件事。林天略微停顿2秒，理了理脑中思绪，继续道：这名5.13碎尸案的凶手大概率就是一直藏在我们魔都之中，而且昨天还强行逼死了屈鹏飞。因为根据先前的推断，姑苏市这名代号为毒药的组织成员应当是放下那只装着毒药的柴犬后，便紧急回到了姑苏，没有过多的在魔都停留。那么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大概率就是驻守在自己管辖的城市。我可不认为区区监视瘦狗家人这种小事值得派2名成员过来，这也就说明了还有没在这名单中的成员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把屈鹏飞给解决了。再联想那个挑衅般的分尸视频，似乎已经能够大致确定这名凶手目前还在，或者说一直就生活在魔都。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首要做的第一件事绝对就是这一刻，林天露出前所未有的凌厉眼神，右手重重捶了下黑板，压抑着所有情绪道：确定凶手身份，并且将其纳入监视，掌控他的行踪。这次绝不能再给他任何潜逃的机会。这20年来始终没能将5.13碎尸案的凶手抓捕归案，已然成为了林天多年来的执念和心病。但现在这始终念念不忘的案子，目前终于是有所回应了。尽快确定凶手身份，并派出便衣刑警盯守，绝对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丝毫迟疑犹豫，苏明立刻打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开始进行大数据的搜索。既然在当前的推测中，凶手是一名颇有名气和社会地位的雕塑家，那网络上就必然有其相关的内容或百科介绍。首先，苏明开始寻找年龄45至55之间的知名雕塑家，输入筛选条件，按下回车键，3秒钟不到，大数据的检索页面便刷新，一共出现了18位符合条件的雕塑大师。毫无疑问，这就是被网络大数据所认为在45至55年龄段之间的知名雕塑家数量。显示的人数这么少，这足以反向推导为何凶手需要刻意掩盖自身左撇子的特征。但苏明没有丝毫犹豫，将左撇子这个重要特征添加到大数据的搜索选项中，点击回车键，一下子原本18位的雕塑大师直接就只剩下5位了。紧接着，苏明又添加进一个信息：长期居住于魔都，并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要想处理受害人尸体以及存放高纯度的海洛因，身为雕塑家的凶手绝对有自己的工作室才对，否则的话
怕是早就被警方所发现了。将最后的关键要素输入，再度按下回车键确定筛选。下一秒，原本还有5位的候选人，已然顿时只剩下1个。苏明立刻眯了眯眼睛，点击查看起这名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信息档案：姓名周时瑞，年龄49，性别男，代表作缠满绷带的少女、迷乱诱惑与无法自拔、挥锄头的旅人等。个人生涯：17岁已满分，考入国家美院。大2因个人兴趣转到雕塑专业，短短2年便雕琢出众多经典石膏塑像。大4就召开个人的毕业作品展，而在2004年春，凭借作品《缠满绷带的少女》获得国家雕刻最高荣誉鲁班奖，彻底成为。在这一大堆的生涯简介中，苏明立刻便注意到那个颇为显眼和瞩目的作品名称《缠满绷带的少女》，心中已然有所猜测的挑了挑眉，直接点击作品明蓝色的超链接。随着网络加载完成，一个缺少头颅的女性石膏雕塑随之出现。而最让人有些头皮发麻的是，那所谓的绷带其实就是用刻刀在石膏像的身上划出一道道痕迹罢了。而这些痕迹的大小和形状近乎于一模一样，竟是有些说不出的惊悚和异样美感。当然，这是普通人看到这个雕塑的第一眼想法。苏明则是立刻想到了什么，随即招了招手道：“邻居盛哥，你们来看下，单论这个石膏雕塑身上的纹路，你们有没有觉得像什么？”话音落下，林天和徐长胜2人立刻便来到了苏明身旁。当徐长胜还在思索的时候，林天便压抑着愤怒，无比肯定道：“这个纹路和5.13碎尸案的受害人被切割碎尸的位置基本上一模一样。我不会忘记，当初我们这些警员把受害人被切割的尸块捡回后，为了寻找线索，进行了无比严谨的尸块拼接。足足3天时间，我们才大致将所有尸块拼接完成，最起码给了受害人家属一个勉强完整的遗体。”听到这句话，徐长胜立刻反应过来，把自己刚刚都还在看的13碎尸案卷宗拿出，直接翻到受害人遗体图片那一部分，里面不仅有刚捡到的尸块样子，更是有数百个尸块拼接好的遗体图片。看着拼接好的遗体图片，再对应上笔记本电脑中的那个石膏雕塑作品，下一秒，林天终于也是难忍愤怒，攥拳用力地捶了下桌面，充斥着冰冷道：“不仅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将受害人煮熟后碎尸成数百块，用摄像机拍摄记录分尸画面，竟然还将受害人的尸体分割位置，做成自己所谓的雕塑作品。从警20年来，我从未见到过如此恶劣变态的犯罪分子。”能对同类做出这般凶残的事情，从林天当前的情绪中足以清晰感觉到他的愤怒。目前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这个叫做周时瑞的雕塑家就是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凶手，以及那个庞大贩毒组织的成员之一。但出于严谨考虑，苏明还是拿出口袋中的手机，随即拨通了王虎的电话，打开扬声器，略微等待数秒后，电话被接起。根本不等王虎开口询问什么，苏明便直接毫不犹豫地出声问道：“虎子，先帮我查一下，昨天有没有一个叫做周时瑞的中年男人，年龄49岁，买票进入了方特欢乐世界，以及查下相应监控，看看他有没有游玩方特欢乐世界中那个能看到大半魔都的摩天轮。”话音落下，手机的另一端立刻便响起了不断敲击键盘，似乎正在查询记录的声音。等待中的苏明似乎怕徐长胜和林天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解释道：“从20年前的这起案子，我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个叫做周时瑞的凶手绝对是将杀人行凶当成了作品来享受。我认为这次解决屈鹏飞大概率也被他当成一次作品的展示，所以在昨天解决屈鹏飞的时候，才刻意等到我们来才行动，甚至还留下20年前的记录视频挑衅。而且在20年前，因为这种做法让他成为了知名雕塑家，我觉得他大概率也会在某个地方偷偷观看这场特殊的作品。仔细设想一下，在魔都假日酒店周围，除了方特欢乐世界中的摩天轮，可没有其他地方能够清晰看到这一场表演。而且敢这么嚣张，说明周时瑞认为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所以大概率也不可能用假身份来。”还没说完，王虎急促更带着惊讶的声音顿时从手机中传出：“明哥，昨天下午3点，那个周时瑞确实有买票进入了方特欢乐世界。”手机中传出的声音顿时让林天用力地攥紧拳头，情绪更有些说不出的复杂。周时瑞昨天出现在方特欢乐世界，这无疑是进一步确定了他的凶手身份。虽然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刑侦角度，已经真能够基本确定他的凶手身份了。20年，这在足足20年的时光里，他始终不断寻找和追踪的5.13碎尸案凶手，现在终于是彻底浮出水面。此刻，心中有找出真相的释然，但同时也有些许深藏的悔恨和痛苦。若是当初能够再多想一点，像苏明这般考虑周全，尽可能的挖到雕塑家这个少见职业，又怎么会让周时瑞足足多逍遥快活了20年？更别说早该吃花生米的周时瑞，竟然还利用受害人被分尸后的惨状，雕刻出那所谓的完美作品，拿到了鲁班奖。这才是真正意味的讽刺。死者被残忍的肢解成数百块，多年都无法找不到凶手，至今都被不少民众挂在嘴上变成谈资，而凶手却依旧逍遥法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还借着这次杀人行凶带来的灵感，成为行业内更顶尖的大师，享受着颇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用力深吸一口气，林天将内心所有复杂的思绪压下，现在越是靠近真相，越要保持着冷静。略微等待数十秒，王虎颇为激动兴奋的声音已然再度从手机中传出：“明哥，周时瑞还不只是单纯进入了方特欢乐世界而已，我刚刚按你说的，
快速看了下摩天轮排队影像，就在屈鹏飞坠楼前半小时，正好发现了排队游玩的周时瑞。而且从监控角度来看，周时瑞一直都戴着耳机，嘴里还时不时说上2句话，似乎在和谁进行着沟通。最关键的是，看到这个重要特点后，全哥立刻帮忙回看了入园监控，发现刚入园之后，周时瑞便戴着耳机没有摘下。这跟我们警队昨天所推断的过程一样，屈鹏飞就是被人远程控制，所以才会出现明明不想死，却偏偏站在阳台外的情况。详细听完王虎的讲述后，苏明看了眼身旁的林天和徐长胜，见到两人都没有下达命令的打算后，随即毫不犹豫道：虎子，通过天眼监控进一步确定周时瑞的当前位置，我们必须要尽快掌握他的动向，避免发生什么意外了。以这个犯罪组织的谨慎来看，要是发现周时瑞已经暴露，怕是会不顾一切，在我们将其抓捕前就找其他组织成员来解决掉他，必须抓紧时间。当苏明挂断电话后，徐长胜忽然想到一件事，略有些苦恼的皱眉道：师傅，小明，现在虽然已经基本确定了犯罪凶手，但我们还是缺少关键性的证据啊，感觉即便抓到了也很难给周时瑞定罪，而且这种人肯定是不缺钱，请的律师也很难缠，除非是能够直接找到有关于他的关键凶杀证据，让他彻底的没有翻盘机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林天无比认真的思考数秒，眯着眼冷冽坚定道：不需要，即便没有20年前的凶杀证据也无所谓，因为在我们先前的推断中，周时瑞之所以能和那个贩毒组织扯上联系，大概率是为了寻找高纯度毒品，这样足以证明周时瑞平时绝对有吸食毒品，而且肯定是囤积了数量并不少的高纯度毒品，毕竟以他的地位和财力，根本就没有必要一点点几克的买。所以等会只要确定周时瑞的位置，就不要浪费时间观察和跟踪了，直接以吸毒由头把他先抓到大队中，到时候给他抽血验头发，只要查出有吸毒的痕迹，就别想再从我们大队离开，然后直接用尽办法撬开他的口，得到那个庞大贩毒组织其他成员的具体信息，将他们抓获之后，再让其他人指认周时瑞便可，绝对不能拖了。很明显，被苏明先前的话语提醒后，林天猛然就想到了坠楼身亡的屈鹏飞，明白现在能够挖出周时瑞究竟有多么的不易。若是被那个贩毒组织的其他人提前解决，将这条线索再度斩断的话，绝对是不可容许的一件事。所以用吸毒这个由头直接提前将周时瑞抓捕控制，更重要的是保护起来，就是林天目前心中的想法。因为不只是20年前的5.13魔都大学碎尸案，周时瑞更是那个潜藏在龙国地下的庞大贩毒组织切入口。坐在旁边的苏明没有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在网上搜索寻找起有关于周时瑞的各种信息和细节，数秒后微眯着眼道：林局，我觉得线索应该不难找，因为我刚刚想了下，那个经验帖子中所谓的让猎物主动帮忙隐瞒，我觉得很可能是指受害人独自前往他的工作地点，并且不想这件事被任何人知道，不会告知给任何人，就连行踪都会自行隐藏。要做到这一点，在和雕塑家的职业结合联想下，所以我怀疑很有可能是当初周时瑞是用人体模特的报酬吸引受害人独自前往，并且不愿把去向告诉给舍友或是家人。先前的卷宗中提到过，受害人来自于一个小地方，家庭经济也并不是太好，平时也有周末兼职的习惯。如果在机缘巧合下，受害人看到了招聘人体模特的兼职，又被那许诺巨额报酬所诱惑，极有可能会隐瞒这件事，独自前往凶手约定的地点。然后刚刚我查了下周时瑞的工作地点，发现他的雕塑工作室在非常偏僻的郊外锦江别墅，而且他的雕塑工作室不准没有提前预约就进去，甚至就连通风窗都没给自己留，说是创作时不想被打扰，以及不想敲击石膏的噪音影响周边邻居。最关键的是，足足20多年都没有换过工作地点，这无疑是证明了当初周时瑞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受害人进行分尸。对于周时瑞这种偏执追求完美的凶手，绝对必然会在工作室中留下相关案件物品，以此来纪念这次完美的物品。当然，我说的纪念并不是指分尸记录视频，而是另有其他的纪念物品。说到这里，苏明忽然停顿2秒，眼神顿时凌厉和冰冷，缓声道：林局，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20年前，我们刑侦大队发现了受害人所有的尸块，并且都已经大致能将其完全拼合成一个人了，但始终找不到受害人任何一块内脏碎片，找不到任何一块内脏碎片。苏明所说的这句话，立刻便让林天愣住了。因为身为当初负责5.13魔都大学碎尸案的警员之一，这20年也没放弃过的林天，自然是非常清楚和确定。正如苏明刚刚提出的那样，虽然当初从环卫工大妈发现手袋尸块开始，后面又陆续发现了不少被抛在不同地方的受害人尸块，但在这些尸块之中，确实没有包含任何一块内脏碎片，只有人体骨头和血肉。一直以来，始终没有出现过的内脏都被认为是碾碎处理掉了，或者被凶手抛到某处河流中，导致才没有发现。可现在被苏明提醒之后，林天猛然就想到了，相较于被抛到了某个河流，以周时瑞目前的凶残和极端表现来看，反而大概率是特地将受害人内脏收藏起来，用以纪念了。毕竟相较于人体和骨头而言，内脏确实是更方便保存，只要丢到福尔马林中便可，还不会占据特别大的空间。这一刻，林天立刻看向桌面的笔记本屏幕，盯着图片中的别墅工作室看了2眼，用力攥了攥拳头，不容置疑道：
阿胜，不能等了，你现在立刻带上几个人，直接前往周时瑞的雕塑工作室，直接以藏有高纯度毒品的名义对雕塑工作室进行详细搜查。虽然刑侦技术课还没给出天眼结果，但等会如果周时瑞恰好在工作室，不用考虑，直接把他先控制住再说。至于搜查的重点在寻找可能被他保存记录的受害人脏器、大量高纯度的毒品，以及与那个贩毒组织有关的任何东西。当然，如果能在他的工作室发现昨天我们所看到的记录视频，那也同样可以了。记住，千万要小心谨慎，最好穿防弹衣带防爆盾去。算了，干脆直接叫上特警队伍协助，因为昨天屈鹏飞的身上就挂着遥控炸弹，我担心他的工作室里面很可能早就安放了好几个炸弹。可以看出，作为从业20年的老刑警以及淮海刑侦大队的负责人，林天所展现的果断确实值得称赞。一旦确定凶手的工作室很可能拥有大量线索和证据，以及存在被其他组织成员提前毁掉的可能后，便毫不犹豫地让徐长胜带队前去搜查结果。至于强行搜查知名度这么广、社会地位这么高的雕塑家工作室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已经是不在林天的考虑中。一切都没有侦破5.13碎尸案以及挖出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来的重要。甚至上头领导还特意提了一句，如果在大致确定某位嫌疑人就是这个贩毒组织成员，但又始终不承认犯罪事实以及不肯交代其他人去向的时候，特事特办使用点严令禁止的手段也是可以的。这种权力和力度足以说明官方对于挖出这个贩毒组织的决心了。得到命令的徐长胜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站起身坚定道，明白了，师傅，我立刻带人以最快速度赶往周时瑞的工作室。说完之后，徐长胜立刻便一边拨通电话摇人，一边离开了会议室。与此同时，在泸州市兴盛大厦的顶楼，穿着简单白衬衫的 K 依旧悠闲靠在躺椅上，桌面则是同样空运的高级牛排和红酒。虽然在不紧不慢切割着牛排，但 K 的目光却会时不时看两眼不远处的笔记本电脑。正当他拿起红酒杯轻轻摇晃，准备润一润喉咙的时候，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则在自动识别后自行将淮海刑侦大队的出入口画面放大，并发出了滴滴的提示声。这提示音立刻便让 K 挑了挑眉，而后看到笔记本所展示的监控画面中足足驶出了4辆亮着警笛的警车。放下手中的红酒杯， K 立刻调取出昨天的监控录像进行反复对比后发现，刚刚驶出淮海刑侦大队的其中一辆警车的车牌号竟是昨天第一时间到方特欢乐世界的警车，而昨天坐在这辆警车里的人正是淮海刑侦大队的负责人林天以及小队长徐长胜，还有说出世上没有完美犯罪的苏明。紧接着 K 又调取了附近路口的监控，发现警车正朝着淮海区的郊外驶去。这一刻 K 立刻便猜到了什么，直接拿起桌面上的手机，塞入不记名的黑卡，拨通一个特殊电话。在等待15秒后，随着电话被接起， K 轻点着桌面，面无表情地开口道，雕塑家，你已经被发现了，我建议你早点做好准备，淮海刑侦那群闻到位的狗正开车去你的雕塑工作室，如果你想留下最后的作品，早点做好准备吧。这番话令在手机另一端的雕塑家随之沉默了好几秒，而后好似压抑着疯狂的低声冷笑道，呵呵 K 你放心就好，只要你跟我一样足够相信蔷薇的面具，那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这个最后的作品。虽然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我，准备这个最后的作品都将是白费功夫，因为真正凶手周时瑞早就在方特欢乐世界中凭空消失，还给他们在雕塑工作室中留下了专门用来纪念完美作品的礼物。 K 你觉得这个最后的作？还不等雕塑家说完， K 便毫不犹豫地打断其话语，虽然依旧颇为冷静平淡，但其中却满是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雕塑家，先做好献身艺术的准备吧，这一次闻到味的狗可不是20年前你遇到的那一批，我可不想看到你连最后一次展示作品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关到了那该死的监狱里啊！记住，雕塑家，你可和我说过，一个完美的作品永远比毫无价值的命更重要啊！4辆鸣笛的警车在公路疾驰，正朝着周时瑞工作室所在的郊区别墅驶去。由于时间紧迫，徐长胜又发挥出曾经淮海刑侦大队最强的飙车技术，脚下的油门就没有松开过，就连转弯都用出了漂移，一马当先，生怕只要迟半分钟，周时瑞就被这个贩毒组织的其他成员提前解决，导致案件再度陷入困境。此时的案件会议室内只剩下2人，林天眯眼思考数秒，随即看向面前的苏明，缓声道，小明，趁现在等两边结果的时间，我们再梳理一下这起5.13碎尸案的众多细节，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说到这里，林天习惯性的在口袋掏了掏香烟，正要拿出来点燃帮助思考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不是自己的办公室，准备靠袖被熏黄的手指解饮时，没关系，邻居，我并不介意烟味。苏明露出一抹淡笑，示意道，况且我也觉得，如果手里夹着一根烟，邻居应该也能把案件梳理得更清楚。听到这句话，林天也就没有客气，迫不及待地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夹在了左手食指和中指间，除了在点燃时轻吸了一口，林天便没有再碰这根香烟，只是任由其在指尖缓缓燃烧，散发烟气。认真回忆20年前的这起案件众多细节，以及和今天的线索结合之后，林天略微眯了眯眼睛，随即缓声开口梳理起案件道。首先，这起5.13碎尸案发生在20年，受害人是从小地方来魔都大学继续深造学习的大一女生，名字叫做吴静清。根据20年前的卷宗以及现在的众多线索能够得知，受害人由于家庭条件并不算好，
所以自从入学以来都有进行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这也就给凶手周时瑞提供了条件。当时才20多岁就已经颇为出名的周时瑞，苦于始终无法让自身技术和灵感更进一步，所以在这种极端挣扎的情况下，决定要用最血腥和变态的办法来让自己能获得一定的灵感。或者说，在他眼中，行凶杀人同样也是一件作品，特别是对尸体的处理手法。就这样，为了达到行凶目的，周时瑞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布了招聘人体模特的高价兼职。恰好受害人看到立刻就被其高昂的报酬所吸引，主动联系了周时瑞。但由于在当时的年代，人体模特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更可能成为别人的笑柄和谈资，所以这个兼职受害人绝对不会和亲人、好友和同学提起，只会自己默默前往周时瑞的工作室，甚至还会做点遮掩或戴口罩帽子前去，只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接了这种兼职。这一点自然就完全符合了论坛所分享帖子中关于如何寻找猎物的细节。别自己去找猎物，而是让猎物主动找上门，并且还会主动帮忙隐藏所有可能暴露的痕迹。说到这里，林天便略微停顿下，提手抖了抖烟灰，随即继续讲述道：当受害人抱着兼职补贴家用的想法来到偏僻的别墅办公室后，周时瑞便极其残忍地将其杀害。而且并不只是单纯杀害，周时瑞凭借雕塑必备的人体骨骼知识，对受害人进行了极其残忍的解剖和分尸，并用摄像机全部记录了下来。由于周时瑞的工作室颇为偏僻，隔音更是打造得很好，分尸根本就无法引起邻居注意。受害人的尸体被煮熟切块，甚至由于周时瑞的强迫症，尸块的大小和形状都相差无几。最后，这些被分割成数百块的尸块被装在5个袋子中，扔到了魔都的各个地方。抛尸的范围很大，之间的距离也很远，仅凭双腿很难做到，自行车或摩托车又太过显眼，说明凶手当时是用汽车来进行抛尸。从20年前就能用摄像机录下分尸过程，以及能驾车抛尸，再度确定凶手当时的经济条件很好了，排除最常见的为钱杀人可能。将受害人杀害分尸后，周时瑞还利用受害人尸体的切割线，制作出了拿到鲁班奖的特殊雕塑——缠满绷带的少女。经过比对，拼好的受害人尸体分割线竟是和这个雕塑代表绷带的刻线相差无几，进一步证实了案件。同时，在记录视频中，周时瑞在分割完尸块后称其为完美作品，但根据拼接受害人尸块以及仅有的记录视频来看，都没有出现过受害人内脏器官。在当前的推测中，这理由可能是周时瑞为了这个完美作品而特地留下的纪念品。这一刻，坐在对面认真聆听的苏明，当听到林天将完美作品和内脏器官联系到一起，并提起那个获得鲁班奖的雕塑后，曾经也当过疯批罪犯的他忽然想到了某种极为疯狂和变态的做法。完美作品、内脏器官、缠满绷带的少女、鲁班奖雕塑等等关键内容更是不断在其脑中淡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拿起桌面上的案件卷宗，查看拼接好的受害人遗体图片。苏明能够清晰地看到，在拼接的受害人遗体的后腰位置有一条极其明显的开腹痕迹，此后进行开腹取器官和煮熟后再进行切割，伤口的模样有很大差别。紧接着，苏明又拿起面前的笔记本屏幕，直接搜索周时瑞作品《缠满绷带的少女》的高清图片，将高清图片放到最大，并且仔细观察雕像的后腰位置后，发现跟受害人开腹取器官近乎于一模一样的位置有极其明显的修补痕迹，这条线的雕刻深度更是要超过其他位置的切割痕迹。然后苏明立刻又查了下这个雕像的具体重量，经过质量换算后发现，这个名为《缠满绷带的少女》的石膏雕像作品要比正常情况的重量足轻了数千克，也就是说，大概率雕像中的某一部分被掏空，换成了较为轻便的东西。想到这里，苏明看向刚好结束重现案件过程的林天，颇为认真和严肃道：林局，我也许大概知道受害人内脏现在被周时瑞藏在什么地方了。苏明暂时停下话语，将笔记本屏幕转向林天，指着雕像的腹部继续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受害人的内脏器官全部都在这个雕像的肚子里，受害人内脏在雕像肚子里。这句话顿时让林天愣了一下，更是有些说不出的愕然。把受害人器官塞入雕像肚子中作为纪念，最后这个作品还获得了龙国雕塑界最顶级的鲁班奖，这究竟得有多么疯狂和变态才能够做出这种行为？而且只需要略微一想，真是会让人有些说不出的头皮发麻。将双指间的香烟掐灭，林天正准备出声询问究竟苏明从哪里推断出这个结论的时候，苏明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忽然就响起急促的铃声，点下扬声器接起后，王琥颇有些焦急和急促的话语便随之传出：明哥，出问题了！刚刚我们刑侦技术科仔细看了好几遍的方特欢乐世界出口，发现周时瑞从昨天到现在就根本就没有从出口离开，很可能现在都还在方特欢乐世界里面，会不会已经是被那个贩毒组织给解决了，所以才一直没。听到这句话，林天的神情立刻凝重起来，但依旧保持着应有的冷静。苏明则是立刻思考数秒，随即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应该。在周时瑞胁迫屈鹏飞跳楼之后的数个小时内，我们对案件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进展，更没有发现周时瑞。等到突破暗网后，都已经过去了数个小时，周时瑞完全有足够时间离开方特欢乐世界，那个庞大的贩毒组织更不会派其他人特地前来解决周时瑞，因为在当时看来，周时瑞已经圆满完成了组织所交代的任务。而且以这个贩毒组织头目的谨慎风格来分析，如果发现周时瑞有暴露风险或可能的情况下，大概率会想办法让周时瑞安全走出方特欢乐世界后再解决，而不是又派人到欢乐世界增加暴露的风险。再加上
在当时屈鹏飞坠楼后，正常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都会害怕。我们直接封锁方特欢乐世界进行筛查，必定是要趁乱混出去才对。所以我觉得周时瑞大概率是已经走出方特欢乐世界了，但是再出口只有一个的情况下，算了，我过去看看吧。说到这里，苏明便直接挂断手机，看向面前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神情颇为冷冽和凝重的林天便直接站起，示意道：“走吧，小明，一起去下技术科，必须要抓紧时间，确定周时瑞当前位置才行。对了，刚刚听完你和胡子的聊天，我现在非常怀疑周时瑞会不会通过易容化妆等小手段，现在已经走出了方特欢乐世界，只不过技术科的人没发现，甚至是